茅屋古旧，瓦松垂落，屋檐角上藤蔓攀绕，战火在昏黄的光线中飞舞。干裂的泥墙边，一衣衫褴褛少年瘫跪在数名女修前，一青衣女修手持荧光法剑，抱拳望向身前白袍女子，回禀宗主，此人是合欢宗贼子萧雨，淬体3层。白袍女面色清冷，如看蝼蚁般看着地上少年。合欢宗下一步作何计划？萧雨嘴角带血，面露不甘。白月宗主也是一金丹期大能，你难道会将宗门大计告知一底层弟子？言罢，白月神石直射萧雨4支，萧雨只感手脚冰凉，而后如火般剧痛。混蛋，你们这群正派的婊子！萧雨脚筋手筋被挑断的瞬间，整个人无力地趴在了地上。院中一麻衣少女急忙上前，别杀萧雨哥哥，他是好人啊，他是好人。青衣女修冷眼看向那少女，一招神识打出，那少女血溅当场，就那么死在了萧雨面前。萧雨顿时怒火攻心，可恶的婊子，他只是一个凡人，你竟痛下杀手。叶芷柔，我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话音未落，叶芷柔便一剑斩掉了他的右耳，并用一副冰冷至今的语气说着：与魔道有染，死有余辜。一个淬体期的废物和欢宗的狗，也敢直视我等！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若还不说，后果自负。萧雨顿时大怒，我呸！正派的婊子，烂货，沽名钓誉的贱妇，老子就是死也绝不会跟你说一个字。叶芷柔青筋暴跳，双指一刺，当场便扣瞎了萧雨的双目。萧雨面色苍白如纸，血顺着脸颊顺流而下。他是穿越而来，原先他是想加入正派宗门，可各项考核达标后，他却被淘汰了。原因无他，他是4系伪灵根，没有背景，临时正派不收。他则加入不看资质的合欢宗，距今已有1年之久。这1年中，在宗内兢兢业业，辛辛苦苦1年修炼到淬体期3层，可又被合欢宗派到前线当作战。数月前某次执行任务，受伤昏迷的他被一农户少女阿香所救，俩人颇有好感。可他做梦都想不到，今日玉女宗竟然寻到了此处，让阿香将他引来，而后便被残害至此。回想着自己这一路走来的种种，萧雨的内心极度的不甘。什么名门正派，什么狗屁的名门正派，竟然连凡人都不放过，口口声声说什么除魔卫道，竟背地里做这种丧尽天良之事，将阿香一家斩尽杀绝。强烈的憎恨和不甘充斥着他的内心，如若他能活下来，一定要将这些虚伪的婊子全部干死。就在这时，宗主白月冷眼看向身后叶芷柔，徒儿且记住，只要能斩妖除魔，有时也能采取必要手段，不要因为1、2个凡人的命就误了我等大事。做事不能留痕迹，我们玉女宗一向注重声誉。叶芷柔修闻言动手，受死吧没用的废物！萧雨面色癫狂，叫骂声不绝于耳。合欢宗前线据点，一身穿妩媚花红肚兜的年迈女修，痴痴地望着前方闭目少年，名颂秋波。萧师弟，要不你就从了师姐嘛，师姐最近新学了引龙诀，一直想跟师弟讨教1、2呢。萧雨猛然惊醒，一脸不惊恐地环顾四周，怎么回事？他不是被那白月的徒弟叶芷柔给杀了吗？怎么？对面那年迈女休看萧雨再次拒绝，霎时老眉横起，师弟怎么如此冷漠？难不成是贤师劫老？在咱们宗门像师弟这淬体期的，能找到道侣就不错了。师姐我可是炼气期，跟师姐合修，最多10年，保证你也能踏入炼气期。萧雨认出了对方，这是合欢宗的梅春兰梅师姐，今年已有123的高龄，寿元将近，还卡在炼气期2层。梅春兰说着便咳嗽了起来，一副沧桑布满皱纹的脸上涂着3层厚厚的粉妆，咳着咳着就将嘴里的假牙咳了下来。萧雨表情低沉，怎么回事？他是重生了，可看着周边的种种，他怎么看也不像重生了。梅师姐，现今战事如何？梅春兰一时有些欣喜，自然是大捷啊，师弟还不知道吗？此次百宗大战，我和欢宗宗主击毙玉女宗宗主白月，共灭杀玉女宗弟子100人，擒获33名玉女宗女修，缴获法器、丹药、灵草无数。宗主心情甚妙，今日在宗门内让众弟子抽奖，奖品好像还有玉女宗的女修呢。萧雨闻言一惊，白月死了？他难道不是重生了，而是复活了？复活到了第2天。梅师姐一看萧雨有些愣神，赶忙说着，我待师弟真情实意，师弟难道还不懂师姐的用心良苦？萧雨一听奖品里有玉女宗的女修，顿时就想到了将他和阿香杀害的叶芷柔，全然不顾梅师姐的投怀送抱，转身就来到了抽奖处。此时排队处已经聚集了不少人，玉女宗女修，他说什么也得抽到，然后将其炼化成炉鼎。那群该死的贱货，他说什么也不能放过他们。
正当他排队的时候，后面突然跑来一面色惨白青年，无比慌张地喊了起来：“萧师弟，不好了，梅师姐她晚上估计要对你动武，你快跑吧！”萧雨闻言皱眉，一想到那半截身子入土的老女人，他就有点忌惮。这合欢宗虽然什么资质的人都收，可远也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体质灵根好的男人可能还会被炼制成炉鼎，像他这种4灵根的，连当炉鼎的机会都没有。想跟他成为道侣的，不是即将老死的老太，就是有着龙阳之好的老登。眼前给他报信的这个男人，他叫赵飞机，因为是3灵根，这1年被祸害的已经不成人样了，说话都有点嗲音。赵飞机看着默不作声的萧雨，声音颤抖：“师弟儿，跑吧，跑得越远越好。合欢宗不是我们这种人来的地方，我是跑不了了，我已经被马师兄炼制成了炉鼎，此生无望了。”萧雨一脸认真的点着头：“等抽完奖，师弟就走。这地方我也待够了。”就在这时，台上一阴丑老走到了出来，按照此战功勋排好队，击杀正派修士10人者为抽签首批，其余人依战功站到后面。此话一出，几名高阶修士纷纷上前，面色傲然。台上老儿随手一摆，数十个储物袋便悬浮到了半空中，其中宝物接连倒出，法器、符箓、丹药、灵草、灵石，甚至还有女修的衣裳，不乏有贴身之物，看得那些男人眉眼纷飞。就在这时，那老儿又拿出一血红色的玉葫芦，阴笑着。霎时，数十名修为尽失的玉女宗女弟子便被他放了出来。台下弟子顿时就瞪大了眼珠子。那些女子颜如朝霞映雪，目若秋水寒星，跟他们平日里抓来的凡间女子截然不同。为首那女秀发如云，垂至腰间，肤若凝脂，唇若涂朱，其中还有几女含嗔带怨的眸子，摄人心魄。虽囚于笼中手戴枷锁，可也难掩其风姿月貌，看得台下合欢宗弟子们眼睛都直了。美人儿，乌长老，这些女修也是此次抽签的奖品。乌长老握着黑蛇杖，嘴角半咧。正是如此，这些女修皆为玉女宗内门弟子，谁要是能抽中，就回去炼成炉鼎吧。底下弟子一听，顿时鹅叫连连。正派的女修，素闻玉女宗女子刚烈无比，我今晚倒是要看看她们是不是跟传闻中一样是贞洁如命。旁边还有人讥讽着，估计过了今晚就不想死了。来到咱们合欢宗的有几个女人想回去的？那些女人面色悲愤，左右巡视，并无活路可寻。萧雨缓缓吐气，眉眼局促不安，因为他已经看到梅师姐过来了，此刻正在后面跟另一个年迈的女修商量着什么。萧雨下意识缩了缩脖子，全身打着冷战。等会再走吧，能抽个玉女宗的婊子带回去报他心头大恨，也不算白死一回。很快前面就有人抽到了玉女宗的女弟子，那人咧嘴大笑着，扛起那女修就在那狠狠地亲了一口。真润啊，真他奶奶的润啊，誓死为掌门效力。弟兄们，你们接着抽，我有事先走了。那人说着就要扛着那面如死灰的女子离开了洞窟。其余修士羡慕不已，看着台上剩下的女人们想入非非，还有个满身粉光的妩媚女修在一旁轻笑着。还有我们的呢，最近师姐我也学了些采阴补阴的法子略略。一旁的男人在看到那人后本能的往后缩了缩，好似非常忌惮。很快又有几名弟子抽到了奖励，一些人因为没抽到女修愤愤不平，还有一些则提出要拿抽中的女修出来换灵石和功法的萧雨就这么一直在后面等着。像他这种底层弟子不想死，还是老实的在后面等着的好。台上的法器、灵草很多东西都已经被抽走了，玉女宗的女修也就只剩几个了。下一位。随着乌长老轻喊一声，萧雨前面那人也慢慢走向前去，再下一个就到他了。前面那人随手一抽，顿时愣了，看着面前的女人，那人有些欣喜的大笑了起来。哈哈，我中了个美人儿。说着扛起那女人便走，还没等他走2步，那女修突然发作，当场就扯开手铐扣瞎了对方的眼珠子。那女修满脸癫狂的大声嚎叫着，奸邪魔修，人人得而诛之。说时迟那时快，乌长老一发黑火打去，那女修便被火焰罩住了，惨叫声不绝于耳。萧雨顿时汗毛竖起，不敢置信地看着那个女人，好像这女人昨天杀他的时候就在场，对方就那么被活活烧死了。空气中弥漫着黑烟，要是他萧雨抽中那个女人，上去眼珠子肯定没了，说不定还得被对方干掉。看来那些抽走女修的低阶弟子们肯定也不好受，定有死伤。乌长老一脸不悦地看着被扣瞎双眼昏死过去的弟子，来人带他下去治伤。然后他就看向了下面的几人，说着，就只有这几个奖品了，你们一人拿一件吧。话音刚落，台下几人就冲了上去，一个个眼疾手快，还有人释放了法术，
到后面就只剩下一个肥头大耳、体重少说200斤的玉女宗女修，对方还有腿毛，好像还是个瞎子。他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丑的女人，瞎眼巴脸，体胖如瓮，肤如糙皮，面若锅底。尤其是他那像被猪腰的体型，简直不忍直视。一旁的合欢宗弟子看到这一幕，纷纷讥笑了起来。这肥婆是怎么加入玉女宗的？不是这玉女宗里还有死肥猪啊？不知道还以为是个男的。你别说，这长得也太丑了，不知道还以为是什么妖兽呢。众人议论纷纷，萧雨也愣住了。开什么玩笑，最后给他留了个重达200斤还带胸毛的软萌妹子。突然他脑中响起一段机械的系统提示音：恭喜宿主绑定恶女审判系统，解锁审判室一所。恶女收纳可将对宿主罪恶值达到 100% 的恶女收纳入审判室，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永世审判，检测到周围存在异形的恶女白月。萧雨闻言顿时一愣，白月，这穿越了那么久，终于来系统了。正当他欣喜的时候，他便看到眼前那个200斤的女人出现了一个信息栏，姓名白月，年龄230岁，修为金丹大圆满，已废，样貌颜值98分，身高176厘米，体重103斤，资质先天法体，极品水灵根。性格为了捍卫心中的正道，可以不讲人道，高傲无礼，滥杀无辜，忘恩负义，永不知悔改。背景玉女宗宗主，正道圣女，苍越大陆万千难修的梦。恶行为了灭掉魔道，共滥杀4399名凡人，视凡人如蝼蚁。系统提示：发放初始特权，宿主可以直接将白月收纳到审判室。萧雨顿时内心狂喜，白月，看老子不玩死你！萧雨转脸再次看向那体重200斤的女巨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骑行种。萧雨下意识攥紧了拳头，估计对方用了什么法术改变了样貌。周围的人还在看着那女巨人嘲笑个不停，萧雨赶忙上前，而后抱拳说着：各位师兄师姐，如果没人要，这女修就让给师弟了。众人闻言笑得越发张狂，哈哈，这家伙还怕人家跟他抢不成？笑死人了，快领走啊，别在这占地方，要是没人要，估计就直接将这肥婆放血池里融了。萧雨就那么走到了那肥胖女修的跟前，对方的眼睛好像是瞎了，那肥胖女人好像有些忌惮萧雨，站在那好像一个死人，一言不发。萧雨看着对方脖子上的铁链，嘴角冷笑，然后萧雨就在众人的讥笑中离开了宗门大殿。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阵阵厮杀声、惨叫声。不好了，刚才那些女修造反杀了咱们的弟兄，还有些娘们自尽了，亏大了，亏大了！不是说他们的修为已经废了吗？怎么还能造反？远处几个合欢宗弟子慌慌张张地往远处跑着。萧雨身后的肥胖女修闻言颤抖，漫无目的地望着四周，好像在寻找方向。可是因为失明，只能伸着手摸索着。萧雨趁着骚乱之际，抬手就那么一招，下一秒那女人瞬间消失。萧雨心中一喜，看着脑中审判室里的女人，已经忍不住了。刚才那几十个女人跟这女人比，简直是云泥之别。虽然对方是一个沽名钓誉的毒妇，可长相那真没得说，长得相当牛逼，眉如远山，目若秋水，身着素白长裙，腰间系着淡粉色丝带，更显得身姿婀娜，气质高雅，冰肌玉骨，容貌无双。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白月的眼睛瞎了，蒙着个眼罩。不过对于萧雨一个现代人来说，戴个眼罩好像更……此时那女子正在他的识海中嘶吼着，谩骂着。萧雨当时就想启动审判按钮，可系统却突然闪出一条提示框：该恶女为系统赠送，想开启审判模式，请先将该恶女对宿主的罪恶值提高到 100%， 目前罪恶值 0%， 成功审判后可获得对应奖励。审判室里的白月还在狎自欲裂地咆哮着：魔道贼子，有什么就使出来，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们还想耍什么花招？魔道贼子，你这种败类就该死无葬身之地，去死！去死啊！萧雨当时阴沉起了脸，他才懒得管什么系统奖励，就算没有奖励，他也得报仇。耶稣来了也拦不住他，来到没人的地方，直接来到审判室。白月还在那里骂着，满脸癫狂：天杀的魔道，本座就是做鬼也要将你们一个一个的给拉到阴曹地府，你们会遭报应的，会遭报应的！白月面若寒霜，恼怒至极的大喊着。他堂堂一个金丹期大成修士，居然被一个淬体期的家伙给关了起来，也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他可是玉女宗的掌门，也是所有正派修士最为憧憬的正派仙子，生来就是先天法体。人族中他的修为或许不是最高的，但修炼速度绝对无人能及。
堂堂一个天之娇女，现在成了一个魔教邪修的阶下囚，竟然落得金丹破灭、修为尽失的下场。如果不是他体质特殊，金丹被毁，当场就得死，眼睛也被对方的功法所伤。本以为自己变成肥胖的样子可以躲过一劫，谁知竟然……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感受着旁边那个男人的气息，他的面色慌张到了极点。他是先天法体，样貌也是顶尖。如若外面那个家伙对他图谋不轨，他只能任人宰割。可一想到他那些死去的徒弟，他的心就狠了下来。他死了，谁又能给他那些徒弟报仇？他死了，有何脸面去黄泉之下见宗门里的人？正当他想着的时候，萧雨冷声笑了起来：“别来无恙啊，白宗主，你猜猜我是谁？”白月闻言惊怒，这人的声音怎么这般熟悉，好像在哪听过，可他想了半天也想不起来是哪个。萧雨冷声笑着，看着对方的身段慢慢走到前去。也对，像你这种自视清高的正道圣女，自然记不得我们这种小人物。善恶有报，今日你落到我手里是你的命，你这辈子就在这好好赎罪吧。一个时辰后，萧雨满脸傲气的大笑了起来。叶芷柔呢？你那几个徒弟呢？你也有今天？萧雨低声叹着，这就叫做作孽不可活，老天都看不惯你的作风，我是不会让你死的，你就老老实实的在这待到死的那天。白月叫骂连连，疯狂的伸着双手想要杀掉这个混蛋。就在这时，萧雨突然一愣，看着自己的手掌，他有些不敢相信的瞪大了双目。淬体7层，他辛辛苦苦修炼1年才淬体3层，怎么就一个时辰，修为竟然到了淬体7层？当时他就满脸震惊地看向了白月。先天法体，这就是先天法体的玄妙之处。看着那个叫骂连连的白月，萧雨冷声说着：“我再问你一遍，叶芷柔那个婊子在什么地方？”白月横眉竖眼，气急败坏地大骂着：“真卑鄙，竟然将我……你是昨日那个该死的蝼蚁，你怎么还没死？你个废物，无能之辈！你别等我恢复法力，否则本座一定将你碎尸万段。”萧雨冷笑一声。半个时辰后，萧雨意气风发地回到了外面。现在还是别在对方身上浪费时间了，他必须得尽快离开这里。虽然现在有淬体7层了，可那梅师姐是炼气期，估计晚上会来找他。还没等他收拾住处的细软，他就听到房屋外传来了脚步声。萧雨脸都绿了，梅姐还真来了，还带了个炼气2层的老太，显然是有备而来。当时他就从后窗跑走了，一边跑一边换了一身行头，再蒙上脸，转身便朝着门口的守卫走了去。到地方抱拳，无比紧张地说着：“两位师兄，师弟被梅师姐追杀，可否通融一下？兄弟我子事前一定回来。”为首那人一脸玩味地笑着：“你小子不会想私自下山吧？现在正道的鹰犬可正愁抓不着咱们呢，想出去最少也得等3月。我管你什么梅师姐花师姐。”萧雨见出不去，转身就走。看来今天想逃走，只能通过执行门派任务的办法出去了，就是太冒险了，很多任务点都有正派的人出没，搞不好小命就没了。接任务就得跟其他人组队，一个人是肯定出不去的，还是有些麻烦的。来到告示牌前，萧雨缓缓吐气，上面已经贴了不少任务和委托，一旁还有几个合欢宗的修士在看着。萧雨也上前查阅了起来。求灵兽，求购1只1阶寒凤鸟，奖励1瓶2品合欢散，次品攻击法器1件。采药，去江流山采集10株50年份的草，不论品种，可领人丹1颗。师门任务，灭杀3名正道修士，可成为内门弟子。聘道侣，70岁炼气期黄师姐欲寻18岁年轻道侣，不限男女，非诚勿扰。正当萧雨在那查看的时候，审判室中的白月也慢慢冷静了下来，回想着他那些被杀害的弟子，白月的眼神就阴沉了3分。必须得想办法活命。这个淬体期的白痴也就是个20岁左右的小辈，不能再骂了，再骂他等会嗓子又要疼了。白月缓缓吐气，原因已经没了，事情已经发生了，他必须得活下去，想办法逃走。只要他将这个废物给杀了，谁又能知道他跟魔道有染的事？他必须得想办法离开。道友，适才我口气重了些，宗门被灭，我实难消恨。我关道友也是心善之人，能否带我一同离去？只要我回了正派的地盘，我绝对会降到有分为上宾。萧雨自然也知道这女人没怀好心，她竟然还敢忽悠他。不是，这女人是喝3鹿长大的。傻逼，想玩是吧？行啊，慢慢玩。叶芷柔杀我好友阿香，想活命就将她的行踪告诉我。白月闻言，声音突然柔和了不少。小友，我知道你恨我，可你也是魔道之人，昨日之事可能是有误会。你已经得了我原因，那是多少金丹修士梦寐以求的东西。你如果还不解气，我愿意教你修炼，
我给你写功法，我要是回到宗门，我一定给你拿数不尽的宝物。萧雨抿了抿嘴，接了个采药的任务后，靠在一旁破烂的栅栏上等了起来。这傻逼，他慢慢将对方审判，完成系统任务不香吗？而且对方的审判值一旦达到100%，就会成为他的侍女，一辈子为他所用。白宗主真是大人有大量，没事，晚上我们再慢慢交流，别急嘛。你想让我带你走，那你就跟我说，你那徒弟叶芷柔去哪了？白月轻声吐着气，我那徒儿昨日未开战前就被我派去玉女宗分舵传信去了，恐怕不在此地。萧雨右拳紧握，昨天就是那个女人杀的他跟阿香，他说什么也得将对方给逮回来。对方好像是筑基期，等他用这先天法体修炼一番，再去找他算账。就在这时，前方走来了5名合欢宗弟子，为首一人炼气期3层，一头黑发乱如马草，看着对面领取任务的萧雨，表情讥讽：怎么淬体7层的都敢领任务了？你也不怕死外头？萧雨赶忙抱拳笑着：见过各位师兄师弟有礼了。为首那人一脸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后面跟着去，等会出去了别乱跑，谁要是被正派的狗抓到了，后果自负。而后几人走到门口，为首的弟子放出一根长长的竹竿悬于空中，萧雨就那么踩着竹竿，跟着那几个人趁着夜色飞走了。夕阳渐隐，天地渐暗，星河璀璨如织，夜幕降临了。月华洒向苍茫大地，萧雨立于竹竿后四处打量着，此地山林静谧，鸟鸣虫语，隐有猛兽出没。他们此行去采药的地方名为江流山。萧雨面色沉思，看着两侧的合欢宗修士，等会他该找个什么机会逃走呢？等会又往哪跑呢？这附近也就只有一个江流城，还有没有太平一点的地方？也不知道飞了多久，前面一人便伸起了懒腰。我说怎么还没到地方？这天都黑了，万一遇到正派的。萧雨微微笑着，不想回答。前面那人一看萧雨不理他，冷眼讥讽着：我说你一个区淬体7层，还敢接外出采药的任务，你怕不是想占哥几个便宜，以为混到队伍了就可以不用干活？领头的闻言也在那似笑非笑的劝说着：哼，都是一个宗门的，说话别那么埋汰。这位师弟莫慌，师兄这里有颗保命的丹药，等会真遇到危险了，你打不过可以吃这个。说着那人便拿出了一颗紫色的丹药。萧雨嘴角轻笑上前接过，以为他新来的吗？这丹药是暴血丹，吃了虽然能短时间提高战斗力，但可能会失血过多而死，后面不休养个把月肯定是好不了的。这几个玩意难怪带他一路，感情是想让他当炮灰。没多久，萧雨就跟着他们来到了江流山上。山上冷风呼啸，野草丛生，萧雨看着那几人挖采的草药，也有样学样的采着。现在逃走肯定死路一条，必须得等待时机。突然，前面采药男子怪叫了一声，吓得其余几人神经紧绷。萧雨本能地趴在地上四处张望着，下一秒他就听到前面的男人喊了一声：不好，有脚印！萧雨赶忙趴下，眼神一直环顾四周，伺机而动。下一秒他就看到有3个白袍修士持剑杀来，领头的见状冷笑一声，祭出法器大喊着：正派的狗，就凭你们3人也敢来找死！那3人面不改色，抬手放出法剑，动作整齐划一，左手剑指在前，右手握掌在侧，吾乃玄灵宗内门大弟子林策，竟然敢将玉女宗灭门，欺人太甚！合欢狗贼，还不速速受死！那人言罢，抬起剑指，身前法剑呼啸而出，身后2人蓄势待发，一前一后夹击而来。萧雨不敢恋战，看着已经冲上去的几人，心中默念神行诀，快速退到远处。那些人不仅会飞，还会法术，他就只有淬体7层，连法器都没有，露头就得死。霎时，树林中划过数道光虹，齐速如电，金光交织，化作3道剑气，划破长空。合欢宗修士当场就被刺死1人，血流不止。林策以剑纵法，横于天上，抬手放出一玉佩法器。合欢宗几人顿喊不妙，竟然还有中品法器，不好，快跑！在那人喊完快跑的时候，萧雨早就躲了起来。这时候谁跑谁死得快，倒不如趁乱躲起来。草丛里的萧雨就那么一脸凝重地捂着口鼻，看着那3个正派的家伙踩着飞剑到处追杀那几人，他是大气也不敢喘，真是倒霉透顶，什么倒霉的事都能被他遇见。很快那些人就飞远了。看着地上被干掉的2名合欢宗弟子，当时他就瞪大了眼睛，第一桶金来了，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左右看了看没有人后，萧雨一个鲤鱼打挺，拿起那2人的储物袋就猛地往相反的方向跑去，速度不要太快，所有的事物都在后退。就在这时，系统再次响起，请宿主尽快提高恶女白月的罪恶值，将其审判，逾期3日，奖励作废。
萧雨闻言便愣住了。现在提高白月的罪恶值，怎么提高？等会，旁边有正派修士，那他要是把白月放出来当挡箭牌，对方不是觉得正派人会救他吗？想到这里的萧雨抬手放出白月，白月重见天日，有种说不上来的激动。他虽然看不见，但是感受到了风和阳光。我出来了，这里是什么地方？就在这时，远处山腰突然发出一声巨响，好像有什么东西爆炸了。萧雨抱起白月，赶忙加速，头也不敢回。白月一脸慌张地喊着：“你要干什么？”连打带扇。萧雨赶忙说着：“有正派的狗杀来了，别动，我带你走。”白月一听更加激动，正派来人了。他当时就大声喊了起来：“正派的道友，还请助我杀贼！”萧雨暗骂着，继续逃离。可每当他加速逃离，他的视线就会越发的模糊。怎么回事？突然，前方突杀出一人，修为淬体6层。萧雨顿时心头一紧，那人一刀劈来，萧雨慌忙躲闪，有惊无险地躲开了对方的攻击。白月也被他扔到了地上，转身就跑。对面拿刀那人在看到白月后顿时一愣，整个人的脸都红了起来。好美的女人！白月看不到对方，只能听声辨位：“这位道友，你应该是玄灵宗的吧？我是玉女宗宗主白月，因被奸人所害，被困于此，还请这位道友带我离开此地。事成后定当重谢。”那人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白月，对方怎么眼上蒙着一块黑布？他瞎了？等等，对方的修为，感受到白月那若有若无的气息，当时那人的眼里就写满了狂热。白月宗主，你确定是白月宗主？你的修为？白月低声叹着。说来话长，还请这位道友。正当白月说着的时候，他突然又听到前面飞来了2人，一个淬体7层，一个淬体8层。当时他的嘴角就上扬了起来，这下可算是有救了。可还没等他开口，他就听到来人说着：“这不是白月宗主吗？我的天，平日里像我们这种地位的弟子根本就见不到他。”刚才那人也在那说着：“白月宗主的眼睛瞎了，修为也没了。”另一人闻言突然瞪大了双目，一脸小声地说着：“我听说他是先天法体，要是咱们把他给，说不定能直接突破到炼气期。”当另外2人听到可以直接突破到炼气期的时候，眼中的欲望瞬间泛滥。白月有些慌张地往后退了退，他们不是正派的弟子吗？怎么？下一秒他便转身朝着相反的方向狂奔而去。那3人顿时追了上来，简直是天大的造化！我兄弟3人今日是有福了，白月怎么可能跑得了？当时他就怒喊了起来：“放肆！别过来！你们不是正派弟子吗？你们竟然！”为首那人哈哈大笑着：“是呀，我们是正派弟子呀，可我们也是男人啊，宗主你放心，今日一事我们肯定不会跟别人说的。”旁边那人也说着：“哈哈，以前我就幻想过白宗主，今日若能一清方泽，我就是少活50年我都乐意啊！哈哈，正派最美貌无双的白宗主，真是太棒了！”白月就那么被踢倒在了地上，那一刻他已经想死了，内心瞬间崩塌。平日里见了他毕恭毕敬的正派弟子怎么？救命！谁能来救救他？系统提示：检测到恶女白月即将被他人审判，请宿主快速将其带走，以防恶女死于他手。萧雨就知道会出现提示，现在白月肯定不敢相信正派了，想活命只能靠他。他还是个瞎子，想自己离开这里肯定不可能。当时他就想到了什么，一口吃下了之前那人给的暴血丹后，赶忙跃起，修为直接来到了淬体期大圆满。那几人已经在白月前排好了队，可就在这时，身后一人突然发出了一声惨叫，再看时，那人的胳膊竟然被打断了。其余2人顿时眉眼竖起，什么人？下一秒，他们就看到一个浑身冒着血气的家伙冲了过来，为首一人抬手便是一刀，死死地砍在了那人的肩膀上。魔道狗贼，快点弄死他！可那人速度实在太快，几个来回就将他们全杀了。将白月收到审判室后，眨眼就冲了出去。那一刻，白月的泪水停住了，他知道是那个魔道贼子救了他。可他怎么会有暴血丹的气息？那东西吃了不是会死人吗？在暴血丹的加持下，萧雨全身的气血倒流翻涌，滚烫的鲜血散落到地上便升起了烟。萧雨火速奔逃，四周还有玄灵宗修士，就算有暴血丹，他也坚持不了多久。萧雨看到一处岔路，顺着峭壁岩石一路摸索，没多久就找到了一处5平米的狗洞，直接钻进去将入口堵死。洞口小，可洞内大。刚一进洞，萧雨突然口吐鲜血，强忍着身上的剧痛，慢慢推动石头挡住了那狗洞的入口。而后他便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以最快的速度进到审判室。
看着表情呆滞的白月，低声喊着：“我救了你的命，借你先天法体一用。”4个时辰后，天亮了，在先天法体的帮助下，暴血丹的副作用散去了，他的伤痊愈了。检测到恶女白月被宿主所救后，还想攻击宿主，忘恩负义，罪恶值上升为 40%。静夜无声，星辰点点，月光如水洒于江流山腰上。山谷间几只野兔追逐嬉闹着，晨风吹过，云与风纠缠不休。萧雨看向地上一旁的白月，此时的白月面如死灰，仿佛失去了精气神，而且他的修为也在昨晚恢复到了淬体2层，萧雨的修为则到了淬体8层。听着已经醒来的萧雨，白月下意识拉了拉自己的衣角，仿佛曾经的荣光跟骄傲都已经荡然无存了。白月便慢慢站了起来，面容越发忧郁。昨天那几个玄灵宗的竟然对他见死不救，他现在到底该去哪里？他到底该怎么办？合欢宗也好，正派也好，所有人都是吃人的鬼。什么正派？平日里见了他毕恭毕敬的，一个个口口声声喊着除魔卫道，眼下见了他落难，竟然落井下石。还有这个家伙，等他脱困了，一定将他挫骨扬灰，他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萧雨一边穿着衣服，一边咽着口水，冷笑不止。可他看对方那副样子，也来了兴致。毕竟是共患难过的，别那么看我。你不会真的以为正派修士见到此时的你，还会把你奉为正道圣女？我虽然不了解修仙界，但是我了解人性。别人尊敬你、仰慕你，是因为你之前修为高，是个宗主。你现在有2个选择：一呢，教我修仙，只要我不死，你就不会落到其他人手中。难道你还想多几个男人？白月没有说话，不知在想什么。萧雨咧嘴笑着。第2个选择是以后跟了我，成为我的人宠啊，卢鼎啊，你自己选。白月听到这里，突然全身一颤，表情越发的愤恨，痴心妄想。可他说完就自己呆在了那里，回想着昨日的种种香艳画面历历在目，他的眉毛顿时皱了起来。他一个正道仙子，一向洁身自好，竟然如果传出去，他还有何脸面在正派待着？有些正派的女修原本就不服他当了正道圣女的位置，现在他竟然跟魔道有染，如果被那些女人知道，他会有什么下场？萧雨说的或许没错，现在的他已经不是那个万人敬仰的正道圣女了。萧雨轻声笑了笑，行了，你就死了逃走的心，以后我就是你主人，你想吃饭就给我老实点，不然你就吃屎吧。呵，说完他便拿出昨天得来的储物袋看了起来，4瓶法器鹰爪刀、合欢丹、迷魂香、暴血丹半瓶，合欢弓上半，引凤诀、灵石18块。当他看到引凤诀的时候，顿时眼前一亮。一旁的白月什么也看不到，内心极其的恶心，说不上来的恶心。可他现在又有些害怕，害怕萧雨将他们的事说出去。他一个宗主，要是被人知道跟魔道有染，这辈子恐怕是回不去了。要是脱困了，必须得宰了他，只有死人会保守秘密。萧雨上手拿着那合欢弓看着，眼神越发的认真，一个字一个字的看着。一笔气运周天，一笔血通经脉，一笔神凝元精，阴阳调和，5行相生。萧雨一个字一个字的看着，功法上还有图片。看着上面那2个小人面对面入定打坐的画面，萧雨不由得看向了一旁的白月。之前看电影，好像正常修士都是自己用气运行周天修炼，这合欢弓用的是对方的气。如果他学会此功法，再加上白月的先天法体，修炼应该慢不了。白月一看萧雨半天不说话，一时有些紧张。你能带我走吗？我跟你道歉。萧雨微微点头。那我先将你收到我的祖传法器安全屋里。白月看不见，真就以为是什么法器，就那么被他收了进去。萧雨无比小心地走出了洞口，淬体8层的他已经可以在树杈上踏步而行了，手中拿起鹰爪刀，驰于身侧，鬼步疾驰。没多久他就离开了那座山头。此时的天也微微亮了起来，远处的红日慢慢露出了额头。审判室里，白月的肚子已经叫了半天了，咕咕咕，他已经4天没吃饭了，而且他现在很渴。这个安全屋法器到底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有没有吃的。你能给我点东西吃吗？你想学什么？我可以教你。萧雨看着树上的浆果，轻声笑着。浆果你吃吗？白月赶忙说着。我想吃肉，你能抓只鸡来吗？遇到你之前，我一直都在奔波打仗，粒米未进。萧雨一时有些无语，这女人还想吃肉，感情昨天还没吃够。可就在这时，白月却一脸认真地说了起来。我这里有9转灵诀、玉女剑法、5行神女诀、无极刀法、玄女逍遥诀、神元诀、8分式浪尺、斩天9式等。萧雨听到这里的时候，表情立马变得讥讽了起来。你当我傻？对方功法多是多，可现在肯定不能要。
必须得让对方接受审判，成为侍女后再说。可萧雨一想到那系统的套路，又想了想白月的性格，当时他就乐了，又可以提高对方的罪恶值了。真抓野鸡去了，不到半个时辰，半只烧鸡就那么塞到了白月的手里。萧雨还用削断的竹节盛了一些水过来，看着那瞎眼的白月，毫不顾忌地拉着他的手握住了那竹节。这是水。白月下意识拉了拉自己的衣领，他也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在偷看他，毕竟他看不见。闻着面前的肉香味，仿佛想到了之前在玉女宗的时光。萧雨坐在一旁边吃边拿着一把鹰爪刀，问着：功法先放一放，我先问一些基础的。我其实对修仙不太了解的，因为我加入合欢宗这1年有8个月都是在当杂役弟子，我当上外门弟子才不到4个月，连个师傅都没有。我想问问，我现在怎么不能使用法器？那些家伙可以隔空操纵飞刀，我怎么不行？白月先吃了一口烧鸡，表情无奈。你是淬体期，淬体期是修仙的第一步，淬体期说白了就是身手好一些的凡人是没有法力的，所以无法使用法器的威能，也无法使用法术，只能用身法、内功、兵器、道具之类的东西。淬体期便是增强自身体魄，开拓经脉后才可以尝试引气入体，当牵引灵气入体后便会进入炼气期，那时才可以使用法术。白月说着便试着吃了一口手上的烤肉，口感很是干柴，一点味道也没有。他之前做掌门的时候吃的那是山珍海味，喝的也是仙浆玉露，嚼了2口后食难下咽。可一想到他那些死去的徒弟，他就猛地将口中肉咽了下去。眼下他的修为是到了淬体2层，可是想恢复伤势必须得要丹药和资源，他肯定不方便去搞，只能让对方去弄。眼下必须稳住对方。他也不知道怎么了，昨天那4个时辰他记忆深刻，现在他的耳根还是红的，头发也盘了起来，仿佛有些认命了，多少还是有些害怕的。他一骂他，萧雨就插花，他实在是怕了。再次吃下一口肉后，他便低声说着：炼气期往上便是筑基期、金丹期、元婴期，不过那对你来说太遥远了，你想修炼的话，现在找那种功法都是没有用的，你要先淬体磨练肉身，你必须得找个磨练肉身的低阶法术，必须从头开始修炼，打好基础才能让在后面的筑基期有更好的法力抵御。我适才也想了一下，现在给你功法也没有用，你得先达到炼气期才能开始修炼。检测到恶女白月得到食物后不给宿主功法奖励，还出言欺骗，罪恶值上升为 72%。 萧雨嘴角上扬，让对方罪恶值上升的办法他知道了，那就是对对方好一点，毕竟是恶女，别人对她好，她还是会害对方。萧雨一边吃着烤肉一边看向对方：那你帮我淬体吧。白月当时就愣了一下，而后有些结巴地说着：淬体别人帮不得，只能自个儿淬。萧雨面色讥笑：你之前是怎么淬体的？你不是要恢复修为吗？你打算怎么做？白月声音有些慌张：我出生便是先天法体，没有淬过体，想淬体就得需要锻炼肉身，还需要药材、丹药的帮助。对于我来说，慢则1-2年，快则数月吧。你的话可能要久一些了。萧雨当时就眯了眯眼，他刚才在那本合欢宫中就看到了淬体一说，合欢宫里的淬体办法就非常迅速，不过的需要2个同心协力。萧雨再次拿起那合欢宫，看着上面的描述，当时他就觉得有点难度。对面的白月一时有些恼火的吐了吐气：你在看什么？萧雨一看他竟然还敢大声说话，当时就一巴掌扇了过去。啪！白月当时就满脸恼怒的瞪大了瞎眼。萧雨当时就握住了他的手：搞清楚你什么身份，你再骂我一句。白月当时就怕了，本能的攥紧了衣角，可是他说归说，心里却极度的不甘，他竟然被对方如此对待，不是都已经好好跟他说话了吗？怎么还一言不合就打他？一旁的萧雨也在那里思索着，直接将白月搂在怀里。白月红着脸试着嘴角，一边小声说着：你之前说你想离开这里，其实你应该往西走，咱们这里是河西州的最西部，西边南边都是海，东部是东华州，北部是河洛州，你如果直接从这里往东逃，一定会被正派修士抓到的。萧雨声音低沉，猛地将白月搂近了3分。你不说西边是海吗？白月眉眼颤抖。你可以走水路南下，前往河西州南部的南华州，那里没有战争。你如果从陆地上往东走，只有死路一条。萧雨表情低沉，他肯定不信对方说的路线。一口扯下大块烤肉后，再灌下一口水。昨天他们就是在这附近采药，就遇到了玄灵宗的，这都打到家门口了，难道合欢宗灭了玉女宗，又被玄灵宗给打趴下了？萧雨有些无奈地站了起来，这有点太麻烦了。白月缓缓吐气，现在战事紧张，别说散修了，就是修仙大族的人想过关卡，也得被盘问核实身份。像你这种来历不明的，极大概率会被他们抽魂，到时你是魔州人的事
就藏不住了。萧雨拿起竹筒，慢悠悠地喝着，抬手便就想将白月收到了审判室中。萧雨看了看树林外，面色有些沉思。山上他不敢去，鬼知道那些家伙打到什么地步了。看着远处的江流城，萧雨眉眼低沉。咱们去江流城看看吧。萧雨就那么一路叼着草棒子走在树丛中。正派的修士几乎不会骚扰凡人的生活，他们虽然是沽名钓誉的家伙，可还是比较崇名声的。魔道的就不一样了，像合欢宗的，他们就喜欢去凡人的城市作乱，尤其喜欢抓那些貌美的姑娘和男人。正当他走着的时候，他突然看到前面好像有群人，当时他就满脸紧张地趴在了草丛中。抬头一看，前方蜿蜒小道上竟难民如潮，一群人扶老携幼，衣衫褴褛的朝江流城走着。前面几人满面尘灰，背负重担，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后方人群或搀或扶，目光呆滞，言语之间尽是凄凉。不仅有婴孩啼哭声，也有老人叹息声。萧雨眼神低沉，暗自盘算着要不要混进去。就在此时，天上一踩着琉璃玉葫芦的男人正满脸阴沉地看着下方的萧雨，而后那人又看了看江流山的方向。萧雨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人盯上了，从后面死人身上扒下一件衣服套在身上，再往脸上抹2层土，他就那么跟着那群难民走了，手里还杵着一根棍，一瘸一拐地走着。天上那人当时就乐了，直接给萧雨传音：好奸猾的小子，昨日你是怎么从玄灵宗的围剿中活下来的？人群中的萧雨当时就停在了原地，面色极其的紧张。可当他看到那人穿着合欢宗的衣服后，瞬间就精神了起来，赶忙拿出储物袋中的鹰爪，刀故作恼怒的大吼着：正派的狗，有种的就过来，老子就是死也要拉个垫背的，不要小瞧人了。天上那人当时就乐了，一招手就将萧雨拉到了他的葫芦上。萧雨一看那人竟然是昨日安排抽奖的巫长老，当时他就满脸激动的大喊了起来：巫长老，竟然是巫长老！然后他就赶忙单膝下跪抱拳喊着：弟子萧雨见过巫长老。巫长老一脸阴邪的捋着胡子笑着：你这是打算跑哪去啊？怎么也不回宗门了？萧雨面不改色的抱拳喊着：弟子昨日跟几位师兄上山采药，奈何遇到玄灵宗的内门弟子林策，弟子被一人追到了山下，弟子修为尚浅，不敢力敌，就一直逃命，谁知竟然逃到了山下。本想回宗门，可又怕山上还有正派的狗，弟子就想着混进难民中。巫长老冷声讥笑着：就想混进难民中，进到江流城里？你别小瞧了正派的奸诈，他们在城门派了弟子扮作凡人士兵把守，说不定你到地方就得死。好在你运气不错，遇见了老夫。萧雨闻言赶忙抱拳拜谢：多谢巫长老救命大恩，弟子铭记在心。可是他的心已经悬了起来，要是再回合欢宗，他想跑就难了。昨天梅师姐没堵到他，肯定怀恨在心，再见到他的话，那估计……想到这里的萧雨浑身猛地一激灵。就在此时，巫长老捋着胡须再次看向江流山的方向，说着：现在玉女宗被灭，玄灵宗的狗东西现在站出来了，将咱们藏在江流城的弟子全给杀了，又霸占了江流山，等明日咱们再来跟他们算账。先跟我回去吧，老夫正好缺个帮手，我看你也挺机灵，就当我弟子吧。萧雨闻言顿时眉眼上扬，他这是从外门弟子直接升为了亲传弟子，连内门弟子都不用当。等会，无事不登三宝殿，这老登为什么对他这么好？不会要阴他吧？萧雨想到这里，赶忙单膝下跪，抱拳大喊着：弟子萧雨多谢师父大恩。对面的巫长老满意的点了点头，而后他便载着萧雨朝着合欢宗的方向飞去了。飞行速度极快，比昨天那竹竿飞得快多了，就好似云霄飞车。萧雨的头发都被风吹得乱颤。巫长老闻着萧雨身上的香味，咧嘴笑着：怎么，你这小小的淬体8层还能找到炉鼎？怎么身上一股女子香？萧雨闻言一脸色眯眯的咧嘴笑着：谈不上炉鼎，弟子身无旁骛，昨日还是师兄照顾，玩腻了让弟子也尝了尝鲜。巫长老意味深长的笑了笑，而后便低声说着：没事，等跟师傅去了咱们的炼丹房，炉鼎自然少不了你的。萧雨故作欣喜的咧嘴笑着：多谢师傅大恩。他都快无语了，这修仙界的家伙们个个如狼似虎，他一个淬体期毛都没有，怎么想着算计他来了？这巫长老是不是有什么大病？难道对方已经知道白月的事了？萧雨一个淬体期，巫长老凭什么收他？古往今来，各宗门破格收亲传弟子，无非就是几种原因：第一是有重大功劳的，第二是走关系、走人情，第三种是看资质。等会，刚才这个巫长老说是去炼丹房，这老贼要去炼丹房，极有可能想将萧雨炼制成药人或者人丹。萧雨当时就想骂娘。就在这时，萧雨被巫长老一招，就那么落到了合欢宗的炼丹房大门跟前。
当时萧雨就打了个哆嗦，他怕归怕，还是满脸笑意的抱着拳喊着：“师傅，咱们这炼丹房真气派啊！”乌长老满脸玩味的拍了拍他的肩膀，而后看向后面的炼丹炉，说着：“过来，为师测测你的灵根。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的灵根应该不错，你这一身的阳气都溢出来了，估计有金火灵根。”正当萧雨懵逼的时候，乌长老已经拿出了测灵石，然后对方就一脸邪眉善目地咧嘴望向萧雨，示意着：“徒弟好徒弟，将手放上去。”萧雨面带笑意，嘴里跟抹了蜜一般：“师傅对我真是太好了，还给我测灵根，弟子日后定为师傅赴汤蹈火。”然后他就将手放了上去，随着一阵灵光闪出，乌长老的表情也变得阴沉了起来。竟然是金、木、火、土四灵根，怎么不是三灵根？怎么又是个伪灵根？真是可惜了，怎么连个水灵根都没有？多个水灵根也好啊。水呢？怎么偏偏是一个最废的四系伪灵根？真是，哎！当时乌长老就阴下了脸，再次看向萧雨，眼中带着杀意。萧雨自然也感受到了那股阴沉的杀意，赶忙单膝下跪抱拳喊着：“师傅，弟子昨日逃命的时候捡了2个师兄的储物袋，这是弟子的全部身家了，还请师傅笑纳。”说着便拿出了那2份储物袋。对面的乌长老一看萧雨竟然如此作态，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老夫不要你那点破铜烂铁，去后面磨制药材，老夫出门一趟。”乌长说完便再次放出玉葫芦飞走了。萧雨一脸笑意地行着礼，待对方消失后，他才松了口气。八成这老逼灯又去找新的人丹材料去了，他的命又悬乎了。联想到之前接的采药任务的奖励，好像是奖励人丹，那任务不会是乌长老发的吧？稳妥起见，还是老实点去磨药材吧。可他压根就分不清那些药草，看着那一筐又一筐的东西，当时他就问向了审判室里的白月。白月在听到萧雨又被抓回合欢宗后，当时就黑了脸：“这你都跑不掉，本座要你有何用？”萧雨表情恼火上去，又是一巴掌：“你他娘的还来是不是？”白月刚想求饶认错，萧雨就……半个时辰后，萧雨看着哑口无言的白月，再次说道：“那人走了，情况不容乐观。要是我没在他回来前磨制好草药，估计得拿我入药。”此时的白月也不藏着掖着了：“我是3品炼丹师，我教你，你有机会一定带我走啊！万一被合欢宗的高手发现，你肯定留不住我的。”萧雨轻声笑着：“那是自然，我还是很舍不得你的。白宗主你好，好教我炼丹，后面我还得找你那徒弟叶芷柔报仇呢。”这下俩人真成一根绳上的蚂蚱了。不过萧雨也不敢将白月放出来，乌长老的鼻子有多灵他是见过的，只能自己拿着草药描述着外形和味道，然后打开审判室的沟通功能，好让里面的白月能听到外面的动静，以便教他。这是玄阴草，分拣出来放到阴凉处，香味入喉，这应该是媚香草，放到木匣中防止香气外漏。萧雨的神经一直紧绷着，学得不要太认真，生怕自己搞错了。正当他全神贯注的磨制时，他突然听到后面的库房中好像传来了什么奇怪的动静。审判室中的白月也听到了那股声音，而且他怎么觉得那声音有点熟悉。萧雨本不想多管闲事，只想磨制草药。白月侧耳倾听，再三确认后，顿时声音颤抖：“莲儿，是莲儿吗？”他无比期待地站了起来：“快去看一下，应该是我徒弟华莲。”萧雨当时就不乐意：“我现在敢乱走，万一被那老家伙发现，咱们都得完。”白月听着那声音，当时就哀求了起来：“我白月此生没有求过任何人，那人定是我可怜的徒儿，我求你帮帮他，我愿意教你炼丹，我教你修仙，求你帮帮莲儿。”萧雨闻言四顾，显然不想去。可就在这时，系统突然响了起来：“检测到新的恶女，请宿主前往解锁任务。”萧雨当时就站了起来，又来一个。听着那声音寻到后方库房时，萧雨的表情瞬间变得不安了起来。还没进去，他就闻到了一股血味，一股极其腥臭的血味。走进那库房一看，顿时双目发冷。迎面他就看到10几个巨大的药缸，每个药缸都弥漫着怪异的药味。就在这时，他突然看到前面墙上挂着一身穿青袍长裙的女子。那女子面容如玉，肤白貌美，曲线曼妙的好似一件艺术品。检测到新的恶女，姓名华莲，年龄18岁，修为筑基期4层，已废。样貌颜值97分，身高172厘米，体重97斤，资质极品冰灵根，性格蛮横无理，刁蛮任性，极其看重自身声誉，为了声誉可以滥杀无辜，爱慕正派修仙大族的仙苗。背景玉女宗宗主首席大弟子，下一届正道圣女人选，孤儿。激活审判恶女华莲的任务，请宿主务必保证其生命的安全。完成审判白月的任务后，解锁第2间审判室。
每间审判室只可收纳一人。萧雨慢慢抬头看去，这才发现那女子的五官处全是血，眼角、嘴角、鼻子全是血。只不过昨天杀她的那些人好像没有这个女人。萧雨看着华莲的样子，低声说着：“她不会被乌长老为了求凤丹吧？这东西要是不找个男人，估计会一直烧血烧死的。”白月虽然看不到外面，但是凭借他多年来的直觉，他隐约能猜到外面有什么。你旁边有什么？萧雨看着那10几个药缸，下意识咽了咽口水。你这徒弟的琵琶骨被2根钢钩挂住了，就那么挂在墙上。求凤丹估计已经发作了很久了，如果再不处理，恐怕会死。旁边有10几个大药缸，你这徒弟身上的血流到了地上，流向了那些药缸。白月闻言，全身颤抖的不成样子。那药缸里到底是什么？他大概是猜到了。对面的华莲在听到有男人的声音后，瞬间扭曲了起来，疯狂扯着身上的钢钩，鲜血喷流。萧雨看着这一幕，胆战心惊。别动，你再乱动就死了。华莲像聋了一样，歇斯底里的朝着萧雨的方向嘶吼着。审判室中的白月满脸崩溃的喊着：“帮帮他，帮帮我徒儿，快点！”萧雨闻言皱眉，想了想，还是动手了。半个时辰后，华莲有些吃力的睁着眼睛，感受着身上被钢钩贯穿的剧痛。他甚至没有察觉到萧雨对他做了什么。萧雨一看对方不动了，赶忙按照白月的说法找了一颗止血丹过来。少一颗，估计那乌长老也不知道吧？你别动，吃了这颗止血丹。萧雨说着便将那丹药拿了过来。华莲在看到萧雨后，面容狰狞。那一刻，他终于察觉到了什么。魔道贼子，该死的淫贼，竟然！当时他就踢了过来，可却被钢钩扯住了。检测到恶女华莲忘恩负义，宿主冒险救他，他却攻击宿主，罪恶值升为 15%。 萧雨也懒得解释，拿着那止血丹直接往对方嘴里猛地一拍。修为被废的华莲根本不是萧雨的对手，当时就咳着将那止血丹吃了下去。审判室中的白月一脸慌张地喊着：“莲儿，你快告诉他，别让他乱动，你快想想办法，你跟他说是我喊你来的。”萧雨已经学聪明了，这系统只给他任务，不会考虑他的人身安全，他肯定不能就这么将对方救了。他现在又没办法将对方收纳，一间审判室只能容纳1人，得先审判白月，获得第2间审判室。而且想收华莲，他还得让对方的罪恶值升到 100%。 白月之所以能直接收，是因为系统初始奖励。萧雨当场就否决了白月的提议：“别犯蠢，他要是出卖我们呢？”白月当时就慌了：“别，我徒儿不会害你的，他是我看着长大的。”萧雨冷声笑着：“我不想再冒险了，鬼知道他会不会为了活命出卖咱们。你这徒弟我只能帮到这了，我得去摸药了。”萧雨说着便将库房的门关上了。里面的华莲一直骂着，叫喊声不绝于耳。萧雨就那么把所有的草药都磨制了出来，不仅如此，还将炼丹房的卫生都打扫了一遍。想活命只能讨好那个老家伙。想了想，他又跑到锅炉房做起了饭，干脆露一手现代厨艺。万一乌长老吃开心了，那不就不杀他了。起锅烧油，直接开灶。审判室中的白月面露忧郁，开始回想着第一次见华莲的时候，那时对方还是一个小娃娃，是被他从凡间的死人堆里捡出来的。他一直将华莲当成女儿来栽培。师傅，莲儿将来也要成为像师傅一样出色的修士，万人敬仰。白月满脸呆滞地回想着往日的种种，如果不是他错信了他的2徒弟，他们玉女宗也不会被偷袭。他一直都将莲儿看作自己的女儿。他知道对方之所以没有选择自尽，或许是因为想给他报仇吧。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可他现在又有何脸面出去相认呢？他很痛苦。他其余的弟子因为不想被辱，很多都选择了自尽，还有一些恐怕现在连自裁的机会都没有。他这个当师傅的必须要想办法将他们救出来，必须要想办法。就在这时，他好像闻到外面传来一股香气，好香的菜肴。虽然很香，可是他也没有心情去吃。他现在只想救走华莲。听着外面炒菜的声音，白月一脸颤抖地哀求着：“帮莲儿，你好歹也得了他的原因，不要如此薄情寡义。你只要救了我徒儿，我就愿意教你功法。”还没等他说完，外面就突然传来一阵叫喊声：“炼丹房的人呢？乌长老出事了，快点来人！”萧雨闻言顿时一愣，他有些不敢相信地站起了身，看着迎面走来的2人，表情疑惑。那2人一看到萧雨，便满脸慌张地喊着：“乌长老是才外出执行公务，被玄灵宗的暗算，陨落在了江流山上。你是乌长老的弟子？”萧雨下意识点了点头：“正是，我是乌长老亲传弟子萧雨，有何指教？”为首那人有些难耐地吐了吐气：“既然你是乌长老弟子，
那咱们和欢宗将留分舵的炼丹房就交给你了。宗主现在已经去东部建立新的分舵了，咱们这归新来的张长老管。张长老明日便来，战事吃紧，你明日务必上交100颗止血丹，20颗洗髓丹，50颗合欢丹。行了，任务已经传到了，明日5时务必将对应丹药如数上交。萧雨当时就愣了，等会，这太多了，时间太仓促了。那人一脸没好气地说着，你跟我们说没用，乌长老平日里炼制了那么多丹药，肯定有存货，你自己看着办，新来的张长老可不好惹。那二人说完就马不停蹄地飞走了，生怕被萧雨牵连。萧雨迟疑3秒后，赶忙跟审判室中的白月说着，好消息，乌长老挂了，我们可以救你徒弟了。坏消息，明天又来个长老，我们8成是跑不了了。你是3品炼丹师，就算没有法力也可以炼一些1品丹药吧。白月闻言神色突然亢奋了起来，一听到能救他徒弟，他什么也不想了，赶忙起身站了起来。都是1品丹药的话，应该没问题。萧雨闻言大喜，以最快的速度将所有门窗关好，而后便将白月放了出来。保险起见，他还给对方换了一身男人的衣服。你先炼制，我去救你徒弟，顺便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宝贝。白月一听萧雨要将他一个人放在这里，心里很是慌张，他怕萧雨丢下他不管了，他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万一有人过来了。萧雨一看他那个样子，想了想，还是将对方收到了审判室中。没事，炼丹不差这一会，先看看这里有什么，说不定乌长老有现成的丹药。萧雨说完便走，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库房后，直接将白月放了出来。白月不敢有丝毫迟疑，赶忙上前，莲儿是你吧？华莲闻言顿时双目颤抖，师父，你的眼睛。当他看到白月的眼睛蒙着眼罩时，鼻头瞬间泛起了酸意。白月赶忙说着，这人是师父的朋友，师父看不见了，修为也没了，莲儿你别怕，师父会想办法带你走的，不过现在不是时候。华莲侧目看了一眼后面翻找东西的萧雨后，又看向白月，一时喜极而泣，而后环顾四周药缸，眼泪再次涌出。师妹们，呜，弟子无能。师徒二人相拥而泣。白月一脸心疼的将对方身上的钢钩取了下来，再拿1颗止血丹给对方喂了下去。萧雨则在一旁看着库房里的东西，这里大多数都是柴火、粮食、草药、器械之类的，并没有什么宝贝。萧雨很快就把视线看向了一旁的卧房，那里是乌长老的住所。回头看了一眼白月二人后，他便朝着乌长老的房间走了过去。推门定睛一看，顿时眉眼上扬，止血丹、洗髓丹、解毒丹、合欢丹、开脉丹等等，几乎全是1品丹药。虽然数量总体不多，但是好在品种齐全，明天上交的丹药也就只差30颗止血丹。萧雨继续翻找着，这里与其说是卧房，倒不如说是个书房。步入房内，四壁书橱高耸，藏书丰富，古籍汗牛充栋。靠窗处设一红木长桌，桌上文房4宝俱全，墨香扑鼻。墙上挂有字画，笔走龙蛇，气势磅礴。室内布置古朴典雅，一张白皙的皮鼓静置一角。拿起查看一番后，他便将那白皮鼓收到了储物袋中。他将每一个抽屉都翻找了一遍，终于在一处玉匣中发现了一个储物袋，看样子不如乌长老身上那个高档。上手打开一看，合欢公全本、炼丹术、阴阳界生术、老旧丹炉、定身符5张、玉葫芦。当萧雨看到玉葫芦的时候，顿时就想起门派抽奖时乌长老用他身上那葫芦法器放出一群女修的场面。当时他就拿起那拳头大的玉葫芦看了起来，只是上手的瞬间，他就感受到了一股清凉的气息，非常清凉，而且还有一股说不上来的愉悦感。仅仅只是握着那葫芦，他就感觉好像握着一只玉手。定睛往那葫芦上一看，还有4个小字：玉女葫芦。萧雨自然猜到这是干什么用的了，这是乌长老淘汰的下品辅助型法器，攻击能力一般，防御能力一般，可这东西可以吸纳生物进去，估计对方是有了更好的，所以将这下品玉女葫芦放起来了。萧雨看着那葫芦，眼神上扬，他估计白月此时已经跟华莲说了什么。想到这里的萧雨一脸凝重地攥紧了拳头，还是小心一点，不然他可能会被这对师徒害死。看着眼前的炼丹房，干脆他就不走了。乌长老已经死了，这里不就是最完美的修炼场所？现在他是炼丹房的唯一负责人，那个梅春兰肯定不敢找他的麻烦。而且现在他有了合欢公全本，参悟后再跟白月合修，不出半个月，他绝对能突破到炼气期，到时候他就可以使用法器。保险起见，他还是将炼丹术给学会，起码成为一个1品炼丹师。有了副职业的加持，合欢宗也会高看他一眼。先稳住发育，不跑了，等收服了白月，让对方写个信将叶芷柔骗过来，不是分分钟的事。
想到这里的萧雨便将巫长老储物袋藏到了衣服里，然后拿着一个单独的储物袋，将那些丹药收进去后，便朝着库房走了过去。来到库房前，他就看到白月在跟华莲说着什么，华莲还在东张西望着，一脸愤恨。萧雨轻笑着走了进去，我就只发现了这些丹药，这老家伙应该是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随身携带了，可能你还是要炼丹。萧雨说完便将那储物袋里的丹药一瓶一瓶的放了出来。华莲一脸悲愤地扶着白月往前走了走，萧雨抬头看了一眼后便小声说着，是才是你师父让我救的你，都是修道之人，有些事没必要放在心上，眼下的情况你师父应该也跟你说了，咱们在和欢宗炼丹房估计是逃不走了，明日会来一个新长老，如果拿不出丹药，恐怕要问我的罪，有我在，你们师徒二人就不会被人发现，唇亡齿寒的道理你们应该也懂。华莲闻言点头，多谢道友救命之恩，华莲感激涕零。他说是那么说，却没有行礼。萧雨自然知道对方看不上他这魔道人，正派的女人都这么傲气吗？看着对面那俩人，萧雨一脸和善地笑着，去炼丹吧，白姑娘，走，你教我。华莲闻言微微笑着，感谢萧道友救我，此等大恩我师徒二人铭记在心，炼丹交给我就好了，萧道友无需费心。萧雨嘴角微微上扬，他就知道这俩女人想搞小动作。他看了一眼白月，对方刚跟他共患难过，现在救了他徒弟就动歪心思，呵呵，女人，这就是女人。对方想做什么？不会是想占据这个地方炼丹疗伤吧，等他恢复了修为然后再跑路？该不会想杀他灭口吧？极有可能，毕竟一个正道圣女，她只不过是一个魔道蝼蚁，他肯定看不上她这种小角色的。那个我想了一下，如果将你们二人放在外面炼丹实在冒险，万一突然来个合欢宗的就麻烦了。这样，白月你还是在我法器中待着吧，华姑娘就在外面帮我炼丹吧。华莲一时紧张地攥紧了白月的手臂，白月思索片刻后还是同意了。萧雨让华莲将脑袋转了过去，而后抬手就将白月收了起来。进到审判室中的白月声音柔和，你现在没有法力，想炼丹其实挺困难的，只能用灵石加凡火来进行炼丹，而且炼丹的过程只能手动操作，大概率只能炼制出带有瑕疵的一品丹药。想炼制微瑕或者无瑕的一品丹药，你最少也得炼气7、5层。萧雨微微点头，开始炼丹吧，还有2个时辰太阳就落山了，时间紧急。萧雨家附于丹房，炉底火光隐现，华莲在一旁拿着陵木垒着火堆，面带笑意的生着火。审判室中的白月听到火光噼啪后低声说着，一般的炼丹师淬火炼丹用的火大多是法力催化的火焰，眼下我们3人无一人具备引气化火的能力，只能采用携带灵力的灵木进行生火，然后手工将那些灵草磨成对应模样，再将灵石末放入丹炉，配合药材进行炼制即可。有些本末倒置了，这种炼制手法非常损害灵草的价值，可为了应付明日的验收，只能如此了。萧雨按照对方的说法，取了一些几十年份的灵草、灵材等物品，再将自己白天磨制好的药材都给拿了过来思索着。看来这巫长老是知道明天有个新兴负责人要过来啊，所以要我磨制药材。华莲全程在旁边把控着火候，一脸笑意地帮着萧雨将药材依序投入炼丹炉中，火光流转，炉火愈燃愈烈，丹炉内药材渐渐融化，化为一炉丹液。白月闭目凝神，接下来需要手动操作了，有些像凡人炼制丹药的过程，你且让我徒儿演示一番。萧雨闻言便喊着，华莲姑娘，你师父让你演示一下接下来的步骤。华莲闻言动手，上手取出几块灵木，调整火焰大小，而后用一金属丹勺引导丹液，竟然真的将丹药凝聚成了形，丹药周身还散发出淡淡的光芒。萧雨一脸称奇地摸着下巴，要知道他们3个现在都没法使用法力，这俩人不愧是玉女宗的高手，没有法力都能炼丹。可对方的手段越是高明，萧雨就越发的忌惮。从现在开始，他尽可能的不让他们2个说话，这白月也别想再跟对方独处，一旦他们2个趁着他不注意炼制一些可以提高修为的丹药或者毒药什么的，然后再加害于他，到时他就没有还手的余地了。他们2个想搞小动作，那就别怪他不讲武德了。就在这时，萧雨突然看到华莲拿起了一株他不认识的灵草，当时他就要扔到丹炉中，萧雨赶忙起身，一把就抢过了那2株灵草。华莲眉眼昂扬，轻声道，怎么了恩公，有什么问题吗？萧雨看着那俩灵草，有些疑惑地问道，咱们不是在炼制止血丹吗？这2株是什么东西？华莲脱口而出，这是固血草，配上炼制止血丹的止血草，效果会更好。检测到恶女白月意图炼制毒丹谋害宿主，罪恶之声为 98%。 检测到恶女华莲意图炼制毒丹谋害宿主，罪恶之声为 50%。
萧雨似懂非懂地点着头，而后他便看向后面的药材，说着：“那个，我现在想自己试着炼丹，有劳姑娘帮我磨些药材过来，咱们争取天黑前将丹药全部炼制完毕。晚上我有大事跟你们商讨。”华莲眉眼一紧，右拳紧紧地握着裙角，看了一眼丹炉后，他心有不甘地笑了笑：“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可以找我。”说完，他便去后面摸药去了。萧雨冷眼看着那个女人，而后他便来到一个角落，拿出了巫长老的炼丹术。翻找了几页后，他便找到了刚才华莲拿的那株药草——毒血草，可与止血草配合炼制毒血丹。服用者每日50会毒发一次，1个时辰内不服用解药，会毒血崩体而死。萧雨看到这里后，眼中杀意更甚。要是他真吃了毒血丹，他就会任由他们摆布，他可不会炼制解药，那就对不住了。他萧雨最不喜欢浪费粮食，尤其是卖相不错的粮食。审判室中的白月听了很久，也没有听到萧雨在生火，当时他就有些担心。那个，你怎么了啊？萧雨故作沉思的拿着华莲刚炼制好的丹药说着：“我在看这个丹药的瑕疵，你们也太厉害了，用凡人炼丹的办法都能炼制出一品微瑕的丹药，不愧是以炼丹术闻名天下的玉女宗，我也试试吧。”萧雨说着便学着华莲的样子，有样学样的生起了火。白月吐着气，面容忧郁，回想着刚才他徒弟跟他说的话，心中百感。一开始他并不想对萧雨做什么，毕竟他确实救了他，可他徒弟却说：“师傅，你别被他给骗了，你是正道容貌第一的女秀，多少男人为了得到你绞尽脑汁，他那时不也是要逃命？他知道他逃不走，所以才舍命救你。男人都是骗子，正道的男人都如此，那魔道的更不用问了。他想的倒是挺美啊，得了我们师徒2人的原因也就算了，还打算让我们教他修炼，教他炼丹。”白月面露纠结：“可是我们现在不是他的对手，万一惹怒了对方。师傅，他得了我们的原因已经是8辈子积得来的造化，哪怕就是杀了他，他也够本了。师傅，你可是正道圣女，万一这混蛋把咱们跟他有染的事说出去，我们怕是要被全天下耻笑了。师傅如果不想动手，那就徒儿来，等会师傅帮我打掩护，只要他中了咱们的毒，那就只能任由咱们摆布了。”白月一时有些拿不定主意，可咱们又能去哪呢？咱们必须想办法离开，师傅只是没有遇到良人，我们何不去玉女宗的分舵？叶芷柔师妹不是去了吗？咱们去找咱们分舵的长老，不就没事了？我知道师傅跟分舵的长老有矛盾，可现在不是非常时期吗？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先控制住这个魔道贼子，让他带咱们走，等到了安全的地方，咱们就可以将他干掉。谁又能知道咱们跟魔道有染的事？正邪不两立，他就算救了我们又如何？魔道就是魔道，那就必须的死。白月就那么在审判室中回想着刚才他徒弟跟他说的话，对方说的没错，其他正派信不过，可他们玉女宗还有分舵，只要前往东华州找到他那不对头的二师妹，不出50年他就能恢复到金丹期，到时东山再起，他就有能力给他死去的弟子们报仇雪恨，只不过是丢了元婴而已。同辈修士有几人可以守住自己的贞洁？想寻仙问道，这种男女之事只能抛在脑后，如果他不将合欢宗覆灭，他定会产生心魔，不为弟子们报仇，他就念头不通达，此生的修为也就到此为止了。正当白月在那想着的时候，丹炉中突然冒出一缕黑烟，轰的一声，白月顿时一惊，墨药的华莲也呆住了，看着灰头土脸被炸了一身灰的萧雨，华莲当时就没憋住，冷声讥笑。萧雨整个脸都黑的，看着手里的3颗丹药，肉疼不止。刚才华莲一次炼制出了10颗微瑕丹药，他这费了半天功夫才炼制了3颗，而且品质还是瑕疵级，这纯属就是技术不足导致的。白月有些担忧地问着：“怎么了？失败了吗？”萧雨摇了摇头：“算是吧，就只有1颗瑕疵级的止血丹，我再试试。”白月闻言轻声细语地说着：“凡人的炼丹手法主要是火候，你第一次能炼制出1颗就已经成功了，说明你有炼丹的天赋。不要心急，止血草年份不同，需要的火候也不同，现在你没有神识，只能靠肉眼来判断，温度也只能用触觉来把控。50年份的止血草，你需要用更少的灵木生火，而且灵石墨也要稀释一下。不要心急。”萧雨点了点头，继续上手炼制着。这一次他没有学华莲的样子，而是偷偷拿起炼丹术看了起来。华莲的手法太过于高超，不是他这种新手能把控的。看了2遍后，萧雨再次上手，这一次他的成功率大大增加了，5颗止血丹，4颗瑕疵级，1颗微瑕级，再来。他就那么一直炼制着，华莲也时不时的拿着新磨制的药材过来。不知不觉时间就到了晚上，萧雨看着眼前的丹药瓶，一脸满意的收到了储物袋中。
白月也有些震惊，他想不到萧雨的炼丹天赋竟然这么高。要知道他是3品炼丹师，不用法力炼制1品丹药不在话下。可这萧雨他之前从未学过炼丹，甚至他都没有到过炼气期，他对药力和火候的把控怎会如此敏锐？难道此人是个炼丹奇才？一旁的华莲在看到萧雨完工后，便满脸欢喜地上前说着：“恩公辛苦了，要不把师傅放出来吧，我们一起把师傅的眼睛治好，然后商量商量怎么离开这里。”萧雨嘴角微微上扬，反手就把门锁上了。我看咱们应该是走不了了。华莲看着突然把所有门都关上的萧雨，下意识攥紧了裙角。萧雨面不改色的在那说着：“你们可能不知道合欢宗的作息时间，别看现在天黑了，可这个时辰合欢宗的修士往往比白天还要精神。把门窗关起来是为了不让别人发现你。”华莲故作赞叹的点着头：“这样，那个要不要把师傅放出来啊？我们一起商量一下如何离开这里。”萧雨听到这里便慢慢坐在了椅子上。我想了想，眼下咱们可能走不了了。华莲有些不解的走了过来。啊，怎么会？萧雨就那么坐在椅子上倒着茶。肯定啊，我现在是炼丹师，你觉得现在战事吃紧，乌长老又死了，他们还会放我出去？我估计现在我要是说去采药，他们肯定让其他弟子去。我现在是重要的战略人员，也算是半个1品炼丹师吧，他们肯定不会放我走。萧雨说着便把泡好的茶放到了桌子。华莲看到那茶，下意识咽了咽口水，他肯定是不敢喝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有相信过这个家伙。华莲想着便坐到了桌子对面，故作紧张地说着：“那个，要不把师傅放出来，问问师傅吧，师傅见多识广，他肯定能想到办法的。”萧雨点了点头，而后慢慢闭上眼，装作跟白月沟通的样子说了2句：“哦，这样，你师傅他说他累了，已经想歇歇了。”华莲顿时一愣，怎么？审判室中的白月已经察觉到了什么，当时他就满脸慌张地站了起来。“你要做什么？你不要伤害莲儿，你想做什么？”萧雨压根不理他，转身便看向那个毫无修为的华莲。“其实你师父有说过让你成为我的女人的，因为我救了你的命，他告诉你要知恩图报，不能忘恩负义。”华莲一时有些慌张，他总觉得眼前的萧雨变得有些不一样了，可他也不敢把话说死，只能硬着头皮笑着：“恩公你放心，救命大恩我此生铭记于心，我会一直记得你的大恩大德。”刚一说完，萧雨就拿着一杯茶递到了他面前。“喝杯茶吧。”审判室中的白月已经彻底慌了，一脸激动的大喊着：“萧雨，你休要动我徒弟，你别碰他，有什么都冲着我来，你敢动他你试试，我好心叫你炼丹，你竟然如此待我，你究竟想怎样？”萧雨并没有理睬对方，只是直勾勾地看着面色慌张的华莲。华莲也察觉到了什么，本能地缩了缩脖子：“我不可，多谢恩公好意。”萧雨闻言点头：“那坐过来吧，既然知道我救了你们的命，那就过来报答我吧。”华莲听到这里已经站了起来，表情很是慌张：“什么报答啊？”刚一说完，他就猛地跳了起来，转身就要冲出去，可下一秒他就突然眼前一黑，怎么回事？他明明没有喝那茶，难道是他炼丹失败时爆炸产生的黑烟？这家伙！当时他就呜呼一声摔倒在了地上。萧雨歪嘴笑着：“我有些话不喜欢说第2遍，白宗主，你自己看着办。”次日清晨，检测到白月刚才意图杀死宿主，罪恶值升为100%，开启审判模式，解锁审判值，目前白月审判值3%。恭喜宿主成功审判恶女白月，奖励1间审判室，奖励稀有体质9阳神体，奖励天阶功法极乐合欢功。9阳神体，肉身强悍如妖兽，配合极乐合欢功可助女修突破境界，洗精伐髓，改善体质，提高悟性，恢复伤势。随着宿主修为提高而提高强度。极乐合欢功，神级双修功法，追求极乐道，极乐破万法，异性修士修为越高，宿主收益越大。当时萧雨就感受到了一股极其雄厚的力量充斥着全身，好似洗精伐髓，整个人都精神了不少。一拳下去，墙面开裂。萧雨嘴角上扬，如果按照这个淬体速度下去，最多3天他就能突破到炼气期。至于那白月，他的修为则还是淬体2层。萧雨看了看时辰，这已经天亮了，要不了多久那个张长老就得来。萧雨就那么来到了外面，华莲还在那里歇斯底里的大骂着：“混蛋，我一定要杀了你，我发誓我一定要杀了你，该死的畜生，我华莲发誓，我一定要让你生不如死，我一定要你死，死！”还没等他骂下一句，萧雨一巴掌甩了过来。烦人！他那一巴掌打得非常用力，直接将华莲打得眼冒金星。当时他还想骂，萧雨反手又是一巴掌：“搞清楚你现在什么身份，老子好心救你，你还想喂老子吃毒蛋？
这都是你自己活该。你以为我没有后手？从今天开始，你哪都别想去，你就死了回正派的心吧。萧雨又是一巴掌，华莲当时就被扇得呆在了原地，咬牙切齿地瞪着血红的双眼，死死地盯着萧雨。他自从被他师父带去宗门后，谁见了他不得尊称他一声大师姐，现在竟然被这个混蛋当皮球扇。而后萧雨就那么意气风发地拿着丹药在宗门据点的大殿里等着，他得尽快达到炼气期才行。一想到那忘恩负义的师徒俩，萧雨就意气风发地吐了吐气，估计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不想回正派了。正当萧雨在那想着的时候，后面的弟子中突然有人朝着他走了过来，旁边还带了一个老太。萧师弟，你可让师姐我找的好苦啊。当萧雨听到来人的声音时，他的脸直接就成了皱皱脸。梅师姐旁边的刘师姐也在那里满脸赞叹地打量着萧雨。不愧是姐姐看上的师弟，竟然如此年轻，长得也不赖。梅师姐激动的假牙都要掉了，赶忙上手按住自己的假牙。萧师弟，今日你说什么也别想再拒绝师姐了，等会新来的执事长老安排完任务，你就得跟我走，否则师姐我就要动粗了。梅师姐说着就拿出了一个次品法器，还是一个攻击法器。当时萧雨就赶忙扯着嗓门嚎了起来，有人要对咱们据点唯一的炼丹师欲行不轨，外门弟子要毒害亲传弟子了。萧雨越喊越激动，一直比划着自己身上的丹药瓶。执事弟子呢？没人管吗？刘师姐一时有些紧张。炼丹师？梅师姐，你怎么不说他是炼丹师啊？梅春兰当时就乐了，年轻的男人就喜欢吹牛，这难道不更加迷人吗？我简直为他疯狂嘎嘎嘎。梅春兰的笑声苍老，好似田野中最老的大鹅，吓得萧雨魂飞九霄。今日我要是得不得他，我就一定要将他毁掉。嘎嘎嘎。萧师弟。就在这时，门外突然走来一紫袍女修，那女子黑发紫眼，一身紫衣，全身上下透着一股媚劲。周围弟子赶忙抱拳喊着见过张长老。那女人环顾四周，便将视线看向了萧雨。你便是这里的炼丹师？怎么就只有淬体9层的修为？下一秒，萧雨的系统又响了，他本能地认为是眼前这个紫发长老的，可当他看到信息板后，当时他就傻眼了。检测到新的恶女梅春兰，请宿主尽快。还没等系统说完，萧雨就骂了一句请你妈。检测到新的恶女，请宿主尽快将其审判。姓名梅春兰，年龄123岁，寿元将近，修为炼气2层，样貌颜值负7分，身高152厘米，体重68斤，资质金木水火土风雷冰暗9系杂灵根，性格唯利是图，为得到心爱的男子不惜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背景和欢宗外门弟子萧雨看着那突然出现的系统面板，一脸恼火地按着上面的关闭按钮，表情炸裂。请你妈呢搁这，我你。正当萧雨在那伸着手骂着的时候，他好像感觉他摸到了什么东西，对面的张长老突然一巴掌扇了过来。好大的胆子，竟然连我都敢踩鞋。啪的一声，萧雨就被张长老一巴掌扇到了墙上，墙面直接裂开坍塌，碎石落下，将萧雨埋在了下面。当时萧雨就翻了白眼，差点昏死过去。可就那么一巴掌，他差点就饮恨西北了。如果没有九阳神体，他肯定废了。感受着背后的剧痛，萧雨有些恼火地攥紧了拳头。哪个混蛋敢偷袭他？爬出乱石堆，正欲寻找。一抬头，他就看到对面的张长老正面露羞红的用左臂捂着领口，另一个手已经拿出了法器。当时他就怂了。筑基期高手恐怖如斯，不是他能招惹的存在。一旁的随从赶忙说着：长老，此人好像是炼丹房的炼丹师，昨日乌长老已经陨落了，您息怒，我们这里就只有这一个炼丹师了。张长老闻言顿时秀眉竖起，一脸恼怒地瞪着这个众目睽睽之下敢戏弄他的萧雨。当他看到萧雨的修为只有淬体9层后，手中法器再次举起。一个连炼气7都不到的家伙还谎称是炼丹师，你当我和欢宗无人吗？梅师姐见状一时有些纳闷，这小子怎么就淬体9层了？前2天不还是淬体3层？难道他得了什么宝贝？萧雨一看对方还想动手，赶忙上前拿出提前准备好的丹药，说着：弟子确实是一品炼丹师，是乌长老的亲传弟子，只是丹术尚浅，勉强能炼制出一些一品丹药。因为张长老说要丹药，弟子昨日炼丹到天明，一夜未眠，适才是走神了，不小心顶撞了长老，还请长老赎罪。张长老气得花枝乱颤，可四处巡视又不敢发作。如果此人真的是这分舵仅有的炼丹师，倒是可以免他死罪。不过你说你是炼丹师，可你连法力都没有，你且炼丹给本座看，如若所言非虚，我自会饶你。如果你敢诓骗我，我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萧雨闻言赶忙抱拳喊着：“弟子领命，多谢长老开恩。”萧雨就这么跟着对方朝着炼丹房走着，一路上他也不敢抬头看对方的身段，就那么低着头跟着，只是远远的跟着，他就觉得此女非比寻常，实在是太香了。他闻着的时候，魂都快被对方勾走了。他肯定不敢抬头看对方，这可是名副其实的筑基期，真要杀他，绝对易如反掌。他就那么走着，身上的伤也因为九阳神体的缘故慢慢愈合了。说来也奇怪，他怎么看不到张长老的信息？这系统居然没有把对方判定为恶女。不是吧，这可是合欢宗的长老，她能是好女人可能吗？可回想着刚才对方脸红的样子，他也有点拿不定主意。这合欢宗还有正常女人不成？他隐约记得这个女人好像叫张子玲，筑基5层的修为，好像是他们合欢宗为数不多的女长老，好像还是什么天象体，是合欢7美之一。跟白月、华莲那种正派女子的圣洁感不同，张子玲的身材、容貌，全身上下都透露着一股说不上来的媚劲儿，看一眼就会让人想到某些画面，让人心痒难耐。此时前面的张子玲也忍不住看了两眼萧雨，心中暗自心惊着，这家伙只有淬体9层，刚才他那一掌虽然没用法力，只是打算教训一下这人，根本没用全力，就是随手一扇，可就算这样也太夸张了。他一个淬体7怎么一点事没有？他有些疑惑的释放神识看了过去，当时他就发现了萧雨身上的异样，特殊体质，好浓郁的阳气，而且他的伤竟然痊愈了。想不到这小小的分舵居然还有特殊体质的弟子，这里的人没有发现吗？怎么没人上报？就在这时，一旁跟着的梅春兰一脸谄媚的跑到了张子玲跟前：“长老，这萧雨之前就是外门弟子，他肯定是在骗你。我叫小梅，非常乐意为长老效力。”张子玲微微点头，看着眼前的炼丹房，低声说着：“我给你半个时辰，去吧。”萧雨赶忙抱拳，而后便在众人的直视下来到了丹炉前。后面一些认识萧雨的弟子纷纷大笑着：“哈哈哈哈！淬体9层吹呢，多少炼气期弟子都不会炼丹，你在这吹什么？就是炼丹可不是一般人能学的，你看他那个样子，估计灵草都认不全。”一群人讥笑连连，梅春兰也在那思索着对策。要是能将萧雨关入牢房，他再收买狱卒，就能在牢房里将他给，然后再将他身上的秘密挖出来。他能几天之内突破到淬体9层，肯定有什么宝贝。想到这里的梅春兰也在那笑了起来，他还能炼丹？呵呵，他要是能炼丹，那我也能炼。萧师弟，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的给长老磕头认错，长老心情好，还能饶你不死。你休要！还没等梅春兰说完，他就突然瞪大米粒般的小眼，满脸不敢相信的看着将灵草放到丹炉中的萧雨。张子玲也皱了皱眉头，凡人炼丹的手法，灵木生火，灵石供气。不过他并没有上前打扰，因为他已经通过神识看到了那些灵草在丹炉中化液了。张子玲挑起眉毛，外放神识探查着炼丹房的种种，很快他就看到了库房里好似死鱼一般被挂着的华莲。他也没说什么，这种事情在合欢宗见怪不怪了。正当他思索着的时候，人群中立马有人喊着：“竟然真的炼制出来了，难以置信！”张子玲闻言上前看着一炉炼出5颗1品洗髓丹的萧雨，眼神上扬：“4颗瑕疵级，1颗微瑕级，想不到你还真是1品炼丹师。好吗？本座赦免你的罪责，不过有些事我还需要你跟我汇报一下。今晚日落时分，你来书房找我。其余所有人随我去大殿议事，准备突袭玄灵宗，夺回江流山。”张子玲说完，抬手一挥，拿起所有丹药便带队离去了。梅春兰看着已经会炼丹的萧雨，眼神更加疯狂。炼丹师，要是他将萧雨得到手，以后丹药就不用愁了，说不定他还能有机会让对方炼制驻颜丹什么的，那可是稀罕物。梅春兰就那么跟着张子玲走了，眼神越发的玩味。萧雨看着那个老太婆，眼角抽搐。就算梅春兰的奖励是1亿灵石，他都不会去审判她，这会有心理阴影的，会产生心魔的，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好多修士生了心魔，就再也无法精进修为，一辈子只能原地踏步。萧雨是真怕了，他敢打赌，这个老太婆晚上还得来，绝对会来的。这个老太婆可是炼气7 2层，会用法术，还有攻击法器，而且对方还有帮手。一想到这里，萧雨本能的将所有门窗都给关上了。不行，他得去搞个阵法，搞个小型的阵法守住炼丹房，不然得死人。可一想他又没有到炼气7，没有法力是用不了阵法的，当时他就有点无语，赶忙看向库房的方向，打算让华莲帮他淬体。一炷香后，请速主停止强制措施，
女华联恐有生命危险。萧雨见状赶忙停手，这华联没有修为肯定难以支撑。他又看向了审判室里的白月，此时的白月已经，对不起灵儿，都是我的错，都是为师的错。该死的萧雨，我就是死也不会放过你，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萧雨看着他那个样子，当时就黑起了脸，而后直接进了白月的审判室。与此同时，此时库房中的华莲也慢慢苏醒了过来，他有些无力地吐了吐气，全身上下好像都没有感觉了。可奇怪的是，他居然感受到了一丝怪异的异动，他原本受损的经脉灵根竟然修复了。之前的他是被彻底废掉的，他没有他师父的先天法体，灵根被毁，他此生都无法再修炼，就算修复好了经脉都没用。原本以为此生已经修仙无门了，想着奋死也要将他师父救出去，他怎么样都无所谓，反正废人一个了。可现在他却惊奇地发现自己的灵根竟然修复了，难道是因为萧雨？当时他就打了个寒战，面色一红。跟白月不同，他现在竟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他竟然觉得萧雨好像有点帅。该死，我在想什么？白月在审判中谩骂着，他怎么可能就此放弃？他可是玉女宗宗主，正道圣女，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怎么可能会因为这种事而放弃？此时他对萧雨的恨意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发誓他有朝一日可以出去的话，绝对会将他挫骨扬灰。一下午萧雨都在审判室待着，白月审判直升为3%，白月审判直升为3%，5%，白月审判直升为3%9%。萧雨看着即将落山的太阳，当时他就慌了，这一下午他的修为竟然没有上涨，反而白月的修为上涨到了淬体3层，时间太短了。可这就要去找张子玲了，万一被梅春兰堵住，那就麻烦了。对方要是找来，看到库房里的华莲，一定会杀了他的。长得丑的女人骨子里就嫉妒长得比自己美丽，这是生物的本能。现在华莲和白月都是他的女人了，他肯定不舍得他们死，后面培养成侍女还是一大助力。而且华莲的审判奖励还没领呢，肯定不能让他死，必须得想个办法。可恶，该死的梅妖婆，他妈的再给老子1-2天，我肯定能突破到炼气期。干脆找人帮忙。萧雨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张子玲，他现在可是这个据点唯一的炼丹师。张子玲现在需要带队打仗，丹药是必备物资，而且对方说让他日落时去找他，干脆求张子玲给他弄个阵法。萧雨想到这里便动身了，走之前他还是有些不放心，他一走华莲不得作妖。来到库房后，看着已经醒来缩在角落的华莲，故作心疼地说着，那个等会我要离开一会，这段期间你一定好好在这里待着，一定不要被人发现了。有个老妖婆可能要对付我，要是被别人发现你在这里了，后果不堪设想。你是只想伺候我一个，还是伺候全宗？你自己考虑清楚。我给你拿了些衣物和生活用品，这链子我就不给你松开了，你自己在这待着，一定别乱跑。这还有点吃的。行了，要是不想你师父出事，你就老实待着。萧雨说完就走了，将门窗什么的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华莲看着萧雨拿来的衣服和吃的，下意识嗤笑着，他还给他拿吃的呢。这2天他一直都很饱，还时不时的反胃，而且他也不会吃他拿的东西，肯定有毒。不是，他这是在担心他吗？还怕他乱跑被人抓到。华莲下意识攥紧了拳头，呵，少在那假惺惺，别让我逮到机会，我定饶不了你。说是那么说，可他还是穿上了萧雨拿来的衣服。看着库房里的布置，对面的柴火堆里好像有一把柴刀。华莲再次攥了攥拳头，他的灵根好像是修复了一些，而且修为到了淬体1层。那家伙应该还没有炼气期，他想救他师父只能看今晚了。他虽然修为没有他高，但是他从小就练习武艺。大宗门的弟子跟散修不同，散修很多都是半路出道，前面没有任何学习大宗门的，很多都会在小时候就练习江湖武学、枪术、刀法、身法、格斗技巧。一个大宗门出来的炼气期之所以打得过散修同届，就是因为基础不同。华莲敢断定萧雨不会江湖武学，他只是修为高而已。看着远处那把柴刀，华莲抬脚一踢，一柴火直接飞了出去，将那柴刀弹回落到了他脚边。当时他就捡起了那柴刀，缓缓吐气，尽量不让自己去想萧雨跟他那时的画面。等他回来一定将他擒拿。上次他之所以昏迷，是因为闻了那黑烟，这一次他可是有着完全的把握。混蛋，你给我等着，我一定让你后悔。此时在审判室中继续接受审判室审判的白月，他的想法也发生了一丝变化。他此刻的修为竟然到了淬体4层，而且神奇的是，他受损的经脉和灵根竟然好转了，简直匪夷所思。
他可是被金丹期大成修士重伤的，想要修复经脉灵根所需要的资源绝对是个天文数字，怎么突然开始好转了？难道是因为萧雨？就在这时，审判室里再次响起审判语：“恶女白月，你可知罪？”白月一脸不屑，下一秒他就惨叫了起来。审判室继续发问：“恶女白月，忘恩负义，人人得而诛之，你可知罪？”白月顿时大怒：“总是问我这个问题，我有什么罪？你以为我是吃干饭长大的？呵呵，就这，还有什么手段就使出来吧。”审判室，审判恶女需要过程，你1日不悔改不忏悔，4日审判力度就会加大，第3日翻倍，直到你神识错乱，五感崩塌，忘记自我。再问一遍，恶女白月，你可知罪？白月冷笑着：“我无罪。”下一秒，无数奇形怪状的机械线路和电缆就缠了过来，白月瞬间被电得惨叫不止。恶女白月审判值升为4%，1%。我无罪，我有何罪？我想为我徒弟报仇，我想灭掉魔道，我一生光明磊落，我有何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不服，我宁死不服！萧雨，你有种就杀了我！你休想让我屈从，做你的春秋大梦！我诅咒你，我诅咒你不得好死！你会下18层地狱！你将……还没等白月骂完，他就呆住了。他好像听到了什么动静，听着眼前飞速旋转的东西，他慌了，好像是什么法器。恶女白月，你的仇恨跟萧雨没有关系，萧雨救你，你多次害他，你这叫无罪？难道在魔道出生的人天生就是恶的？这个世界的善恶都是你们正派定的？加入正派就全是好人吗？颠倒黑白，忘恩负义，自视清高，狼心狗肺，你可知罪？白月没有开口，紧接着审判室里就传出了悠扬漫长的惨叫，惨叫声在审判室的深处回荡着回荡着。一书房内，萧雨一脸恭敬地抱拳说道：“张长老，弟子有礼了。”座位上翻阅各种文书的张子玲闻言并没回头，一边看着最近的战损文书，一边说着：“来了，近日我和欢宗前线扩充人手，需要大量吸髓丹、开脉丹帮助新来的弟子提高资质，同时还需要大量的止血丹、回气丹等战略丹药。我叫你来是想告诉你，乌长老以前每日炼制多少丹药我不管，你每个月要给我一次性缴纳1000枚一品丹药。至于灵草、灵材，我会给你送来，我送什么你炼什么。1个月后如若少一颗丹药，我拿你是问。”萧雨赶忙抱拳说着：“长老放心，弟子一定竭尽所能。只是……”张子玲闻言昂首，看着沉默不语的萧雨，轻声说着：“说吧，要什么好处？”萧雨：“谈不上好处，弟子就想要一阵法，可以把炼丹房给保护起来，因为宗门里有不少人对弟子行不轨。”张子玲嘴角微微上扬，眉如柳叶般弯曲，眼神直勾勾地看向萧雨：“是因为你体质特殊，估计乌长老也是因为你有纯阳之体的缘故。无妨，此事我心里有数。”张子玲说着便放出了一飞行法器。萧雨顿时一惊，那可是中品飞行法器，这张子玲家底挺厚啊！上来本座帮你布置一道阵法，并且我会发出通告，谁要是敢对我底下的炼丹师有小动作，我定让他有来无回。萧雨闻言一时有些欣喜，多谢长老厚爱。而后张子玲便带着他来到了炼丹房上方，看着下方的炼丹房，张子玲慢慢把视线看向库房、药园、卧房，思索后又看向了前方的一片水井，直接拿出6枚阵旗朝向四周扔出。萧雨看着那些飞出的阵旗，顿时一愣，对方竟然直接给他圈了一大片地，就连药园和水井都给他圈里面了。随着那些阵旗落入对应位置，一层蓝色法阵瞬间竖起，好似穹顶，阵法隐有蓝色龟甲闪烁，时不时还能看到蛇手狰狞。此阵为小型玄武阵，虽然只是一个下品阵法，可也足以保护你不被他人干扰了。我已做了布置，只有你我2人才可进出此阵，大可放心吧。乌长老已死，宗门又没有给我额外帮衬，我急需人手，你只要一心帮我做事，我自然不会亏待你。待你达到炼气期，我会收你为我的弟子。萧雨闻言赶忙抱拳：“多谢长老厚爱，我一定竭尽所能，尽快提高修为。”张子玲点了点头：“稍后我会送你一名贴身傀儡，炼气期4层的修为，可保你安全。”张子玲说着，便从储物袋中放出了一木质傀儡婴。当时萧雨就咽了咽口水，这女人是真打算收他为徒。这待遇，最让他高兴的是，这系统居然出现了判定张子玲未满足恶女评判标准，无法检测其属性面板。萧雨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张子玲头上的信息面板，对方不是恶女，一上来就给她阵法、傀儡将她保护起来。如果是其他人对她好，她可能会觉得有点问题，可这个女人竟然不是恶女，这怎么会有人平白无故对自己好呢？而且
这个女人长得也太妩媚了点，举手投足间掩盖不住的诱惑。肤若凝脂，眉目如画，眼波流转间似有千种风情。她身着紫色轻纱，曼妙的身姿若隐若现，每一步走动都能踏进人的心坎里。对方的声音清脆悦耳，宛如天籁之音，让人沉醉。她的气质高贵而又妩媚，一颦一笑间似有勾魂夺魄之能。萧雨下意识咽了咽口水，合欢宗7大美女之一的张子玲何故对她如此关照，还要收她为弟子？莫非对方打算常住于此？张子玲还在那里说着，我适才在乌长老那库房中看到10几口药缸，以前乌长老是怎么管教你们的我不管，在我的管辖下，莫要再做那些伤天和的恶事。我合欢宗修的是合欢道，不是恶道。如鼎、道侣这些我自不会约束于尔等，可莫要让我见到你们残害孩童、凡人，更不要给我炼制什么人丹、人气。正当张子玲说着的时候，她突然看到对面的萧雨正直勾勾地看着自己，那双痞气十足的眼睛丝毫没有顾虑，就那么直直地看着她的脸。张子玲秀眉微低，言语中透着一丝威严。我刚才说的话你可明白？萧雨就那么抱着拳，视线还未离开，侵略性极强。因为他已经猜到对方为什么对他这么好了，一是因为他是半个炼丹师，对方初来乍到，急需辅佐；二是因为对方可能看透了他的九阳神体，对方说是想收他为徒，恐怕别有用心，对方肯定不会让他死。张子玲一看萧雨竟然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他，顿时面容颤抖。我脸上有什么东西？你竟敢如此无礼！萧雨缓缓低头，长老恕罪，因为弟子从来也没有见过像长老一样美丽的女子，比那些正道仙子强多了。弟子一时看迷了眼，长老实在是太美了，弟子难以自控，恳求长老宽恕。张灵美有些羞怒地歪过了身子，这个混账东西竟然敢出言不逊！他真想一掌拍烂他的头，一个淬体期的小辈竟然敢如此直视自己。要是换作平时，宗门里有这种家伙敢直视他，他绝对会让对方吃不了兜着走。这会气得他一时身形乱颤，青筋暴跳。冷静，冷静，此人身怀一体，他留有大用，而且还是江流分舵的炼丹师，如果杀了他，恐怕宗门里也不会给他再安排炼丹师过来了。他本就是因为不满宗门的各项规定，才主动提出要来前线经营一处分舵的。自从合欢宗在魔州落脚后，很多人的品性就变了。看着对面的萧雨，张子玲缓缓吐着气。你叫萧雨是吧？你当年是因何加入我合欢宗的？萧雨还手抱拳，自然是寻仙问道。之前弟子也去过正派的宗门，那些地方很多都看资质，都看背景，还得看有没有钱。弟子不才，当年拼死通过正派的一场考核，因为我是4系伪灵根，就被他们给淘汰了。他们最少得要3灵根的才行，而咱们合欢宗不同，咱们只要是有灵根的都收，年轻的都收，尤其是长得好看的。张子玲漫步上前，眼中闪着一丝感慨。确实如此，我们合欢宗很早以前也是正派之一，是后面被赶到魔州去的。我们宗门讲求合欢问道，功法中也有适合男女的高阶法术，甚至有2人共同使用的大神通。一开始我们宗门是天下间所有门派中出道侣最多的宗门，男欢女爱，男女之间都很自律，一人只会找一个道侣。你可知为何后面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萧雨看着对方那妖娆的软腰，下意识咽了咽口水。内忧外患呗。外面的正派女修觉得咱们这里的女修都是骚浪贱，其实是因为修了媚功的合欢宗女弟子让那些正派男人们魂不守舍，就算合欢宗女弟子不想跟他们发生什么，对方也会纠缠不休。时间一长，那些正派的女修就联合起来说咱们这里的女人不是东西呗，毕竟女人的嫉妒心很可怕。萧雨说着便摸了摸下巴，面带笑意地说着。内忧呢，则是自由恋爱在合欢宗是不被允许的，基本上每个内门弟子的道侣都是宗门分配的。张子玲点了点头，不错，之前就有我宗仙苗喜欢上伪灵根弟子的事，仙苗50年后突破到了金丹期，可那伪灵根的弟子则还是炼气期，修为、法力、神识差距过大，他们便无法再修炼合欢功。时间一长，问题就出现了，还有人会产生心魔。萧雨连连摇头，不对，长老您肯定是不知道真正情况，您说的那种只是极少数。张子玲闻言皱眉，哪里不对？萧雨自信满满，一脸过来人的样子说道，当然不对，在我们合欢宗流传着那么一句话，上岸先斩意中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一旦修到更高层次，就会将另一半踹了，然后再去找修为更高的修士来修合欢功。攀岩附势，喜新厌旧，负心之人比比皆是，就这些人怎么可能修得了合欢功真正的神通？那可是需要双方道侣心意相通才行的。加入咱们宗门的很多人都只是为了走捷径，都是为了美色。张子玲听到这里的时候，也注意到了萧雨的眼神，这家伙又在看他了，真是明目张胆。哦，
你这小辈难道也是为了走捷径？萧雨面不改色。长老，弟子太想进步了。张子霖一脸无语的抿了抿嘴。好好做事，没有我的允许你不准离开炼丹房，1个月后我要1000枚丹药。萧雨还在那里直勾勾的看着他，看得他脸都红到了脖子。张子霖顿时眉眼竖起，你想找死吗？还不快滚！萧雨嘿嘿一笑，咧嘴跑开了。长老真乃天下第一美人儿。张子霖一刻也不想在这待了，这个混账玩意简直胆大包天，放出飞行法器，转瞬就飞走了。进到阵法中的萧雨一脸赞叹地看着消失在云端的张子霖。刚才对方骂他都把他给骂爽了，对方不是恶女，他的想法就不一样了，感情对方是想招揽他啊。一嘴一句我们合欢宗，还说和欢宗以前多好多好，还不让他做他不会是因为理念跟宗门其他长老不合，被恶意分配到前线来的吧？有这个可能。他现在也算是迎来了短暂的安全期，这1个月内炼制1000枚一品丹药的话，一天就得30枚往上，他才懒得炼制那么多。他已经想好了，磨刀不误砍柴工，先审判白月，再让白月去炼丹。他应该把精力放在惩奸除恶上，还有那个华莲，那个小妮子也推不进折腾了，动不动就触发死亡警告。算了，别多想了，现在有了阵法，梅春兰那个老妖婆进不来了，他可以开始闭关了。萧雨想着就朝着库房跑去了，一路小跑。不得不说，这张长老给他圈的地还挺大的，就好像一个1000坪的私人庄园。透过阵法看向天空上的明月，别有一番韵味。身后张长老送的傀儡鹰也在屋顶上跟着，全程护航。很快他就来到了库房，推门而入的瞬间，一道寒光闪过，躲在门后的华莲一刀劈来，还未到萧雨身前，傀儡鹰就杀了下来，一双闪着寒光的鹰爪直直地朝着华莲的脑袋抓了过去。当时华莲就吓傻了，一阶傀儡兽，哪里来的一阶傀儡兽？萧雨见状赶忙喊着，别伤她，她是我的侍女。傀儡鹰闻言便收起了鹰爪，可惯性还是让他飞了过去。一道烈风吹过，华莲直接被吹倒在了地上。华莲一脸不敢相信的从地上爬了起来，看着萧雨头上盘旋的傀儡鹰，表情极其的不甘。可恶，可恶，该死的，你到底哪里来的傀儡鹰？萧雨耸了耸肩，看着对方的身段，眼神上扬。天都黑了，你想跑哪去啊？外面冷，要不咱们回屋聊吧。华莲顿时面色羞红。我呸，你休想在，我跟你说，你快点将我师父放了，我师叔估计已经带人朝着这边杀来了，他也是金丹期的高手，识相点你就快点将我师父放了。萧雨看了一眼审判室里的白月，赏心悦目的欣赏着，你当合欢宗是吃干饭的？魔州既然敢发动战争，岂能没有准备？你这辈子别想再回正派了，我救了你的命，你却想杀我，我看你更适合魔道。接下来咱们有1个月的时间慢慢接触。华莲一看萧雨要走过来，当时他就慌不择路地跳到了后面，还没跑2步，他就突然感觉身上有点不对劲，他怎么有点晕晕的？萧雨就那么看着华莲跑到了树林中，昂首喊着，莲儿啊，还是不长记性啊，我给的衣服你怎么敢穿呢？我可是专门把那衣服泡在合欢散中泡了1晚上呢。树林里的华莲当时就嚎叫了起来，我跟你没完。萧雨就那么一脸坏笑的朝着树林走去了，反正对方也出不去阵法，现在天也黑了，在这个地方那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萧雨就这么一路往前走着，别害怕，咱们都那么熟了，我又不杀你，你怕什么？我给你的东西你是不是也没吃？忘了告诉你，那东西里我确实什么也没放。哦，估计是你前2天喝得太饱了，你这会儿又饿了吧？树林里的华莲听到这里顿时双目充血，他还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混账，他到底有完没完了？他都要急哭了，自己好不容易挣脱了锁链，打算反击，谁知道这家伙还有个傀儡兽，就连衣服上都做了手脚。可恶，可恶，你这个混蛋，你给我等着，你给姑奶奶等着。萧雨就那么悠哉地走着，难怪之前他看电影的时候觉得那些反派是不是有病，怎么那么磨叽，可今天一到他身上他就知道爽了。看着前面慌不择路逃走的华莲，他真想看看对方在看到阵法后是什么表情，估计当场就得哭，而且对方因为衣服的原因估计也跑不了多远了。萧雨就那么在后面喊了起来，莲儿，其实我一直觉得你挺可爱的，甚至还有点逗逼，你也真敢想，你都已经是废人了，没办法修炼了，还想着联合你师父害我呢，你这不是逗吗？你是怎么敢的？当着我的面在炼丹的时候做手脚，你是没上过学吗？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跟你玩吗？因为你还小，你还年轻，你很多事都不懂，不像你师父那个活了200多年的好姐姐，
他的意志力比你这个18岁的娃娃强多了，估计没个1年半载，我搞不定他。萧雨在后面一脸得意地喊着，抬头就那么一看，前面的华莲吓得已经摔倒了，身形也有些不稳。当华莲听到萧雨快追上来后，顿时花容失色，拿起柴刀对着自己的手臂就划了一刀，瞬间清醒。今天他说什么也得跑，可还没等他跑2步，他就突然撞到了什么东西。抬头就那么一看，顿时面无血色，玄武阵怎么会有阵法？这里怎么还有阵法？当时他的瞳孔就猛缩了起来，玉容瞬间失色，花容暗淡，阴唇微张，却发不出一丝声音，两颊间如同凝滞的肌肤泛起一丝苍白，那惊恐的眼神好似受惊的小鹿，四处游移，充满了无助与恐惧。怎么会有阵法？师傅，师傅！华莲的身躯微微颤抖，双手紧紧地抓着裙摆，指尖因过度用力而泛白，青丝凌乱，随着细微的风儿轻轻飘动，更添了几分慌乱。跑不掉了。看着这宛如穹顶的玄武阵，他的内心是绝望的，他已经不敢去想接下来会发生的事了。萧雨说的没错，他师傅活了那么久，意志力非比寻常，可他才多大？他一想到之前萧雨跟他的事，全身都不受控制的开始发抖，再看时手心全是冷汗。萧雨一脸心疼的走了过来，看着吓倒在地上的华莲，一脸玩味的说着，别害怕，我又不杀你，我心疼你还来不及呢。听话，你是不是好久没吃东西？哥哥给你准备了好多好吃的，只要乖乖的，我保证这里比你那玉女宗好多了。萧雨说着就拿出了一些烤肉、茶水，自顾自地坐在华莲旁边吃了起来。按照他对审判系统的了解，想要提高对方对他的罪恶值，那就先对对方好一点，然后就可以触发罪恶值增长。看着对面已经时不时看烤肉的华莲，萧雨慢慢拿出了一颗流影珠，这是他去找张子霖前特意找人用丹药换的一颗，然后就那么放到了华莲的对面。华莲下意识打了个哆嗦，这个王八蛋要干什么？看着那流影珠，他的脸色瞬间惨白到没有血色。他可是玉女宗首席大弟子，要是被他留了把柄，这辈子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这个混蛋竟然想……就在这时，华莲的视线突然变得模糊了起来，心跳得越来越快，随时都要蹦出来一般，脸也红了。看着自己手臂上的血口，他怎么觉得自己比刚才更晕了？难道是和欢散的药粉进到了他的伤口里？这个混蛋，他太坏了，人怎么可以这么坏？为什么要这么对他？看着那个快把烤肉吃完的萧雨，华莲二话不说，拿起柴刀就砍了过去，一刀下去根本没有破开萧雨的防御。萧雨一脸玩味地看着对方再次惊恐的样子，我就说你傻吧，我现在是9阳神体，你一个小小的淬体1层还想跟我打？你不是根基毁了吗？要不要坐过来我帮你修复根基？别怕嘛，我又不杀你，你那什么眼神？萧雨说着就又吃了一口肉。华莲顿时哭了起来，甩开萧雨就去抢地上最后一块烤肉。他实在是太饿了，被巫长老关了好几天了，他之前打仗的时候也没怎么吃东西，这个混蛋竟然敢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么对他，他真的有点……萧雨就那么抱着他也不跑了，狂吃海喝。4个时辰后，皎月高高挂，萧雨就那么搂着怀里的华莲说着，以后你就是我的侍女，懂吗？华莲眼眶红红的，心有不甘，可右手却捂住了自己的丹田，他的灵根竟然真的修复了，比刚才还要好。不仅如此，此刻的他就感觉跟洗精法水了一般，全身上下通透无比，他的修为竟然也已经达到了淬体2层，简直匪夷所思。更让他震惊的是，刚才他用柴刀划在手臂上的伤口竟然愈合了，一点伤疤都没有留下，这就是万古无一的9阳神体。华莲一时有些，可也不知怎么了，总觉得有点不自在，因为这一次萧雨对他太好了，太温柔了，他不由得想起了自己被钢钩穿过琵琶骨的那次。等等，他怎么可以这么想？这太怪了。其实仔细想想，好像是他们做的不对，他师父要不是遇到了萧雨，恐怕下场更惨，他可能已经被炼制成了人丹，怎么可能在这躺着看月亮？一开始对方确实没有对他们做什么，自从他开始唆使他师父一起暗算萧雨，事情就变了。或许对方真的只是想报复他们吧。他有些迷茫了，在这种地方他跑也跑不掉，想吃东西只能靠这个家伙，他师父还被对方关着，不知道身在何处，他到底该怎么做呢？而且他现在也是他的人了，哪里都是他的了。一想到自己心心念念的玄灵宗仙苗灵策，他就有些无奈。他的男人不应该是正派的仙苗吗？怎么会是这么一个混蛋？就跟做梦一样。他有点不想跑了，不知道为什么，或许跟这个男人在一起才能救他的师父。不行不行不行，他在想什么啊？对方可是魔道贼子，他一个正派人士怎么可以跟对方同流合污？可他想是那么想，
却没有从萧雨身上挪开。一旁的萧雨神经已经紧绷到了极点。你快点暗算我啊！你倒是动手啊！你师父万事后可是要杀了我，你倒是动手啊！干什么呢？吃饱喝足了，打算睡觉了。你不跑了吗？萧雨眼皮颤抖着，这女人什么意思？半天都不拿刀，她特意将那刀放到了旁边。她要是不杀他，怎么提升罪恶值？正当萧雨想着的时候，一双温香的小手就那么搂住了他。随着一丝疲惫的呼吸声在他耳边响起，华莲就那么在他怀里入睡了，眼角还带着泪水。萧雨一时有些错愕，这女人这就睡着了，她不跑了吗？系统提示：女华莲自行开始忏悔，提前解锁审判模式，宿主可根据对方忏悔情况进行自动审判和手动审判。萧雨有些沉思地看着怀里睡去的华莲，这怎么看也就是个吓破胆的小姑娘吧，心肠要是好一点就好了。还是说对方其实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用现代的说法就是被害者爱上了施暴者，并且会帮助施暴者行凶，是一种心理疾病。按照华莲之前表现的性格，她应该是不会忏悔的。一个高高在上的备选圣女，凭什么给她忏悔？她的性格孤傲、桀骜不驯，难道是对她产生了异样的情感？萧雨试着抬手将华莲收到了第二间审判室中，就那么看着对方呼呼大睡着。再次打开对方的信息面板，当他看到对方的背景上写着孤儿二字后，不由得吐了吐气。可他也知道华莲一生中杀过的魔道修士不计其数，在他眼里，魔岛上的人不管老幼都该死，估计是小时候过得太惨了，所以成了修仙者后变得没有人性了，或者只是单纯的傻，心智其实还有的救，所以让其忏悔。萧雨并没有启动第二间审判室的审判功能，只是让华莲在里面安静的睡着。他现在的修为已经到了淬体大圆满，距离炼气一层只有一步之遥。萧雨眼神兴奋，转身来到了1号审判室，看着那个意志如钢铁的白月，眼神上扬。久等了。白月在听到萧雨的声音后，原本疲惫的神色突然变得怨恨了起来。他是聪明人，自然是想得到这么久萧雨在外面干了什么。混蛋，你个混蛋，我一定要你死，我要你死！我白月发誓，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你给我等着，我诅咒你不得好死！诅咒你！萧雨不怒反喜，一脸玩味地拖着下巴说着，还是跟你聊天有意思，性格真辣了，这样才有意思吗？白宗主，不是，我也有些疑惑，你都在这里这么一会了，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有错，你真那么觉得？白月再次歇斯底里地嘶吼了起来，我有什么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打的什么算盘，你自己心里清楚。你敢说你一开始没动歪心思？天底下男人都是一个德行，都没有一个好东西。你别等我白月逃出去，否则我一定将你碎尸万段。碎尸万段，我要将你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割下来啊！萧雨一脸无奈的摇了摇头，看来讲道理是讲不通了。这女人活了200多年，她的思维模式估计早就固化了。一个金丹期的修士还能认识到自己错了，估计不是那么容易的。看着面目狰狞的白月，萧雨下意识咽了咽口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在你跟你徒弟眼里，我还不如你们正派的一条狗。我救你们是不怀好意，我带你离开也是不怀好意，你害我就是除魔卫道。哼，感情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们正派定的是吧？我倒要看看你的嘴有多硬。次日清晨，萧雨的修为已经升到了炼气一层。正当萧雨思索的时候，审判室突然响了起来。早上好，各位恶女，第2天的审判开始了。此时的他已经能清楚地感受到身上流转的法力，虽然很稀薄，但是他也是能用法器的人了。来到外面庭院中，拿起之前获得的次品法器鹰爪刀，跟玉女葫芦比划着。鹰爪刀在他的法力操纵下，犹如活物一般在周身游走，而后对着远处的岩石就砍了过去，刀痕铮铮。萧雨上手一握，用法力操纵鹰爪刀带着自己前进，脚下释放神行诀。萧雨下意识皱眉，看着那宛如霞光的法力波动，再次出招，横刀向天，一道半米长的刀气瞬间挥出。这就是极乐合欢宫带来的增益吗？怎么有股香甜气息？萧雨说完，又是一刀，刀气肆虐而出，远处矮树当场裂开。破坏力是有的，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作用，后面再看吧。萧雨说着，又拿出了玉女葫芦，感受着上方清凉至极的气息，他不由得心念一动，他就那么试着集中注意力，外放神识。当他的神识触碰到玉女葫芦的瞬间，他就感受到了活人的气息，葫芦里还有活人。萧雨有些期待地瞪大了双目，赶忙释放神识去探查葫芦里的情形。内部好像一个焚化炉，很快他就从中看到了几个女人，那几人就那么缩在葫芦的中间位置，围在一起抵御着四周的火焰。一些女人已经被烧伤了，
可当他看了半天，女系统也没有提示后，当时他就犹豫了。里面那4个女人是好人吗？等会怎么有3个凡人？萧雨有些疑惑地瞪大了双目，就只有一个身穿红衣的女人是炼气期3层的修士。那红衣女修正死命地护着那些凡人女子，嘴唇发白。后面一个20岁的少女一脸绝望地哭着：“娘，我好怕，我想回家，我再也不上山了。”萧雨再次看向了那几个女人，为首的红衣女修士样貌颇为清秀，跟白月比是差了些，可她的脸上却有着白月没有的坚韧和正直，而且还有点稚气在脸上。其余3个凡人好像有一对是娘俩，还有一个凡女气质颇为出众，看起来有点像官家小姐。在萧雨的印象中，不管是正派还是魔道的修士，凡人在他们眼里都是蝼蚁。都这种情况了，还用法力保护凡人？萧雨见状，赶忙抬手将他们4人放了出来。那4人在出现的瞬间便摔倒在了地上。萧雨还想上前打招呼，那女修便法力不支倒在了地上。其余3人赶忙上前哀求着。萧雨面不改色的上前，看着昏死过去的女修，抬手拿出一颗回气丹为对方吃了下去，而后便抱着对方朝着屋里走去。你们几个别怕，我不是那个巫长老，去水井打点水来，过来照顾这姑娘。那娘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半天不敢动。反倒是那官家小姐模样的女子站了起来。安置好了那女修后，萧雨便让那娘俩照顾着那官家小姐模样的女子，赶忙上前跪着：“多谢仙人救命大恩，小女子李青云感激不尽。”后面那娘俩也赶忙上前跪着：“多谢仙人救命大恩，民女张兰，这是小女黄香，仙儿还不给恩公磕头。”一旁的少女赶忙磕头拜服：“多谢仙人救命大恩。”萧雨不由得皱眉。李青云一看萧雨不说话，赶忙低声说着：“小女子被仙人所救，恩公如有所求，小女子万死不辞。就是恳求仙人能否让小女子回家一趟，跟家人相见，告知平安。事后小女子愿为恩公做牛做马，恳求恩公帮帮小女子。”萧雨暗自思索着，虽然系统没有将他们4个判定为恶女，可也不代表他们不会对她产生威胁，还是稳妥一些。如果我没猜错，这葫芦中之前应该不止你们4个，肯定还有不少人，应该都死在里面了。你们被巫长老抓来大概率是为了炼制人丹，可你们这几个凡人是怎么回事？李青云赶忙低头行礼，回禀恩公，之前听赵前辈说，我们3人好像是有灵根的，对方要将我们炼制为人丹，我们已经在里面待了半月之久了，如若不是赵前辈给我们食物，舍身护我等，恐怕我们也成了枯骨。萧雨侧目看了一眼屋里的女修，李青云一脸紧张地跟在后面说着：“恩公，赵红叶前辈是一介散修，并无宗门，他为人耿直善良，定然不会加害于您。”萧雨轻声笑着：“那可未必，否则他怎么醒了还在那装死？”床上的赵红叶闻言跃起，一脸激动地做出进攻的姿态，看着对面的萧雨，表情极其的慌张。“青云，你们快过来，他是魔道的，不要被他骗了。”而后赵红叶便满脸惊恐地看向了萧雨，眼神左右巡视。对方修为是炼气1层，有法器，天上还有个傀儡，不好对付。他现在什么都没有，法力枯竭，自顾不暇。萧雨一脸玩味地打量着对方的模样，这赵红叶虽然不如华莲跟白月诱人，可却给他一种正义少女的感觉。在这种自顾不暇的情况，还想着保护3个不相干的凡人。李青云见状，赶忙上前说着：“赵前辈，这位公子适才救了我们，并没有伤害我们，你的伤也是他用丹药治好的，这位公子是我们的救命恩人。”黄香跟张兰也在那里说着：“确实是恩公把俺们放出来的。”赵红叶下意识缩了缩脖子，而后有些结巴地说着：“你到底有什么目的？你有什么都冲我来，别欺负他们。”刚一说完，萧雨就走到了跟前，抬手放出一堆蔬菜和衣服，说着：“我救了你们，从此刻开始，你们就是我的侍女了，以后就在这炼丹房帮我洗衣做饭，种种灵草什么的。别想着逃走了，这里是合欢宗，出了我这个地方，你们绝对没有好下场，外面还在打仗。至于刚才那姑娘说的想回家报个平安，就等着吧，现在肯定不能去江流城，什么时候安全了，我再去城里一趟也不是不行。”赵红叶看着眼前的蔬菜和衣服，下意识咽了咽口水。张兰见状，赶忙带着闺女磕头说着：“多谢恩公，多谢恩公。仙儿，快去烧火。”李青云有些紧张地看着萧雨，然后又看了看赵红叶。萧雨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赵红叶说着：“我救了你，你怎么报答？如果我再不把你们放出来，估计3天内你们就得死。”赵红叶下意识攥紧了拳头。我。萧雨见状，直接上前将他抱了起来，吓得赵红叶当时就喊了出来。李青云赶忙上前求着：“恩公，小女子愿意侍奉恩公左右。赵红叶前辈身体有恙，一直在葫芦中保护我们，恳求恩公，求恩公了。”萧雨见状，轻声笑了笑：“如果单论姿色，
这个李晴云才是4个女人中最出彩的，有一种养气少女的感觉，而且气质出众，一看就是有钱人家的。笔梳秀色可餐，眉目如画，双眸如秋水盈盈，顾盼之间神采飞扬，秀发乌黑亮丽，随风飘动，仿若瀑布垂落。萧雨也没有废话。1个时辰后，李晴云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自己的手掌，说着：“我怎么淬体1层了？我怎么有修为了？”萧雨单身搂着对方说着：“你很聪明，你是想报答赵红叶这么多天对你的救命之恩是吧？不过你既然愿意跟我，我也不会亏待你，以后这个炼丹房的家务都交给你来管了。你是官家的。”李晴云摇了摇头：“小女子家是江流城李府的，家里是做买卖的，小时读过些书。”萧雨嘴角上扬：“你就这么把身子给了我，心里不委屈吗？”李晴云听到这里，顿时心头一震，愣在原地，足足愣了3秒，而后黯然低首。本就是将死之人，命都是恩公就得，小女子有何颜面谈委屈2字？送走李晴云后，萧雨便再次看向了审判室。华莲已经醒了，一脸可怜兮兮地张望着。1个月内，他想炼制出1000克丹药，必须得从这个华莲身上入手。不交丹药，张子林长老肯定会不高兴的。他现在已经炼气7亿层了，也就是说，他可以拜对方为师了。这次他就说是吃了巫长老留下来的丹药，运气好突破了。那接下来的1个月，他就要好好规划一下了，让华莲彻底臣服的同时，让其炼1000枚丹药出来。这期间还得将赵红叶、张兰、黄香几人给处理了，毕竟都有灵根，有他的九阳神体和极乐合欢功，他们的修炼速度肯定也不是问题。保险起见，还是得学一个灵魂印记，一旦他们想做一些背叛他的事，就得跟着死。萧雨隐约记得之前从巫长老的储物袋中还有一本阴阳界生术，当时他就翻找了起来。跟合欢功不同，这本界生术里记录的都是一些歪门邪道。萧雨就那么翻找着，很快他就看到了一页夹着树叶的秘术：血炼灵魂禁制。施法者以心头血喂养仆从，可在对方灵魂上刻下禁制。白天阳气最足时喂1次，夜晚阴气最盛时喂1次。喂养7天7夜后，被喂养者的灵魂会刻下禁制，施法者可以掌控其行为心智。切记，下位者万不可对上位者使用，否则会被反噬。萧雨不由得看向了审判室中的华莲，估计这个血炼灵魂禁制无法对恶女用，因为系统是让他们忏悔。看着外面那洗衣做饭的几个女人，萧雨不由得握紧了拳头。那就从他们几个开始吧，就算是好女人也不能掉以轻心，万一李晴云这个好女人为了救张兰娘俩害她呢？这狗血的世道，他不想在意什么仁义道德，只有命是真的。正当萧雨想着怎么给他们下灵魂禁制的时候，系统再次响起，检测到第2间审判室还未开启审判，请宿主选择审判模式，开始审判后才可获得审判第2名恶女的奖励。宿主采用手动模式也可增加审判值。系统不说，萧雨都忘了，现在华莲已经被收纳了，他奖励还没领呢。看着上面的2个选项，萧雨眼神上扬，那就手动审判吧。下一秒，他就进到了2号审判室里，看着眼前的刑具，嘴角微微上扬。华莲在看到萧雨后，再次慌张了起来：“你打算把我关到什么时候？我师傅呢？你到底还想怎么样？”萧雨当时就乐了：“怎么？昨天你还不是这种表情呢？睡一觉醒来又想跑了？看来你还是没明白自己的处境啊，莲儿。”华莲当时就有点怕：“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死给你看。”萧雨嘴角上扬：“看来昨天还是有点用的。你现在已经不骂我了，改为吓唬我了，难道我对你不好吗？别怕，从现在开始，我是不会再离开这个房间的，我会一直在这里跟你待着。”华莲的眼神当时就慌了，他已经想到了什么。1个时辰后，成功审判恶女华莲，第2阶段奖励发放。奖励第3间审判室，奖励极品法器千香万美图。千香万美图极品法器，可幻化出千万角色迷惑对手。画卷展开，便有仙音缥缈、九天玄女、翩跹起舞。图中美女各具风姿，或温婉可人，或妖娆妩媚，或冷艳高贵，随敌人喜好变化。当敌人凝视画卷，便会陷入其中，无法自控。攻防兼备，攻可施展千香神光，守可御万美仙阵。萧雨看着眼前的极品法器，眉眼上扬，抬手一挥，硕道霞光刺出，隐有佳人半月。再看时，前方树林一分为2。萧雨暗自心惊，他才炼气7亿层，竟有如此威力，就算那梅师姐再来，他也不惧了。而后他便再次进到了华莲的审判室，这一待就是3天3夜。再次醒来的华莲看着身边的萧雨，面色茫然，回想着这3日的种种，仿佛就像做梦一样。不知怎么了，他是不太想走了，这一次真的不想走了。在这里待着还能修复自己的灵根，
还能恢复自己的修为。而且他现在已经是萧雨的人了，他师傅也还在对方手上。要是他再逃走的话，对方哪天生气了，会不会伤害他师傅？华莲试图再找个理由说服自己。看着身前的萧雨，华莲下意识伸手搂住了对方。主人，莲儿不走了，你能帮莲儿恢复伤势吗？能不能不要伤害师傅了？莲儿愿意做主人的侍女。华莲一副我见犹怜的姿态，在萧雨怀里说着。可萧雨此时在看到对方的审判值后，心里泛起了冷笑。这3天对方的审判值已经到了 90%， 可到了 90% 后，他的审判值就卡那不动了。很显然，这个女人还没有彻底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哪怕她现在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哪怕她现在觉得她自己错了，可她的内心深处肯定还是有一道防线的。萧雨不由得抿了抿嘴，搂着华莲的软腰说着：“我其实挺好奇的，你们玉女宗如此强盛，怎么会被落寞的合欢宗给灭了？”华莲有些小声地贴在萧雨怀中说着：“这主要怪师傅的2徒弟，他出卖了我们。不过主人也要早做打算了，魔岛派出你们4派来侵略河西州，只是一个马前卒而已。”萧雨轻声笑着，对方竟然都开始担心他了。你说的我自然懂，现在发动战争的合欢宗、千毒门、血炼堂、炼妖宗在魔州就算个小宗门，我估计要不了多久就得被打回来。华莲也在那里说着：“主人之前不是说要离开这里吗？我建议主人还是早做打算，莲儿不想主人有事。”萧雨一脸宠溺地搂住了对方，力度非常大。不错，这不挺好的吗？对了，除了你师傅，你还有什么特别珍视的人吗？华莲闻言下意识攥紧了拳头，而后慌忙摇头：“没有了啊。”萧雨不假思索道：“这样啊，我本想着你已经愿意跟我了，要是有什么心愿，我就帮你完成一下呢，没有就算了。”华莲一时欲言又止，思索片刻后还是没有开口。萧雨再次观察起了对方，头发、衣服、绣鞋，终于他在对方的腰间看到了一个红色的同心结，当时他就一把抢了过来。华莲顿时双目瞪圆，一脸慌张地喊着：“还给我！”萧雨不为所动，一个手搂着对方，一个手拿着那同心结细细打量着。红结同心，丝缕交织，巧夺天工观其色，如丹砂点缀，鲜艳夺目，宛若晚霞映照。萧雨微微皱眉：“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这同心结是定情信物吧，莲儿？”华莲一时有些慌张地攥紧了裙角，手指快掐出血了。不是的。萧雨一脸认真地看着那同心结，思索着。感情这女人心里的最后一道防线是爱情啊，毕竟是手动操作，对方的心里还得手动操作一下。虽然再给他几天时间，他有把握让对方的审判值达到100，可他一向不喜欢浪费时间。莲儿，你喜欢哪个师兄啊？应该不是你们玉女宗的吧？我记得你师父之前曾经说过，你们玉女宗里是禁止弟子恋爱的，意思就是说你之前有一些事瞒着你师父。那我要是将你的事告诉他，我估计他得气出血。华莲听到这里，霎时瞳孔猛缩，嘴唇发白。不行，唯独这个不行！萧雨突然大吼了一声：“你不说我就去找你师父！”华莲瞬间全身一缩，对萧雨的恐惧已经写在了脸上。萧雨语气恼怒：“感情我救了你跟你师父的命，你们要毒杀我就算了，现在我非但没有杀掉你们，还没有把你们供出去，你就这么报答我的？你喜欢那人能给你修复灵根，你是不是还想着在我这里养好了伤，再出去找他？如果不是我的九阳神体，你此生就注定是一个凡人，你考虑清楚。反正我也玩够了。”萧雨说着便穿起了衣服，吓得华莲赶忙上前说着：“是灵策师兄，是玄灵宗的灵策师兄，我跟他私定过终身，主人别生气，莲儿知错了。”萧雨一听，当时就想到了什么。玄灵宗灵策，不就是那个在江流山上带人追杀他的家伙吗？对方好像是玄灵宗的仙苗，自诩名门正派，有着不少爱慕者，而且也是口口声声说以斩妖除魔为己任的家伙。不知为什么，萧雨现在一听到这些沽名钓誉的家伙就有点恶心。当时玄灵宗的几个淬体期可是想对白月落井下石的，虽然白月也不是什么好人，可现在也毕竟是他的所有物，对方早晚也会归顺的。华莲一看萧雨不说话，还以为对方要将他私自跟灵策定情的事告诉白月，当时他就满脸委屈地哭了出来：“主人，莲儿错了，莲儿发誓以后再也不见林师兄。你莫要告诉师父，他会恨我的，他真的会恨我的。二师妹就是因为爱上了一个魔道的男人，师父不从，将那男人的灵根给挖了出来，他绝对不允许我们这些弟子未结金丹就动情的。我求你别告诉师父，莲儿以后哪里也不去，就只服侍主人，生生世世。”萧雨听到这里，内心有些毛躁：“你的意思是说，背叛你们的二师妹，其实是因为你师父之前废了他的心爱之人？”华莲一脸委屈地点着头：“在我们玉女宗有一句话，女修动情，仙路不宁。在我们这些名门正派中，
我们的道侣都是被宗门内定的，师傅对我恩重如山，我真的不能让他知道。主人，请你饶了莲儿这一回。萧雨看着对方那还没上涨的审判值，眼神戏谑。看来这个女人现在还对灵策抱有幻想。莲儿啊，如果我告诉你，数日前就是你这个灵策师兄底下的师弟打算在江流山上对你师父欲行不轨，你还会留着这个同心结吗？华莲一时有些愣神，犹豫片刻后，他便低下了头，显然不信。萧雨轻声说着，那日我带你师父逃走，半路遇到一些玄灵宗的家伙，那个灵策上来就喊着我乃玄灵宗内门弟子灵策，然后就拿出一把法剑，跟其余几个师弟联合围剿我等。你可知我为何会对你师父如此记恨？就是因为那日那群家伙想玷污你师父，如果不是我吃了一颗暴血丹救他走，他恐怕已经多了一群玄灵宗的道侣。华莲之前也听白月说过这件事，可他不知道是灵策带来的人。萧雨一看对方还不为所动，当时就不耐烦了。感情还想着吃里扒外是吧？那行啊，你就继续做你的凡人好了，我不喜欢养一个心里有其他男人的女人，你的灵根还是别要了。萧雨说完便放出了千香万美图，华莲当时就慌了神。主人别，莲儿发誓以后绝对不会再见他。当华莲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的泪水已经流了满脸。萧雨轻声笑着，对方的审判值还是没有涨，难怪人家说长得漂亮的女人会骗人呢，这都哭得不成样子了，还不说真话是吧？莲儿啊，其实我挺喜欢你的，不过你不要再挑战我的底线。主人我呢，喜欢听话的孩子。你以后跟了我，凭借我的九阳神体，你的修炼速度肯定远超常人，不出数年，你绝对可以凝结金丹。而且我跟你保证，你只要以道心起誓，说你以后死心塌地跟着我，我就绝对不会杀你跟你师父，我还会给你们天大的机缘。你就算不为你自己考虑，你也得为你师父考虑。萧雨说着便打开了隔壁审判室的一扇窗，白月的惨叫声瞬间传来。华莲当时就哭了出来，全身颤抖的不成样子。师父，萧雨低声说着，我让你以道心起誓，只要你以道心起誓跟了我，我就不为难你了。华莲听着白月的惨叫声，泪水不受控制的流啊流。虽然他师父不让他们动情，可他毕竟养育了自己一生，回想着自己还是孤儿的时候，如果不是他师父白月，或许他已经被人给吃了。师父，徒儿对不起你。萧雨看着那哭泣不止的华莲，眼中没有一丝怜悯之事道，恶女的泪水到底值几个钱他比谁都清楚。他也不想管对方是真的爱上了谁，也不管对方有没有婚约什么的。自从对方想为他吃毒丹的那一刻，结局就已经注定了。华莲一脸哭泣的哽咽着，回想着儿时的种种，一切都历历在目。那年河西州闹了饥荒，他只有几岁大，人肉之价见于猪狗。严寒、大旱、蝗灾、瘟疫，物价飞涨，战争、民大饥，人人向食。他清楚地记得那天入冬了，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他就那么光着脚跟着爹娘去逃难。路边冻饿死者日以千数，横尸千野。他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那被冻到坏死的双脚，没了知觉，还在雪地里走着。人群中，母时死儿，夫时死妻，家人向食，白骨尾鸡，腐臭满山。他爹冻死了，被他娘吃了，而后他娘也冻死了，被人分食抢之。他就那么躲在天寒地冻的雪堆中，面无表情地看着那些疯狂的食肉动物们。他不知道他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什么。当他快要冻死在雪地中时，白月出现了。他的师父就好像九天玄女，看着那些灾民，抬手就溶解了满路的冰雪。只不过当那些凡人见到他师父的面容后，纷纷动了歹念。那些男人觉得自己也活不了多久了，与其就这么死了，还不如死之前放纵一把。他们群起而攻之，打算控制住白月。白月一脸恶心地看着那群家伙，一招就将他们全干掉了。穷山恶水，泼妇刁民，死有余辜，其中不乏有无辜之人被牵连。不过白月却没有丝毫动容，反而一把将雪堆里的华莲拉了出来。那是华莲1个月里第一次吃到热的东西。极品冰灵根吗？眼下本座要招募多名弟子，自今日起，我便是你的师父。从那之后，华莲就成了玉女宗最雷厉风行的内门弟子。遇到奸邪之事，不论老幼，一旦有错，当场便会将其诛杀。他是从死人堆里出来的，他只相信穷凶极恶，越穷越困难的人就越险恶，哪怕杀错，他也不想放走一个。可就是那样的他，也有了喜欢的人。玄灵宗内门大弟子灵策，对方说她很美，是河西州第一美人，说对她仰慕已久，她是应允了。可谁知又遇战事，落得灵根尽毁的下场。华莲泣不成声地回想着儿时的种种。他的命虽然是萧雨救的，可也是他师父救的。那灵策底下的人竟然要对他师父行不轨，他已经不想去验证事情的真伪了。当他听到白月的惨叫后，泪水再次决堤。不要再伤害他了，求求你饶了我师父，我愿意以道心起誓，我愿意。
华莲说着，便一脸泪涌地竖起了双指。我华莲以道心起誓，此生此世永远侍奉主人，绝对不会跟其他男人再有任何瓜葛。如被此事，天大武雷轰，此生修为不得存进。我发誓，以后绝对不会背叛主人。华莲审判值已满，开启侍女培育功能。开启侍女阁。侍女阁可以让侍女在其中居住修炼。目前解锁的侍女专有服饰有旗袍、黑丝、高跟。萧雨在看到系统已经出现提示后，心情大好，抬手便将对方搂在了怀里。你师父不如你听话，他现在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啊。你如果想让你师父也跟你一样获得主人的赏赐，那就别管他。华莲眼神有些疑惑，思索片刻后，他竟然离奇地搂住了萧雨。一切全凭主人意思。萧雨嘴角轻笑，抬手打开了华莲的培养面板。对方在这几天的淬体下已经升到了5层。他隐约记得华莲之前是一个2品炼丹师，如果将对方的修为先提升到炼气7一层的话，他就可以用法力炼丹，炼丹速度大大提高了。想到这里，萧雨便点了一下培养选项。距离华莲升到炼气7一层还需要集月合欢宫淬体120时辰，如若配合开麦丹、洗髓丹淬体，时间可缩短1倍。建议让其修行极品冰属性功法和合欢宫，可以提高其修行速度。如若待在侍女阁中，还可提高其悟性和修行速度。萧雨看到这一条，赶忙跑到了炼丹房。莲儿，你自己炼制一批开麦丹跟洗髓丹，等会主人陪你闭关。华莲笑意盈盈。多谢主人厚爱。莲儿这就炼丹。对了主人，我们玉女宗分舵的师叔恐怕已经到了江流城附近，您可不要跟前线的合欢宗弟子说一下，万一被对方偷袭。萧雨听到这里，嘴角微微上扬，看来对方已经真心跟他了。那个，你是修行的5行神女绝对吧？你把你会的功法都给我写出来，还有白月的所有丑事，你知道的都给我写出来。华莲一时有些犹豫。师父的丑事？萧雨，是啊，你也不想你师父整日受苦吧？让他早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就可以早点出来了。你觉得呢？华莲连连点头。主人所言甚是。主人之前说要找叶师妹报仇，还是等等吧。她是我们分舵长老的女儿，筑基中期高手，现在骗过来也打不过她。萧雨闻言笑着走开了。先找到李青云4人，抬手用血炼灵魂禁止再次炼化。李青云有些紧张地看着对方指尖的血液，思索片刻后，还是把脑袋贴了过去。当他吃完血后，眉心好像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萧雨低声说着：“再来几天就可以了。”李青云有些小声地说着：“恩公，这是什么啊？”萧雨：“没什么，你现在不是也在我得帮助下到了淬体期吗？这东西可以帮你提升修为。”萧雨说完便看向了院子里洗衣服的张兰跟黄香，他们娘俩这几天好像把炼丹房里所有的衣服都给洗了出来，整个炼丹房都被他们打扫得锃光瓦亮，乱糟糟的树林也整齐了不少。过来吧，轮到你们了。张兰跟黄香闻言赶忙跑了过来，黄香一脸兴奋地瞪着眼睛喊着：“恩公，我们后面也能像恩公一样厉害吗？”张兰有些尴尬地拉着黄香斥责道：“仙儿不得无礼，别吵到恩公。”萧雨摆了摆手：“没事，过来吧。”屋里调息修炼的赵红叶在看到萧雨又在炼化他们几人，低着头走来。萧雨看了一眼他，慢慢抬手放到了他跟前：“怎么，今天你这么自觉，不闹了？”赵红叶眼神哀愁：“我被你所救，我知你好女色，我愿被你下禁制，可你能否让我留住元婴到金丹期？我所修的功法比较特殊，必须保持处子之身。”赵红叶说到这里的时候，张兰跟黄香都把头歪了过去，尴尬的不成样子。萧雨摸了摸下巴：“如果对我没有二心的话，我自然也会给你应有的尊重。”赵红叶下意识攥紧了袖口，看着萧雨那高高举起的手指，思索片刻后还是说了起来：“我其实是玄灵宗的，玄灵宗的赵长老是我爹。我之前说我是散修，是因为怕你将我当作人质交出去。你救我一命，我铭记在心，不管此战胜负如何，我也不会忘记你将我从葫芦中救出一事。”萧雨早就知道对方有事瞒着他，想不到这还抓了条大鱼。玄灵宗长老的闺女，这女人或许是他后面逃离合欢宗的退路也说不定。魔道的女人毕竟不如正派的多，遇到恶女的几率太低了，他必须得主动出击，将外面那些恶女全给审判了。萧雨笑着抬手便将对方给血炼了。忙好了今天的事后，萧雨便看向了镇外。如果先前华莲说的是真的，那他真有必要去给张子玲报个信。玉女宗分舵的长老好像是个金丹期的，张子玲只有筑基期，万一遇到就麻烦了。一个金丹期的出现足以扭转整个战局，保险起见还是去说一下。想到这里的萧雨便召来了傀儡鹰，骑着那傀儡鹰就飞出了镇外。就在他飞出去的下一秒，远处树林中的梅春兰便阴着脸跟身后的老夫说着：“我就说他身上有秘密，
张长老都把半身傀儡鹰给了他一个。另一年迈老太满脸戏谑的咧嘴笑着，一双龅牙极其刺眼。他现在可是炼丹师，你就不怕被上头发现？梅春兰冷声笑着，马翠红，你以为魔道派我们和欢宗出来真的是打天下的吗？我们只不过是一些炮灰而已。玄灵宗比玉女宗可厉害多了，我们合欢宗宗主怎么可能是玄灵三老的对手？他们宗门可是有3个金丹期高手的，那不得压着咱们打。咱们宗主跟他夫人这几日都没有消息，我看也顶不了几日。马翠红似笑非笑的摸了摸皱巴巴的下巴，这倒是真的。你的意思是咱们逃走，直接把这萧雨身上的秘密给挖出来？梅春兰，那张子玲也就是个筑基期，要是咱们宗主在东边挡不住，他极大概率也得跑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得不到的我梅春兰说什么也得毁掉。到时候好处咱们姐妹2人平分，快去做准备吧。萧雨在来到宗务殿没多久，宗务殿便来人了。一个头披双马尾的稚嫩少女一脸疑惑地看着等候的萧雨，说着：“这位师弟，你便是师父说的一品炼丹师吗？”萧雨闻言抱拳鞠躬：“正是在下，不知这位师姐有何指教？”对方微微笑着：“指教谈不上，师父他在布置防御阵法，片刻就来。我是师父的2徒弟，我叫吕灵儿，炼气3层。”萧雨再次抱拳：“见过吕师姐。”吕灵儿轻声笑着：“通常来说，师父是不收男徒弟的，定然有非凡之处，嘿嘿，以后多多指教了。”萧雨目不斜视：“师姐言重了。”吕灵儿一身粉色长裙，单手把玩着手中短刀，上下打量着萧雨，似笑非笑的不知在想什么。萧雨同时也在打量着对方，这女修跟黄香倒是挺像的，皓齿明眸，巧笑嫣然，少女宛若山间清泉，澄澈而灵动，鬓发如丝，轻拂双颊，俏皮可爱中透着几分天真烂漫。其身姿轻盈，不若流云，每一个转身都似有花瓣飘落，令人心旷神怡。她的声音清脆悦耳，宛如黄莺出谷，让人忍不住想要倾听，有种灵动少女的感觉。系统也没有出判定，估计跟那张子玲是一类人。这合欢宗竟然也有品行不错的女人吗？真是怪了。正派的白月看起来就跟一个仙子似的，她要是不听话连说，肯定想不到死在白月手底下的凡人有几千人那么多。在这还是不能以貌取人。正当萧雨在那思量之际，宗务殿再次走来一男一女。那女人还没走进来，便扯着嗓音满脸挑衅地说着：“哎呦，这不是灵儿师妹吗？你也从魔岛过来了呀？怎么你这炼气初期就赶来前线？这不是给师父他老人家添乱的吗？”那女人的语气茶里茶气，萧雨听后有种酸酸的刺挠感，全身都打了个哆嗦。就在这时，那女人身后跟着的男人也来了一句：“哈哈，我当灵儿师妹在这干什么呢？感情是在这找男人呢？笑死个人了，竟然还找了个炼气1层的。”哈哈，那女人手摇蒲扇，笑靥如花，眼里透着一丝戏谑。听闻师父最近来分舵，想收一个1品炼丹师当3徒弟，我还以为有多大的能耐呢，原来就是个刚刚踏入炼气1层的废物。师父他老人家是找不到人了吗？怎么什么人都收？吕灵儿一听就瞪大双眼：“王师姐，你说话不要那么难听，萧师弟好歹也是炼丹师，你也知道炼丹师很多都没有时间修炼，修为低是常有的事。眼下师父被宗门里的那些长老赶到前线，急需人手，你不想着帮师父分忧，怎么还欺负新来的师弟？”突然，那女人上去就是一巴掌，直接扇在了吕灵儿的脸上。吕灵儿躲闪不及，一脸呆滞地捂着被扇红的侧脸。“你……”那女人表情不忿，单手摇着蒲扇：“多日未见，你就这么跟你师姐说话，一点礼数都没有？什么东西？”萧雨看着对方炼气4层的修为，表情低沉。后面那男人的修为也有炼气5层，一看就是那女人的姘头。就在他思索之际，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检测到新的恶女，请宿主尽快将其审判。姓名王妹，年龄37岁，修为炼气期4层，样貌颜值93分，身高168厘米，体重95斤，资质金木双灵根，性格蛇蝎心肠，嫉妒所有长相比自己好的女子，唯利是图。背景合欢宗张子玲大徒弟，恶行修行邪法，共计杀害19名孩童，以童子血滋养青春。”萧雨看到这里，心中一喜，来活了。看着王妹那搔首弄姿的身段，当时他就用余光打量起了对方。这女人非常够味，跟白月华莲那种正派女人的气质截然不同，一看就是个蛇蝎毒妇。对方体态丰盈，肩宽腰细，不移肩，如柳柏风摇，如玉山峰，躯干圆润，肉感十足，骨子里透着一股浪劲，竟然还背地里修行邪术，连小孩都不放过。这女人当真丧尽天良。正当萧雨看着的时候，王妹身旁的男人也看向了萧雨，
看着萧雨那张冷峻的脸，当时他就冷声喊着：“这分舵的弟子真是一点规矩都没有，见了我赵刚也不知道行礼。那边那个，你叫什么名字？说你呢？看什么看？装死吗？”吕灵儿见状，赶忙走到萧雨身前喊着：“赵刚，你注意点语气，这是我师父的炼丹师，你那是什么态度？”赵刚当时就咧嘴喊着：“哼，原来还真是吕师妹找的野男人啊！看来你真是憋坏了，一个炼气一层，你都同意。”王妹侧目看了一眼默不作声的萧雨，冷声喊着：“怎么，你不会觉得你会炼丹，见了我就不用行礼了？我数3个数，你要是还不识抬举，你今天就别走了。”萧雨冷声笑着，看着远处慢慢走来的张子玲，当时他就有了主意，直接一个踉跄摔倒在了王妹跟前，大喊着：“师姐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我错了，师弟错了，别杀我！”在座的几人顿时一愣，王妹就那么看着拉扯着自己裙子的萧雨，这玩意搞什么？吕灵儿半天回不过神，怎么突然？萧雨突然再次喊着，嗓门嚎叫了起来：“都是师弟的不对，我们分舵平日里见了修为高的师兄师姐也没有行礼，今日顶撞了师姐，恳请师姐别杀我，我愿意把我炼丹房的丹药全上交给王妹师姐和赵刚师兄。”然后他就拿了2瓶丹药出来，附近的合欢宗弟子全都看了过来，一群人议论纷纷：“什么情况？不知道啊，好像是那个一品炼丹师没跟王妹行礼，王妹要杀他。这新来的王妹是来找事的吗？就这敢索要人家的丹药？”一时间宗务殿里的人越来越多，张子玲就在后面看着，表情越发的低沉。赵刚一看突然来了这么多人，当时他就有点尴尬，赶忙朝着萧雨吼着：“你胡扯什么呢？谁要你的丹？”还没等他说完，萧雨又嚎了起来：“别杀我，别杀我啊！破音，我真没看见你跟王师姐在后面亲嘴，我再也不敢了。”后面的吕灵儿已经笑岔气了，这萧雨会玩。四周的人议论纷纷，看着地上哭喊连天的萧雨，不约而同地看向了那俩人。王妹一时气不过，看着那个倒地上演戏的萧雨，当时就骂了一句：“聒噪！再敢胡言，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徒儿，休得放肆！”张子玲已经看不下去了，他初来乍到，正需要笼络人心，这王妹一来就给他添乱。王妹一看张子玲来了，当时他就怒了：“师父，是这个混账污蔑我，我可从来没有要他的丹药！”萧雨赶忙喊着：“你放屁！你敢发以道心发誓吗？你刚才还扇了吕师姐2下，就因为吕师姐没有注意到你过来，你就打她。大伙看看吕师姐的脸，难道是吕师姐自己打的吗？”众人闻声看去，果然吕灵儿的脸上有一个大大的红印。赵刚眼中带刀，看着那个敢败坏他名声的家伙，他发誓他一定要他好看。张子玲也看到了吕灵儿脸上的巴掌印，当时他的眉毛就竖了起来：“还不给我退下！”王妹满脸不敢相信地看着张子玲：“不是，他师父竟然偏向外人，他可是他大徒弟。”萧雨见状，赶忙上前挡在吕灵儿跟前：“赵刚，你刚才说让吕师姐陪你一晚上，你认真的？你是欺负我们分舵没人吗？”吕灵儿当时就噗的一声笑了出来。赵刚见过颠倒黑白的，还没见过颠倒白黑的。你血口喷人，我怎么可能对吕师妹有想法？萧雨，哦，那你刚才为什么说吕师妹不给你行礼？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分舵，所有修为比你低的，见了你不给你行礼，你就要教训人家。刚才可是你亲口说的，说我们分舵的没规矩，你敢说不是？你敢以道心发誓吗？赵刚肯定不敢以道心起誓，他刚才真说了这一句。当萧雨说到这里的时候，周围但凡修为不到炼气5层的都瞪向了赵刚。远处几人表情恼火，张口就骂：“我去你妈的！炼气5层了不起？不就是一个走后门的内门弟子吗？你爹要不是长老，你能当内门弟子？什么东西？我们分舵怎么了？赶紧滚！我们这里很多弟兄都没有丹药吃，你们算个什么东西？还敢狮子大开口！”赵刚还想说什么，张子玲顿时大怒，神识外发，王妹跟赵刚瞬间如坐针毡，不敢再言。张子玲本就因为前线战事不利忧心，一回来又遇到这事，直接冷声喊着：“再让我看到欺压同门的事，我定饶不了他！成何体统？你们2个给我抄宗规10遍！”王妹已经不敢反驳了，只能认倒霉。看着对面幸灾乐祸的萧雨，他已经将对方的脸给记住了。萧雨显然也将王妹给记住了。审判室又要添加新成员了，竟然敢阴阳他，他就怕对方不来找他麻烦。张子玲吐了吐气，有些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其余人都退下。萧雨，你跟我过来。萧雨跟在张子玲身后，全程低头，目不斜视。待到一处书房后，张子玲便坐在一木椅上说着：“你胆子倒是挺大的，刚到炼气期就敢跟如此高调，不怕被人找麻烦？”萧雨恭敬上前：“
弟子只是见不得那俩人欺负吕师姐，师傅慧眼识珠，自然是瞒不住您的。张子霖轻声道：你倒是挺会先入为主的，我都还没收你为徒，你就这么有把握我会收你？萧雨赶忙单膝下跪，如若前辈因为刚才的事不收，弟子也无怨言。我被修是修的就是一个念头通达，就算再来一次，我也不会让吕师姐被人欺负，因为吕师姐为我解围在先，我自当替其出一口恶气。张子霖端起一旁的凉茶，笑着，倒是个重情重义的小子，我这茶有些凉了。萧雨闻言大喜，赶忙催动法力，热起那茶杯，双膝下跪，将热的茶奉上。弟子萧雨拜谢师傅收我为徒。弟子萧雨出身寒门，久仰师尊大名，愿拜于门下，习得无上法术，更愿遵循师尊教诲，弘扬我和欢大道，是为师尊排忧解难。张子霖一时嘴角轻笑，也不打断。萧雨低手再言：弟子愿执弟子礼，永随师尊左右，为师尊之命是从，不负师尊所望。张子霖慢慢接过萧雨奉上的茶，不错，嘴皮子挺会说的，人也机灵。萧雨没有起身，连续磕了3下头。修仙界的规矩他还是懂的，拜师必须得磕头，不然对方是不会喝茶的。弟子萧雨拜谢师尊大恩。张子霖点了点头，上手端着茶喝了起来，而后他便抬手示意萧雨起身，说吧，想要何物作为护身之物？萧雨低手抱拳：弟子已有师尊给的傀儡婴，不敢再求他物。张子霖摆了摆手：无妨，那是你身为炼丹师应得的。这样吧，功法、法器、符箓你可以选一样。萧雨思索后便上手抱拳：多谢师尊厚爱，弟子选法器。张子霖闻言轻笑：哦，这么说来，你是已经有修行的功法了。是我综合欢功。萧雨下意识咽了咽口水，这张子霖感情是摸他底呢，倒是他疏忽了。弟子修的正是合欢功。张子霖慢慢把那茶杯放到了桌子上。我看你那炼丹房里好像也多了一些侍女，你倒是闲不住，不过为师可跟你提个醒，不准给我抓凡人上来。萧雨，弟子只是机缘巧合中在乌长老的玉女葫芦中放出了那4女，绝非弟子下山抓来的。而且我观他们几人都是有灵根之人，就想着收为我和欢宗弟子。而且弟子已经答应他们，如果想下山离去，等战事结束后我会送他们下去。最要紧的是现在战事焦灼，我如果就这么把他们放回去，一旦被那些沽名钓誉的正派发现，定然会将他们抓拿抽魂。那些正派为灭掉我们，捏死几个凡人根本不带眨眼的。张子霖微微点头，确实如此。先前玄灵宗为了占领江流山，就列阵将我宗弟子全部困杀在了山上，山上的凡人自然也没能幸免。萧雨说到这里便看向四周，面色凝重。对了师尊，弟子有一事禀告。张子霖抬手便放出了一层隔音罩，但说无妨。萧雨赶忙上前小声说着，在师尊来分舵之前，弟子曾经听一些人说过一些关于玉女宗的事。玉女宗大弟子华莲跟玄灵宗大弟子林策思定过终生，玄灵宗大举进攻江流山，恐怕跟此事也有关系。而且玉女宗宗主白月的师妹好像也来到了江流城附近，对方应该是一个金丹期的大能修士。我们分舵如果遭遇此人，恐怕凶多吉少。师尊早做打算，此地位处前线，能守则守，不能守师尊莫要勉强。宗门里的那些家伙巴不得看咱们笑话。张子霖闻言皱眉，难怪他们合欢宗的宗主在东部前线一直未归，看来是被缠住了。不过这玄灵宗林策跟华莲私定终身的事，他还真不知道。原来如此，难怪乌长老死在了江流山上，看来是那林策的师傅搞的鬼。最近有消息传出玉女宗宗主白月还没死的事，是3个玄灵宗弟子说的，也不知此事真假，你倒是有心。张子霖说着便拿出了一件下品短弓，放到了萧雨面前。萧雨再次拜谢，将那短弓收了起来。张子霖单手托腮，一副楚楚动人的样子，看得萧雨不由得走了神。张子霖斜视看了他一眼，而后便低声说着：你且回去接着帮我炼丹，1月之期还未到，可能会拖累你修炼了。待事后为师再拿些百年灵草奖励你。你虽修为不济，但也在这份堕带了些时日，你对此战有何看法？萧雨面色沉思，他虽然没怎么去前线，在这里几乎都是打杂摸鱼，可既然对方问了，他肯定要说点东西出来。而且他总觉得这个张子霖在摸他的底，或者说是考验他的真心。思索片刻后，萧雨便看着书房中的地图说道：回禀师尊，目前我和欢宗宗主携带主力部队跟千毒门、血炼唐兵合一处，与玉峰谷前进行会战已有数月之久。炼妖宗跟玉灵宗为了争夺最强御兽宗门之名，在东部打得不可开交，无心参与主力对垒。而玄灵宗的主力自然也在玉峰谷前线，只留了一部分兵力镇守江流城跟江流山。我们这个地方说白了就是个边缘之地，补给少，高阶弟子少，甚至连大型防御阵法也就只有2个。
我一直觉得我们这里就是个炮灰呆的地方，连个金丹期修士都没有，所以我敢断定咱们分舵下面的很多弟子，有些人已经准备好了退路，有些人估计早就联络了正派的鹰犬，打算投敌，师尊不可不防。张子灵自然也知道他被派来这里是干什么的，说是让他牵制玄灵宗的战力，给前线分担压力。可他这里的筑基期修士就只有他一个，别说对方多一个金丹期，就算多一个筑基期的来这边，战力的平衡就会被打破。而且也就在今天早晨，他收到了宗门的密令，让他率领分舵的300弟子绕路进攻江流城。一旦拿下江流城，用全城的凡人性命当作盾牌，玄灵宗定然回防，到时前线就会有缺口出现。他敢断定，正派的那些家伙绝对不会怜惜江流城百姓的命，而且他也不想把凡人牵扯进来。就在这时，萧雨上前拿着一个小旗子说道：“师尊，咱们可以退而求其次。那些家伙想让咱们当炮灰，咱们得为自己考虑。我们现在占据的这片地方常年多雾，而且在西部有一水湾较为隐蔽，我们可以派数十名弟子在那水谷中搭建水下据点，一旦对方大举进攻，我们便让那些弟子突袭玉女宗，对方必然回防，我们就那么左右拉扯，一直拖着就行。他们不进攻，我们就不突袭；他们进攻，我们就打玉女宗，然后再布置一个传送阵，对方派金丹期的过来，咱们直接跑。”张子灵有些不解地看着玉女宗的坐标说着，可现在玉女宗被林策的师傅黄陵占据了，他是筑基5层，跟我实力不相上下。玉女宗虽然被灭，可是那地方易守难攻。萧雨赶忙说着，咱们分舵之前发了一些玉女宗的弟子，师尊可以将他们召集起来，交给弟子审问。3日之内，弟子定能问出玉女宗的战略要图。一旦知晓了玉女宗的构造，咱们就可以寻找突破口。那玄灵宗也只是占据了数日，他们定然也不熟悉玉女宗的构造，万一里面有什么暗道。张子灵顿时眼前一亮，你的意思是将战局拉到玉女宗宗门所在地，拖延时间？萧雨，上面的不管咱们死活，咱们这么做又能牵制他们，还能随时跑路。就是传送阵，咱们得提前布置，还得找个隐蔽的地方，到时候还可将那些玉女宗的女修当作人质。张子灵一时有些犹豫，萧雨赶忙说着，弟子只是提取建议，采纳与否全凭师尊意思，弟子只想保全师父，绝无二心，就算是做一些伤天河的事，我也绝不后悔。那些玉女宗的弟子如果有机会拿法器，绝对会对我们痛下杀手。张子灵闻言点头，好，我会将分舵里所有玉女宗的女修全部交你处置，3日之内务必画出玉女宗宗门地图，把玉女宗的每一个角落都给我清清楚楚地画出来。你很不错，为师算是没看错人，如若拿下玉女宗宗门旧址，你算头功。萧雨赶忙抱拳，都是师父栽培有方。而后萧雨就这么回了炼丹房，一路上他都在回想着张子灵的美好身段，对方如果真心实意的对他，他自然也会竭尽所能的帮他。一想到等会就能将宗门里所有玉女宗俘虏带到炼丹房，他就有些兴奋地咽了咽口水。正当他想着的时候，远处突然射来一发火弹符，差点就将他从玉女葫芦上炸下来。梅春兰表情阴丑，竟然躲开了，几日不见竟然练气1层了，你身上果真有大秘密，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萧师弟。一旁的马翠红抬手便拿出3张火弹符，跟他废什么话，赶紧做了他。萧雨剑眉轻扬，衣角猎猎，脚踏玉女葫芦，火速坠地。他的飞行手段定然比不过他们，不管是法力还是法器，还是攻击手段，空战都对他不利，必须得借助地形。马红翠抬手扔出3张火弹符，正好被萧雨躲到树后，成功化解。马红翠再次扔出火弹符，却被突然冲来的傀儡鹰挡住了，一人一鹰便斗了起来。梅春兰上手祭出法剑，剑光随影，直刺术后萧雨。萧雨本想释放集月合欢弓和千香万美图抵挡，可这里是合欢宗分舵，万一被其他人看到他身怀此等神物，必然被人觊觎。刹那间，他便放出鹰爪刀，凭空砍出一刀，刀剑碰撞，萧雨的鹰爪刀瞬间弹至一旁。萧雨也趁机脱身，马翠红却早已等候多时，3道低阶火弹符再次扔来，同时放出一柄红色发簪。萧雨见状，赶忙举起玉女葫芦抵挡，玉女葫芦瞬间放出层层青色法光，被那火弹符炸后竟然没有受损。马翠红冷笑一声，抬手剑指上天，火光中那红色发簪瞬间提速，宛如活物，绕至玉女葫芦后直刺萧雨眉心。说时迟，那时快，萧雨突然后仰倒地，那发簪也跟着贴地而行，挑断了萧雨的一缕发丝。萧雨能清楚地感受到那发簪身上散发的热气，距离他的眉心只有1步之遥，赶忙定身反方向倒退，一手握起鹰爪刀，一手持玉女葫芦继续奔逃。马红翠被傀儡鹰缠住，无法抽身。梅春兰则再次杀来，萧师弟，
想不到你一个小小的炼气一层，竟然有如此身法，我都有些不舍得杀你了。要不我们商量一下，你做了我的炉鼎，进到我的法器里，我就饶你不死。梅春兰说着，便拿出一老旧手琴，琴音为引，弦动处，声波如刃，割裂草木。傀儡鹰突然调转方向，与梅春兰打在一起。萧雨身形如风，趁机飞逃。就在这时，马翠红突然杀到近前，伸出手掌就想将他擒住。萧雨眼神低沉，竟然敢跟他以肉身近战，找死！还没等马翠红抓到他，萧雨便一拳打出，石破天惊，竟然比鹰爪刀的威力还要巨大，一拳就将马翠红的整条手臂被打废，鲜血直流。马翠红面色惨白，痛苦不堪。萧雨自己都不敢相信，他的九阳神体竟然如此恐怖。马翠红面露忌惮，抬手就想收回发簪护身，可下一秒，萧雨便再次打出一记右冲拳，直接打在了他的面门上。当时他便惨叫的捂住了脸。梅春兰见状，顿时大怒，好大的狗胆！言罢，手持法剑杀来。还没等他靠近，萧雨便从一储物袋中摸出了3张火弹符。马翠红一脸慌张的喊着：“他刚才偷走了我的储物袋！”梅春兰刚一回头，6张火弹符就砸了过来。轰的一声，梅春兰就那么满脸不甘的倒在了地上。萧雨直接抢过对方的储物袋和法剑，而后看向另一人。马红翠一脸惊恐的大喊着：“别过来！你这个怪胎，你那堪比中品法器的肉身是怎么回事？你莫非谁修了什么邪术？你这个怪胎！”萧雨才不管他那么多，直接将对方储物袋中剩下的所有火弹符都拿了出来，好似下饺子一般连续扔出。马翠兰还想跑，可是他刚才已经受伤了，就那边被火弹符活活炸死了。收起对方的发簪和储物袋后，抬手将他们2个老女人的尸体给处理了，左右环顾四周，以最快的速度逃离现场。回到炼丹房后，萧雨的神经还在紧绷着，这是他第一次越级对战，而且还是1次2个。得亏有傀儡应帮他牵制，不然还真有点麻烦，收获颇丰。打开那2储物袋后，他便清点了一下战利品：下品攻击法器青叶剑，下品攻击法器红缨针，火弹符32张，和欢散一瓶，灵石53，下品灵兽带1个。萧雨一时有些兴奋地看着那2个攻击法器，这俩东西可比他的鹰爪刀厉害多了。法剑攻守兼备，而且还可以当作飞行工具，踏剑飞行。另一个法器红缨针，速度快，体积小，灵活自如，用来当暗器再合适不过了。而且他现在也有了火弹符这种消耗品，远程消耗的手段也有了。至于这灵兽带，萧雨摸了摸下巴，灵兽吗？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想收的，人形女妖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就在这时，李青云一脸甜美的端着茶水走了过来。主人请喝茶。萧雨微微点头，而后将对方一把搂住在怀中。走来的黄香看到这一幕，一时有些尴尬。萧雨侧目看向对方，宗门里现在来了个新长老，他跟我说不能伤害你们这些凡人，我把你们的情况说了。李青云闻言一慌，主人是要赶我们走吗？萧雨摆了摆手，我自然不会赶走，毕竟你现在是我的女人，而且我觉得我这个地方也用不了那么多人洗衣做饭，洗衣服直接用清晨服就行了。黄香一听，当时就有些慌了，赶忙走到跟前跪着：“恩公莫不是要赶我跟娘走？我能干活，恩公你别赶我们走，我们要是就这么回去了，肯定会被玄灵宗的抓走的，他们肯定会抓走我们进行盘问的。那些混蛋为了打倒恩公的宗门，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仙儿求求恩公了，我们愿意干活。”萧雨侧目看了一眼怀里的李青云，不由得吐了吐气。他现在不想再相信什么狗屁爱情，什么仁义道德，哪怕是好女人也可能会对他造成威胁。他已经死过1次了，不可能再犯蠢。李青云有些紧张地咽了咽口水，难道他已经知道他想逃走的事？萧雨慢慢起身，抬手将李青云送到外面，看着张兰的眼眸，萧雨轻声说着：“我这里不养闲人，宗门里有规矩，我不能对凡人下手。你是带着你女儿自己离开呢，还是怎么说？”张兰顿时一慌，玉容失色：“啊，怎会如此？战争不断，我们家已经被那些修士给毁了，家里人都死光了，我们孤儿寡母的，出去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恩公您行行好啊，我们真没地方去。”萧雨抿了抿嘴：“这就有点难办了。张姐，您如果想继续跟女儿待在这里，那就……”张兰有些无奈地吐了吐气：“毕竟我跟仙儿的命都是恩公救的，承蒙不弃，如若恩公所求，民女万死不辞。”1个时辰后，李青云却再次找了过来，看着刚起身离去的张兰，李青云直接哭着跪到了地上：“主人，您大人有大量，放了我吧，我求求主人，我保证不会将主人的事说出去，如若违背，青云万死，不得超生。”萧雨面容冷漠，看
看着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的李晴云，沉默不语。如果是曾经的他，或许见到此等绝色佳人会心生怜悯，可现在他只想不择手段的变强。这些女人都是他的陪练，等他们都会了合欢功，他肯定需要闭关修炼，放走哪一个都是损失。而且他现在哪个女人的话都不信，就算对方是个好人也不行。晴云啊，一开始我是挺喜欢你的，因为你比较机灵。你要知道，如果不是我，你已经死在了玉女葫芦中。我不仅救了你，还教你修仙，你也同意当我的侍女了，怎么现在刚淬体气就想回去？我不是说了，等战争结束后想回江流城，我带你去吗？你如此作态是为何意？就算我现在放了你，你也回不去江流城，因为你已经有了修为。你觉得正派的那些家伙见了你会直接放你进城？李晴云悲愤欲绝，呜咽不止，跟平时的乖巧灵动截然不同。在这里待了数日，他早就归心似箭，自己恐怕以后再也见不到自己母亲了。他会一直在这里待着，直到老死。他怎么知道这些门派要打到什么时候去？万一合欢宗被打回魔岛，他就更没有机会见到自己爹娘了。主人，我真的很想回家，我母亲之前就病重了，我又被吴老道抓走了数日，又在这里侍奉主人数日，我想我娘。主人能否让我回去报个平安？只要让我母亲放心，知道我无事，我就回来侍奉主人，生生世世永不背弃。我太想我娘了，我真的太想她了。主人看在我这么多天任劳任怨的份上，饶我回去吧。晴云感恩戴德，绝对会一直跟随主人。萧雨看着对方那真情惬意的表情，他知道这个女人说的是心里话。他就算真的想送对方回去，那也只能等合欢宗攻下江流城，否则他说什么也不可能去城里冒险。看着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的李晴云，萧雨慢慢将她抱在了腿上。晴云啊，不是我不放心走，因为我确实挺喜欢你的，我打算让你管理炼丹房的大小事宜，你就跟我说你怎么下山。外面全是玄灵宗的人，而且现在对方还来了玉女宗分舵的援兵。李晴云满脸委屈地搂着萧雨的臂膀，就在那哭着。他确实没有想过背叛萧雨，他只是想回家。现在他已经是修仙者了，就算回到了江流城，万一被其他修仙者发现他的存在，他很有可能牵连他的家人。那些正派修士跟魔道没什么两样，可他一个弱女子又能怎么办呢？主人，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吗？哪怕只是让我母亲知道我平安也好，晴云一定忠心耿耿地服侍主人，我会好好修炼，帮助主人提升修为。如若违背此言，死后下18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萧雨抿了抿嘴，除非合欢宗攻下江流城，不然我也没有办法。写信的话也不会有人给你送，谁都不想去送死。而且你要是被抓了，不仅会牵连家人，还会连累我，因为他们会抽魂，你瞒不住的。回想着萧雨说的话，他的视线慢慢看向了江流城的方向。思索片刻后，李晴云便颤着嗓音说着：怎般才能让合欢宗取胜啊？合欢宗修士如果进了城，是会杀凡人吧？萧雨欲言又止，心头一紧。他虽然身在魔道，可他却并不想滥杀无辜。合欢宗的家伙如果真进了城，对于凡人来说真的可以说是灭顶之灾了。他当初加入合欢宗就是因为正派不收他，他连炼气期都不到，想做散修都做不了。如果李晴云真心实意的跟他，就像张子玲那样，他也不是不能为对方做些什么。这么多修士，他也就见过张子玲说不要伤害凡人。思索片刻后，萧雨便低声说着：过段时间我可能要离开这里，如果我去了其他凡人的城市，到时你再家书一封吧，让凡人给你把信带回家里。李晴云哭红的眼瞬间愣住，而后一脸兴奋地说着：主人此话当真？萧雨，等段时间吧，短则1月，长则3、5月，我必须得提升实力。你也看了合欢宫，自然晓得如何助我提升实力。你如此真情实意，我自然会记在心里。李晴云喜出望外，黯然之色荡然无存。主人，晴云一定好好修炼，尽快帮主人提升修为。而后萧雨便进到了白月的审判室，对方的审判值涨得还是太慢了。这个女人当真是不知悔改，不过他反而更喜欢了，这才有意思。萧雨轻声笑着：怎么了？怎么不骂了？不像你的风格啊。白月回过气后，顿时把脸歪向一旁。畜生！啪！萧雨上手就是一巴掌，重重地打在了白月的脸上。白月表情愤恨，眼中带泪。萧雨再次一巴掌扇了过来。你那是什么表情？搞清楚你什么身份？白月，要杀便杀。萧雨冷声笑着：你应该也不想死，因为你都没有自尽。像你这种有着深仇大恨的女人，就这么死了，如何去九泉之下见你的弟子们？你放心，我不会杀你，我会很疼你的，疼到你认错的那天为止。白月顿时气急败坏地骂了起来：你个狗娘养的，本座早晚有一天会。还没等他骂完，
萧雨就靠了过来。还没吃饭吧？别饿到了，不吃饱哪有力气骂我啊？白月一听要吃饭，顿时眉眼颤抖，面色瞬间惨白。你休得在！3天后，合欢宗分舵任务委托处，王妹正跟赵刚抱怨着，任务，一天到晚做不完的任务，我让你做掉萧雨那个混账，你怎么还不动手？你在搞什么？赵刚一脸毛躁的看向任务委托板说着，我倒是想啊，我上回带人去炼丹房有玄武阵啊，我有什么办法？那个缩头乌龟就那么一直躲在玄武阵中不出来，已经3天了。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强攻玄武阵，动静那么大，引来你师傅，我们还得被罚。王妹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看着任务委托板上的内容，她实难消恨。一想到萧雨那个混蛋竟然当众让他丢人，他就恨不得撕了他。他有种意志憋出来。就在这时，赵刚突然想到了什么，妹儿，咱们虽然动不了萧雨，但是吕灵儿咱们动的了。王妹闻言低眉，他是师傅的徒弟，要是被师傅发现我对同门下手，定会将我驱逐出师门。赵刚面色谄媚，一把握住王妹的手说着，怕他干什么？张子玲又算个什么东西？他不过是被掌门遗弃的垃圾。你以为这里能安逸到什么时候？过不了多久，这里就得被夷为平地。我有消息，近几日玄灵宗灵策的爹来了，那可是筑基后期的高手，加上灵策的师傅张子玲肯定挡不住。到时妹儿就随我回合欢宗本宗，我爹可是赵长老，你只要跟了我，还怕没有后路？王妹闻言面露娇笑，还是赵师兄深谋远虑，不过你暗算吕灵儿那个骚货的时候可别暴露了，他一共有3件下品法器，你可得小心。赵刚嘿嘿一笑，灭了那个婊子还需要我动手？咱们可以在任务上做手脚，不是有个外出江流山侦查的任务吗？这个任务我可以安插人手混进吕灵儿的队伍里。王妹闻言顿时眼神放光。炼丹房内，萧雨看着已经达到炼气期2层的修为，不喜反忧。他的修为提升的太快了些，本来他是想压制一下的，在这种地方修为3天生一小段，很容易让人怀疑。那梅师姐就是个例子。现在问题是，他想压制也压不住了，主要是憋不住。李晴云、华莲那些人倒是无所谓，他们还都是淬体期，主要是这个白月的先天法体，还有那个赵红叶，他可是实打实的炼气期。再这么下去，他估计真得想办法提前开溜了。一旁的华莲看着面色沉思的萧雨，赶忙上前说着，主人何故忧思啊？萧雨低手道，得控制一下，如果再这么下去，过不了2天我就得炼气期3层，到时还会被人盯上，尤其是那个王妹，他们肯定会对付我的，而且我还得想办法将他给审批了。华莲当时就想到了什么，一脸兴奋，这容易，我帮主人炼制炼气丹不就可以了？一瓶炼气丹可以收敛服用者的气息，非筑基期难以察觉。萧雨闻言一喜，还未等他开口，华莲又说了一句，不过炼制炼气丹需要敛气时，炼丹房里好像没有液。萧雨单手托腮，可以隐藏修为的话再好不过。敛气时吗？我来想办法，你可知哪里有这种东西？华莲双手搂着萧雨，一脸认真。江流山上有，不过太危险了，主人干脆去你们合欢宗的集市看看，随便弄几枚就可以了。萧雨闻言动身，改头蒙面，来至宗务殿四顾巡查，执法殿、杂役堂、藏经阁、任务委托处、方士。萧雨的视线不由得看向了所有弟子最梦寐以求的藏经阁，那里存放的功法秘术是每个弟子都梦寐以求的存在，不过只有完成了重大任务的弟子才能去里面选取功法。看着审判室里眼神迷离的白月，萧雨嘴角上扬，等这个白月的审判值满了，就让他把所有功法都写出来。听华莲说，白月可是一个行走的功法库，各种高阶功法数不胜数。思索片刻后，萧雨便朝着方室走去了。一到宗门方室，萧雨就看到灵韵缭绕牌坊之上，繁华熙攘。方室中各种摊位琳琅满目，丹药、法宝、符箓应有尽有，丹炉飘香，宝光四溢，吸引着众多修士驻足。有修士在摊位前讨价还价，有修士在切磋交流，好不热闹。不过在这繁华的方室中，萧雨也看到了一些阴暗的东西，奴隶、炉鼎，还有一些被关着的凡人孩童。远处一铁笼中还关着一只狼形灵兽，虽瘸了一条腿，可那双眼却极为凶恶，估计是从正派修士的灵兽袋中搞来的。华莲此时也在侍女阁中看着外面的情形，一脸认真地给萧雨介绍着，好似一个万事通。主人啊，那是2阶烈风狼，一看就是有主的，谁买回去谁倒霉。那边的功法抄本不用看，全是手抄的，没什么用。萧雨有些疑惑地跟侍女阁中的华莲说着。莲儿，什么叫手抄的没用？华莲眼神闪闪。功法种类繁多，黄阶、玄阶、高阶、地阶、天阶、神阶，正常修士修的功法
几乎都是手抄本。这种功法有个弊端，那就是没能复刻功法本卷的真谛，只有皮毛。高阶以上的功法必须只有金丹期修士才能抄出来，而且抄功法的时候必须还得灌输法力，将原本功法本卷中的内容全部附到新的抄本中。只是把口诀写进去，最多也只能复制7层的本卷真谛。华莲说到这里的时候，眼神越发兴奋。主人的极乐合欢功便是天阶功法，这种功法你就算写出来，别人也只能学7层最多。要是那神阶功法一经出世，天地还会出现异象，绝对会引起腥风血雨的。萧雨听到这，顿时有些愣神，看着审判室里的白月，他有些不确定地说着：“感情我想让你师傅帮我写功法，还不行了？”华莲单手托着下巴：“嘿嘿，我师傅的洞府有3座，每一个洞府都有禁制，里面的宝物数不胜数，功法本卷肯定有的。到时候你让师傅带你去嘛，还有上品法器跟符宝哦。”萧雨嘴角上扬，继续往前走着。路过售卖奴隶的摊位时，摊主赶忙上前喊着：“道友，这是正派玄灵宗的杂役弟子，淬体5层，只需要20块灵石，价格可以商量。你看看这女人的皮肤，保证是原装的。”对面还有一个男人喊着：“小哥儿，我这有个童男，3系灵根，你买回去当仆从，肯定不亏的，25块灵石就行。”华莲一脸恶寒地看着那些人，真是丧尽天良，他们怎么还卖女人跟小孩？萧雨继续往前走着，并没有理睬那些人。你们正派的也差不多了多少？你跟你师父之前为了沙漠道的，残害过多少凡人？华莲一时有些委屈。主人您真是错怪莲儿了，我以前也只能听师父的，现在我跟了主人，以后我肯定听话，主人让我杀谁我就杀谁。再说了，主人也别太心疼那些凡人，有些凡人比修士还可恶。你以为他们真的都是淳朴的凡人吗？萧雨没有说话，他自然知道穷凶极恶的道理，可他也不会滥杀无辜。就在这时，萧雨突然看到前面有个售卖傀儡的女修，看样子应该是炼气期4层。一想到之前自己被梅春兰、马红翠偷袭石傀儡鹰的战斗力，当时他就走了过去。华莲也赶忙在侍女阁中说着：“主人啊，傀儡跟灵兽不同，傀儡是没有感情的，绝对不会背叛，不像灵兽。灵兽说白了就是妖兽，需要吃4灵丸，还需要做心理疏导，有些灵兽还会逃走，还会懈怠，甚至弑主。灵兽比傀儡强的一点是，他们自主作战的能力非常强，不像傀儡还得下各种指令，有利有弊吧。”萧雨闻言上前，看着摊位上的7、8架傀儡，细细打量着。摊位各式傀儡兽罗列，形态各异，或威武雄壮，或小巧玲珑，或凶猛异常，或温顺可爱。每一只傀儡表面刻有复杂的符文，闪烁着奇异的光芒。萧雨一眼就看中了一个体型小巧的傀儡鼠，可他也没有上手查看，只是拿起了一旁的傀儡人偶看了起来。摊主是一位穿着青袍的女修，面容姣好，只是嘴唇有些发白。在他看到萧雨后，便放下手中的傀儡宝典，介绍了起来：“这位师弟，你手中的傀儡人偶售价150灵石，可装备下品攻击法器，可以帮你破阵、侦查、牵制，这是我才炼制的，绝对不是二手货。嗨嗨！”那女人说着，便拿起手帕捂住了口鼻。萧雨抿了抿嘴，一脸不满意的将那人形傀儡放了下去。150灵石买只1阶灵兽都够了啊，而且操纵傀儡是不是还需要装填灵石当法力源？那女人微微笑着：“师弟所言甚是，不过我的傀儡炼制术是从千机堂的傀儡宝典中习得的，你可以一次放3颗灵石进去，作战时长绝对不会比灵兽短，而且携带方便，可以直接放到储物袋中，有一些傀儡还可以藏在衣袖中，如果配备上敛气法器，同阶修士绝对发现不了你身上有傀儡。”萧雨又拿起了一只傀儡虎打量了起来：“就是有点贵了，我也只是随便看看。”那女修轻声笑起，反手便拿起一傀儡人偶说着：“师弟啊，你如果有回气丹的话，2颗我便与你换1只。”侍女阁的华莲当时就乐了：“哼，真能忽悠，回气丹1颗都得100灵石，他这还涨价了。”萧雨闻言顿时眼神戏谑：“这位师姐是欺负师弟不懂吗？不过我现在不想买了。”那女人一看萧雨要走，赶忙上前拉着：“师弟留步。”拉扯中，萧雨看到了对方那惨白至极的手臂，对方显然是受伤了，而且伤得还不轻。那女修见状，赶忙收回手臂，说着：“师弟莫慌，生意都是谈的嘛。师姐我近日被那灵策所伤，真的很需要丹药，不然我也不可能将我压箱底的傀儡都拿出来售卖。师弟你只要给师姐2枚回气丹，师姐我这里的傀儡你随便挑2样。我叫吕蕊，1阶傀儡师，还请师弟帮帮忙。”萧雨低手思索着，傀儡师，一个有副职业的女人，而且系统还没出恶女判定，他可是知道的。像御兽师和傀儡师这种修士，本身实力虽然不强，但是打群架绝对是一大战力。
一个人打3、4个绝对不在话下。回气丹我是有的，不过师姐这种伤恐怕没有4、5颗回气丹是好不了吧。吕蕊有些无奈地吐了吐气。正是如此，现在战事吃紧，像这种疗伤的丹药都在内门弟子手中，我们这些外门的哪里搞得到？萧雨想了想，便上前小声说着：“师弟倒是有个办法可以帮吕师姐痊愈，不知师姐愿不愿意与师弟？”吕蕊当时就瞪大了眼睛，面色羞愤。你……萧雨一看对方反应如此大，心中大定，赶忙拿出半瓶回气丹，在袖口显摆了一下。师姐想痊愈，少说需要半瓶回气丹，倒不如跟师弟找个地方聊聊。你只需要跟师弟聊一聊，我只要你一只傀儡，这半瓶全给到师姐，绝不食言。吕蕊一脸慌张地看向远处的摊位，面色红到发紫。他是有道理的，而且对方就在对面售卖手抄功法。萧雨也转头看向了对面，那男人抬头看了过来，萧雨顿时一愣。我操！看着吕蕊跟对方的表情，他当时就摸了摸脑袋。不好意思啊，师弟我见师姐如此貌美，一见钟情，还以为师姐没有道侣呢。既然师姐已经有道侣了，那师弟就不打扰了，告辞。吕蕊一看萧雨要走，当时就慌了。他已经受伤好多天了，他的道侣也拿不出那么多零食帮他买回契丹。如果再这么下去，一旦再被派到前线，恐怕他凶多吉少了。看着要走的萧雨，吕蕊赶忙给萧雨传音说着：“师弟留步。”萧雨一时有些想笑，不会这么会玩吧？这女人系统没判定她是恶女啊。华莲也在侍女阁里讥笑着，一脸醋意。哼，真是骚狐狸，就算不是恶女，可也不是什么好人。萧雨嘿嘿一笑，可能是渣女啊，其实也不是不行，我又不吃亏。吕蕊就这么去了对面的摊位，跟他道侣说了几句后，便赶忙走了回来。走吧师弟，我跟我道侣说随你去拿丹药，最多半个时辰。言语中他的脸已经红到帽子了。萧雨自然也没有客气，带着对方去了一个没人的地方，就近解决。半个时辰后，吕蕊拿着那半瓶回气丹就走了。走之前，他竟然还含情脉脉地看了一眼萧雨。想不到萧师弟的合欢功如此深厚，我的伤势竟然已经有好转的趋势了，比我家那个强多了。萧雨再次抱拳：“小事，多谢师姐赠的傀儡鼠，我定当作心爱之物，随身携带。师姐一定注意安全。”吕蕊就那么回了摊位，下意识咽了咽口水。之前他就试过用合欢功疗伤的，可他的道侣却道行不济，想不到今天他还能遇到这种家伙。5颗回气丹，那就是500灵石，他现在都还没吃丹药，伤势就有点好转了。显然他今日是赚了。看着又去对面方是买东西的萧雨，吕蕊不由得开始打量起了对方。就在这时，他道侣李云马回来了。娘子，那傻蛋真拿了半瓶回气丹给你。想不到合欢宗还有这种棒槌。吕蕊一脸尴尬地笑了笑。李哥，不过这家伙还说让我晚上拿着傀儡宝典去教教他，他也想学如何炼制傀儡的。李云马嘴角轻扬，你看看他还有没有丹药，他想学傀儡术，咱们可不能白白便宜他。先给他说好，要是他学不会，就不关咱们的事了，咱们就只教他这一回。吕蕊下意识扯了扯衣领。好，那今晚李哥就先歇息吧，我快去快回。此时的萧雨也已经买到了敛气石，心情越发的豪迈，意气风发地走在了方氏的街上。他好像有点不想离开合欢宗了，他现在可是炼丹师啊，要是等他成了2品炼丹师，可以炼制住鸡丹了。宗门里那么多炼气期的女修都得趋之若鹜，有了九阳神体和极乐合欢功，他们只要来一次，绝对流连忘返。这吕蕊肯定是上道了，他晚上得好好准备一下，争取让这个傀儡师为自己所用，顺便再忽悠几个傀儡。正当他打算回去的时候，任务委托处突然有人喊了起来：“不好了，吕师姐去山上被玄灵宗的狗困住了，快来几个人随我去。”事成之后，一人100灵石。萧雨闻言皱眉：“吕师姐。”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吕蕊就满脸慌张的带着李云马跑了过来：“是灵儿出事了！”对面那人一脸慌张的喊着，正是张长老的徒弟吕灵儿。他早上接了个侦查任务，谁知道被玄灵宗的逮了个正着，现在已经被困了1个时辰了。时间紧急，快随我去！很快，那人便召集了5个炼气期的修士飞走了，其中就包括吕蕊跟李云马。萧雨一脸懵逼的摸着脑袋：“吕灵儿，吕蕊，难不成这吕蕊是吕灵儿嫡姐？”一想到那个替他解围的吕灵儿，萧雨就突然想到了什么，该不会是王妹那个贱货搞的鬼？当时他就攥紧了拳头，极有可能，他躲在炼丹房那么久，王妹对付不了他，肯定要对付吕灵儿。不行，他得去，毕竟吕灵儿是极少数为了他撑腰的姑娘，他萧雨一向重情重义，人家被困了，他自然要去帮忙。江流山北部，
吕灵儿一脸吃力地维持着洞口的阵法，后面一男子满脸恼怒地大骂着：“混蛋，怎么可能会暴露？我们怎么可能会暴露？定然有内奸！别等老子回去，他娘的，咱们宗门里有奸细！”吕灵儿再次拿出灵石，恢复着法力，看着身后幸存下来的3人，他也知道今日的事恐怕没有那么简单。这师门颁布的侦查任务，按理说玄灵宗应该不会发现的，他们本来就没有打算深入，只是想在北部侦查一番，可刚一到地方就被人带到了。离谱的是，哪怕他们用了土遁符躲在土里，都被对方发现了。那些家伙又没有筑基期的修士，神识怎么可能会这么强大？逃命途中，他们来的8个人死的就剩他们4个了。看着眼前岌岌可危的阵法，吕灵儿面色惨白。这个阵法已经挡不住多久了？外面那些玄灵宗的狗贼，还有一个炼气6层的，这下该如何是好？万一被他们抓到，后果可想而知。那些沽名钓誉的名门正派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尤其是见到魔道里长相不错的女子后。突然，阵法上出现了一道裂缝，身后一男子赶忙上前拿出法器，输出法力。可恶，可恶啊！他们这群狗日的，有种的单挑，有种跟老子单挑！洞外的修士纷纷咧嘴大笑着，哈哈，魔道的狗，你们也有今天，还单挑？真单挑，你又不乐意了？弟兄们加把劲，今天咱们玄灵宗是必要让他们知道做狗的下场。为首的一名白衣男子眼神戏谑，看着洞口的阵法低声说着：“吕灵儿是张子霖的徒弟，给我留活口，其余人都给我杀了。只要将这吕灵儿抓了，那张子霖肯定会自乱阵脚的。他只要还敢上江流山，我们就将吕灵儿就地正法！”哈哈哈！吕灵儿顿时大怒：“林蒙，你口口声声说是名门正派，竟然如此卑鄙！我就是死也绝对不会被尔等拿来胁迫我师父。有胆的就放马过来！”刚一说完，吕灵儿的瞳孔便放大了数倍，看着已经崩裂的阵法，他的心已经跌落到了谷底。身后更有一合欢宗弟子吐血倒地，林猛满脸兴奋地大喊着：“给我上！今日我林猛也要除魔卫道！”一时间10几名玄灵宗弟子呼啸而上，各显神通。还未等他们进到洞中，吕蕊等人便赶来了。吕蕊抬手放出4架傀儡，举剑高呼：“灵儿，姐姐这就来救你！”李云马手持圆环法器，一招便朝着林猛打了过去。林猛眼神低沉，抬手喊着：“呵呵，不自量力！”列阵。霎时间，玄灵宗弟子纷纷飞到天上，7道法光冲天而起，跟来人斗在了一起。李云马见状，骑着一只傀儡虎便杀向了林猛。正派的狗，受死！林猛抬手放出一青色法剑，对着李云马就刺了过去。李云马骑着傀儡虎火速躲到一旁，而后扔出圆环法器。林猛反手一道锋刃符，李云马躲闪不及，只能放弃傀儡虎。炼气期6层，竟然是炼气期6层！吕蕊一看李云马落了下风，赶忙放出2只傀儡送到对方跟前。李哥小心！李云马不敢力敌，赶忙骑上一只傀儡兽飞奔至树后，心中忌惮。这林猛可是林策的亲弟弟，身上自然也有中品法器。洞里的吕灵儿在听到他姐姐的声音后，赶忙带着洞里几人杀了出去，一时打得不可开交。而此时已经躲到远处的萧雨，此时正满脸凝重地看着洞口的战场。玄灵宗有10几个炼气期的，合欢宗的比他们少3个。虽然有吕蕊这个傀儡师在，可吕灵儿那几个已经半残了。林猛的修为又是炼气期6层，谁也不敢跟他刚。他们这边修为最高的也就是炼气5层的李云马，战败只是早晚的事。他现在也不敢上，因为他还没有看到王妹那个女人。这件事肯定是他策划的，别人无所谓，吕灵儿他肯定得救走。就在这时，萧雨突然看到李云马突然被打倒在了地上，眼看着就要被林猛干掉。当时萧雨就眯起了眼，李云马要是挂了，他们都跑不了。李师兄莫慌，兄弟来助你。萧雨骑着傀儡阴直直地朝着林猛撞了过去。林猛一看对方就是一个炼气期2层的家伙，面露不屑，轻轻一跃便躲开了萧雨的攻击。可下一秒就有一个傀儡鼠被萧雨扔了过来，在九阳神体的加持下，那傀儡鼠投掷的速度堪比飞剑。吕蕊一眼就认出了那傀儡鼠，不正是他给萧雨的那个吗？怎么回事？那个男人只有炼气期2层，怎么来这里冒险？该不会是为了救他？一想到之前萧雨说什么对他一见钟情什么的，吕蕊就春心荡漾了起来。这混小子！林猛一看对方还有个傀儡鼠，当时就伸出法剑劈了过去。可天上的傀儡鹰再次冲了过来，那傀儡鹰堪比炼气期4层，林猛自然不想正面扛，反手拿出法剑，纵剑上天。还没等他施法完，李云马便冲了上来，2发圆环正中林猛的法剑。萧雨见状，赶忙操纵傀儡鼠冲了过去。傀儡鼠嘴里
还咬着3张火檀符，来到林猛身后，瞬间爆炸。林猛当时就满脸恼怒地瞪大了眼睛，赶忙催动法术灭掉后背的火焰，飞到天上撤退。其余玄灵宗的弟子一看林猛受伤，迅速飞走。李云马还想追，吕蕊慌忙上前叫住了他：“李哥别追了，小心有诈。”李云马一脸沉思地点了点头，而后便踉跄地坐在了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吕离儿此时也从洞里走了出来，看到吕蕊后喜极而泣：“姐姐，姐姐，真是吓死妹妹了，妹妹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吕蕊一脸宠溺地上前摸着对方的额头说着：“不怕不怕，下次可别那么莽撞了。”一旁的李云马此时也来到了萧雨旁边，一脸赞叹地拍着他的肩膀说着：“兄弟，我叫李云马，你叫什么名字？刚才真是多谢兄弟舍命相救了。”萧雨一脸和善地笑着：“我叫萧雨，见过李师兄。”李云马闻言笑意连连，他刚才甚至还想让他盗吕吕蕊去骗他的丹药，谁知道人家竟然还舍命救他。现在想想真是太不像话了，人家只有炼气2层都敢帮他，这换做一般人早跑了。这就是过命的兄弟，生死之交。李云马直接就认可了萧雨，一脸激动的抱拳喊着：“萧兄弟，以后你就是我李云马的亲弟弟，但有所托，万死不辞。”一旁的吕蕊下意识咽了咽口水，这萧雨到底搞什么？他就不怕李云马知道他们2个的事吗？他胆子也太大了吧。不过一想到萧雨是为了来救他才冒险来的，他就有点异样的感觉。可他到底是不是来救他的？就在这时，吕玲儿突然来了一句：“咦，萧师弟，真的是你？你也来救我了？”萧雨赶忙抱拳：“师弟我在听到吕师姐被困，本想跟着李师兄他们一起来的，可我修为不济，飞得慢落到了后面。”吕玲儿一脸兴奋地瞪着眼睛：“你竟然这么快就炼气7.2层了？你到底……”话音未落，吕玲儿便突然有些头晕，直接倒在了地上。萧雨心里顿时一慌，吕蕊见状赶忙抱着对方坐上了傀儡兽。小妹定是法力枯竭导致的昏厥，此地不宜久留，快回分舵。没多久，萧雨就跟着他们撤走了分舵里的王妹，此时已经慌了神，看着一旁还在那喝茶的赵刚，表情越发的慌张。赵师兄，这可如何是好啊？不是说一定能成功吗？怎么被他们逃回来了？这要是被师傅知道了，我真麻烦了。赵刚看着门口跪着的手下，眼中带刀：“你是干什么吃的？我不是让你去引玄灵宗的过去杀他吗？你是怎么办事的？”那人哭丧着脸：“我是引了林猛过去，可吕玲儿还有个姐姐在这里，本来林猛也能赢，可谁知道那萧雨又来了，跟那李云马合力将林猛打退了。你是没看到，我还是头一次见这么用傀儡的，他扔傀儡的速度比我扔符箓的速度都快，嗖的一下就扔到了林猛跟前，然后就把他给炸伤了。”赵刚下意识皱了皱眉头：“你的意思是说，不是那个李云马打伤的林猛，是萧雨？这怎么可能呢？”王妹听到这里一时有些无语，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定谁那李云马牵制了林猛，萧雨走了狗屎运将其打伤了，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快想想办法。我师父要是来了，肯定会……正当王妹在那说着的时候，张子玲已经带人来了，身后一个弟子一眼就认出了赵刚跟前的手下：“长老，就是他，就是这个狗玩意说要去拉屎的，半天看不到人，然后玄灵宗的人就来了。”赵刚看到这一幕，下意识咽了咽口水。王妹一脸紧张地攥紧了裙角，看着张子玲那冰冷的表情，她知道他师父肯定不会放过他的。在宗门里最忌讳的就是对同门师兄弟下手，要是将吕玲儿一行人全部干掉，就不会暴露了。可谁知道这些家伙命这么大。赵刚在看到张子玲的表情后，还没等他开口，赵刚便赶忙说着：“我可没有让他去引玄灵宗的家伙，此事与我无关，我跟那吕玲儿又没仇，这件事80%是王妹干的。”王妹听到这里当时就慌了：“不是，师父你听我解释。”啊！赵刚你血口喷人！赵刚冷哼一声：“早上我又不在这里，谁知道你跟我底下人说了什么？”一旁跪着的男人下意识咽了咽口水，他知道他今天活不了，可他家里人的命还在赵刚手上。思索片刻后，那人便低手说着：“确实是王妹说的，让我们害死吕玲儿那个骚货。”刚一说完，那人的脑袋便化为了血雾，吓得王妹面色惨白，直接跪在地上，爬到他师父跟前，喊着：“师父真不是我，是那赵刚唆使我，他说这里马上就溃败了，要带我回本宗。弟子一时鬼迷心窍，我再也不敢了。”赵刚冷声笑了起来：“哼，王妹，你不要血口喷人了，我可是有婚约在身的，我怎么可能跟你这种女人同流合污？你有什么值得我觊觎的？我回本宗是因为我跌过大寿，跟你有什么关系？倒是你私自利用我的名义来骗我底下的人，你居心何在？”张长老，
你徒弟之间的恩怨，你应该比谁都清楚，你就这么管教徒弟的？张子霖自然知道这件事跟赵刚脱不了关系，可这家伙是赵长老的儿子，他真动不了他。赵长老还管着他们这里的后勤补给，一旦交恶，后果可想而知。外人他管不了，自家人他还办不了。这么多人看着他，如果他不将此事处置妥当，他这个长老自然不会服众，所有人都会认为他有意偏袒。看着地上哭诉的王妹，张子霖眉眼竖起，我养育你多年，你竟然敢对你师妹下手，好你个王妹，我当年真是瞎了眼。张子霖抬手便一掌拍了过去，王妹当时就口吐鲜血，倒在了地上。系统提示：检测到恶女王妹受到生命危险，请宿主火速救援。萧雨左思右想，这王妹的风格确实跟她这里的所有女人都不一样。这个女人是个蛇蝎毒妇，样子非常勾人，摄人心魄，是她没有玩过的全新版本。而且现在她也没有其他恶女可以收纳了，这个王妹算得上她的主线任务。思索片刻后，萧雨便赶忙走到跟前，单膝跪地说着：师父，请饶师姐一命，师姐可能是被人利用的，您现在已经将她重伤，恐怕数年内无法痊愈了。您养育她那么多年，难道真忍心将她废掉吗？王妹还在地上哭着，满脸委屈地哭着。她不敢相信赵刚那个王八羔子出了事就不管她了，她是想对付她师妹，可这个办法是赵刚提出来的。张子霖看着不顾颜面护着王妹的萧雨，表情低沉。吕灵儿也有些心疼，看着跟她一起长大的王妹竟然被打成这样，她也有些不忍。就在这时，身后几个弟子有些不满地喊着：张长老，咱们可死了好几个兄弟，都被那个林蒙给干掉了，您难道真要徇私舞弊？这王妹可是你的徒弟，你要是不依法处置，我们这些弟子谁还敢为你做事？张子霖听到这里，再次抬起了右手，王妹当时就哭着拉住了萧雨的衣服：帮我，我再也不敢了，我错了。萧雨看到这一幕，有些无奈地说着：师父，如果您真的要惩罚他，倒不如把他交给我，弟子那里需要一些人血炼丹。你们也都知道，之前乌长老炼丹的时候需要大量的血肉，我的炼丹术也是跟乌长老学的，这么废了，王妹有些浪费了，倒不如给到我。赵刚冷声笑着：你确定给了你，你会弄死他？萧雨轻声笑着：肯定不会直接弄死，放血的话也得3个多月吧。张子霖单手托腮，他自然猜得到萧雨是打算保住王妹的命，可他如果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纵容萧雨炼制人丹人药，他又该如何贯彻他的理念？还没等他下令，后面就有人大喊了起来：把他炼制成人丹！该死的婊子，竟然还敢残害同门！我说怎么之前有些人都被玄灵宗的给杀了，搞不好也是这王妹干的。王妹无比吃力地搀着双手，她的心中充满了怨恨，这个赵刚竟然就这么将她卖了，口口声声说会爱她一生一世，说什么他家里安排的婚配对象只不过是走个过场，等后面就会娶她过门。他甚至还抓了2个女童给她练功，他真的以为自己会飞上枝头变凤凰？杀了他，将他炼制成人丹，现在不是丹药不够吗？把他的皮剥下来炼制成法器，必须得让他付出代价。群愤激昂，一群人歇斯底里的大吼着。萧雨微微低头，心中自然晓得这群人中肯定还有奸细，那些叫得最凶的几个说不定就已经准备好了退路。张子霖冷眼看向王妹，缓缓起手：自作孽不可活，上次罚你抄宗规，我本以为你会改过自新，既然你屡教不改，那就休要怪我。张子霖说着便抬手放出一张金色的符箓，王妹吓得当时就哭嚎了起来：师父不要啊，徒儿知道错了，徒儿真的知道错了，灵儿师妹求。话音未落，那金色符箓上的金色图案便慢慢浮现到了半空中，王妹就那么被那道符箓给吸了进去，好像从未出现过。那金色的符箓轻飘飘地飘到萧雨面前时便停住了。张子霖低声压着嗓子：自今日起，分舵内谁要是再敢残害同门，我可不管是谁。言语中萧雨能从对方的声音中听到一丝不舍，毕竟是自己培养了多年的大徒弟，自然是有感情的。就在这时，张子霖再次环顾四周，之前我让你们召集的玉女宗弟子，你们都带来了吗？人群中的几人慢慢上前，从各自的法器中放出了他们之前抽奖所得的玉女宗弟子，一经放出便是嚎叫连连。萧雨闻言皱眉，看着那几个不成人样的女修，下意识攥紧了拳头。侍女阁中的华莲一眼就认出了其中几个同门，一时心疼地喊了起来：是刘师妹他们，这群混蛋怎么这么歹毒，竟然将他们的手脚都给……萧雨缓缓吐气，双手捧着吸纳王妹的符箓，一言不发。他原本是想趁机将这些玉女宗的女俘虏也给收走的，可看他们这副样子，有的手脚尽断，有的蓬头垢面，还有的好像疯了。
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更有几个女修的容貌已经变成了年迈老态，一看就被邪法吸了本源，带回去估计也没什么用了。张子霖看着眼前的玉女宗俘虏们，自然知道那些男人肯定还私藏了，只是把这些没有价值的拿出来敷衍他而已。诸位，眼下我也知道咱们这里的局势岌岌可危，可我张子霖既然来了，就要带大伙做出一番事业来。我之所以让诸位拿出玉女宗的俘虏，自然是为了接下来的作战。我跟大伙保证，如果此战胜了，一人一件下品法器。众人闻言顿时一惊，议论纷纷。可等了半天，还是没有人再放俘虏出来。萧雨抿了抿嘴，这群人真是贼得很，都知道张子霖在画饼，现在谁要是再放出来，不就是说他怀有二心吗？看着那群疯疯癫癫的女俘虏，张子霖一脸无奈地吐了吐气，而后便抬手拿出他的法器，直接将那些女人收了起来。都散了吧，萧雨，王妹就交给你处置了，这些俘虏就由我亲自审问。萧雨再次抱拳，而后便带着那张收纳了王妹的俘虏回了炼丹房。赵刚看着远去的萧雨，嘴角阴笑着，估计那王妹在对方手里捞不着好，而且那个女人身上有顽疾，必须得通过童男童女的血才能保持青春美貌，那女人是死是活关他屁事，干脆明日就回本宗算了，这里也没什么意思了。已经回到炼丹房的萧雨此时正拿着那张金色符箓观察着，这东西倒是挺方便的，竟然还能收纳活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做的。回想着他炼丹房里的几个侍女，要是带走的时候有这种符箓就方便多了。玉女葫芦还是太狠了，那东西能炼化人的精神和身体。莲儿啊，这符箓是何物？你会炼制吗？侍女阁中的华莲还在那里红着眼，回想着刚才见到的那些师妹，眼眶红得不成样子。这是人魁符，莲儿不会炼制。主人你怎么不帮帮他们？萧雨摆了摆手，反正他们也不是什么好人，而且还没触发系统判定，我管他们作甚？我看我那师傅好像另有打算。华莲一时有些委屈，这些天自从死心塌地的跟了萧雨后，他发现萧雨的心肠其实不算坏，就是有点好色，见到对他帮助过的人蒙难，他是会出手帮忙的，而且对李青云那些姑娘很温柔，起码比对他和他师傅白月温柔多了。萧雨看着他那副表情，轻声笑着，你们玉女宗应该成立了没多久吧？你才18岁，我满打满算玉女宗最多成立了15年。华莲摇了摇头，回禀主人，玉女宗成立了有数十年了，师傅是后面才开始收徒的。我知道师傅讨厌我们这些正派的女修，我们从小就被灌输着要除魔卫道的理念，绝大多数修士都跟师傅是一类人，越是名门正派越是介意别人对他们的看法，谁要是说一句不好的，他们就会群起而攻之。萧雨嘴角上扬，放出华莲后轻轻摸着对方的脑袋，别难过，以后你只要尽心尽力的帮助主人就行了，没有什么玉女宗，你也没有什么师妹，他们本就活该，你自己扪心自问，他们有几个不是活该？华莲吐了吐气，一时说不上话来。好了莲儿，去炼制点气丹吧，等会拿给我，别那么伤心，今晚主人给你吃你师傅最喜欢吃的东西。华莲听到这里心情才好了一些，拿着敛气石就走了。萧雨此时也拿起人魁符箓看了起来，这东西好像是一次性的，要不要搞一些回来？随着他用神识探查向符箓内部，那符箓也慢慢亮了起来。符箓中的王妹在感受到有人窥探她后，当时就慌张地捂住了自己的脸。别看我！萧雨还以为自己看错了，整个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看着人魁符箓中那满脸褶皱、满身黑斑的女人，那确定是王妹。王妹在感受到萧雨的神识后，满脸崩溃地大喊着：“我都说了别看了，你到底想怎样？”萧雨下意识咽了咽口水，这王妹怎么比梅春兰还丑？那梅师姐起码还有假牙，这王妹连假牙都没有，不管怎么看都不像人，就好像一滩烂肉。如果不是对方穿着王妹那性感的黑袍，她甚至都不觉得对方是个人，而且对方的声音也有点瘆人，跟王妹那副勾魂的狐狸音不同，现在她的声音就好似磨盘磨豆子，刺啦刺啦的。就在这时，王妹突然吐出了一口鲜血，而后便望着四周的符箓静止哭喊了起来：“要杀便杀！”萧雨抿了抿嘴，看着对方那0%的罪恶值，缓缓吐着气，想把对方收到审判室中，必须得让对方对他的罪恶值升到100%，对别人做恶还不行，必须得对他作恶。回想着之前收纳华莲的经验，萧雨不由得摸了摸下巴，想激发对方对他的恶，就得先对他好，让对方恩将仇报是最直接的方式。萧雨想了想，就看向了对方的信息板。王妹37岁，炼气期4层，重伤，颜值93分，身高168厘米，体重95斤，资质金木双灵根。资质倒是不错，就是心肠太毒，为了保持美貌杀了不少孩童，嫉妒所有比她貌美的女人，一旦发现有女人比她美丽，
就会极其怨恨。王妹仿佛听到了萧雨的话语，满脸崩溃地抽泣了起来。她的脸庞扭曲着，泪如泉涌，似乎要将所有的痛苦都哭出来。她的手指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衣角。我的脸，不，我的脸，她的哭声格外凄厉，听得萧雨一阵愣神，看着那个趴在地上绝望痛哭的女人，不由得抿了抿嘴。她的脸好像是被什么东西腐蚀了，硫酸。王妹还在那里哭着，泪水在那张又老又丑的脸上流个不停。回想着自己小时被那群女人毁容的遭遇，她的哭声便越发的凄厉，就是死，她也不要以这种面貌死去。不，颤音，我的脸，还给我，快点还给我。王妹她想到了儿时的自己，那时的她可是被皇帝选定的才人，那时的她才10几岁，却被宫里那些该死的女人按到了药缸里，倾城之貌毁于一旦。自那起，她便仇视所有长相比自己好的女人，为了变回原本的青春貌美，她抛弃了所有能抛弃的东西。今日竟然再次变成了这副姿态，豆大的泪珠一颗一颗的从那张丑脸上滑落，无助、绝望撕裂着她的内心。就在这时，她突然被放了出来，看着面前的男人，王妹顿时慌了神，赶忙爬到角落，蜷缩着捂着脸。萧雨慢慢拿出了一把匕首，走到王妹跟前，轻声细语地说着：王师姐，咱们本就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你这个样子我有办法治好。王妹有些茫然地愣在原地，她能治好？萧雨轻声笑着，喝了我的血，应该能治好你的伤，或者我也可以用合欢功帮你。王妹听到这里，下意识攥紧了拳头，她早就试过了，怎么可能管用？不是，她的意思是在她这副姿态的面容下用合欢功。想到这里的王妹当时就满脸惊慌地跑开了。你休要再害我，同门一场，你要杀便杀，你以为我是3岁娃娃？你会救我？开什么玩笑？你这种家伙怎么可能会救我？你定是想取笑于我，你肯定别有用心。萧雨轻声笑着，一边走着一边解着衣袖，手中还拿着一瓶驻颜丹。王妹下意识慌了神，看着一步一步朝着她走来的萧雨，她一时觉得有些荒谬。开什么玩笑？他现在这么丑，他到底想做什么？他不会真的……没多久，王妹竟然真的变了回去。看着面前冷峻帅气的萧雨，王妹的下意识攥紧了衣领，赶忙歪过头，伸手摸着自己的脸，竟然真的变回来了。竟然，不仅如此，她的伤势竟然也好了，她竟然痊愈了。一想到刚才喝下的东西，王妹便有些羞红地捂住了脸颊。不是，刚才的她那么丑陋，她竟然毫不在意。那一刻，王妹的心瞬间就融化了，她低垂的眼眸中掠过一丝光彩，犹如一汪秋水泛起了微澜，两颊似是被晚霞染红，宛若远山落日的余晖。她唇角微翘，笑意如同春花初绽，羞涩而含蓄。你，她轻轻侧过头，细眉轻挑，似是在倾听，又似是在掩饰心中的喜悦。她那轻轻颤动的睫毛，如同蝴蝶翅膀，扇动着心中的涟漪。萧雨也看到了她的神态，嘴角微微扬起。这是驻颜丹，可以让你永远保持现在的美貌。王师姐，你真是美极了。师弟，我之前见到你的时候就一眼爱上了你。我上次之所以生气，是因为我觉得那个赵刚配不上王师姐，我就在师傅那里说了那么多气话。王师姐别往心里去。萧雨说着便直接上手抓住了王妹的手，那一刻王妹心中仿佛有玉笛轻扬，笛声如清泉石上流，婉转悠扬，脸上再次露出一抹淡淡的红晕，心中似有小鹿乱撞。看着面前毫不在意自己之前那种丑陋面貌的男人，他的视线已经移不开了。他这一生中找了这么多的道侣，为了获取修炼资源，他做了这么多丧尽天良违背初心的事，所有人都是因为他的这副皮囊才接近的他，从来也没有哪个男人会正眼看他那副被毁容的样子。而且他还治好了他，他刚才还以为自己要被炼制成丹药了。萧雨还在那里思索着，这王妹再怎么说也是个恶女，就算现在对他有好感，估计后面还是会害他。他得找个机会让对方露出马脚才行。这个女人的信息栏里毕竟写着唯利是图这几个字，不得不防。王师姐，地上凉，你起来吧。王妹闻言侧目低首，缓缓起身，眉眼间似有风情流转，如春日初绽的桃花。再次看向萧雨时，直接上手搂住了萧雨的左臂。师弟如此重情重义，师姐往后绝对会护师弟周全，此生此世定不负你。萧雨嘴角轻起，似笑非笑地看着对方，他就干脆也配合对方演戏吧。王妹眼中波光潋滟，宛若秋水长天，含情脉脉。再次看向萧雨，她的脸颊透出一抹不可言说的妩媚，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她都已经37岁了，已经踏入仙途20年了。本以为自己早就了却了红尘风雪，
怎么今日还动情了？他确实是动情了，他真的爱上了萧雨。他见过那么多男人，不是一个懵懂少女了。他知道自己是真的爱上他了。就在这时，华莲拿着一瓶敛气丹走了过来，一脸欢喜地说着：“主人，主人，莲儿成功了。这10颗敛气丹足够主人用上一段时间了。”王妹闻言低眉，本能地攥紧了裙角，看着对面比她还要美丽几分的华莲，她的眼中写满了歹毒。华莲一袭白衣飘逸如仙，白玉般的仙足被白色丝袜包裹，更添几分妖娆。旗袍剪裁合身，勾勒出曼妙身姿，如白莲出战。萧雨轻声笑着：“辛苦莲儿了，接着去忙吧。”华莲连连点头，而后便看向了萧雨怀中的王妹。同样身为女人的华莲，在看到王妹那充满挑衅意味的眼神后，冷声在心中笑着：这女人竟然还敢在这里用这副眼神看他，不知道她华莲现在才是主人最宠爱的侍女吗？这女人找死！王妹在华莲走后，转身便带着一丝醋意问向了萧雨：“萧师弟，刚才这位妹妹是……我怎么看着有些眼熟啊？身穿白袍，这该不会是玉女宗的吧？”萧雨单手搂着王妹，嘴角上扬：“师姐莫非？”王妹眉眼阴沉，右拳紧握。可就在这时，萧雨突然灵机一动：何必那么麻烦，还搞那么多破支线任务？王妹又不是白月那种活了几百年的 boss， 她才30多岁，心性能有多坚定？华莲的心性肯定比这个王妹还强，没几天就自我忏悔了。而且这个王妹现在还爱上了他，还吃醋了。萧雨直接就将她抱到了炼丹房中。王妹顿时一慌，面色羞红：“师弟，你快放下我！”萧雨一脸温情地看着他的面容说着：“我之所以想拜师父为师，就是因为喜欢师姐。我之所以那天没给师姐行礼，就是因为我嫉妒赵刚。我萧雨打见师姐第一眼开始，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师姐。为了师姐，我都愿意去死。今天师父好歹是同意把你交给我，如若不然，就是死我也得将师姐救走。”后面炼丹房中的华莲一脸嫉妒地撅起了嘴。他知道萧雨在说假话，可就算是假话他也想听啊。这世上哪个女人不喜欢听假话？可恶！检测到恶女王妹彻底爱上宿主，检测到恶女王妹在宿主的劝说下认识到错误，开启审判模式。宿主可选择手动审判和自动审判，请宿主将其收纳。萧雨一脸玩味的咧嘴笑着，看着怀中的王妹，嘴都咧到耳根了，竟然还真管用。意思就是说，很多活了20-30年的女人，意志力几乎都不坚定，她完全可以不用对付白月的那种方式将其收纳，直接抬手将王妹收到审判室后，王妹就一脸妖娆地坐在了审判椅上。萧雨下意识咽了咽口水：“那个王师姐，你可知罪？你残害了那么多孩童，师弟我……”话还没说完，王妹便直接往那一躺，侧着身子上手撩起了裙角：“妹儿知错，千错万错都是妹儿的错。郎君你快来啊！”又过了一会，萧雨有点晕乎乎地跑了出来，检测到已经开始审判恶女王妹，发放审判奖励。雷刑诀发放第4间审判室，解锁审判室改造功能，宿主可自行改造审判室构造。检测到恶女王妹审判值已满，可送入侍女阁。他的脑子里也出现了3道提示：你敢谢？这就彻底归顺了。侍女阁里的王妹一睁眼就在那喊着：郎君，郎君你去哪里了？郎君你快来啊！哑音。萧雨一脸后怕的擦了擦头上的冷汗。萧雨下意识咽了咽口水。很显然，王妹爱上他并不是因为甜言蜜语，有毒。这女人感情就不是正常人。萧雨一脸惆怅的抽着烟斗里的烟，活像个小老头。不行，该修炼了。萧雨磕了磕烟斗里的烟草，上手拿出了雷刑诀，看样子是个身法口诀：神雷无影，穿云裂风，地阶身法口诀。萧雨摸了摸脑袋，面色沉思。审判白月的时候，奖励的可是天阶功法及乐合欢功，这王妹就给个地阶的口诀。好像系统之前是说了，奖励按照恶女的颜值来发放，对方的颜值越高，奖励就越丰富。算了，好歹是个保命的身法口诀，学学看吧。萧雨屏息敛气，足尖轻点，身如鬼魅般在炼丹房前穿梭，其步伐玄妙，每一步落下，草木随之摇曳，时而急如闪电，划破长空；时而缓若流水，悄无声息。身形所过之处，留下一道道残影，而后随着他猛然发力冲出，空气中仿佛出现了一道紫色雷电。萧雨的脑中此时也不断闪现着雷刑诀的本卷内容，一种无形的力量仿佛在教导他修行此法。萧雨就那么一脸着迷的飞步疾驰着，来无影去无踪，空气中只能听到雷光闪击之声。也不知过了多久，萧雨终于将雷刑诀的第1层给练会了。看着慢慢落山的太阳，
萧雨转脸就带着王媚静到了白月的审判室。现在有了敛气丹，他没必要故意放慢速度了，早日提升实力才是王道。王媚在看到审判室中竟然还有一个女人后，当时她就满脸敌意地瞪大了双目。好美的一个女人，她竟然有些羡慕。这个女人实在是太美了，她活了这么大，虽然也见过比自己美帝，可也没见过美帝这么夸张的。哪怕是在这种情况下，也掩盖不住她那举世无双的天资。说她是天上的仙女，王媚都信。她的脸好美，好想毁了。王媚的眼中透着一丝歹毒，又全握得咯吱作响。萧雨冷声喊着：“给我安分点，以后必须得学会好好相处。他们又没有害过你，你搞什么？”王媚闻言赶忙低下了头。郎君，瞧你说的。萧雨闻言上手就是一巴掌。什么郎君夫君的，是你叫的吗？王媚被他这么一扇，一脸委屈的撅着嘴，把头歪向一旁。萧雨上手又是一巴掌。操，给你脸了。王媚当时就满脸谄媚地搂住了他。主人，奴婢知道错了。王媚言语极其谄媚，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白月此时已经开始回想曾经了。她从3岁开始修炼，13岁就达到了炼气期大圆满，天之骄子。25岁突破到筑基期后期，80岁成功化丹，130岁突破到金丹期大圆满。他的造诣在整个苍月大陆也是凤毛麟角，今日怎么会流落到这种地步？他怎么可能甘心？只要他坚持住，只要他能活下去，事情一定会有转机的。流光逝水，朝华辞树，20天就这么过去了。萧雨此时也深着惨白的脸破关而出了。来到外面后，二话不说，拿起一瓶回气丹就往嘴里灌。萧雨面色惨白如纸，行销骨立，宛如木钟。枯骨萧雨吃了回气丹后，还是觉得浑身乏力，赶忙跑到锅炉房，见到食物就啃，好肆意灾民。路过的李青云突然惊呼一声：“啊，进贼人了！姐姐快来啊！”赵红叶闻言赶忙杀来，举剑就要刺向那人。刚一到跟前，赵红叶就愣住了：“主人，怎么是你？你这是……”更让他震惊的是，萧雨的修为竟然已经到了炼气期4层，20天炼气期4层，他好像还是40根。主人，主人，你的修为！萧雨还在那里吃着萝卜，李青云赶忙喊着：“主人，主人，妾身这就给你做，您别乱吃东西，莫要伤了身子。”萧雨面不改色的继续吃着东西。很快，李青云就做了一大桌子菜。华莲在知道萧雨出来后，赶忙带着一大箱丹药跑了过来：“主人，主人今天就要交丹药了。莲儿不仅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我还额外炼制了一半的丹药。”华莲一脸亲密的在萧雨旁边撒着娇，萧雨没有回话，端起一盆汤就喝了起来。咕咚，咕咚，张兰跟黄香也来了，一个个穿得花枝招展的，显然他们这些天都在期待萧雨出关。萧雨吃完饭后，一脸似笑非笑的摸着脑袋憨笑了起来。你们现在都修炼的怎么样了？萧雨显然是不敢了，他是人不是骡子，还是修为太低了，必须得尽快提升修为，不然以后遇到高手，他可能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像他师傅的天香体，他现在肯定想都不敢再想了。问就是尊师重道。萧雨就那么收起丹药，朝着宗物店走了出去。先把丹药交了吧，然后顺便再去买点炼制黄龙丹的灵材，还有什么补品也得多弄点，往贵了买。吃了一颗敛气丹后，萧雨就出去了。刚一到宗物店，萧雨就看到了熟人吕蕊正跟李云马在那汇报着任务。李云马一看萧雨面色惨白，而且修为竟然只有炼气期1层了，当时他就有点担忧的走了过来：“萧师弟，你的脸色怎这般吓人？你的修为……”萧雨心中大定，看来这敛气丹是真管用。思索片刻后，他便抱拳说着：“李师兄有所不知，上次我去外面寻找一稀缺药材，不小心被人重伤了，没事，再调理一段时间就好了。”萧雨说着，又侧目看了一眼吕蕊：“见过大嫂。”吕蕊在听到萧雨的声音后，下意识看向一旁。他这20天其实过得并不自在。之前他一直觉得他道侣李云马挺好的，可自从跟萧雨互通功法后，他就有点变了。李云马看着走路都有些不稳的萧雨，表情炸裂：“哪个狗娘养的敢伤我李云马的兄弟？真是气煞我也！兄弟，你把他的名字告诉我，我一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萧雨下意识看了一眼审判室里的白月，赶忙抱拳说着：“多谢李师兄好意，他已经被我斩于山下。对了，李师兄跟嫂夫人这是打算做什么？”李云马微微笑着，摸了摸萧雨的肩膀，说着：“哈哈，萧雨兄弟，你还不知道呢。前不久，咱们张长老带着一群兄弟偷袭了玉女宗的旧地，缴获了上百件下品法器，还找到了不少功法呢。现在咱们分舵已经被本宗重点关照了，宗门派了2个筑基期的长老过来帮我们呢。”萧雨抿了抿嘴，他师傅竟然还真按照他的办法去突袭了。
吕伟小心看了两眼萧雨后，便上前拿出了一只傀儡鼠，说着：“那个萧师弟，你上次救李哥，我们还没有好好报答你。先前你那傀儡鼠也毁了，我再给你拿一个新的，对付炼气7、5层的修士不在话下。”萧雨赶忙摇头拒绝。李云马见状，赶忙拿过那傀儡兽色，到了萧雨手中。唉，兄弟，给你就拿着，你要是不拿，就是不给哥哥面子。你上回可是帮了哥哥大忙，这傀儡鼠你就拿着，是你应得的。等会你再去哥哥那拿一件防御法器，你要是再推脱，哥哥就不高兴了。萧雨微微笑着，刚想开口说话，他就看到门外走来一人。那人看到李云马后，赶忙上前：“李师兄，快跟我走，有事找你帮忙。”李云马回头看了一眼吕蕊：“阿蕊，带萧师弟回去拿我的玄甲，等会我就来。萧师弟晚上别走，哥哥请你喝酒。”吕蕊还想说什么，李云马就这么走了，就那么留下萧雨跟吕蕊在那互相打量着对方。萧雨看着对面的吕蕊，下意识攥了攥拳头，他也不知道怎么了，看到家里的那些，他是真觉得有点累。可这吕蕊是别人家里的，那能一样？他现在要是不主动点，后面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机会。自己碗里的可以慢慢吃，人家碗里的不吃，可能就吃不着了。当时他就觉得他好像腿不疼了，腰不酸了，他好像又行了。吕蕊就那么红着脸低着头：“萧师弟，且随我来拿玄甲。”萧雨闻言也轻声笑着，学着李云马的口气，轻声跟对方说着：“那就有劳阿蕊了。”吕蕊一时有些手足无措，可他还是带着萧雨回去了。半个时辰后，正当萧雨起劲的时候，他突然听到外面有动静。吕蕊一脸慌张地站了起来：“快，李哥回来了！”刚一说完，不到3秒，萧雨就把衣服穿好了。吕蕊当时就愣了：“不是，他怎么？”萧雨赶忙在那喊着：“快啊！愣着干什么？”刚回到住处门口的李云马还在那摸着下巴，跟后面的师弟说着：“这新来的2个长老真不是东西，我还以为是来帮忙的，谁知道竟然是贪图咱们的战利品。”另一人也在那里说着：“可不是嘛，还不如张长老对咱们好。本来那些下品法器都是咱们的，全被那2个狗东西给吞了，还信誓旦旦的说什么是给前线精锐准备的，感情我们这些弟子都该死。”李云马越想越不是滋味，要我说，咱们下次再得了战利品就谎报。这张长老也太实在了，心肠虽然好，可是却斗不过那些老狐狸，必须得想想办法。俩人说着就回了屋。此时的萧雨正坐在桌子旁，一脸认真的拿着傀儡宝典看着。吕蕊还在旁边拿着一只傀儡人偶讲解着：“萧师弟，这傀儡术其实跟炼气术有些类似，都是用灵材进行炼制，只需要先按照宝典中的结构做出部件，然后把法阵和法文编到合适的位置，然后串联。”正当吕蕊说着的时候，李云马回来了。萧雨见状赶忙上前：“李师兄。”李师兄何故愁眉苦脸？李云马在看到萧雨后，下意识笑了笑。就在这时，吕蕊突然看到床底下有他刚才的冰丝残袜，当时他就赶忙挡在了李云马的视线。“李哥，是不是前线又出事了？”同时还给萧雨传着音：“快，床底下有东西，你快藏起来。”萧雨当时就打了个哆嗦：“不是，我怎么藏？我去床那边干什么？没事，发现就发现，大不了我养你。”吕蕊的脸当时就绿了。李云马还在那里说着：“新来的2个长老太不是东西了，他们不去前线帮忙，就在分个吃香的喝辣的。现在玄灵宗已经有3个筑基期了，灵策的爹灵天海，灵策的师傅，还有一个叫叶芷柔的。”当萧雨听到叶芷柔的时候，面色突然阴沉了3分，青筋暴跳而起。当初就是这个贱人杀了他好友阿香一家。阿香虽然是个凡人，可却对他体贴备至，并没有把他当做一个修仙者。他之前多少也是有些喜欢阿香的，可就是因为这个叫叶芷柔的家伙，阿香一家就那么被杀害了。回想着那天的种种，当时的疼痛历历在目。叶芷柔不仅割了他的耳朵，还扣瞎了他的双眼，血海深仇，他不得不报。这种贱货，他绝对要他生不如死。李云马还在那里说着：“算了，不管了，反正也轮不到咱们管。萧师弟，你有时也劝劝你师傅，别被人利用了。”萧雨微微抱拳：“多谢李师兄提醒，等会我正好要去找师傅一趟。”李云马故作慌张地说着：“对了，萧师弟，你能否借哥哥几颗回气丹？嘿嘿，你也知道。”萧雨二话不说就拿出了1瓶，而后斩钉截铁地抱拳喊着：“一日为大哥，终生为大哥。”言语中还看了一眼吕蕊，吕蕊赶忙趁机把床底下的冰丝残袜收到了储物袋。李云马看着那整整1瓶的回气丹，老泪纵横，差点就要哭出来。啊，师弟，你真的是，你让哥哥我。萧雨再次抱拳：“李师兄别那么说，既然是兄弟，那就不分彼此。师弟先走一步，择日再聚。”萧雨说完便走了。
李云马一脸感慨地吐着气，想不到萧师弟还是性情中人，我本来以为他不会给的。吕蕊有些尴尬地咽了咽口水，喉咙微微作痛。这萧师弟确实挺不错的。说着，李云马就转身看向了吕蕊，上手就想去牵吕蕊的手。吕蕊本能的抗拒：“李哥，今日我有些乏了，改日吧。这几日我在突破的紧要关头，不想行此事。”李云马呆呆地摸了摸脑袋：“这样好吧。”与此同时，已经来到张子霖跟前的萧雨也把丹药拿了出来。张子霖看着萧雨那隐藏起的修为，眼神微微上扬。想不到你修行速度如此之快，你就这么胆大妄为，敢来见我，你不怕为师对你不利？萧雨满脸恭敬地抱拳说着。弟子自然知道瞒不过师父的法眼，可弟子再见到师父的第一眼，就觉得师父跟其他修士不同，明人善心美，弟子愿意竭尽所能的辅佐，哪怕万死也要报答师父的栽培之恩。张子霖吐了吐气，看着眼前的萧雨，低声问道：“王妹现如何了？”萧雨左右看了看没人后，赶忙小声说着：“师父放心，王妹师姐的伤已经痊愈了，弟子会尽可能的保护她的周全。”张子霖有些欣慰的笑了：“你倒是有心，师父接下来要给你一个任务，我需要你去江流城找一个人。”萧雨当时就打了个哆嗦：“弟子这么低的修为，如何进得了江流城？”张子霖有些低声说着：“为师自有妙计，如果你能完成这项任务，为师便满足你一个愿望，只要师父做得到，你尽管开口。”萧雨看着张子霖那紫袍下的仙躯，当时就举着手掌大喊了起来：“为师父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张子霖一看萧雨竟有如此胆魄，心中大喜：“徒儿啊，这项任务事关重大，跟此战有极大关联，你可务必小心。在这江流城中有一炼器师名为火和尚，此人可炼制上品法器，我需要你去帮为师求一件上品法器。你也知道，现在玄灵宗共有3个筑基期坐镇，我们本宗虽然派了2个筑基期的高手来帮我，可他们不会主动出击。”张子霖说着说着，便起身拿出了一储物袋，而后神色哀愁地说着：“我们这里有那2位坐镇自保是没有问题，可想进攻想破局却难如登天。你只要帮为师求一件上品攻击法器回来，为师就有把握扭转局面。”萧雨有些疑惑地抿了抿嘴，看着张子霖手中的储物袋，赶忙上前。张子霖颇为意外，这项任务他本来是安排王妹去的。虽然王妹品行一般，可心思缜密毒辣，做事比吕灵儿稳重，眼下他并不相信分舵里的弟子，一旦被人得知他去求法器，那玄灵宗的肯定猜的到他身上那件上品法器已经毁了，到时就麻烦了。再次看向萧雨时，张子霖慢慢拿出了一枚碧绿玉珠，这珠子名为敛气宝玉，是我随身佩戴之物，可以隐藏你的修为，非金丹境大能难以探查。你可以用此宝玉扮作凡人进城。这储物袋中有20万灵石，还有一只鬼狼的骨架，事成之后，为师保送你参加1月后的万妖秘境。萧雨闻言顿时一惊，万妖秘境是炼妖宗跟玉灵宗一直争夺的灵兽宝地，传闻那里有变异灵兽出没。张子霖点了点头，炼妖宗跟玉灵宗师出同门，那万妖秘境一直被他们双方争夺，虽然是战争时期，可为了里面的极品灵兽，开启时他们双方会停战。正当张子霖在那说着的时候，萧雨突然抬头看向了张子霖的眼睛，看一眼后低头，然后抬头再看，看着看着，张子霖就皱起了眉头。可还有疑虑，萧雨有些紧张的抱拳说着：“师父不是说可以满足弟子一个愿望吗？弟子不求那名额。”张子霖愣神3秒，显然没懂萧雨此言何意。萧雨继续说着：“眼下战事吃紧，宗门又派了2个老登过来坑骗师父，弟子担心师父会被他们2人所害，这万妖秘境的名额还是给到吕师姐吧。弟子只想寸步不离地保护师父安危。”张子霖一脸和善地笑了起来，慢慢坐回红木椅上，撩起裙摆翘着2郎腿。张子霖看着萧雨那一脸孝顺体贴的样子，嘴角轻扬：“徒儿真是有心了，上次你提出让为师占据玉女宗就地，功劳甚大，甚至你还救回了灵儿，为师本是想将灵儿奖励于你，撮合你2人成为道侣的，可为师也是才知道灵儿前不久已经有了道侣。”萧雨听到这里当时就愣了，我操，吕灵儿有道侣，那他舍命去跟林猛斗殴算什么？不是，他怎么不知道吕灵儿有道侣？当时他就义正言辞地抱拳说着：“吕师姐生性纯良，可不能被人给骗了，咱们合欢宗可没有几个好人啊，师父。”张子霖缓缓吐气：“为师自然知道，可我们跟正派不同，正派对弟子的道侣安排极为严格，我们这里是主张自由恋爱的，灵儿也有道侣，那为师也不好拆散。这样吧，带你回来，为师给你选一个道侣，助你修行，你看如何？”萧雨当时就咽了咽口水：“选谁都行。”张子霖：“自然。”
当时萧雨就一脸尊师重道的跑到张子霖耳边，一本正经的小声说了一句。张子霖满心欢喜的侧耳倾听，还以为对方想说什么呢。下一秒，张子霖就瞪大了眼珠子上去就是一掌，滚！破音，萧雨噗的一声就吐出了一口老血，倒在地上，嘴里呲呲冒血，捂都捂不住。张子霖的脸肉眼可见的从脖子红到额头，双目死死的瞪着，气得半天说不上话。萧雨还在地上满脸悲愤的喊着：“徒儿，徒儿一片真心。”张子霖满脸恼怒的站了起来，一脚就踩了过来。我让你闭嘴！好大的胆子，竟然连我也敢惦记！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张子霖当时就把储物袋收了回去，右掌再次举起，法光滔天，当场就要把萧雨给废了。萧雨还在那里一字一字的说着：“我既然敢说，嗨嗨，就没想过活命。”萧雨说完又吐了一口血，今日就是被师傅打死，我也无怨无悔，无怨无悔。张子霖表情恼怒，手中的法术迟迟没有落下，难怪他一直尽心尽力的帮他做事，难怪他修为提升的这么快，还敢出现在他面前，感情他是打的这个主意。哼，原来他一直尽心尽力，竟然想行此等僭越之事，简直狗胆包天。萧雨还在那里吐血说着：“如果师傅真要杀了徒儿，那徒儿来世再来寻师傅。”张子霖眉眼颤抖，要是此事传出去，他还怎么在合欢宗里混？可这萧雨确实挺有本事的，上次突袭作战的计划就是他提出的，而且还是他手下唯一一个会炼丹的，真杀了他，他可就难办了。就在这时，萧雨满脸吃力地掏出了储物袋中的一样极品法器，那是他审判华莲获得的极品法器千香万美图。在那法器出现的瞬间，张子霖就呆在了原地，哪怕是他也从未见过极品法器。看着那法光玄妙、霞光四射的极品法器，张子霖整个人都愣住了。萧雨一脸悲愤地说着：“这是弟子祖上传下来的，反正今日也是死，就赠与师傅了。本来弟子今日就是来给师傅送宝图的。我知道我资质低微，修为低下，就是拿出来使用也发挥不了这法器的神威。师傅一个人在此地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弟子每日都担心师傅的安危，此图就赠与师傅，也了徒儿的一桩心事，死而无憾了。”张子霖的念头从此刻开始不通达了，他已经修炼了这么久，哪怕是他师傅也没有给他过如此贵重的法器，这种法器一旦出现，就绝对会被万千修士疯抢，甚至血流成河。难道这萧雨是真的对他有意？当时张子霖的脸上就红了一片，赶忙歪过头去，心如鹿撞，问世间有几人能将此等宝物赠与他人的？很多道侣虽然一起生活修炼，可每个人的法器和灵石都是自己管的，谁也不会把自己的家底拿出来，除非对方是真心的。看着地上还在吐血的萧雨，张子霖一脸慌乱的拿出了一颗止血丹，全程都没有看他。与此同时，门外的吕灵儿也带着他道侣叶昊天走了过来。叶昊天一脸紧张的在那说着：“你师父真要见我，他要是不同意怎么办？”吕灵儿无比自信的拍了拍胸脯：“放心吧，叶哥哥，我师父对我老好了，等会我帮你说。”嘿嘿。萧雨表情傲然，估计现在张子霖已经不舍得他死了。就在这时，萧雨突然看到外面走进来俩人。当他看到吕灵儿后面站着一个长得比他还帅的小白脸后，当时他就在心里骂了一句：“禽兽！”张子霖也坐在那一脸慌乱的捋着泛红的道心，时不时回首看向萧雨，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吕灵儿进来后便抱拳说着：“徒儿见过师傅。”叶昊天也在一旁抱拳说着：“弟子叶昊天见过张长老。”萧雨当时就在心里冷笑了一声，赶忙给张子霖传音：“师傅，你看这叶昊天能是好人？我看他八成是想欺骗灵儿师姐的感情，你让他把他最好的法器拿出来给师姐，你看他愿意不？”张子霖右拳紧握，声音急躁：“我让你闭嘴，别给我传音，否则我就逐你出师门。”萧雨当时就把嘴闭上了。而后张子霖便强装淡定跟吕灵儿说着：“这便是本宗的内门弟子叶昊天吗？炼气7、8层，修为倒是不错。”吕灵儿嘿嘿一笑：“那是自然，叶师兄人可好了师傅，他还给我拿了一件法器呢。”萧雨轻声笑着：“哦，想不到叶师兄出手如此阔绰，是何法器？”叶昊天恭敬抱拳：“只是一件下品法器，不足挂齿，不足挂齿。”张子霖刚见过极品法器，下品法器他显然已经看不上眼了。吕灵儿再次上前，一脸欢喜地说着：“师傅，叶师兄的师傅您应该也认识，他说等过些时日他师傅就会来提亲呢。”萧雨赶忙传音：“师傅，一个下品法器就想骗走您辛辛苦苦栽培的徒弟，其心叵测啊，其心叵测。”张子霖，你再敢说一句，我就割了你的舌头！
别让本座听到你的声音。而后张子玲冷声看向叶浩天说着，灵儿资质尚浅，婚配之事还是放一放，眼下战事吃紧，灵儿你还有心谈情说爱？吕灵儿当时就呆了3秒，不是，他师父怎么今天有点，不是一直都说让他找个好的道侣吗？怎么人带来了，他又不同意了？叶浩天也听出了对方的意思，赶忙抱拳说着，弟子对灵儿师妹一片真心，恳请张师叔成全。张子玲撩起裙摆，此事他日再议，叶浩天你先退下，我有事跟灵儿说。叶浩天心有不甘，想了想后还是抱拳离去了。吕灵儿一脸委屈地撅起了嘴，看到叶浩天走后，他赶忙上前说着，师父啊，您不是一直说让徒儿找个好道侣吗？叶师兄的师父可是筑基期大圆满，最近还被收为亲传弟子，手中还有一件上品法器傍身，仪表堂堂，而且还未寻过道侣。弟子张子玲冷声说着，身上有上品法器就给你个下品的，当我张子玲的徒弟是那么好骗的？萧雨当时就笑出了声。吕灵儿有些疑惑地看向萧雨，萧雨赶忙捂着嘴装模作样的指了指天花板说着，这宗物殿真气派，然后再转脸看向墙壁上的牌匾说着，这牌匾也不错。张子玲再次看向吕灵儿，缓缓吐气，此事他日再议，如若那叶浩天是真心的，为师自然会同意，现在还不是时候。万妖秘境要开了，你这1个月准备一下，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外出。吕灵儿表情委屈，抱拳低手，是。在吕灵儿走后，张子玲再次看向了萧雨，萧雨一脸赴死之姿。张子玲右拳紧握，你那宝图自己留着，不到生死存亡之际万不可拿出来，一旦被人发现你有此等重宝，下场可想而知。这将流程，为师还是选其他人。还没说完，萧雨就抱拳说着，师父不要因小失大，徒儿知道师父担心我的安危。张子玲眉眼竖起，花枝乱颤，你萧雨，宗门里肯定有奸细，师父是法器损毁了吧？万一被人知道传到玄灵宗就麻烦了，徒儿送徒就是猜到师父法器毁了，师父喊别人去，徒儿是1万个不放心，1万个不答应。就算那人不是内奸，可要是带着师父的储物袋跑路了，或者被正派的抓到了，岂不是更麻烦？徒儿我绝对不会将此事暴露，要是被正派的抓了，我绝对自裁当场，也绝对不会将师父的事说出去。1个月后的万妖秘境，徒儿也不去了，为师父做事，我肝脑涂地。张子玲单手托着下巴，面露担忧。萧雨说的不错，万一底下人拿了他的储物袋跑了，本来就人心惶惶，内奸遍地，之前就有个别弟子偷偷逃走了，眼下他最能信任的就是萧雨，他做事比较稳重，而且那个火和尚只喜欢跟有副职业的修士交友，性格怪异，不派萧雨去，就算其他弟子见到了对方，也不一定能让对方练气。萧雨见状再次上前说着，师父，徒儿现在不想管什么正邪大战，一心只有师父安危，师父可以提前布置传送阵了，到时候对方打来，咱们好有个退路，甚至还可以祸水东引，让那2个坑爹的长老替师父出力。张子玲眉眼微低，坑爹是为何物？萧雨缩了缩脖子，思索片刻后再次开口，就是坑人，他们不想出力，咱们可以玩个空城计，把玄灵宗的引进来，他们2个想活命肯定会跟对方打的，师父可以趁机用传送阵离去，或者去偷袭玄灵宗老巢，只要抓住像林策那种级别的弟子，就可以坐地起价，或者私下里跟他们签订停战协议。张子玲顿时眼前一亮，你是说跟玄灵宗表面停战？萧雨，自然，本宗把咱们当炮灰，咱们想活命只能自己想办法。师父太善良了，徒儿不忍师父被人利用，所有恶事徒儿愿意代劳。张子玲下意识咽了咽口水，看着面前处处为他考虑的萧雨，缓缓吐了一口长气。你万事小心。萧雨见状直接拿上了那储物袋和桌子上的令牌，头也不回地走了。萧雨马不停蹄地跑回了炼丹房，拿出玉女葫芦就召集了李青云等人，先用神识降低玉女葫芦的威力，而后直接将他们都收了进去。葫芦中，李青云喜极而泣地喊着，太好了主人，青云对您感激不尽。太好啦，终于可以见到母亲了。保险起见，萧雨就那么走了。有令牌的他通行无阻，来到外面第一件事就是拿起那敛气宝玉，直接放在衣怀中，扮作一砍柴农夫，挑起柴火便走。步行了半天，虽然在山上见到了2个修士，可对方也没有管他。很快他就顺利摸到了江流城附近，一到门口他就傻眼了，看着城门外那密密麻麻的灾民，看着那城门把守的凡人大军，他敢断定那群人里有正派的修士。就在这时，前面走过去一个背着蔬菜的老伯，来到城门前就被那群士兵拦住了。例行检查，站那别动。萧雨当时就眯起了眼，
他就那么看着那群士兵把那老伯全身都翻了一遍，鞋底、袖口、蔬菜篮子、嘴里，我操，要不要这样？萧雨身板挺立，挑着一筐柴火就走到了城门前，他就那么一脸玩味地看着对面那守门的士兵，表情甚至还有一丝自信。他储物待藏的地方就是给对方1万个胆子，对方也不敢去找。至于那敛气宝玉，那就更加隐蔽。正当他一脸自信地挑着柴火站到那士兵跟前时，那人在看到萧雨的表情后突然哆嗦了起来。萧雨嘴角轻扬，一脸亲切地笑着：“官爷您辛苦了。”然后萧雨就学着前面那人的样子，双手伸到了头上，露出一副随便对方检查搜身的自信表情。那士兵在看到萧雨那副表情后，言语极其慌张：“下一个，下一个。”萧雨当时就缩了缩脖子，看着不打算检查他的士兵，他一时有点懵逼：“不是，哥们儿。”那士兵一看萧雨还不走，当时他就直接把刀拔了出来：“死断袖还不滚，别妨碍老子执行公务！”萧雨赶忙挑起柴火就往城里走，他还不能走太快，因为储物袋在他裤裆里。对方连检查都不检查，就这么放他进来了，什么意思？说他是断袖。萧雨在和欢宗待了1年，自然是知道断袖是什么意思的。断袖就是只喜龙阳之好的男人，如果是喜欢女人的女子，便叫魔镜。不是，他刚才好像挺正常的，不就是对那士兵笑了一下吗？至于吗？萧雨就那么穿过了城门，进到了城里。远方琳琅满目的宫阙，流光溢彩，近处是由青石板铺就的大街，车水马龙，市井繁华，小贩吆喝之声不绝于耳，高檐飞脊，雕梁画栋，每座楼阁都如仙宫般华丽，门上挂着的大红灯笼随风摇曳。酒楼茶馆香气四溢，宾客盈门。萧雨还是头一次来这种大城，一时有些新奇。正当他看得入迷的时候，前面突然走来一白脸男人。那男人眼神愉悦，嘴角上挑，走到萧雨耳边就小声说了一句，兄台一看便是性情中人。说着便掏出了一个银元宝，一脸暗示的递到了萧雨跟前，同时还用他手里的纸扇按在了萧雨的脖子上，就那么轻轻的一划。萧雨瞬间头皮发麻，滚！破音！那白脸男人顿时一愣，回过神时，萧雨已经挑着柴火走远了。萧雨被那小白脸恶心的半天缓不过来，此时的他终于察觉到了一些不得了的事情，拿起一块布挡住自己的脸后，他便一脸低沉的看向街道四周，有男人牵着女人走的，有女人搀着男人走的，也有女人搂着女人走的，可还有男人搂着男人走的。萧雨赶忙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拿起烟斗，一脸恶寒的吸了起来。他好像忘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这里之前好像被合欢宗统治过一段时间，要知道合欢宗里的修士就没有几个正常的，有时候在宗门里找不到道侣互通功法，他们就会偷偷摸摸跑到凡人的地方去找那些凡人，仙凡有别，完事后那些修士就跑了。可有些凡人是落下了病根，更有身患隐疾者，不在少数。他好像记得之前听人说过，合欢宗有个130岁的炼气期老头，专门为江流城里的年轻男子吃合欢丹，一手引龙诀，无坚不摧，闻者无不丧胆。看着江流城里那些品行炸裂的凡人，他敢断定这座城里定是基佬遍地走。正当他在那抽着烟缓解恶寒的时候，他突然看到街边一老乞丐突然朝着一只雄性野狗冲了过去。嗷！汪汪汪汪！狗嚎声不绝于耳。萧雨当时就跑了，如此炸裂的一幕，纵使是他也有点招架不住。这种东西肯定不能看，会有阴影的。萧雨几经中转，终于跑到了一处看似安全的方式，看着四周的男人，他本能地跟他们保持着极大的安全距离。尼玛，这种感觉他怎么形容？这就好比他刷小视频的时候，突然刷出了2个男人的视频，视觉冲击力足足让他半年都缓不过来。想不到小小的江流城竟然如此危险。想了想，还是通过神识联系上了玉女葫芦中的李青云。李青云闻言说道：“主人别在城北待着，因为城北靠近合欢宗，当年这里的凡人可遭了老罪了。城南倒是正常一些，小女家就住在城南，不过那边好像有玄灵宗的修士。”萧雨在听到城南有玄灵宗的修士后，面容沉思：“先不去城南，我先找个地方打探一下情报，什么时候去你家后面再说。”李青云连连点头：“好的，主人，主人万事小心。”萧雨换了身行头后，便朝着城西走去了。街道上确实有不少士兵，而且萧雨每隔一个街口就能看到一个修士模样的人在楼顶上张望着。几经周折，他终于寻到了一家客源繁多的酒楼。酒楼之内熙熙攘攘，人声鼎沸，桌椅之间宾客接踵而至，几无立足之地。萧雨环顾四周，寻了一偏角，叫上2两烧酒1盘肉干后，便恭听起了旁人的谈论。只见旁边一桌4人，皆为才子书生样貌，
一手持竹扇男子慢悠悠地取出一包甘蔗渣，往茶杯中泡着。此甘蔗渣，乃我少时忆红颜吃土剩下的，我已珍藏了5年之久。每当兄弟我思那姑娘，便取出泡入杯中，细细品之。思的不是茶，思的是那段长人啊。另一青年闻言，也从衣怀中慢慢取出了一件开线的手帕，一脸风流倜傥的在那说着：“此物也是我忆红颜所用之物，每当在下忧思，便会取出盖于脸上，就好似被那姑娘贴身依偎，妙不可言呐。”萧雨眼角抽搐，这江流城里的都是一些什么玩意？怎么一个个的都比他还要下贱？看着那个取出一小块甘蔗渣泡着茶的男人，萧雨恶心到了极点。他一直以为他够变态的了，可跟这些文人墨客比，他还是差了一些。难怪人家说写书的都不是好东西，今天他是见到了。就在这时，他突然看到有2个身穿长袍的练气期修士走了进来，看样子是玄灵宗的。小二，来一壶上好的江流香，再来2盘鸭肉。那2人叫完菜后，便在那议论了起来。萧雨就坐在他们背后，背对着他们，一边吃着一边听着。要说这玉女宗分舵的沈梦雅也忒不是东西了，她凭什么对我们玄灵宗指手画脚？之前玉女宗本宗被灭关我们什么事？那白月不自量力跟合欢宗宗主斗法，没打过被灭了，怎么还能怪在我们头上？凭什么让叶芷柔那个贱人过来分我们的补给？另一个人闻言赶忙劝着：“别那么大声，万一被那群女人听到就麻烦了。估计那沈梦雅想帮白月报仇是假，她想趁机夺好处是真。这叶芷柔估计也是被她派来收好处的。可是这叶芷柔不是白月的徒弟吗？怎么现在又认玉女宗分舵的沈梦雅当师傅？”对面那人当时就拍了一下桌子：“嗨，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沈梦雅可是白月的师妹，我之前就听说他们2人关系不和，现在白月完蛋了，沈梦雅就以玉女宗宗主自居了。现在沈梦雅打着为白月报仇的口号，极短时间内就召集了1000多名流落在外的玉女宗弟子，加上他们分舵的那1000人，估计都快赶上之前白月本宗的人数了。”萧雨闻言皱眉，一脸沉思的端起酒杯喝着，看着审判室里的白月，他大概是摸清楚了，估计叶芷柔背叛白月就是被沈梦雅指使的，指不定这里面还藏着什么秘密呢。就在这时，身后那2人又说了起来：“就是这天天站岗也太烦了，我们可是修士，为什么要保护这些凡人？万一我们没休息好，作战乏力，岂不是更棘手？这就叫面子活，因为咱们是名门正派，必须得站出来保护凡人。真是有毛病，这年头修仙的有几人是为了保护蝼蚁踏上的仙路？我看八不成是那个元婴期的老怪物用凡人的信仰之力温养什么宝物，真是有病。算了，别说了，等会还得去灵光寺，看看能不能求火和尚帮咱们也炼制一些法器傍身。”萧雨闻言便慢慢走了出去。火和尚在灵光寺，这下不用挨个庙找了。正当他想着去找火和尚的时候，他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前面好像有个光头，不是他印象中的光头，而是一个尼姑，一个睫毛弯弯、身材极为丰满的尼姑。当时萧雨就看迷了眼，哪怕对方没有头发，可也掩盖不住他那傲人的容貌。极品，这是个极品尤物。只见那尼姑手里拿着几串佛珠，跟路过的妇女说着：“这位女施主，此乃9灵菩提，仅需3两黄金，可保财运。”那妇人当时就皱了皱眉头：“3两黄金，你抢钱呢？”那尼姑双手合十，缓缓低首：“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打诳语，鬼才信你的话。呵呵，现在尼姑都出来骗钱，真不害臊。”那妇人说完就走了。萧雨见状赶忙上前，一脸皈依佛门的样子说着：“这位师太，此佛珠可借在下一关。”萧雨说完就更加震惊地瞪大了双目，眼前的这个尼姑属实有点超标了，身姿若柳，面似芙蓉，眉眼间自有一股超脱尘俗之态，气质是一种不容亵渎的神圣清净之感。可是她的身材却比那白月还要夸张。如果说白月的身材哪里都是黄金比例，那这个尼姑的大腿却是超出了那个黄金比例。她的腰很细，可是腿很粗，比她的腰还粗，有一种丰腴的肥美感，哪怕是透着那灰色的尼姑服，也能看出那无与伦比的力量感。肥而不柴，油而不腻。这位施主，凭您是灵光寺的灵性，施主您当真要买这菩提手串吗？价格还可以再商量。随着对方一声询问，萧雨赶忙装作查看手串的样子，把玩了起来。对方的声音竟然也非常亲近，有一种圣洁感，很不一样，是他没有见过的全新版本。听他的声音，萧雨感觉自己的灵魂都被洗涤了。世间真的有这种可以让人心灵愉悦的声音。萧雨每天都是听审判室里的白月谩骂他，今日竟然被一个尼姑的声音洗涤了灵魂。当时他就打算跟对方深入交流一番，直接伸手拿出3两黄金，说着：“不用讲价了，我这人从小就信佛，我佛慈悲。”林星见状顿时眼前一亮，
赶忙双手拍住萧雨伸过来的黄金核石，而后无比虔诚的鞠躬说着：“阿弥陀佛，贫尼这里还有一条开过光的混沌神佛项链，可保师主考取功名，仅需20两黄金。此物乃灵光寺高僧火仙人亲手炼制，可挡灾，可避祸，童叟无欺。”萧雨当时就眯起了眼睛，看着对方手中的地摊货，他都有点想笑。不是，这小尼姑还骗钱呢，怎么不出恶女判定？这光天化日之下，仗着佛门的名号骗钱，实在是太不像话了。就在这时，林星又拿出了一个玉扳指，说着：“此物为麒麟金光剑，仅售50两黄金，可保施主活到200岁。出家人不打诳语，今日施主遇到贫尼，这是施主的造化啊。”林星说着说着，眼神就开始放光，声音也亲密了起来。价钱好说，佛度有缘人，就看施主诚心不诚心了。萧雨下意识咽了咽口水，我买是想买，可我身上没带那么多钱，你跟我去我家拿钱。林星闻言扬嘴笑着，贫尼在此等候，便是施主如果觉得贵了，可以讲价的。萧雨单手托腮，想把对方骗到没人的地方，好像有点麻烦，他又不能在大街上用玉女葫芦把它收起来，被别的修士发现就完了。看着那项链、玉扳指，萧雨故作沉思地说着：“那这2样加起来一共1两黄金。”林星当时就笑了起来：“成交，掏钱。”萧雨暗叫我草，给多了。他就这么被坑了一把，一阵想笑。要不是他信佛的份上，他高低的整2句。看着拿着钱跑走的林星尼姑，萧雨越想越不是滋味。他一个现代人没被缅北的骗，今天反被一个尼姑给骗了，估计是刚才光顾着看腿了，大意了。萧雨就那么跟了上去，打算收回点利息，不能亏本。可当他跟上对方后，他却发现那尼姑竟然跑到米庄买了一大车米，而后还买了一些生活用品，就那么推着平车走了，眼里全是兴奋。萧雨就在后面跟着，本以为对方会回灵光寺，可跟到地方才发现是一个破旧的院子。一到跟前，他就听到里面传来了一群小孩的叫喊声。哇，林星姐姐好厉害啊，这下丫丫不用挨饿了，竟然还有葡萄干。姐姐，你去哪弄的钱方丈那个老顽固舍得给你了？林星一脸责怪地喊着。小孩子别乱说话，这些东西都放起来吧，节省一些，现在是战争时期，物价飞涨。萧雨已经看到了那些小孩，一个个穿的都很破烂，甚至还有人光着脚。他就那么在门口看着林星从平车上取出了一些衣物给那些小孩换上，他有点不想找他麻烦了，这女人配相太妙。就在这时，远处走来了一个身穿华服的妇人，身后还跟着几个家丁。看着院子里的林星就吼了起来：“死尼姑，竟然敢骗我的银子，你这是找死，快点还钱！”林星一脸尴尬的低手合十：“阿弥陀佛，佛说。”话还没说完，那些家丁就上了。萧雨本不想多管闲事，他从来也不认为自己会做好事，可真当他亲眼见到这种事后，他还是上了。就算他不用法力，凭借9阳神体对付几个凡人还是绰绰有余的。将那些家丁全部打晕后，萧雨就看向了那个穿着华服的妇人，看了2眼后，萧雨就骂了一句：“还不滚！得亏是他长得丑，要是长得俊，今天他也得挨打，而且还是毒打。”林星认出了萧雨，一时有些尴尬。那个我，萧雨看着躲在角落里的那10几个小孩，自然也猜得到，战争时期他们这些无家可归的小孩会有多惨。之前他就在和欢宗的任务栏看到过有人要买童男童女，比如像王妹这种修炼邪法的。看着那些无助惊恐的表情，萧雨缓缓吐气，再次拿出10两黄金给到了林星：“我看上了你脖子上的佛珠，一并卖给我吧。”林星下意识攥紧了拳头：“我不卖了，这位施主，刚才真是多谢你了，佛主会保佑你的。”还没等他说完，萧雨便取下了他脖子上的佛珠，而后将钱放到对方手里后便走了。还是别欺负人家了，做人得有底线。可就在他刚走出院门的瞬间，他却突然听到那尼姑在里面笑了出来：“哈哈，那傻蛋还真以为我不卖他呢。”一旁的丫丫也在那说着：“姐姐你好话啊，哈哈，不过这样真的不要紧吗？管他呢，他这种傻蛋就算不被我骗，也得被人家骗，嘻嘻。”林星一脸开心地攥紧了拳头：“今晚姐姐请你们吃烧鸡。”哦，那群小孩也在那喊着：“烧鸡烧鸡！”当时萧雨的脸就黑了，他感觉他的智商被蹂躏了。当时他就走了进去，表情炸裂：“你他妈的！”林星看着突然又回来的萧雨，本能地瞪大了双目。后面那群小孩见状也喊了起来：“不好，大傻子回来了，进攻！”然后那群小孩就拿出了弹弓，对着楚风的裤裆。楚风当时就恼了，冲到小孩群中左捶右敲，一炷香后，林星看着被打晕的那群小孩，
表情恼怒，你还是不是男人？他们只是小孩子，你也下得去手？萧雨才不管他那一套，直接把他拽到了后面的破屋里。当时林星就瞪大了眼珠子，你敢？我可是佛门子弟，你要是敢动我，你一定会下地狱的，你会下地狱的。萧雨面不改色，直接扯了扯衣领，低声笑着，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林星当时就吓懵了，我诅咒你下辈子投胎做蛤蟆，我可是佛门弟子，你要是敢碰我，你下辈子一定会做蛤蟆的。大哥别，大哥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大哥。半个时辰后，院子里的小孩有几个已经醒了，一醒来就去摸弹弓，还想着去揍萧雨。可此时的林星已经被萧雨揍趴下了，那一刻他仿佛失去了信仰，看着打算拍拍屁股走人的萧雨，他的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到了布满灰尘的桌子上。那一刻他真的想死，他就这么，要是被寺里的人知道他破了清规，他就完了。萧雨看着他那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又听着外面嗷嗷大叫的小孩，心里一阵无语。我要不是看在你行善积德救助弱小的份上，我肯定跟你没完。行了，我也不白占你便宜，这有52两黄金，我反正也用不着了，都给你算了。然后萧雨就把身上仅有的钱都拿了出来。当林星看到桌子上那些黄金的时候，当时他就坐了起来，表情放光。你以为用这些东西就能收买我？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说着他就把那些钱都塞到了衣服里。我才不稀罕你的臭钱。刚穿好衣服的萧雨当时就有点晕，这装钱的速度比他穿衣服的速度都快，这该不会是个财迷吧？财迷尼姑。就在这时，林星突然轻声细语的来了一句，那个大哥，你只要再给我50两，我就不告官抓你。说话算话。萧雨当时就来了个大小眼，他是真没钱了，身上只有零食。我没钱了。林星听到这里，表情突变，声音冰凉，慢走不送。萧雨一脸无语的挠了挠脑袋，要不是看着他帮助弱小的份上，他今天说什么也得把他关到玉女葫芦里。他就这么走了，兜兜转转，终于到了灵光寺。看着那繁华至极的寺庙，萧雨一时看花了眼。这寺庙比他们分舵的宗物店还气派，墙壁上的瓷砖都是金雕的，瓦片鎏金，金碧辉煌，真有钱，不是一般的有钱。就在他张望着的时候，林星突然在他身后说了一句，哼，你身上要是没钱的话，就别来灵光寺自找难堪了，我劝你还是早点离去吧，到时候被18铜人发现你没钱，你可就惨了。萧雨有些意外地看向林星，这女人竟然还敢跟他说话，刚才还要死要活的。还没等他开口说话，林星便眼眶红红地走了进去。萧雨看着庙堂前烧香拜佛的凡人们，迈步向前。庄严奢侈的庙宇，香烟缭绕，众人或跪或立，虔诚地将香树插入炉中，香炉鼎盛，香气浓郁，如烟云般升腾而上。萧雨也想学着那些善男信女的样子，双手合十。不知怎么，他迟迟没有举起双手，只是冷眼站着。再次环顾四周，此地的繁华并不仅仅局限于表面，塞满的香火香，堆满的供台，手持黄金禅杖的老僧，身披五彩袈裟的方丈，就连那跪拜用的香炉都是金色的。萧雨清楚地记得江流城外面有一大群灾民，佛门起户，琼浆玉液，繁花似锦，而城门之外，贫者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者数不胜数。原本他以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已经很讽刺了，怎么连这佛门？仔细低手聆听，仿佛很多人都是求平安的，也有求财求福的，这里也有战争带来的阴影，一些凡人在祈求上苍结束这场争斗。萧雨慢慢走到一旁，询问起一小僧，小师傅，请问灵火高僧可在庙内？那和尚鞠躬核实，阿弥陀佛，小僧这厢有礼了。那人就那么鞠着躬也不起来。萧雨看着那光头，顿时一愣，这玩意是在跟他要钱。他身上确实没钱了。对面那和尚久久不起身，还在那等着萧雨掏钱。等回过神时，萧雨已经没影了。跑到庙堂外面的萧雨表情鄙夷，他又想到了林星，怎么这里的出家人都如此贪财，真是世风日下。正当他打算偷偷溜到后面找火和尚的时候，他好像听到隔壁传来叫骂声，林星，你个好吃懒做的东西，还敢偷跑出去，看我不教训你，真是反了你了。隔三差五的就往外跑。萧雨赶忙躲到角落，前方是3个尼姑正围着林星殴打着。萧雨眉眼低沉，看着衣服上全是血的林星，他已然动了杀心。这林星再怎么说也是他的人，这群贱货。林星一脸无神地捂着自己的衣袖，任由他们践踏殴打，仿佛已经见怪不怪了。就在这时，为首一尼姑突然将他袖中的钱袋夺了过去。好啊，还敢藏私，
上回你欠的孝敬钱还没给呢。林星在看到钱被抢后，再也顾不得那么多，上去就咬。一旁的尼姑见状顿时大怒，捡起地上的石头就要砸向林星。下一秒，那3个尼姑便消失不见了，钱袋也落到了地上。林星一脸慌张地捡起钱袋，四处张望着。葫芦哪里来的葫芦？萧雨已经以最快的速度将玉女葫芦收起来了，还是被对方给看到了。释放完法术后，萧雨眼神慌张，左右巡视着，确保天上没有人后，他便慢慢走到了林星跟前。看着被打伤的林星，萧雨想要上前安抚，林星则突然起身，面色羞愤地躲开了。还没跑远，他便突然又停住了身子，看着身后的萧雨，他不由得想起了对方买他东西的情形。刚才他是释放了法术吧？他是一个仙人，一个仙人怎么可能会看不出他卖的东西是假的？他为什么要帮他？可这家伙为什么帮了他后面还对他做那种事？而且刚才看他的反应，好像非常忌惮天上，难道他是魔道的？他又帮了他？还在他愣神的时候，萧雨便低声说着：“这种恶心的地方待着干嘛？还俗吧，跟了我。”林星把脸一歪，不想看他。我只不过是想问个路，那些秃驴就问我要钱。你伤得怎么样了？我看看。看着即将走来的萧雨，林星一时慌张地红了脸。你别过来！四目相对间，他又突然想到了什么。快跟我来！萧雨有些意外地跟了上去。几经周折，他便来到了一处柴房。林星把门关上后，缓缓吐气。你胆子也太大了！你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正派的修士吗？你也敢用法术？萧雨眉眼闪烁。我肯定不能看他们欺负你。你知道我是魔道的。林星下意识咽了咽口水。你别杀师姐他们，我们灵光寺的人很多都是被逼无奈，玄灵宗的家伙每个月都会来我们这里收取钱财，师姐他们罪不至死。萧雨冷声笑着，敢打我的女人，罪该万死。林星一时有些气愤，你莫要杀害他们，你想做什么，我帮你便是了。萧雨点着头，我来找灵火高僧，你可知在何处？林星闻言愣神，灵火师叔他出去了，3日后才回来呢。你找他做甚啊？萧雨没有说话，并不想让对方知道太多。林星缓缓吐气，看着不想开口的萧雨，低声说着：“你是合欢宗的仙人吧？之前我就在城里听说有这么一群人，以夺人元婴修炼。你胆子也太大了，这种情况你都敢进城？你刚才还敢释放法术，万一被抓到你就惨了。”萧雨冷眼竖眉：“我的女人被人欺负，别说被抓，就是死我也不能坐视不管。”林星眉眼慌张，他自幼在灵光寺里长大，从未接触过这种事。回过神后，赶忙单手握着佛珠念着：“罪过，罪过。”萧雨一看他又拿起佛珠，当时他就大步走了过去。林星突然瞪大了双目，看着对面的萧雨，他差点喊出来。可一想到天上可能有正派的修士，他就紧紧地闭上了双眼。萧雨看着他那副样子，上手摸了摸他的光头，这种感觉很新奇。他的光头是热的，而且还温暖，林星也不敢动了。这太疯狂了，在寺里，他真的对他有意。一个仙人为了他一个凡人舍身犯险，怎么办？还俗？要还俗吗？可还了俗，他该怎么去搞钱救那些孩子呢？1个时辰后，林星一脸激动地拿起瓢羹往嘴里灌着水漱着口，转身看向萧雨，直接就是一巴掌。你混蛋！萧雨上手就接过了他的手掌。你这能照顾那些小孩1日，又不能照顾他们一生。你跟了我，我帮你把他们安置好，你难道一辈子都要靠骗钱生活？林星一时还没有接受现实，就跟做梦一样。他刚才竟然在灵光寺的柴房里，当时他就满脸委屈地坐地上，拿着佛珠念起了静心咒：罪过，罪过，心若明镜，尘璧不染，尘璧不染。没多久，他就背着行囊跟着萧雨走出了灵光寺。我跟你出来不是说要跟了你，我还会回寺里的，我就是想帮助那些孩子，他们爹娘都死了，孤苦伶仃的。你不会打算把我卖了吧？灵火师叔平日里对我很关照的，你要是敢欺负我，灵火师叔肯定跟你没完的。林星一路都在那里说个不停，也不敢大声说话，脸红得不像样子。萧雨看着玉女葫芦中的那3个女尼姑，嘴角上扬。这3个虽然没有林星这么清净圣洁，可毕竟也是师太，等晚上他可得好好的向他们探讨一下。这3天他干脆就当放个小假，去李青云家看看，毕竟人家母亲重病了，他这个当女婿的不得去帮人家治病。再次回到那破院，林星赶忙喊着：呀，大龙，你们快点出来啊，今日收拾一下，跟姐姐去李家。那些小孩一脸茫然地看着再次回来的林星。姐姐，你怎么又跑出来了？被带到他们不得罚你。萧雨微微笑着，没事，你们林星姐姐不放心你们，专门请了3天假，打算给你们寻个好人家。
丫丫有些委屈地望着林星：“姐姐，姐姐，你不管我们了吗？”林星的眼睛瞬间就红了。不是，姐姐怎么可能不管你们？一旁年纪稍长的少年大龙轻声劝着：“咱们十几张嘴，姐姐肯定照顾不过来的。李府，是城南的李府吗？要是真去了李府，咱们就不愁吃穿了。”突然，一发弹弓射来，萧雨上手一握，顿时面色发黑。林星赶忙喊着：“别动手，他们还小。”“哎呀，你们也真是的，别顽皮。这位哥哥等会带咱们去李府，你们对人家客气点。”后面几个小孩无比激动地喊着：“大傻子能安好心，他肯定是收了李府的钱，他要把俺们卖到李府当佣人，我们哪都不去。姐姐，你不要被他骗了。”“对，怎么可能有这种好事还送我们去李府？肯定是吓人。”大龙侧目摇头：“别闹腾了，你们可知道有多少人想去李府当下人都没机会吗？在那里做工，每个人都有单独的卧房，你们难道要一直在这里待着等死？还是说要一直麻烦林星姐姐？做人要靠自己，咱们已经麻烦了姐姐半年之久了。姐姐因为跑出来被寺里惩罚，你们可还记得？”那群小孩全都低下了头。林星缓缓吐了一口长气：“好了，大龙，咱们走吧。”萧雨就那么带着那群小孩去了城南，大龙几个小孩也在后面推着车。林星还想帮忙，却被萧雨拉住了。他们现在毕竟是孤儿，必须要学会自立。一行人就那么走着，等他们走到城南，太阳也要落山。看着前方的府邸，那群小孩纷纷瞪大了双目：“哇，好漂亮的房子！这就是江流城最有钱的李府啊！我们真能进去吗？”萧雨昂首看着，一株漆大门两旁蹲守着一对石狮，气势雄浑。虽还未天黑，下人便站在高凳上，将大红灯笼高高挂起。门口的家丁看着萧雨那群人，当时就喊了起来：“哪里来的叫花子？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别在这碍眼！”萧雨没有发作，带着林星他们去了一处街角。天马上要黑了，必须得尽快进去。既然是江流城的首富，那肯定跟修仙者有来往，估计玄灵宗的也找过他们捞油水，不能就这么从大门进去。跟林星交代两句后，萧雨便摸到了后门，直接一跃就那么摸了进去。玉女葫芦中的李晴云此时已经激动地哭了出来：“主人，主人，我母亲的房间在东边，门前有个梅花树。主人你小心点，我被修仙者抓走的事，家里都是知道的。玄灵宗的肯定来问过话，一定要小心啊。”萧雨就那么按照李青云的指引，摸到了他娘韩秋水的房间。刚一到门口，他就听到里面有个声音戏谑的男人在那说着：“大嫂啊，不是弟弟不帮你，大哥被杀，青云被抓，又不是我害的。你要知道，本身大哥就没有儿子，这李府说白了也都是我爹经营起来的。现在大哥死了，家产自然而然就落到我身上了。大嫂又体弱多病，无法独当一面，难道我要让这硕大的家业付之东流？”萧雨透过窗户往里一看，喉结滚动不止。只见床上一无比貌美的女子正用手帕擦着嘴角的血，仪态端庄，眉如远山寒翠，身着刺有梅花的锦绣旗袍，貌若天仙。难怪能生出李晴云那种姿色的女儿，感情是遗传的好。看样子最多30多岁，保养的极好。说她20多岁，萧雨都信。那张没有血色的脸上镶着一张红艳艳的小嘴，萧雨当时就攥紧了拳头。屋里男人还在那里说着：“大嫂，我哥不自量力去找仙人的麻烦，这可怪不得我，你也别说我吃什么绝户，我跟我哥本就是一家人。”韩秋水表情恼怒：“你这个混账，是不是你将秦云骗到城外的？如果不是你，他怎么可能被合欢宗的抓了？”李万才，你好毒的心！李万才一脸不屑的咧嘴笑着，语气突然变得冰冷了起来：“我说大嫂，你这是给脸不要脸！我再说最后一句，把库房的钥匙交出来，否则老子我可对你不客气了。”韩秋水顿时眉眼竖起：“你想干什么？你大哥尸骨未寒。”李万才眼神上扬，不怀好意地摸了摸下巴，而后便一步一步地朝着病重的韩秋水走了过去。当年你嫁给我大哥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很勾人，明明那么勾人，却总摆着一副冷若冰霜的脸。弟弟我其实早就……韩秋水见状大怒，抬手拿起床边的红色绣花鞋就砸了过去。“你放肆！来人啊！来人！嗨嗨，可嗨嗨！”韩秋水说着便吐出了一口血。李万才咧嘴笑着接过绣花鞋闻了闻：“现在李府上上下下都是我说了算，大嫂还是死了这条心吧。你只要跟了我，弟弟我保你荣华富贵，而且我还会找人给你治病。”说着，李万才就要上手去按韩秋水的玉手，还没等他得手，他就突然被谁拽到了地上。“什么人？”萧雨蒙着脸轻声笑着：“我治病的。”李万才一看对方竟然蒙着脸，当时就要喊，下一秒他就被对方手中的葫芦给收了进去。回过神后，李万才当时就慌了神：“仙人饶命啊！
与此同时，在他旁边的火海中，还有3个尼姑嗷嗷大叫着：“饶命啊！饶命！贫尼再也不敢了！”李万才当时就懵了，这不是灵光寺的尼姑吗？怎么？再次抬头一眼，前面那人不是他大哥的女儿李青云吗？此时的李青云也从萧雨嘴里得知了李万才做的事，秀眉竖起的瞬间，抬手举剑就劈了过去。混账，竟然想辱我母亲！去死！一剑刺出，李万才的心脏便被刺穿了，而后他就那么被李青云踢到了火海中。其余3个尼姑吓得哭喊连天：“不敢了，俺们再也不敢了，饶命啊！”就在这时，李青云被萧雨放了出去。病床上的韩秋水在看到女儿时，一时瞳孔猛缩，表情激动，身形猛颤。青云，我的好女儿！李青云看着嘴角带血的母亲，泪眼横流。母亲，呜呜，女儿不孝，爹他！母女俩相拥而泣，哭声凄凄。萧雨就在旁边看着，这韩秋水给他一种大户人家华贵妇人的感觉，有种说不上来的高雅。旗袍裙上绣着很多精美的梅花图案，整个人宛如一朵盛开的幽兰，顾盼生辉。她的秀发如云，梳成一个精致的发髻盘在头上，尤其是她那张没有血色病入膏肓的脸，看一眼便让人心生怜爱，看得他心都软了。就在这时，李青云突然瞪大了双目，眼泪再次涌出。什么？娘亲你别吓女儿，什么叫就只有半年可活？韩秋水一脸无奈的吐着气，眼中还带着一丝宠爱，上手抚摸着李青云的秀发后轻声说着：“你没事就好了，娘亲身体一直都不好，你是知道的，再加上最近心力憔悴，伤到根基了，大夫说最多还有半年可活，神仙难救。”李青云满脸悲愤地抱着对方哭着：“不，娘，女儿不能再失去你了，女儿现在已经可以修炼了，女儿现在也是仙人了，女儿一定会治好你的，娘你别怕，女儿一定。”李青云哭着哭着就下意识看向了萧雨，萧雨赶忙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抽起了烟斗。韩秋水侧目看了一眼萧雨，恭敬至极：“这位仙人，多谢您救我女儿，恕我不能起身行礼了。”萧雨抽了口烟后轻声笑着：“无妨无妨。”下一秒，李青云就满脸哀求地跪了过来：“救救我娘，求求你，主！”还没等他喊出主人，萧雨就赶忙给他传音：“叫相公。”李青云哭声凄厉：“相公，相公，求求你救救我娘！”韩秋水当时就愣了，感情他女儿是跟了这个仙人，也难怪，不然人家怎么会救他，还教他修仙？这样也好，凡间这么肮脏不堪，让他当个自由自在的仙人也好。萧雨回首看着韩秋水那副样子，一脸无奈：“我不是不能救，就是这种方式有点违背我的良知，我怎么可能对岳母大人做那种事？我道心会蒙尘的。”李青云知道萧雨肯定看得上他母亲，毕竟他娘年轻时在江流城里可算得上是万千才子的梦中情人，多少才子给他娘写信写诗，有何不可？只要能救我娘亲活命，又有何不可呢？相公，相公你就答应青云。李青云说着便有些难以启齿，这种事真的好吗？可看着病入膏肓的母亲，他还有什么办法呢？最近他也跟华莲学了一些药理知识，他知道他母亲这种病肯定是没救了。本来他母亲就不是自愿嫁给他爹的，年轻时是被他爹花钱抢娶来的，从那就郁郁寡欢有了心病，后面又经常帮他爹处理生意上的事，风里雨里操劳账房，本就有病，再加上最近的事，恐怕是真伤了根。用回气丹根治血丹肯定没有用的，必须得找个凡间的神医，或者找个可以起死回生的宝物。可这种时候去哪找？眼前唯一的东西就是九阳神体。九阳神体连灵根被毁修为被废的华莲都治得好，区区凡间的小病自然不在话下，就是不知道得治几回。反正华莲是治了数十次才彻底痊愈，他该怎么跟他母亲开口？就在这时，韩秋水有些亲切地笑了起来：“萧仙师，真是有劳你了，我们家青云给你添麻烦了。”萧雨赶忙抱拳：“无妨无妨，我跟青云是真心相爱的，岳母大人您不用跟我客气，叫我小雨就行。”韩秋水眼神缓和，仿佛生活又有了盼头，他现在哪怕是死都可以放心的去了，他女儿竟然成仙人了。就在他感慨的时候，李青云突然有些紧张地站了起来，一步一步地走到韩秋水身边，小声说着：“娘亲，相公有办法救你，他有办法让娘彻底痊愈。”萧雨一听赶忙摇头：“别胡闹！”李青云表情激动：“又有何不可？只要能救母亲的命，何必在意这些细节？”韩秋水一听对方能治好他，当时他也无比好奇地看向了萧雨。萧仙师，李青云还在那里跪着：“相公，妾身求相公了。”萧雨一脸不情愿地说道：“这可是你们自己要求的。”正当韩秋水愣神的时候，
李晴云已经红着脸把门关上了。韩秋水顿时一愣，看着一旁把灯吹灭的萧雨，又看着关上门窗的女儿，声音狐疑：“女儿，你们这是要做什么？”李晴云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着：“治病。”韩秋水一脸欣喜地看向已经拿着烟斗抽起来的萧雨，他天真的认为对方真的是要替他治病。关门关窗也很好理解，肯定是为了不让李府的家人发现，毕竟仙人都会避烦。当时韩秋水就满脸欢喜地伸手喊着：“女儿，快扶我起来！”李晴云就那么红着脸扶起了他娘，全程红着脸，根本不敢张嘴说话。萧雨之前就听李晴云说过，他母亲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是江流城出了名的大才女，才貌双全，不知道迷倒了多少江流城的才子，尤其是写书的说书的，就连茶馆的说书瞎子都经常说韩秋水的故事。什么江流城可以没有春天，但是不能没有韩秋水。秋水之才比圣人，秋水之貌如梅兰，各种赞誉韩秋水的诗词数不胜数。再加上韩秋水极为看重三从四德，相夫教子，他的心性和品德足以羞煞绝大多数女子。萧雨自然知道韩秋水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想治病肯定得。然后萧雨就拿出了一整瓶丹药。李晴云看到那瓶丹药，已经把头低了下去，做贼心虚的他根本就不敢看他娘的眼睛。此时已经坐起来的韩秋水眼中带光，低手放于身侧，轻言道：“多谢萧仙师，大恩大德，秋水没齿难忘。日后如有所求，秋水一定竭尽所能。”他本能地认为萧雨手中的丹药是什么神丹妙药，毕竟是他女儿的救命恩人，还能害他不成？刚才对方还英雄救美，将李万才那个杂种给收了。韩秋水的心都活跃了起来，李晴云的脑子已经无法思考了。洗髓丹，那不是无暇品质的合欢丹吗？可看着面色如此憔悴的母亲，李晴云的心瞬间就坚定了起来，总比看着他母亲死在他面前要好。李晴云无比凝重地拿着那3颗丹药放到了韩秋水面前：“娘亲，吃药了。”韩秋水嘴角上扬，眉眼弯弯：“仙人给的丹药，仙丹啊！多谢萧仙师，多谢仙师救命大恩。”萧雨一脸圣人之姿，在那抽着烟斗：“此乃洗髓丹，可以洗掉你的病症。你这种状况，吃1颗不管用，最少得吃2颗。不过您是我娘子的母亲，也就是我萧雨的母亲，岳母大人快吃下吧。”韩秋水别提多欣慰了，笑着接过茶水，掩面喝下。次日清晨，随着李府的丫鬟端着铜盆朝着韩秋水的卧房走来，屋里李晴云也都跪在了床边。韩秋水眼里的刀已经快要具象化了，看着跪在地上的女儿，表情越发的羞恨。门外的丫鬟还在外面喊着：“夫人请夫人洗漱了。”韩秋水冷声哼着：“候着。”声音极其冰冷，吓得那丫鬟差点把盆摔到地上。李晴云还在那里跪着哭着：“娘啊，别怪相公，都是女儿不孝，都是女儿求相公这么做的。女儿怎么可以看着娘亲就这么被病痛缠身？您就当可怜可怜女儿。爹死了，娘难道就那么忍心看着女儿一个人在世上苟活吗？女儿不能没有母亲。娘，你说句话。娘。”萧雨还在那里想着，昨天晚上韩秋水是真的要自尽，旁边还有一条绸缎，是对方上吊失败落下来的。显然他低估了古代女子的贞烈，这韩秋水的心性比他审判室里的那些强了不知道多少倍。白月是那种不惜一切代价要活下来的，他要修仙问道，他还要为死去的弟子报仇，哪怕千刀万剐，白月也不可能自尽，王妹更不可能自尽。这韩秋水竟然回过神就要寻死，真是烈得很，他真是太喜欢他了。就在这时，韩秋水慢慢坐了起来，当时他就有些震惊，竟然可以坐起来了。看着下面跪着的女儿，韩秋水有些木然地穿上了红色的绣花鞋，他竟然可以站起来了。很显然他的病情好转了一些，不过还没有根治，他还是能感受到心肺传来的疼痛。看着下面哭成泪人的女儿，韩秋水猛地歪过脸，不知名的泪水顺着脸颊一滴一滴地往下落着。想不到他清白一世，今日竟然为了苟活做出此等猪狗之事。他有何脸面去九泉之下见他的相公？他相公虽然年轻时将他强娶了回来，可这么多年了也对他宠爱有加，还把家里库房的钥匙给他保管。他因女儿被李万才骗出城失踪的事，病情又恶化了。他相公还到处寻访名医，甚至还去找玄灵宗的修士求丹药，谁知人没回来，尸首却被送了回来。因为他相公看了2眼那里的女修，就被对方给杀了。韩秋水就那么守着他相公的尸首哭了1天1夜，到后面直接吐血倒在了地上，本想着一死了之，可他死了，谁又能去寻他女儿？他相公的家业又如何处置？他实在太想治好病了，他想去救他女儿，可谁知道李万才那个杂种竟然对他们家痛下黑手。
这些天的种种让他心力交瘁。看着面前的女儿，韩秋水缓缓吐了一口长气。你们走吧。李青云知道他母亲在说气话，赶忙哭跪着挪动双腿移到对方跟前，一脸委屈地哭着。娘，娘你别生气了，我们保证不把此事说出去，千错万错都是女儿一人的错，跟相公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不是女儿错信了李万才，我那日肯定不会出城帮娘去采药的。他说江流山上有一个可以治好母亲的仙草，女儿在山上风餐露宿，险些被野兽吃掉，好不容易爬到了山上，却被人给抓了。如若不是遇到相公，女儿早就死了。娘你别生气了，女儿只想娘好好的活着，纵使千刀万剐，纵使娘记恨女儿一辈子，女儿也愿。萧雨也在那低头缩着脖子。这个时候还是别说话好了。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一声极其嚣张的女人声：李万才，李万才，你个畜生，你快点出来！李青云一听，顿时眉眼颤抖。坏了，是二叔的娘子张燕。韩秋水眼中带着一丝敌意，看着起身想动手的萧雨，低声说着：没你们的事，去后面待着。萧雨微微笑着，赶忙扶起李青云，躲到了后面的屏风中。下一秒，张燕就破门进来了，一脸恼怒地喊着：李万才，你个狗娘养的，你给姑奶奶出来！真不要脸，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昨晚来这里了。韩秋水，你个骚货，把李万才藏哪去了？韩秋水看着一进来就想到处寻找的张燕，眉眼低沉。哟，大清早的，妹妹好雅兴。张燕横眉竖眼，四处张望着。韩秋水，李万才昨日是不是在你这？韩秋水冷哼一声，示意门口的丫鬟进来。那俩丫鬟赶忙低头小碎步走来，给韩秋水披上了一件黑色长袍。家母之姿尽显。张燕还在屋里张望着，并没发现李万才的身影，她就想去屏风后面看看。放肆！我的卧房也是你能进的，如此没有礼数，你是想以下犯上？张燕顿时大怒：你个骚货，大哥刚走你就敢勾引我家？啪！韩秋水上手就是一巴掌，重重地打在了对方的左脸。张燕表情颤抖，嘴角发白。还没等他再次开口，韩秋水上前又是一巴掌。放尊重点，别忘了我才是李家的家母，你算个什么东西，敢在我面前造次？张燕满脸恼火的捂着脸，就想转身抽打，可韩秋水反手就拿出一把青剑，横剑一指，如可知我剑之力。张燕见对方竟然如此嚣张，更加确信李万才就在屋里，当时他就满脸激动的怪叫了起来：李万才，李万才，你个狗东西，你个没良心！你娘子要被人杀了，你倒是出来啊！没天理了，当大嫂的勾引小叔子了，我要报官，我一定要报官！韩秋水，你欺人太甚！屋后的萧雨下意识咽了咽口水，这韩秋水也太霸气了，竟然这么猛，怎么有种霸道女总裁的既视感？昨天晚上他可没这么霸气。看着一旁眼眶红红的李青云，萧雨一脸小声地说着：青云，你母亲平日里都如此威风？李青云点了点头，其实我爹在娶我娘之前，他还不是首富。二叔，李万才家比我们家还要有钱，我们都是做不方生意的。也就是在我娘生了我后，家里生意不景气，娘就开始操劳账房一事了，而且还精通商道。准确的说，家里的钱绝大多数都是娘赚来的。你也知道，在我们这种生意人家里，主母如果不威严一些，会有很多麻烦的。萧雨闻言，嘴角上扬，难怪李青云如此心思缜密，如此能说会道，感情都是这个韩秋水教的。昨天他给韩秋水治病的时候，清楚地感受到对方体内是有灵根的，而且还是极品异灵根。异灵根跟金木水火土那5种灵根不同，是一种全新的品种，可能是冰，也可能是毒、雷、风之类的。不过想让韩秋水跟他走，显然有点棘手，他肯定不会放着偌大的家业不管的，而且就算想修仙，估计也放不下脸面跟他一起。自从获得系统后，萧雨还从来没有对一个女人如此满意过。才女，精明能干，贞烈，会做生意，霸气，倾国倾城，这女人绝对算得上凡女中的天花板。他都不敢想象韩秋水要是修仙后会多有气质，颜值本就不输白月，再加上她那股贞烈之姿，当后宫之主也绝对够格。萧雨想到这里又愣了一下，韩秋水要是当后宫之主，那他师父张子玲怎么办？仔细想想，他师父张子玲好像有点小女生当大官的意思，毕竟经常被人利用，打仗也不是多精通。不过对他好是真的好，真要找个人管理后宫的话，韩秋水绝对是一个绝佳人选。就凭借他这股狠劲，王妹肯定不敢造次。就在这时，张燕又满脸激动地大叫了起来：没天理啊！当大嫂的勾引小叔子，还要杀我！我要报官！
我要将你个婊子给抓起来！正当他喊着的时候，门外又跑来2人，一男一女，男子约有20多岁，女子应该有18。那男人一看张燕在那哭喊，顿时大怒：谁敢打我娘？我跟他没完！那年轻女子也满脸恼怒地跑到张燕跟前喊了起来：韩秋水，你竟然敢打我母亲，你欺人太甚！韩秋水冷眼哼着，他自然知道这家人是有备而来，估计李万才是真的想占据他，可张燕不同意，所以他就趁着第2天清早带着李靖和李薇薇过来找他麻烦。如果真被他们发现他跟李万才通奸，估计现在官府的人已经到了，通奸的罪名可是很大的，这张燕想置他于死地。此时后面的萧雨在看到李薇薇跟张燕后，当时他就愣了一下，我操！刚才他是没注意张燕的容貌，现在一看这女人好像也有点东西，而且她闺女还在旁边。等会李万才死了是吧？那对方现在也是寡妇了。那李薇薇还有一种富家刁蛮小姐的姿态，看样子就是没有被社会毒打过，竟然敢欺负她萧雨的岳母大人，简直不知死活。至于那个李靖，他连看都没看。韩秋水冷眼看着那娘三，冷言道：大清早的就不让人清静，看来这李府的规矩是要重新立一立了。你们说李万才在我这里可有证据？李薇薇眼神鄙夷，一脸嚣张跋扈的昂着头：你敢让我们搜吗？要是没在这，我们自然就走，可要是在这，那你就去跟县太爷说去吧。韩秋水眉眼低沉，眼中带着一丝怒意。萧雨赶忙在后面传音说着：岳母大人放心，我们已经躲好了，让他们搜。韩秋水闻言心中一慌，他怎么在听到萧雨的声音会如此慌张？他不由得想起了昨晚治病的场景，虽然他羞愧欲死，可他相公跟萧雨真的是天壤之别。突然的慌张让李靖抓住了机会：你慌什么？你还说我爹没在这里，你有种就让我们搜。张燕也看到对方慌了，一脸信誓旦旦地喊着：你慌什么？你有种的就让我们搜啊，你敢吗？韩秋水赶忙调整表情，冷声哼着：你们要是搜不到，那就给我滚出李府，懂吗？敢还是不敢？张燕根本就不怕，呵呵，吓唬谁呢哥这？我要是找到李万才怎么说？韩秋水昂首挺立，双目似箭：如若你们找到李万才，我这硕大的家业就给到你们了；如果你们没找到，就给我滚！自今日起，永远不准踏入我府一步。张燕被对方一说，吓得一时有些拿不定主意。李靖赶忙在旁边喊着：我昨天亲眼看着我爹过来这边的，这女人在虚张声势，别被她吓到了。张燕顿时表情一狠：对，肯定是这样。好，要是李万才不在这里，我们就搬出李家；要是被我们找到，你韩秋水就卷铺盖滚出李府，还得把地契、库房钥匙、账本都给我留下。韩秋水故作犹豫地抿了抿嘴。李薇薇赶忙喊着：怎么怕了？韩秋水，谁怕了？记住你们说的话。那娘三闻言就赶忙进屋搜了起来，表情狂喜，衣柜、床底、书桌，能找的地方一个都没有落下。李靖甚至还爬上了房梁，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李万才的影子。不可能，怎么会？怎么可能不在这里？韩秋水已经喊来了家丁和管家，那管家虽然已经被李万才收买，可一看韩秋水竟然面色红润，气色十足地站了起来。当时那管家就愣住了，他清楚地知道李府都是韩秋水操办起来的，李万才只不过是个棒槌。如果韩秋水病愈了，那跟着韩秋水肯定比跟着李万才好数倍。夫人，夫人您的病。韩秋水侧目看了一眼管家：我的病好转了，将这群吃里扒外的狗给我赶出去。那管家当时就动手了，家丁紧跟其后，张燕三人哭喊连天：啊啊！李万才，你到底死哪去了？韩秋水，你好歹毒！韩秋水你！韩秋水单手握剑：再敢出言不逊，我割掉你的舌头！张燕顿时胆寒，因为对方真干得出来。如果他真的病愈了，那就麻烦大了。难道李万才被他害了？他们一家3个就这么被赶了出去。那管家再次走到韩秋水跟前，低头说着：夫人，您真的病愈了，真是太好了。对了，夫人，昨日有一群小乞丐在门外守了整整1夜，还说什么咱们李府肯定会收留他们。小人早上一看，他们竟然还在门外，就将他们赶走了。暗处的萧雨听到这里，这才想起了零星小尼姑，当时他就瞪大了双目：岳母大人，那是小婿带来的，他们都是孤儿。与此同时，被赶到小巷子里的林星已经拿起了木棍，内心慌张到了极点。完了，萧雨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回来，难道是被正派的给抓了？大龙跟丫丫也在旁边嘀咕着：雨哥哥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危险？难道是被李府的关起来了？你们说咱们要不要报官？林星握着手里的木棍，表情颤抖：
他甚至有点想哭，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愿意帮他的混蛋，不会就这么死了吧？他要是被正派的给抓了，他上哪去救他？下一秒他就看到了萧雨，吓得他差点喊出来。回过神时，眼泪忍不住的流了出来。小混蛋，哎呀，我在外面等了一晚上了，你到底去哪了？萧雨一脸疲惫的吐着气。说来话长，萧雨就那么带着林星他们绕到了李府后门。官家跟李青云已经在那等着了。当李青云看到林星后，下意识攥了攥衣袖。他知道萧雨喜欢好女人，估计这群小孩都是这尼姑收留的，可这也太荒唐了，对方是出家人啊。林星在看到李青云后，赶忙双手合十。女施主真是菩萨心肠，贫尼一定会为女施主诵经念佛的。李青云有些尴尬的掩面笑着。无妨，家里房子多，一些孩子也吃不了多少粮食，平日里就在后院待着帮忙做事吧。我看上哪找个教书先生，也教教他们认字。林星闻言喜笑颜开，连连道谢。就在这时，一个下人突然跑来，小声给李青云说了几句。李青云表情一慌，看向萧雨，欲言又止。萧雨还在那里忽悠着大龙那几个小孩。我昨天晚上要不是跪着求了一个晚上，李府怎么可能收你们？我骗你干什么？那你跟我说人家为什么收你们？我所言句句属实，小兔崽子别不识好歹。正当萧雨忽悠着的时候，李青云有些紧张地说了一句：相公啊，娘让你过去找他，说让你独自一人去。萧雨嘴角肉眼可见的上扬，转身就要走，还没走他就看到林星瞪大了双目，完犊子了。刚才李青云叫他相公，肯定被对方听见了。李青云下意识捂住了嘴，坏了，林星一个尼姑肯定也不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质问萧雨为什么这样。他就在那瞪着眼，越瞪越大，眼泪都爬到了眼角。这家伙原来跟着李府的小姐有一腿，难怪李府收他们。可他又不敢就这么回灵光寺，万一大龙他们被赶出去。当时他就又念起了静心咒，瞪着眼珠子看向萧雨念着。萧雨赶忙给他传音，还不是因为你们，他们说收留这群小孩可以，就是必须让我娶李青云，否则就将我在这里的事告诉正派的。我要不是因为你们，我能暴露。行了，行了，行了，感情我还成罪人了，随你怎么想。萧雨传完音就故作生气的走了。林星当时就挠了挠光头，他怎么还生气了？不是，他一个仙人还能被一群凡人拿捏了？难道真的是因为大龙这些小孩？等等，他一个出家人在想什么呢？他又跟他没什么，他之所以跟他出来，就是因为想给这群孤儿找个栖身的地方，等忙完了他就回去了。林星想着想着就去帮那些小孩搬东西去了。李府书房，韩秋水看着眼前的萧雨，久久不言。萧雨低着头坐在一旁抿着茶。岳母大人身体可还好？韩秋水目光沉思，已然没了昨日的悲愤，仿佛像变了一个人般。家母气势凸显，看得萧雨一时有些心悸。好犀利的眼神。韩秋水看了看后便低声说着：萧雨，你救了秦云，娶她我自当应允，不过你能以那种方法替我治病，显然也不是正派人士。萧雨恭敬抱拳，嘴角轻蔑。感情在岳母大人眼里，自称是好人的便是好人了。韩秋水眼色不改，我别无他意，既然你是魔道的，那我们的敌人便都是正派。我家相公为了给我寻找仙方治病，被玉女宗的贱货杀害，此仇不报，我誓不罢休。萧雨，你可认识玉女宗叶芷柔？一个青袍女修，身带玉女剑。当萧雨听到叶芷柔的名字时，心头猛颤。不会那么巧吧？韩秋水的相公是被叶芷柔干掉的。我只是合欢宗一个底层弟子，玉女宗我是听过，叶芷柔我还真不认识。岳母大人，您是想让我替您杀了此贼？韩秋水眼中带着一丝怒气，替他爹报仇这件事，我必须亲自动手。你昨日说我有灵根，所言属实。萧雨轻声说着。自然属实。岳母大人还是极品冰灵根，待时我给岳母大人选几套上好的功法，1年之内达到炼气期，自然是有可能的。韩秋水听到这里，侧目看向一旁。他既然可以活命，那他此生就只有一个目的，给他男人报仇，也算是还了他这半生对他的恩情。至于以后如何，他也无心去管了。萧雨也在一旁思索着，韩秋水竟然想给他男人报仇，胆子真大。他没记错的话，叶芷柔好像是筑基期吧，他都打不过。一想到叶芷柔那时杀掉阿香一家，事后还将他的双眼扣瞎，斩断手脚，将他虐杀致死，萧雨的心里就燃起了一团烈火。就在这时，韩秋水再次开口：萧雨，你最好不要在李府多逗留，最好今日就走。之前秦云失踪的事府上很多人都知道的，而且玄灵宗跟玉女宗的也知道，因为那2个宗门多次来府上要钱，在他们的字典里，这个叫劫富济贫。可你也知道，劫富济贫的钱大头都在他们自己腰包里，
估计再过几日就会有人上门要钱，今日我便收拾一番。你可否带我跟秦云离开这里？萧雨一时有些愣神，他刚把林星那些小孩喊过来啊，走肯定是得走，他后天还得去找火和尚练气。韩秋水早有打算，看向萧雨轻声说着，那些孤儿便留在府上，我会安排亲友在此，还有那些今日见过你跟秦云的家丁管家，你可有办法让他们闭嘴？万事小心萧雨，不管如何，我也不希望你跟秦云出事。萧雨连连抱拳，小婿自有办法让他们忘记这2日发生的事。说着他又拿出了一瓶合欢丹，不好意思拿错了，我这有忘忧丹、忘尘丹，吃了后可以消除12个时辰内的所有记忆，小婿这就去安置。韩秋水点了点头，我也将地契、账本、库银准备一下，5时之前务必离开此地。萧雨以最快的速度给府里所有人都吃了1颗忘忧丹，同时还给大龙那些小孩都喂了1颗。紧接着他便带着李晴云躲在了后门外面的小巷子里，等着林星看着那些昏迷的孤儿，眼中全是不舍。可他也知道，或许失去记忆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待那些人醒来后，韩秋水便说着，我外出一些时日，家里的事都交给我这伯娘负责，管家辅佐。此外，这些孤儿也务必照看好了，如有懈怠我定不饶他。交代好家里的事后，韩秋水便从大门坐着林星区的马车出去了。回眸看着生活了半辈子的李府，韩秋水的眼里充满了风霜。很快他们就跟萧雨来到了约定的地点，萧雨抬手就将李晴云跟韩秋水收到了玉女葫芦中。看着韩秋水带来的一个小匣子，当时他就咽了咽口水。一旁的林星眼睛都看直了，李府的地契、库房钥匙、银票总计3000多万，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文书、地契。还没等林星上手拿那些银票，萧雨就一把抢了过去。你干什么？林星表情亢奋。我就看看。萧雨当时就将那些东西收到了储物袋里，一脸正人君子的样子。你看什么？这跟你有关系吗？这是人家李夫人的家底，你一个出家人天天就知道钱。林星当时就撅起了嘴，哼，你不让我看，我就不带你去找灵火师叔。萧雨就这么带着林星回到了灵光寺附近，俩人再次回到了那破旧的院子。林星此时的心已经活跃了起来，看着萧雨身上现在有那么多钱，那表情就跟磕了要似的。小混蛋，你就给我拿1张10万两的银票看看吗？我活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银子，你就给我看看吗？萧雨当时就把他搂了过去，想看可以，叫相公。林星当时就缩了缩脖子，面色慌张。萧雨一脸玩味的笑了笑，你确定你不还俗？在灵光寺受气还没受够，你只要跟了我当我小娘子，我就给你数不尽的钱，一生一世花不完。林星心跳飞快，一生一世花不完，花不完。然后萧雨就把他抱后面去了。等到了天黑，他才把林星送到玉女葫芦里休息。紧接着他便把那3个之前欺负林星的尼姑给放了出来。在月光下，那3个光头锃光瓦亮，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明月高悬于苍穹之上，洒下银辉，照耀着下方静谧的江流城。一旁的山峰上流水潺潺，伴着蛙声与虫鸣，回荡在下方幽深的山谷之中。暮色四合，月华如水，星辰稀落。破院中3人青丝极落，在庭院内静极声幽，青松摇影。园中翠竹婆娑，倒影晃动不止，随着一缕夜风轻拂，夜与夜间发出微细的沙沙声。次日清晨，萧雨意气风发地活动着筋骨，九阳神体对付凡人还是极其强悍的。看着如此灿烂的阳光，萧雨摸了摸下巴，这火和尚明天才回来呢，今天还有1天时间，他去干什么呢？再去城里打探打探，最好的提前了解一下那个叶芷柔的背景和实力。等会打探叶芷柔的情报，何须去城里？找白月不就行了？当时他就进到了审判室中，一到里面他就看到白月正昂着头，来回摇晃着脑袋，眼神拉丝。王妹跟华莲一看萧雨来了，赶忙停下白月身上的火。主人您来了，这些天我们一直都没有闲着，师傅的审判值已经30%了。王妹一看华莲抢他话，也在那躬身说着，回禀主人，妹儿此次功劳最大，我增长了白月5%的审判值。华莲撅了撅嘴，这一点他确实比不过王妹。看着走来的萧雨，华莲赶忙上前搂住了萧雨的胳膊。主人啊，师傅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我们有按照主人的旨意，没有给师傅吃任何东西。师傅性子倔，主人您行行好吗？萧雨微微点头，确实该喂他吃饭了，你们这些天也辛苦了。白月在听到萧雨的声音后，原本平静的表情瞬间出现了一丝波纹，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吃饭了。他竟然此时此刻产生了一丝期待，可恶，不能这样，他怎么可以这么想？他堂堂玉女宗宗主，心性怎能如此？
可他确实是太饿了。自从被关到这里后，他就只吃过一种东西，虽然一开始很难以接受，可也让他有了饱腹感。如果不吃，就只能饿着。萧雨看着对方那副样子，有些意外地走了过去。不管什么时候看白月，萧雨都会忍不住的赞叹，还得是白宗主，一般人早就放弃了。不过白宗主好像也有些变化了，我还是喜欢你一开始对我大吼大叫的样子。对了，告诉你个坏消息，你的徒弟叶芷柔背叛了你，已经加入了你的死对头沈梦雅旗下，并且拜对方为师了。白月听到这里，被铁链绑住的手掌瞬间握起，青筋暴跳。你说什么？他实在是太饿了，说话都没有多少力气。萧雨慢慢走到一旁，将白月松开抱在怀中，说着：你那师妹沈梦雅现在已经重新建立了玉女宗，我听说好像重新占据了你们之前的宗门，还是玄灵宗的林策、林天海爷俩帮他打回来的。而且我还听江流城里的人说，你那师妹已经召集了你们玉女宗流散在外的众多弟子，现在正打着为你报仇的号口，大肆招兵买马呢。玉女宗的人数现在最少也得有3000多人。白月听到这里，表情越发的颤抖，他想起身，可是双腿却无力，只能咬牙切齿地骂着：沈梦雅，你个贱货，你竟然敢夺取我的宗门，你竟然敢夺取我的宗门！叶芷柔，亏我养育你那么多年，就因为我不准你跟男子相恋，你竟背叛我。天底下的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你竟然为了一个男人认贼为师，贱货，2个贱货！萧雨看着如此恼怒的白月，嘴角微微上扬。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沈梦雅在夺取你的宗门，她现在明明可以大举进攻了，可她却只是左眼旁观，因为她还不确定你死没死。我如果猜的没错的话，月儿你的魂灯肯定在某人的手里吧？白月闻言一惊，萧雨慢慢拿出了一瓶丹药，说着：不是你师父手里，就是你师妹手里了。不过我看大概是在你师妹手里。你信不信她现在正在铺天盖地的找你？你猜猜她找到你是为了让你重新担任宗主呢，还是杀了你灭口呢？尤其是当他看到你这种修为，白月面色极为不甘。开什么玩笑，玉女宗可是他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当年他跟沈梦雅一起从神女宫出来，沈梦雅一无是处，他白月短短几年就建立了宗门，后面念在同门一场，他才收留了对方。现在他蒙难了，这个女人竟然想窃取他的宗门，简直岂有此理。可他现在又能怎么办呢？难不成真要委身萧雨？不行，绝对不行，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一个练气期的蝼蚁也配。正当他在那想着的时候，他突然闻到了什么熟悉的味道，当时他就本能地咽了咽口水，而后猛地把头歪向一旁。萧雨轻声说着：确定不饿吗？那我可走了，你可别后悔。白月当时就抓住了萧雨，双拳紧握。1个时辰后，白月打了个饱嗝。嗝儿，萧雨眉眼上挑，这不挺乖的吗？月儿，跟我好好说说这个叶芷柔啊，你不想报仇吗？这个叶芷柔是筑基期吧，有没有弱点啊？比如家人什么的，我帮你报仇，也让你解解恨。白月红着脸把头一歪，我想吃菜。萧雨冷声笑着，等你什么时候真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肯定带你吃香的喝辣的。白月缓缓吐气，面色极为不甘。我错了，我不该滥杀无辜，我不该让我弟子杀害你，可以了吗？萧雨看着对方那纹丝不动的审判值，一脸玩味的笑了笑。白宗主认错的语气好生硬啊，然后上手就是一巴掌，啪，力道极大，白月差点被扇吐了出来。当时他就满脸慌张地捂住了嘴，他是真的饿怕了。满脸委屈地吐了吐气后，白月故作低声下气地说着：月儿，知道错了，还请主人原谅。对面的华莲当时就喊了出来：师父，你可算是知道错了，嘿嘿，这不挺好的吗？萧雨看着对方那30%的审判值，真有点无语了，这女人现在还把他当傻逼呢。白月在听到自己徒弟华莲的声音后，一脸羞愧地低下了头，他竟然当着自己徒弟的面给一个练气期下跪认错，这放在以前绝对是不可能的。萧雨拿起烟斗吸了2口，看着跪在地上装认错的白月，轻声笑了笑。对方既然想演戏，那他就陪对方玩玩。认错就该有认错的样子，莲儿给你师傅拿一件漂亮的衣服来换上。华莲嘿嘿一笑，反手就拿了一件萧雨平时最喜欢的一款。白月一时有些慌张，什么衣服？换衣服干什么？萧雨轻声笑着，既然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那就换身新衣服重新开始吧。换吧。白月下意识咽了咽口水，犹豫再三后，还是上手拿起了那衣服。那衣服怎么有点丝滑？华莲见状，当时就笑着走了过来。师傅，徒儿帮您穿。白月有些尴尬地笑着，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定的缓和时机，他不能再惹萧雨生气了，必须得尽可能的服从。当他换上那件衣服后，
他的脸瞬间就红到帽子。虽然他看不见，但是哪里漏风哪里不漏风，他是感受得到的。萧雨看着白月那迷人的身段，不由得赞叹：“来跳个舞吧，白宗主。”白月一脸不甘地攥紧了拳头，他真的想杀了这个畜生，还让他跳舞。就在这时，审判室里突然响起了一阵阵劲爆的音乐，那是白月从来没有听过的音乐。萧雨一脸坏笑：“怎么，白宗主你这心不成啊？那这次我就饿你7天好了，告辞。”白月当时就慌了，赶忙站了起来：“我跳，月儿跳。”白月全程都在强忍着没有发作。此时他心中的情绪已经不仅仅是对萧雨的恨了，还有对沈梦雅和叶芷柔的怨恨。他真的不明白自己辛辛苦苦培养的徒弟为什么会背叛他。他其实一直没有搞懂一件事，为什么那天叶芷柔要喊他去江流山上那个叫阿香的少女家里，还说什么掌握了打赢和欢宗的重大线索，他就那么去了。可谁知道那天在他们杀过萧雨和阿香后，和欢宗宗主跟他夫人同时杀来，仅仅走神了片刻，他就占据了下风。那天就是一场陷阱，一场针对他的陷阱。他的魂灯明明没有灭，为什么他师父这么久了还没有来救他？难道魂灯真如萧雨说的那样，在他师妹那里？估计他师父在闭关，元婴期修士闭关短则几年，长则数十年也有。他到底该怎么办？萧雨看着泪流满面的白月，不为所动。哭你妈呢，坏老子心情。你有没有认错我看不出来，你这种活了几百年不把别人的命当命看的女人，流什么鳄鱼的眼泪？萧雨说着又是一巴掌，白月被重重地打在了地上，捂着脸哭着。萧雨冷眼笑着：“你不会以为我会可怜吧？谁可怜阿香？他们家招你惹你了？你还记得你让叶芷柔杀了他们全家时说的话吗？我们可是名门正派，不能因为1、2个凡人的命误了大事。今天你杀2个，明天他杀3个，感情凡人都该死。底层人的命不是命，马楼的命不是命。”白月突然一脸崩溃地哭喊了出来：“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错了。”萧雨不为所动，因为白月只是在那里哭，审判值一点都没涨。这种久居高位的女人，怎么可能会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她只是不想受苦了。你哭是因为你觉得你委屈，你哭是因为为什么没有人来救你，你哭是因为你之前是高高在上的玉女宗宗主，现在却是这种下场。你不是知道错了，你是知道怕了。看来审判强度有待提高啊。白月在听到这一句时，顿时吓得哭叫了出来：“我什么都说，我什么都说，我把玉女宗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你。叶芷柔虽然是筑基期，可她有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妹妹叶子妹，他们2个一起加入的玉女宗，她应该只有炼气中期。玉女宗底下还有一条灵脉，沈梦雅肯定是冲着那灵脉去的。”萧雨单手托腮：“灵脉？那东西他穿越这么久见都没见过。合欢宗本宗好像有一条小灵脉，被宗主独自占据。所有长老的洞府也都是围绕着灵脉的走向布置的，因为在灵脉附近修炼会事半功倍。”这白月虽然说了出来，可他自然不会信。当时他便转身看向了华莲，华莲赶忙说着：“好像叶芷柔师妹的妹妹是炼气期后期，宗门里确实是有灵脉的主人，不过只有特定的人才能穿过禁制，我就可以进去。”白月在听到华莲把什么都说出来后，心如死灰，心里开始发生改变，各种莫名的情绪在他心中萌发。他知道现在自己已经回不去了，可他就是不甘心。他堂堂玉女宗宗主，马上就要步入元婴期的他，就这么废了先途，他真的好不甘心。感受着萧雨伸来的手掌，白月满脸委屈地搂着他的手哭了起来：“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再也不跑了，我想把宗门夺回来，我想报仇。”白月审判值升为 34%， 白月审判值升为 37%。 白月歇斯底里地哭着：“我真的好不甘心，主人，我以后再也不跑了，再也不滥杀无辜了，能不能让月儿修炼？我想把宗门夺回来。”白月审判值升为 40%。 如果是曾经的萧雨，或许真的被对方的神情打动了。现在的白月虽然多多少少知道自己错在哪了，可显然还是没有真的悔改。这就好比说服家里80、90岁的老人，他们的思想已经固化了那么多年了，只要说一句不顺耳的，他们就会生气。更何况是活了几百年的白月萧雨，看着对方那歇斯底里的样子，单手摸着下巴。对方既然已经开始忏悔了，那多多少少给点好处，估计也到时候给白月画大饼了。帮你修炼可以，帮你治好眼睛也可以，不过一切都得看你表现了。白月缓缓吐气：“月儿，尽力而为。”萧雨嘴角上扬：“你只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就会帮你修炼，同时我也会帮你报仇，顺便夺回宗门。”白月双拳紧握：“月儿想，全凭主人吩咐。”主人，那叶芷柔的妹妹经常骗其余男修士的灵石，这个我是知道的。她现在在江流城的话，
一定跟玄灵宗的修士走到一起了。月儿发誓，只要主人能帮月儿报仇消恨，月儿此生此世绝不背叛主人，哪怕是上刀山还是下火海，月儿也在所不辞。白月审判值上升为 42%。 萧雨拍了拍他的肩膀，只要乖乖的接受审判，这些都不是事。行了，天又黑了，明天早上我还得去灵光寺。白月缓缓吐气，仿佛重新找到了活下去的希望。只要能夺回他的一切，什么都不重要，绝对不能让那些贱货站在他头顶上大笑，死都不行。眼下他好像真的有些认命了。回想着自己这么多年杀害了那么多凡人，他真的没有想过自己会有这么一天。如果他这种女人算得上恶女，那天下又有几个好人呢？他师父还有他那个师妹，杀的比他杀的还多。神女宫的女修甚至还会把凡人炼制成人魁，因为在上位者眼中，蝼蚁的命就如尘埃般渺小。与此同时，已经回到外面破院把韩秋水放出来的萧雨，正拿着一堆食物在桌子上摆着。韩秋水看着这一桌子菜，面颊不自然，等会又要治病了。次日清晨，萧雨看着已经炼气期5层的修为，眼神上扬，活动了一下筋骨后，萧雨便独自来到了灵光寺前。这一次的他已经有了几千万的身家，通行无阻，眨眼就被人护送着来到了火和尚的禅房前。禅房古木青瓦，檐下风铃随风摇曳。萧雨迈步向前，禅房内陈设简朴，仅有一案一几，一榻一炉，书架上也只散落着几册泛黄的经书。案几上香炉中烟雾袅袅，檀香悠悠。榻边一盏油灯静静的燃烧，光影摇曳，映出墙边一股铜色三足鼎。跟萧雨炼丹时用的丹炉不同，这三足鼎上面是没有盖子的。萧雨一脸新奇地打量着那三足鼎，里面竟然有无比浓郁的法力波动，玄妙无比。刚想上手摸，却被人给叫住了。动别人的东西可不是什么好习惯。萧雨闻声看去，只见房梁上竟然躺着一个红胡子和尚，肚子极大，眼如铜铃，全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酒肉气息。萧雨赶忙抱拳说着：“晚辈李云马，见过灵火高僧。”对方嘴角戏谑，看了2眼萧雨后，便伸手说着：“紫菱妹子就收了你这么个油腔滑调的徒弟，也不怎么样嘛。罢了，把他交给你的东西拿出来吧，本座就给他这个面子，谁让他是合欢七美之一呢？嘿嘿。”萧雨故作和善地将张子菱给他的储物袋拿了出来，心里一阵恶心，这个老和尚竟然还敢惦记他师傅。瞧他那熊样，不就是炼气吗？炼丹他都学会了，炼气能有多难？20万灵石，外加一具鬼狼的骨架，你这师傅是要炼制什么法器？萧雨闻言赶忙抱拳鞠躬，回禀前辈，我师傅想炼制一件上品攻击法器。火和尚顿时冷声笑了起来，抬手把那些东西收到储物袋里后，便送到了萧雨手上。回去吧，才20万灵石就想要上品法器，你当我这是什么地方？回去告诉你师傅，让他亲自拿30万灵石过来，否则免谈。他要是不方便来江流城，我们可以换个地方。萧雨心中暗骂，这个狗逼还想约他师傅出来呢。前辈，你也知道现在战事吃紧，我师傅日夜劳累，属实难以抽身，这才让弟子代劳。如若这些钱不够的话，弟子愿意再拿5瓶丹药出来。火和尚看着萧雨拿出的那几瓶丹药，一时有些诧异，打开其中一瓶闻了闻后，眼神冷峻：“这是你炼制的？你是炼丹师？”萧雨：“正是，晚辈是一品炼丹师。”火和尚眼珠子乱转，再次看向萧雨的时候，眼都眯成了月牙。意思就是说，你师父保送你去下个月的万妖秘境，对吧？既然你是炼丹师，这个面子本座给了。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那就是下个月的万妖秘境，你得带着我孙子一起去。火和尚说完，书架后面就冒出了一个西瓜头。萧雨一时有些懵，看着那红发少年一脸客套。那红发少年昂首喊着：“我叫火风，炼气3层。”萧雨低手抱拳。萧雨有些疑惑地看向火和尚，还没等他开口，火和尚就来了一句：“事情就这么定了，下个月你带我孙子去万妖秘境，你师父的法器我练了。”说完，火和尚就开始了，抬手灵气聚。火和尚端坐于丹炉之旁，神念一动，炉中火焰升腾，化作霞光，而后取寒铁置于炉中，以火炼之，使其逐渐软化，化为液态。再取鬼狼骨架、灵石粉、丹血等珍稀灵材，依次投入3足鼎，与那寒铁液交融。萧雨一时看得新奇，眼神放光。刚才那是什么操作？如果不是怕打搅到对方，他肯定用神识往鼎中探去了。不知过了多久，随着火和尚的口诀引起，炉中火光渐渐收敛，化为一条古朴的古炼刀，炼长数米，炼尾一端带着狼首，一端带着狼爪，其上狼眼还冒着幽幽蓝光，栩栩如生。
萧雨一时看得有些入迷，全然忘记了时间红发少年已经在院子里修炼完了，火和尚还是没有结束炼气。萧雨就那么一脸认真地看着，好像跟炼丹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不知不觉，他就在那看了整整2天。随着火和尚上手一拍，数道法光瞬间灌入骨炼，狼啸肆虐，光华流转间，灵气四溢。火和尚缓缓吐气：“那你师父的上品法器鬼狼锁，近战可用狼手，远攻可用炼刀。”萧雨一脸兴奋地抱拳鞠躬：“有劳前辈了。”火和尚侧目看了一眼萧雨，眼神再次扬起：“你想学炼气是吧？可看懂了？”萧雨有些尴尬地笑着：“没看懂，就觉得跟炼丹有些相像。”火和尚思索片刻后，便上手示范了起来。都说父职业不如狗，我们这些炼气师、炼丹师很多都是没有多少时间修炼的，所以修为比别人低了些。我也不白让你帮忙，下个月你带我孙子去万妖秘境抓一只火属性的灵兽，我就亲自教你炼气，你看如何？这本炼气术抄本你且先拿去看，行了快点走吧，再过3天不出城你想走都走不了了。萧雨接过那法器跟炼气术抄本后微微鞠躬，转身便走出了禅房。还没等他走到灵光寺门口，他就突然看到门外走来一群玄灵宗的修士，后面还跟了3个玉女宗的。当时他就跪在了人群中，磕起了头。看着那几人腰间带的储物袋，萧雨心中不安，这少说得带了10几个储物袋，这是要练什么？等那些人都去了禅房，萧雨也出了灵光寺，再次扮作樵夫出城后，马不停蹄地朝着合欢宗分舵走去。一路上他都没有见到天上有玄灵宗的修士，安静的有些可怕。事出反常必有妖，回想着刚才那群带着储物袋的家伙，萧雨眼神越发的低沉。这群正派的家伙不会是打算玩阴的吧？难道是万妖秘境？等万妖秘境开启了，他们直接全军出击，还是说有什么别的计划？保险起见，还是先去找他师父汇报。正当萧雨继续往前走着的时候，面前突然冲出来了3个女人。萧雨故作崇敬地说着：“仙人。”为首那女人一脸低沉地看着萧雨，眼神极其犀利，如刀似剑，一身黑甲盖着身下的黑袍，就那么在天上俯视着萧雨。突然，萧雨的脑中传来系统提示音：检测到新的恶女叶子妹，请宿主尽快将其审判。姓名叶子妹，年龄23岁，修为炼气7、8层，样貌颜值88分，身高169厘米，体重95斤，资质金木双灵根，性格以男人为踏板，视男人为工具，为提升修为不计一切代价。背景玉女宗外门弟子，内门弟子叶芷柔的妹妹。恶行共杀害1688名凡人，共阉割80多名男修，重女轻男。萧雨顿时一激灵，叶子妹，炼气7、8层，这都马上到分舵了，怎么还能遇到玉女宗的？他旁边还有2个炼气中期的，不好搞。叶子妹看着面前的萧雨，嘴角上扬，一脸冷峻傲视地看着下方。萧雨讥讽着：姐妹们，这江流山上的凡人已经被我等斩尽杀绝了，怎么又冒了个樵夫出来？这就叫守株待兔，只要把山上的凡人杀光，再露头出面的人就一定是魔道贼子。萧雨故作慌张地说着：那个4位仙人，你们好，草民只是路过此地，无意冒犯。叶子妹轻声笑着：哪里来的4位？你这难不成是吓破了胆？萧雨有些不解地伸手指了指他们3人的后方，说着：那里不还有一个吗？叶子妹闻言愣神，赶忙回头查看，转过头哪有什么人？当时他就暗叫不好，转头一看，一张怪异的宝图正散发着遮天的霞光，朝着他们席卷而来。叶子妹表情颤抖，看着那散发着璀璨金光的宝图，她竟然看到了无数美丽至极的仙子。怎么会有那么多仙子？救我，师姐救我！随着身后传来一声刺耳的尖叫声，叶子妹灵魂都跟着颤抖了起来。极品法器，这竟然是一件极品法器！下一秒，她就看到她的2个师妹身首异处了。叶子妹顿时大怒，咬破手指，对着手中法剑一擦，举剑向天。可恶，竟然硬生生的将那些仙子虚影给顶了回去。萧雨一脸玩味的活动了2下肩膀，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萧雨说完便放出了傀儡鹰、傀儡鼠。叶子妹御剑在前，一身黑甲，闪着赫赫冷光，看着一左一右的傀儡兽，慌张挥砍。可被千香万美图压制的他，难以发挥全部实力，2道剑气打了个空。萧雨抬手让那2只傀儡兽远距离攻击，二兽齐齐昂手喷吐青绿色法光，对着图下的叶子妹轰杀。稳妥起见萧雨抬手放出王妹，去看看那2个女修死透了没有，储物袋、衣服、袜子、首饰，所有值钱的东西全拿回来。
然后把它们给我烧了。我这个人不喜欢浪费。王妹闻言盈盈轻笑，纵身来到那二人身前后，伸手抽出法鞭，将那二人的东西全部抽了回来。而后2发火弹符弹向那二人的尸首当场烧起烈火。叶子妹眉眼颤抖，啊！魔道奸贼，竟敢杀我师妹！如此行径，人神共愤！我一定会让尔等付出代价的。萧雨昂首轻笑，右手操纵着千香万美图的同时，左手慢慢放到身后，拿出5张火檀符，说着：“我能替凡人骂你2句吗？怎么别人杀你们就是人神共愤，天理难容？你们杀凡人就是天经地义？你一生杀了多少凡人？你有说过吗？我是真搞不懂了。魔道的杀人，别人说他们认啊，你们正派的杀人，说了你们也不承认。我怎么觉得你们那么贱呢？”叶子妹左右巡视，看着手中法力不支的法剑，赶忙又拿出了2件防御法器抵挡。眼下他是1对4，身后那个拿法鞭的女人修为只有炼气4层，那2只傀儡兽也只是炼气中期，唯一棘手的就是前面那个拿着极品法器的萧雨。想取胜，必须得想办法偷袭那个男人。叶子妹放出防御法器后，便冷声喊着：“如果不是你们这些魔道，我们肯定不会杀人。死在我手上的很多都有魔道有染，他们死有余辜。”萧雨眼神戏谑，同样也在思索着对策。他现在也没有大杀招，必须得等对方露出破绽。修为压了他1倍，他想取胜还得寻找机会。他知道对方肯定也在寻找机会，就是看谁沉不住气先暴露底牌了。看着下面的叶子妹，萧雨双目比视。正派杀人总是有各种理由，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浪费粮食吗？你们怕是从来没食过人间烟火。凡人如果有的选择，他们肯定会把魔道和正道的修士全部干掉。你可知道凡人打架为何要脱掉衣裳吗？因为在穷苦的百姓眼里，衣服是贵重物品，坏了可能就没有了，冬天就有可能直接冻死。对于凡人百姓来说，冬天跟天灾没有任何区别。你知道为什么天寒地冻那些老百姓为什么冒着被你们干掉的风险来江流山上砍柴吗？因为家里没有取暖的东西。江流城城区城外的所有树木都是地主的，他们砍了就得被抓起来。呵，他们如果遇到了魔道，你觉得他们有的选吗？如果跟魔道说一句话就叫跟魔道有染，那你们正派已经跟魔道染成了一样的黑色。叶子妹一脸恼怒地喊着：“颠倒黑白！你这牙尖嘴利的魔道鹰犬，你们到处蛊惑凡人，到处为非作歹，还有理了？他们冷就不能多穿衣服，上山砍柴？呵呵，这种哄小孩的理由谁会信？现在上山难道不是给魔道送信？就算不是送信，他们一旦被你们抓了，你们抽取他们的魂魄也能知道江流城的情报，这难道不该杀？我们都已经说了不能上山，愚蠢就该死！”萧雨右掌微微发力，千香万美图的仙子虚影越变越多。叶子妹眼角颤抖，她这中品防御法器根本就挡不住多久，当场就出现了裂纹。萧雨面色无语，看来被系统判定成恶女的真没有一个是无辜的。这个叶子妹仅仅是看样子的话，确实有些像影视剧里的女将军、大女主，一身盔甲锦服，飒气十足，长得也有一股豪气之姿，有种玉面女将军的气质。可他们这种一向以正派自居的门派，很多是看不清凡间疾苦的。没有挨过冻的修士自然想不明白凡人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砍柴。叶子妹，我想请问你说那些凡人冷了不能多穿衣服是吗？请问没有衣服怎么穿？你知道为什么城里会有樵夫这个职业吗？因为在凡人眼里，柴火就是一家人过冬的命根子。他们不像你们放出飞剑一息之间就能飞到江流山顶，他们从江流山上砍柴走个来回要整整2天，带着为数不多只够烧半天的柴火回到家里，只有到快要冻死的时候他们才敢生火取暖。你睁大狗眼看看江流城的外面冻死了多少人，狗屁的名门正派，我懒得跟你废话。萧雨说完，抬手全力催动千香万美图，傀儡兽跟王妹前后围攻。叶子妹眉眼颤抖，抬手爆掉身前法器后，甩手扔出一颗爆烟珠，周身瞬间冒起黑烟。王妹顿时一晃，主人小心！当时他就飞了过去，人未到法鞭已经伸到了萧雨面前，可却被一道从黑烟中射出的青光炸飞了出去。萧雨不为所动，侧着右肩向前，身后的左手还拿着火檀符。随着黑烟中再次射出一道青光，千香万美图所幻化的仙子虚影居然有些不稳了。叶子妹在黑烟中冷声喝着：“看来我倒是小瞧你了，不过你的好运也到头了，遇到我叶子妹算你倒霉。”下一秒，叶子妹便朝着萧雨杀了过去。跟刚才不同，此时的叶子妹着装如虎，身披朱红色的战铠，光彩照人，其上缀以黄金纹饰，熠熠生辉，宛如烈焰中燃烧的凤凰，跟刚才的黑甲截然不同。一招便震碎了身旁的傀儡鹰和傀儡鼠。
胸甲、手套、护肩、披风、腰带、护腿、靴子，全是法器。他手中拿的那把长枪，竟然还是一把上品攻击法器。一个炼气8层，开什么玩笑？萧雨当时就想起了白月说的话，这女人平日里特别喜欢骗其他男修士的钱财，她的东西都是骗来的。看着即将杀来的叶子妹，萧雨抬手扔出5张火弹符，叶子妹放出这一身法器后，自信写在了脸上。披风一阵闪烁后，便带着她躲开了萧雨的火弹符攻击。萧雨也趁机收回千香万美图护身，叶子妹冷笑着伸手投出手中长枪。萧雨脚底雷电凸显，雷行诀一出，身影如电般疾驰无影，躲开对方长枪，来到昏死的王妹跟前收起后，火速奔逃。身后长枪还在对方的操纵下追击着。萧雨左手操纵着千香万美图，减缓那长枪的攻势，右手不断汇聚着极乐合欢功的法力。他最大的2个底牌，一个是极乐合欢功，一个是九阳神体。能不能干掉这个家伙，必须得寻找一个机会。操纵这么多法器，他的法力肯定维持不了多久的。对方是想跟他搏命，只要坚持一会，时机就会出现。看着再次追上来的叶子妹，萧雨全力催动千香万美图。这一次他幻化出的不是女子，而是一大群容貌决绝的极品帅哥。这群男子个个貌似关羽，面如桃花，各有各的风姿。其中一位长眉入鬓，星目如炬，一袭白衣胜雪，恍若仙人临世；另一位肤如凝脂，唇红齿白，手持折扇，风度翩翩，宛若世家公子。还有一位身材高挑，气宇轩昂，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9块腹肌。当那些男子见到叶子妹后，纷纷抛出橄榄枝，爱意满满的迎了上去。这位姑娘小生有礼了。姑娘敢问芳名？你好美，我要被你迷死了。姑娘，前面的萧雨已经开始坏笑了，用美男计拖延一会时间，好像有点不讲武德。要知道，女人很多时候比男人还好色。他就不信这个女人无动于衷，这可是极品法器幻化出来的。还没等他开始幸灾乐祸，他突然看到后面那群男人的裤裆全都冒血了。叶子妹一脸恼怒的举着枪挨个捅着，离我远点，恶不恶心？伤风败俗、不知廉耻的狗男人，竟然敢如此戏弄我，我一定要你的命！萧雨当时就愣了，脚底抹油，赶忙开溜。等会，刚才千香万美图明明压制住了这个女人啊，而且还只是一群女人就将她压制了，怎么换成帅哥就？萧雨再次催动千香万美图，这一次他放出了更多仙女，法力直接下去小半，这是他所能做出的极限了。那些仙女幻想，但凡不是东厂的公公，几乎都挡不住。果然，后面的叶子妹在看到那些仙女后，她再次被压制了。萧栋当时就乐了。千香万美图的强横之处，就是对方对宝图里产生的幻想，一旦产生情思，就会将对方压制。对方陷得越深，压制就越强。好比多重幻境。看着对面那个举着防御法器又开始抵挡的叶子妹，萧雨就跟看到宝似的。原来你喜欢女人，哈哈，看来你有故事啊，难怪打扮得像个男人，感情你以男人自居啊，哈哈，我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尝尝这招如何？萧雨说完，直接吃下暴血丹，修为瞬间上涨到了炼气7层。全力催动千香万美图后，那些仙子已经开始奏乐起舞了。叶子妹当时就慌了，你卑鄙！萧雨嘴都咧开了，看着下面渐渐迷乱心智的叶子妹，抬手拿出了火和尚炼制的上品法器鬼狼锁，对着走神的叶子妹就是一抽，对方身上的法器当场就被他抽到了身前。同样被抽回来的还有叶子妹的储物袋。叶子妹反应慢了一拍，被眼前长相迷人的一群女子迷得魂不守舍。这极品法器好霸道，竟然可以直接吸引她的神识。看着手上仅剩的攻击法器，叶子妹还想挣扎，可下一秒那些仙子就围了过来。叶子妹顿时红脸，好像想到了曾经自己被一合欢宗女修抓住的那次。那个女人是合欢7美之一，长相绝美。那一次她被对方抓走了7日，那7日发生的事她记了半辈子，对方并没有杀她，对她宠爱有加，对她体贴备至。后面她说她想回家，哭了，对方就把她给放了。从那之后，叶子妹就好像变了一个人，对男人没有一点兴趣，反而对女子。看着面前这些绝美仙子，叶子妹还想寻找防御法器，不行，要挡不住了。随着一个仙子伸出玉手摸向她的侧脸，当时叶子妹手中的长枪就跌落到了地上。萧雨抬手一收，一脸玩味的将对方最后的法器给拿到了手中。修士一旦没了储物袋跟法器，战斗力直线下滑。萧雨也不废话，直接放出极月合欢功，重重的打在了叶子妹的身上。叶子妹当场吐血，可恶，可恶，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我一定……还没说完，那群仙子又围了过来。萧雨哈哈大笑着，别害怕，
跟了我以后，女人少不了你的。没事没事，我保证你会在我这里活得很滋润的，我保证。抬手操纵千香万美图，直接对着叶子妹一卷，她就那么被卷到了图中。萧雨反手拿出玉女葫芦，一脸玩味的将宝图中重伤的叶子妹收了进去，先去审判室找白月的先天法体疗伤恢复法力，而后便去了一趟侍女阁，看着刚才想保护她以身犯险受伤的王妹，上手抱了起来。辛苦了辛苦了。半炷香后，九阳神体治好了王妹的伤，萧雨也在侍女阁中检查起了战利品，看着储物袋里的那些东西，萧雨简直比拿了寒秋水3000万银票还要开心。上品法器玄女枪，中品防御法器凤羽甲全套，洞察法器天眼珠。洞察法器是什么？一旁的华莲见状赶忙说着，就是侦察用的法器，这东西可以探查神识探查不到的地方，而且还能探查对方有没有收敛气息。萧雨继续看着，灵石3万，洗髓丹1瓶，筑基丹3颗，五行神女诀上半卷，玉女宗令牌，挪移令，灵草。萧雨嘴角都要压不住了。筑基丹，你敢谢？一旁的华莲突然喊了一声呀，挪移令，他还有挪移令呢，看来叶师妹腿挺长啊。嘿嘿，主人啊，有了这挪移令，可以使用玉女宗的传送阵，地点我可是知道的哟。萧雨上手摸着那挪移令看了起来，好似一和田美玉令牌，半个手掌大小。华莲继续说着，有了这东西，咱们就可以传送到河洛州、东华州那些地方了，咱们可以离开这里了。萧雨眼中带着一丝兴奋，这些东西里最有价值的就是这玩意了。等他把他师父张子玲、师姐吕灵儿、师姐吕蕊、仇人叶芷柔、李万才的老婆张燕、李万才的闺女李薇薇、林策他妈、林策他奶、沈梦雅他徒弟、闺女等人都聊一遍，他就可以跑路了。然后带着这群人找个地方苟着，修炼到金丹期再出来，把玉女宗一锅给端了，让白月当宗主管理大小事宜，他就在练功房里蹲着帮那些弟子练功，人生一片光明。就在这时，玉女葫芦里的叶子妹突然骂了起来，骂的要多难听有多难听。混蛋，竟然还敢抓这么多姑娘！魔道贼子，你有胆的放我出去，你有胆的就跟我不用法器单挑，仗着极品法器你算什么东西？重伤的叶子妹看着玉女葫芦里的李晴云跟韩秋水等人，本能的认为这些人也都是被萧雨抓来的，本着名门正派拯救苍生的理念，他就在那破口大骂着。韩秋水眉眼低沉，被萧雨抓来的肯定是正派的女修。此时的萧雨也走了进来，看着玉女葫芦里的众女，小声跟他们说着，你们不要被她给骗了，这个女人是玉女宗的叶子妹，她姐姐就是叶芷柔，而且她还是个魔镜。韩秋水一听是叶芷柔的妹妹，当时就攥紧了裙角。萧雨知道韩秋水在想什么，赶忙上前说着，你们先别打她的主意，我留着她有大用。萧雨说着就摸起了下巴，现在韩秋水还没有想跟他的意思，财迷尼姑林心现在也跟他那几个尼姑师姐加入了，心态还不是太稳定，保险起见，这些没办法成为侍女的人的情绪还是需要照顾一下的，毕竟女人多了麻烦就多了，3个女人一台戏，这么多女人那不得。萧雨想着想着就出去了，直接来到合欢宗分舵附近的一处山洞中，而后便把叶子妹放了出来。叶子妹顿时狂喜，哈哈，愚蠢，我哪怕重伤也是炼气7、8层，就算没有法器也……还没等他说完，他的手腕便被萧雨握住了。当时他就一个想法，他的力气好大。萧雨轻声笑着，跟我比力气是吗？来吧。2个时辰后，系统提示，请宿主停止强制审判行为，叶子妹生命已垂危，请宿主以德服人。萧雨意气风发的点上了一根烟斗抽着，看着自己已经上涨到炼气期6层的修为，他的眼神越发的兴奋。九阳神体跟极乐合欢功就是那么强悍，跟修为比自己高的女人练功，他的修炼速度就跟飞一般，别人几年才能提升的境界，他只需要2个时辰。不过他也知道，现在的他肯定没办法找住机器的练极乐合欢功，修为差得太大，他得爆掉。这东西是通过吸收别人的法力来提升修为的，除非什么？除非他不练功，就只是单纯的法术交流。萧雨一脸傲气的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后，为对方吃了半颗回气丹，然后他就朝着合欢宗分舵走去了。江流城南部，玉女宗立于高峰之巅，仙气缭绕，云雾弥漫，仿佛天上宫阙。宫殿巍峨壮观，金碧辉煌，雕梁画栋，美轮美奂。宗门上空时有仙鹤飞翔，仙音袅袅，令人心生敬畏。宗内女弟子皆衣袂飘飘，气质出尘，手持仙剑，凌空而立。众女聚集在演武台前，不知在等候什么。演武台上有一座白玉构成的玉台，台上供奉着一尊玉女神像，神态庄严，俯瞰众生。玉台上还刻制着7个大字：
玉女宗宗主白月。此时演舞台上一冷峻女修侧目看向两侧长老，霸气凌然。一长老上前说着：“沈长老，眼下白宗主才仙逝不久，您就迫不及待的想上位，恐怕玉女宗各分舵弟子不服啊。我倒是建议您先缓缓，起码灭了这合欢宗，替白月宗主报了仇再说。”沈梦雅侧目回首，眼如利剑，直直的看向台下那人，并未开口。一旁手持青剑、身穿青袍的筑基期女修冷眼上前：“眼下战事吃紧，我玉女宗群龙无首，溃不成军，自然是需要一位可担大任的人出来。沈长老乃我师尊白月的师妹，也是师从神女宫的天之娇女，自然有资格担任我玉女宗宗主之位。”诸位长老迟迟不下决定，难道是想贻误战机？莫非尔等收了魔道的好处？刚才说话那人顿时语塞，不敢回话，因为说话那女人是白月宗主唯一幸存的亲传弟子叶芷柔。大弟子华莲也被抓了，其余几个亲传弟子死的死，失踪的失踪。沈梦雅看着台下沉默不言的各位长老，言语轻柔：“诸位放心，一旦我上位，我自然会联系神女宫的前辈，让他们派金丹后期的道友前来助阵。别的不说，灭掉一个小小的合欢宗自然不在话下。今日如若没有他事，就先散去吧。准备一下，在万妖秘境开启之日，我玉女宗跟玄灵宗两路进攻，直接杀向玉峰谷前线。到时魔道前线大败，我玉女宗自然能一洗前耻。”台下另一人面色不解：“可是沈长老，你可是金丹期，你怎么不带我们杀向合欢宗分舵？凭借你的实力，灭掉他们易如反掌，那里应该还有咱们被抓的弟子。”沈梦雅冷声喝着：“不要因为一两个弟子的命就因小失大，我现在灭了一个分舵有什么意义？魔道一旦发现我们增兵，他们也会增派兵力。你们怎么就那么确定对方分舵没藏着高手？一切听我指令。”众人不再说什么，没多久便退下了。散场后，沈梦雅一脸凝重地看向叶芷柔，说着：“可查到白月跟他弟子的消息了。”叶芷柔抱拳低首：“4师妹离科，昨日已被我斩杀，5师妹跟6师妹被我淹死在了江流河中，大可放心。就是这华莲跟白月那两个贱货还没有找到，师傅他们2人的魂灯还没灭吗？”沈梦雅右拳紧握：“没有，而且昨日白月那即将灭掉的魂灯竟然亮了3分，那贱货一日不死，我就一日不安稳。再去给我找去那日埋伏白月那个贱货的地方，寻找线索。”速速动身。叶芷柔：“弟子遵命。”叶芷柔面色阴沉，踏剑而飞，飞至多日前埋伏白月的山上农户时，于天上神识外放。残破的院墙，烧毁的民房，在这片农户北部10里，正是白月陨落的地方。叶芷柔在天上不断搜查着，很快他便看到了一些奇怪的脚印。那些脚印看起来有些像男子，从脚印面积看应该是个体格壮硕的男子，少说200斤。叶芷柔眉头紧锁，上手摸了摸那脚印处的泥土，总觉得有些不对劲。思索片刻后，他便飞走了。刚一飞到天上，他突然眉眼一紧，转身再次飞回了那民房。来到院中，叶芷柔表情颤抖：“尸骨呢？”他清楚地记得那天他亲自杀了4个人，阿香那一家3口，还有一个魔道贼子。再次环顾四周，尸骨一个都没有，地上只有一些血渍。难不成是被野兽叼走了？不可能，根本就没有野兽的脚印。叶芷柔抬手拿出移动查法器，神识操纵，那法器瞬间放出一道圆形法光，四周的空间仿佛都变成了黑白色。叶芷柔闭目搜寻，很快他便找到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在那日埋伏白月后，有人重新回到了这个地方，并且收走了那4个死人的尸骨，绝对是修士干的。正常人想要一次带走4具尸体根本就不可能。叶芷柔下意识看向了江流山北部，要不要去合欢宗分舵看看？这附近也就只有那个地方有魔道的狗。到底是什么人会将那4个人的尸骨给收走？要么是跟那淬体期的萧雨有着莫大关系的，比如他的师傅，要么就是跟那3个凡人有渊源的修仙者。可那体积肥大的脚印又是怎么回事？叶芷柔突然瞳孔猛缩，双拳紧紧地握住了手中的法剑。一行，他一行跑了。叶芷柔的嘴角有些不自然地疯笑了起来。他曾经在白月底下求学的时候，就听白月讲过几种求生法门：残魂逃离、异形逃离、假死。他的魂灯光芒又小了一大截，那就是说明白月现在修为尽失。谁要是能找到他，谁就能拥有无上秘宝。那个女人所拥有的法宝、灵草、功法，绝对是所有修士梦寐以求的财富。要是他叶芷柔能将白月炼化，他洞府里的宝物不就全是他的了？叶芷柔眼神看向合欢宗分舵，嘴角上扬到了夸张的程度。此等造化，足以让他叶芷柔逆天改命。他敢断定，白月就在附近，要么是潜伏在合欢宗分舵，要么是被人炼制成了炉鼎。想到这里的叶芷柔直接拿起一副面具往脸上一盖，她的样子便慢慢变成了魔道女修的样子。再拿起一把粉色的扇子，
腰上挂上之前从合欢宗修士身上获取的令牌，尽可能的扮演的像一些。可这身上还有一些胭脂味，拿起清晨符，直接对着身上一弹，再寻一只野兽，木以兽血，压制修为到炼气期中期。而后他便朝着合欢宗分舵飞去了。一路上他的心跳都极其的亢奋，风笑着凝视前方，眸子里闪着冷光。白月的修为肯定没了，这件事估计就只有他知道。沈梦雅还想找白月的洞府，哼，他叶芷柔才是此次作战的最大功臣。如果不是他，合欢宗宗主能来，傻子才会跟人分享造化。他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很快他便凭借令牌顺利穿过了关卡，来到了合欢宗的分舵大门前。刚一到地方，正好跟蒙着脸的萧雨擦肩而过。为了不打草惊蛇，叶芷柔赶忙把脑袋低了下去，而萧雨则朝着宗务殿走了过去。还没走到宗务殿，萧雨当时就愣了一下，他怎么不记得合欢宗分舵有长相不错的女修？合欢宗分舵一共就那么点弟子，每一个女修的样子他都记得清清楚楚。正当萧雨愣神的时候，他脑中的系统提示音就响了。系统提示：检测到新的恶女叶芷柔，请宿主尽快将其审判。姓名叶芷柔，年龄28岁，修为筑基期8层，样貌颜值91分，身高172厘米，体重110斤，资质极品木灵根，性格忘恩负义，唯利是图，为了修仙可以放弃所有，欺师灭祖，残害苍生。背景玉女宗宗主白月二徒弟，亲传弟子。恶行杀害同门36人，杀害凡人6821人，杀害救命恩人全家，杀害双亲。萧雨在看到系统提示音后，瞬间就把视线挪到一旁，强忍着内心的震惊，一步一步地朝着宗务殿走去。这个女人的修为怎么这么高了？她怎么突然摸到这里来的？萧雨就这么跟对方擦肩而过，心中大惊。筑基期8层，比他师傅还要高，他师傅才筑基5层，这个叶芷柔来这里干什么？萧雨就这么走开了，朝着宗务殿的内殿走去。必须得上报，这个贱货摸过来肯定是为了找白月。白月的洞府里有那么多宝物，谁见了都得眼红。要不是现在白月的审判值还没满，萧雨早就去找那些洞府去了。不行，这个女人太棘手了，她妹妹叶子妹才炼气期8层都有那么多法器，这个叶芷柔的修为比之前还高，那就说明她在白月失踪获得了什么莫大的好处。很快萧雨就来到了内殿，看到张子玲后，侧目看向两侧弟子跟长老后，赶忙抱拳。弟子萧雨见过师父，见过各位长老。张子玲微微笑着，不错，数日便回来了，为师果真没有看错你。萧雨再次抱拳，同时给张子玲传着音。师父，门派里混进来一个奸细，筑基期8层，莫不要表现出惊慌，我怀疑这里还有跟他接头的家伙。张子玲此时也比刚来分舵要稳重多了，听到萧雨的传音，并没有过多表态，看向四周弟子众人，他便轻声说着：此次你表现不错，随为师来书房领赏。萧雨躬身跟上，一路上还在跟张子玲传音说着叶芷柔的情报。张子玲闻言皱眉，来到书房后，抬手放出隔音罩。萧雨一边拿出火和尚炼制的鬼狼链，一边低声说着。徒儿临走之时，还看到有很多玄灵宗跟玉女宗的修士拿着很多储物袋去找火和尚炼制法器，而且在弟子回来的途中，几乎没有见到几个正派的修士，我怀疑他们打算搞事了。如果不是为了进攻我们这里，那一定就是突袭正魔大战的前线，师父不可不防。张子玲闻言点头，我已在西部修建了传送阵，如若不敌，我们可撤回魔岛本宗。前线的话为师会传信告知，如果消息属实，大大有赏。对了，且说说这叶芷柔的事，她就算是筑基8层，可也太过冒险了。难道我们只有她极为看重的东西？她堂堂筑基期，竟然独自一人来到我们这，这太反常了。萧雨低头思索着，这件事处理不好，恐怕会非常棘手。之前系统让他审判梅春兰，他直接将对方给杀了，反正也没有什么惩罚措施。这个叶芷柔的修为实在棘手，如果收不了，只能把他灭了，奖励什么的都无所谓，保命要紧。实在不行，等他死了，把他的肉身炼制成人魁也不是不行，反正都是热的。弟子怀疑叶芷柔是打算将我们连根拔起，估计是因为前不久师父突袭了玉女宗，夺走了他们宗门里的不少法器物资，所以这女人记恨咱们，再加上她是玉女宗宗主的二徒弟，咱们宗主又杀了他们宗主，新仇旧恨，让他恨不得把咱们斩尽杀绝。张子玲眼神凝重，他只有筑基5层，真打起来只能靠另外2个长老帮忙，他们3个筑基中期联手，应该能打过这个叶芷柔。可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就算再记恨他们，这个叶芷柔也不应该孤身一人跑到这里来冒险。而且萧雨又是怎么发现的？看着修为已经炼气期6层的萧雨，张子玲眼角上挑。好徒儿，
你这修为提升的速度当真是如日中天啊！恐怕要不了多久你就能筑基。你又是如何发现叶芷柔潜伏进来的？萧雨抱拳上前，毫不遮掩地直视张子霖的双目。为师傅赴汤蹈火，带徒儿筑基期了，一定竭尽所能帮师傅化丹。徒儿之前在宗门内调查奸细，把所有师姐师妹的名字、样貌、来历都调查了一遍，只要是女人，哪怕是八旬老太，也逃不出徒儿的法眼。而且这个女人身上有一股兽血，我和欢宗弟子的味道可不是一般人能模仿得出来的。张子霖眼中带着一丝质疑。我问你的是，你是如何知道她是叶芷柔的？你这个修为，如果探查她的话，一定会被发现吧？萧雨再次躬身，此事师傅应该多少有所耳闻。宗门里很多弟子都把玉女、宗女修的容貌画在春宫图中，日夜观摩。白月、叶芷柔、沈梦雅，个个都是出类拔萃的炉鼎。徒儿不才，先前也翻看过，自然记住了她的样貌。张子霖一时有些无语。龌龊！刚一说完，萧雨就走了过来，一脸诚恳地看着他的眼睛说道：师傅，你不是说等我回来可以满足我一个愿望吗？张子霖看着萧雨那赤裸裸的眼神，下意识扯了扯衣领。只要不是僭越之事，别的你但说无妨。萧雨闻言轻声吐气，他自然知道张子霖看不上他，如果他没对张子霖忠心耿耿，换做其他亵渎他的男子，估计早被他杀了。合欢七美，说白了就是他们合欢宗的仙苗，都是可以化丹的存在。很多人，尤其是女人，为了顺利化丹都会保住自己的原因。有些女人如果破了境，心性就会出现变化，于修炼不利，除非是真动了情。萧雨思索片刻后便抱拳说着：徒儿不是想僭越，徒儿也知道师傅眼光高，看不上我这等资质低劣的弟子。徒儿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待徒儿筑基后，师傅能……萧雨说到这里的时候突然小声了起来，刚想走到张子霖跟前，就被对方用神识按捺了。张子霖侧目轻笑，跟上次的那种娇羞不同，这一次他的眼中反而多了一丝机敏。你自一开始就如此尽心，就是为了这种事吗？我辈修士如果只是为了儿女情长，自然是难以在仙路上长久的，不过就是一夜风雪而已。你莫要因此事而误了道心。萧雨斩钉截铁地上前，一把搂住了张子霖的胳膊。如果不能得到师傅的青睐，那才是误了徒儿的道心。张子霖面色再次羞红，反手推开。滚开！萧雨不为所动。我为了师傅的法器，差点死在路上。既然师傅不想给奖励，那徒儿就自己。萧雨说着，就看向了对方的红唇。还没等他靠近，他就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顶着他的小腹。看着张子霖手中拿着的剪刀，萧雨当时就咽了咽口水。张子霖看着萧雨那表情，一脸没好气的拿出了一个储物袋，这里有一件中品防御法器，还有2颗筑基丹，为师也不会让你白忙活。如若下次还敢出言不逊，就休怪为师了。萧雨闻言张嘴就来：我爱你，你杀了我吧！张子霖眉眼颤抖：滚！看着这个狗东西，抬手拿起剪刀就举到了天上。他发誓，对方再说一句，他真的会动手，就不能好好做你该做的事。萧雨悍不畏死，如果爱上一个人也算是有错的话，那我宁愿一错再错。如果真的要惩罚我的话，被心爱之人夺取重要之物，我也无怨无悔。萧雨说着就猛地挺了挺小腹，一副来吧的姿态。可下一秒，张子霖就冷声来了一句：我那徒儿你可踩邪了。萧雨当时就把王妹从玉女葫芦中放了出来，一脸认真的抱拳喊着：弟子对王师姐绝无二心，一直以礼相待，天地可见。王妹在看到张子霖后赶忙低头跪下：徒儿见过师傅，多谢师傅不杀之恩。张子霖看了一眼王妹，又看了看萧雨：你们2人？萧雨面不改色：弟子对师傅忠心耿耿，一直用心用力的保护师姐安危，岂敢有非分之想。王妹也在那点着头：对，师弟待我如客上宾，徒儿自知罪不可赦，愿意将功赎罪。如果师傅需要徒儿做什么，徒儿一定万死不辞。一旁的萧雨面色沉思，他师傅到底几个意思？怎么还问他有没有跟王妹发什么关系？而且嘴上说的厉害，却根本不舍得动手。张子霖思索片刻后便低声说着：我已收到火和尚的回信，下个月王妹你就随萧雨带找火和尚的孙子去万妖秘境。萧雨闻言摇头：师傅不可，万妖秘境一旦开启，正派肯定会有动作，我哪都不去，就在师傅跟前守着。这次徒儿是不会同意的，万妖秘境我是自然不会去的。张子霖缓缓吐气：我需要你去帮我寻一样宝物，那个秘境只有炼气期的可以进入，你现在是炼气期6层，也是为师最器重的人之一。萧雨听到这里，直接给张子霖传音：我要是带出来那东西，师傅可愿与弟子去林中一叙？张子霖眼角颤抖，他知道萧雨带着王妹，所以他想把王妹叫出来当挡箭牌。怎么这个萧雨如此得寸进尺？他竟然看出来他的为难了。
还在这说一些有的没的。萧雨继续传着音，为了你我愿意去死。张子玲，那你死吧。萧雨，我死了谁为你做事？那些人你信得过？师傅你不也觉得我喜欢你，所以让我做事你更放心吗？张子玲，休要胡言。萧雨，要是换做其他人跟师傅说这些，估计早被你杀了。我无所谓，师傅后面就算卸磨杀驴，我还是爱你的。萧雨，你别说你要万妖秘境的宝物，你就是要天上的月亮，徒儿都给你拽下来。一旁的王妹就在那跪着，全程也没吱声，紧张的不成样子。怎么旁边这俩人也不说话？他们不会在传音吧？等会，主人他该不会是在戏弄师傅吧？他胆子这么大，怎么他师傅也生气？王妹清楚地记得之前和欢宗有男人对他师傅出言不逊，被他师傅直接扣了眼珠子。没多久，萧雨就带着王妹走了。张子玲单手托腮，想着萧雨那提升如此快的修炼速度，低头思索，对方恐怕是得了什么宝物，所以修炼速度才会那么快。他这个当师傅的几乎也没有教过他什么，那敛气法器就留给他算了，毕竟也是为他卖过命的弟子，不能让别人知道他修炼速度异于常人的事。张子玲缓缓吐气，回想着对方嬉皮笑脸说的那些不着调的话，心里一阵戏谑。想成为他张子玲的道侣，只是靠油嘴滑舌可不够，而且他怎么觉得刚才王妹看萧雨的眼神有点怪怪的？算了，管他们做什么，反正都是自己弟子，而且他管萧雨干什么？他要是跟其他女人好了，他这个当师傅的该开心才是。到时候他再胡言乱语，直接就将此事拿出来说死，让他死了这条心算了。还是先想办法对付叶芷柔，实在不行可以把他引走。与此同时，已经回到炼丹房的萧雨也在那思索了起来。刚才张子玲是在拿王妹当挡箭牌吧？意思就是说，其实张子玲现在还是对他有点抗拒，但是已经比上次好多了。反正这一次他爆也爆了，对方也没动手，就是说了点狠话。既然如此，下次他就可以更加肆无忌惮。时间一长，总会走到那一步的。想着想着，他就把叶子妹等人放了出来。此时的叶子妹正被黄香、李晴云按着，跟预想中的不同，叶子妹在看李晴云的时候，眼神充满了无尽的爱意。萧雨看到这一幕，当时就乐了，感情这叶子妹还真喜欢女人啊。既然如此，就好办多了。那个晴云还不给叶姑娘倒茶弄些吃食。李晴云闻言鞠躬，好的主人。叶子妹见状眉眼颤抖，转身看向萧雨骂着，你竟然将人家晴云姑娘给抓到魔门来，你有何居心？萧雨轻声笑着，我有何居心？你有何居心？你刚才那是什么表情？正当他们说着的时候，李晴云低着头走来了，给叶子妹倒了一杯茶后，便坐到了萧雨的怀里，给萧雨倒着茶。叶子妹看到这一幕，眉眼颤抖。萧雨轻声笑着，怎么，你也想来啊？叶子妹冷哼一声，喝了一口茶后，便歪头喊着，要杀便杀，无需多言。萧雨，杀了你干什么？我会让你心甘情愿地留在这里的。王妹，去招呼招呼咱们的叶大仙女。王妹闻言起身，直勾勾地朝着叶子妹走了过去。叶子妹虽然见到萧雨会骂个不停，可当她一看到身前走来姑娘后，她的脸就红了起来。王妹一脸柔和妩媚的来到她跟前，轻声说着，这位姑娘，妹儿这厢有礼了。叶子妹闻言愣神，幸会。下一秒她就突然觉得头昏脑胀，怎么有点难受。看着刚才自己喝的茶，叶子妹瞳孔猛缩，青云姑娘，你为何害我？李青云有些小声地说着，小女子只是想让叶姑娘以后一直留在这里，难道叶姑娘不喜欢青云吗？叶子妹一脸慌张的想要逃走，可王妹却直接搂住了她，当时她就彻底慌了神。萧雨此时也走了过来，一把搂住了叶子妹的腰。叶子妹本能的排斥恶心，别碰我，不恶心，离我远点。刚一说完，萧雨就是一巴掌。叶子妹表情颤抖，刚回过头又被王妹搂在了怀里。叶姑娘呀，别那么凶，妹儿来陪陪你。其实做女人比做男人快活多了，等会你就知道了。叶子妹刚想说什么，她的头又开始晕了。萧雨轻笑上前，搂住对方后便把房门关上了。此时已经召集了其余2位长老的张子玲正满脸凝重地讲着，千真万确，确实是叶芷柔，现在是沈梦雅的徒弟，请2位助我一臂之力，咱们今夜子时动手。台下2人分别是筑基期4层孟长老，筑基5层刘长老。孟长老单手捋着那极具标志性的红色山羊，胡笑着看向有些娘气的刘长老时，下意识把视线挪开。刘长老男身女态，单手翘着兰花，直捧着热茶看向张子玲。张长老，这叶芷柔已是筑基8层，你可有良策将其拿下？对方毕竟是筑基后期，虽然我们人多势众，但是那女人一旦发起疯，破开了我们的防御，
到时后果不堪设想。张子霖眉眼柔和，面色恭敬。到时我会掀起洞迷踪阵，最少可以困住对方半个时辰，然后我会用我的天香体迷乱对方心智，待使两位长老且随我前后夹击。那叶芷柔纵使有通天的本事，也绝对逃不走。张子霖说完，赶忙抱拳，双手举过头顶，恳求两位助我一臂之力，击杀叶芷柔所获法器宝物，我一件不取，全都赠给二位。孟长老一脸玩味地捋着红色山羊胡笑着，帮助门派铲除敌人自然是我们分内之事，这叶芷柔的宝物法器自然也是要上交给本宗的，我们二人只是代劳。刘长老翘着兰花只翻了翻茶杯上的盖子，跟孟长老看了个对眼后，似笑非笑地说着：咱们何时动身？张子霖看了看时辰，眼中闪过一丝果决。半个时辰后，夜黑风高，寒风凛冽，炼丹房里的萧雨此时正在用叶子妹提升着修为。大战在即，他必须要快。如果是之前，他肯定会稳扎稳打，可叶芷柔此时就在外面，他必须得马不停蹄地提高修炼速度。回过神时，修为已经在叶子妹的帮助下来到了炼气期7层，左护法王妹的修为也来到了炼气期6层，右护法华莲的修为也鬼使神差的被拽到了炼气6层。萧雨满脸毛躁的点上了一根烟斗，估计今晚他师傅就要对叶芷柔动手了，可他的修为才只有炼气期7层。就在这时，李青云有些小心的走了过来，手里还端着2碗汤。萧雨左手拿起老鸭汤就灌了起来，然后再拿起参汤猛地喝了几口，喝完汤再拿出3颗金色的丹药往嘴里一送，原地坐下运转周天。李青云有些小声的说着：主人，娘亲她让我来叫你呢，说要到治病的时间了。萧雨额头上豆粒大的汗珠顺着脸一滴一滴的往下滑着，坏了，韩秋水的病还没治呢，白月还没吃饭呢。萧雨先是看了一眼审判室里的白月，对方此时已经心甘情愿的接受审判了。不行，昨天刚给他画过饼，今天就要他肯定会适得其反。想到这里的萧雨直接拿了3瓶合欢丹给到了王妹，带给白月吃饭。王妹当时就缩了缩脖子，3瓶。萧雨眼神决然，要知道合欢丹也是灵草炼制的，本就可以充饥。去吧。说完就把王妹送到了审判室里。就在这时，一旁的李青云再次走了过来。主人啊，您要不要把阿香姑娘他们的墓碑给藏一下？那叶芷柔肯定是来找你的，咱们不可不防。萧雨轻声笑了笑，我早就藏好了，你真是有心了。等会告诉你娘，今晚宗门里有大事发生，治病的事不能一蹴而就，等我忙完，我一定给他好好治。如果只是为了应付走走形式，那他的病永远都好不了。李青云微微点头，真是麻烦主人了，我这就跟娘说去。李青云前脚刚走，合欢宗分舵中便传出了一阵巨响，好像某种闷雷，隆的一声响彻天地。萧雨本能的抬头看去，只见原本黑暗的天空瞬间变成了青蓝色。原本他还以为是天亮了，可当他看到四周突然竖起的青色法阵后，当时他就把所有人都收到了葫芦中，想不到这么快就开打了。此时天上也站满了合欢宗的修士，为首的便是张子霖。孟长老站在左侧，一脸玩味的捋着红胡子，刘长老则有些娘态的摇着扇子。他们身后是数百名合欢宗的弟子，而身前则是3个女人，为首的便是筑基8层叶芷柔。张子霖轻声笑着，想不到堂堂玉女宗亲传弟子叶道友也会屈身来我们这小地方，真是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叶芷柔眉眼低沉，看着面前有备而来的张子霖，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暴露的。他明明有敛气法器，除非是金丹境的修士探查他，否则他是绝对不可能被人发现的。而且他来到这里才不到1个时辰，看对面这群人的架势，怎么像一开始就知道他要来似的。素闻合欢七美弟子美仙子张子霖道友美艳过人，今日一见果真非同凡响，让我一女子见了都为之心动呢。叶芷柔一脸轻柔地说着，必须得想个办法拖延时间，这阵法哪怕是他也不是轻易能破开的。而且他如果直接拿出他的底牌符宝来进行破阵的话，待会又如何从这3人手中搏出生机？必须得想办法先挟持一人再说。此时的孟长老见状也轻声笑着走到了前处。之前我就听说玉女宗有个6亲不认的女修，为了不让人抓住自己是凡人出身的把柄，就自己回去把爹娘给杀了，为的就是不想让人用自己的凡人爹娘胁迫自己。嘿嘿，好像是姓叶。刘长老也在那伸着兰花指笑着，哎呦，这该不会是眼前的叶道友吧？我看叶道友也是水中芙蓉，应该不会如此蛇蝎心肠吧？孟长老咧嘴笑着，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在玉女宗里，要说心肠最歹毒的就是眼前这个叶芷柔，我觉得咱们魔道在他面前就好像是跳梁小丑。之前他被别人打伤，被一伞修夫妇给救了，
就因为那对散修夫妇的儿子说了一句正派跟魔道没什么两样，他就将人家一家3口都给杀了。要不是那对散修的好友逃到山上，估计也被他给灭了。这是他们正派的虽然压下来了，可咱们魔道却人尽皆知呢。刘长老闻言一脸后怕的搂着自己的身子说着：哎呦，好瘆人啊，还杀救命恩人全家，好一个名门正派。叶芷柔一看那俩人竟然敢揭他老底，顿时大怒：魔道奸贼，你们休要激怒我，有胆的就放马过来。叶芷柔说完便放出他的标志性法器3叶青光剑。孟长老表情凝重，看着那柄上品法器，本能的退到了张子霖身旁。刘长老有些紧张的放出了自己的法扇：张长老，你我3人联手，今日定要将此贼灭杀于此。张子霖闻言动手，上手放出鬼狼链护在身前，链条轮转，形成道道屏障。叶芷柔昂首怒喝：3叶无影，一化3000。霎时一柄3叶青光剑赫然变成了9把，而后99把，999把，化作层层剑阵立于他的身后。孟长老心生忌惮，赶忙拿出自己的御风硬挡在身前：快啊，还愣着干什么？刚一说完，张子霖便转动了掌中的阵盘。叶芷柔顿感天旋地转，视线错乱，眼前的环境瞬间变成了无边沙漠，沙暴龙卷直面而来。叶芷柔冷声哼着，一剑刺出，数百把3叶青光剑如活物般刺向沙暴，青光遮天，一招破开眼前沙漠幻象。区区迷踪阵，还想困杀我？叶芷柔说完，他身后的2个帮手也放出了法器，一左一右打算破开阵法。可就在这时，空气中突然出现了一丝异样的香气，无比的香甜。叶芷柔一时心悸，天香体。那一瞬间，他仿佛看到了晨曦出现，山岚缭绕，一缕奇香随风而至，如丝般细腻，似烟般飘渺，悠悠绕绕，沁人心脾，仿佛自9天之上飘来，又似从幽谷深处溢出，令人心旷神怡，忘却世间纷扰。初闻时，仿佛置身于花丛之中，花瓣轻舞，花香袭人。叶芷柔一时愣神，下意识吸了2口，细品之下又似有幽兰之韵，清幽脱俗。这香气不浓烈，不刺鼻，恰到好处地撩拨着人的嗅觉，让人忍不住想要追寻其来源。叶芷柔从来也没有闻过如此香甜的味道，一时失了神。啊！救我！随着身后一人发出歇斯底里的惨叫，叶芷柔这才猛地回过神，赶忙横膛举剑抵挡面门前的鬼狼链，法器触碰间冒出刺眼火花，好险，差点就被这个该死的女人给得手了。叶芷柔猛然横剑甩开张子霖的攻击，可此时的孟长老跟刘长老也打了过来，远处合欢宗的弟子又开始加持法阵，法阵的环境又出现了变化，这一次竟然变成了冰天雪地，刺骨的寒风袭面而来。叶芷柔再次回头看向那2个帮手，却已经看不到他们的身影。竟然敢暗算我，你们这群混蛋，不要以为我会善罢甘休。叶芷柔说着便举起了3叶青光剑。孟长老见状，赶忙给刘长老使了个眼色，俩人几乎同时缩减了手上的法力输出，一招便被叶芷柔给打退了。叶芷柔眉眼低沉，怎么这2人好像有意让他？下一秒，张子霖就杀了上来，鬼狼链直直地锁住了叶芷柔的左腿，俩人一时缠斗在了一起。叶芷柔心惊张子霖的手段，如果不是天香体，对方绝对不可能在他手里过3招。区区一个筑基中期，竟然还敢跟他单挑。看着已经退到2侧的孟长老、刘长老，叶芷柔一时眼神上扬，难道那2个家伙打算将这张子霖卖了？因为什么？他们2个该不会觉得张子霖死了，他们2个可以顺利将他拿下吧？叶芷柔嘴角上扬，他才懒得管对方的明争暗斗，既然如此，他也配合一下那2个傻蛋。他开始故作不敌，跟张子霖斗得有来有回，只要让那2个家伙看到他实力不济，对方就不会出手。稳妥起见，他还在那喊着：可恶，要不是这个阵法，我怎么可能会被你牵制？区区迷踪阵，可恶！张子霖越战越勇，隐约间他也察觉到了不对，他怎么可能一个人压着对方打？看着身后那2人，张子霖眉眼颤抖，他们2人竟然敢玩阴的，可他又不能不打。与此同时，已经躲到远处的萧雨也看到了这一幕，看着那2个摸鱼的老六，萧雨一阵不爽，他娘的，这俩人属狗的！萧雨只是在远处蹲着，他虽然能看到张子霖跟叶芷柔在迷踪阵里斗法，可他看不清迷踪阵到底变出的什么环境。看着跟叶芷柔打得不可开交的张子霖，萧雨面色凝重，叶芷柔怎么可能打不过他师傅？对方估计在装菜，而后趁机破局。冷静，冷静一点。如果现在冲出去叫其余弟子帮忙攻击，估计那2个老登也不会上。难道他们2个打算把他师傅坑死，好占据这个分舵？真他娘的狗！
估计还想着把他师傅坑死，然后再顺便把叶芷柔给灭了吧。这俩傻逼就那么自信能打过叶芷柔。萧雨想给张子霖传音，可阵法把他的传音给挡住了。萧雨表情越发的凝重，他进去就是送死。而且叶芷柔一旦看到他的脸，他复活的秘密就暴露了。难道就这么放弃他师傅？开什么玩笑！看着阵法中被牵制的张子霖，萧雨面色越发的毛躁。冷静，冷静一点，肯定有办法的，肯定有。萧雨悄悄放出了王妹，王妹心领神会，赶忙混到人群中大声喊着：杀了叶芷柔，上啊兄弟们！萧雨也在那喊着：上啊，上啊兄弟们！他就一个人，怕个雕！杀了他，今天咱们排队。然后萧雨又扯着嗓子跑到另一边喊着：杀呀，杀呀！一些弟子还真就动手了。孟长老冷哼一声：不要胡乱攻击，万一伤了张长老怎么办？他可是有天香体，对付叶芷柔自然不在话下。王妹才不管他那一套，继续放着火弹符，就是那法阵毁了也得引起骚乱。人群中的吕玲儿跟吕蕊也上了，李云马也放出了锋刃符，杀了他。萧雨突然又看到了曾经的基友赵飞机，当时他就给赵飞机传音喊着：上啊兄弟，赢了就可以干他。已经当了1年炉鼎的赵飞机当时就捏着嗓子上了：杀呀！一时间场面很是混乱。萧雨还在后面蒙着脸喊着：等会排队，等会排好队，赶来我们分舵，咱们让他看看什么叫男人，干死他！喊完，萧雨又偷偷摸摸拿了一管无暇品质的迷魂烟出来，这东西跟合欢丹的威力差不多。眼神直视孟长老跟刘长老那2个老六旁边的弟子，要是让这群弟子都嗑了药。而且他之前好像在乌长老的阴阳界生术里看过一个秘法，可以让人变成别人的样子，不过只能维持1炷香。看着阵法外已经开始轰杀的弟子，萧雨赶忙跑到了远处，咬破手指就变成了叶芷柔的样子。那3围比对方的还要炸裂，只能用牛逼来形容。身上啥也没穿，就穿个肚兜，光个腚。为了不让那2个筑基期的老登发现，萧雨直接派出傀儡兽朝着那俩老六杀了过去。还没到跟前，傀儡兽就被孟长老给灭了。孟长老下意识回头看去，谁在那里？萧雨撒丫子就跑，孟长老跟刘长老起身就追。混账，拿命来！萧雨前脚刚走，后面的王妹拿起迷魂烟就放了起来。那些看戏的弟子吸了2口后，直接就上头了。王妹一脸激动的大喊着：师傅，快跑！破音！阵法中的张子霖赶忙转动阵盘，奋死奔逃。阵法都不管了，再不跑他就要挡不住了。叶芷柔也从阵法中跑了出来，一出来就看到一大群发了疯的合欢宗修士朝着他杀了过来。排队！大伙排好队。叶芷柔一脸恶心的放出法剑，一剑斩杀3人。张子霖转身还想放阵法，王妹、吕玲儿等人赶忙喊着：快跑，都疯了！张子霖看着那些悍不畏死的弟子，心有不忍。他怎么可能为了自己活命把宗门里的弟子都害死？看着大杀四方的叶芷柔，看着已经跑路的孟长老跟刘长老，张子霖抬手就要咬破手指，今日恐怕只能燃烧寿元跟对方搏命了。就在这时，远处穿着肚兜跑路的萧雨已经带了一大群男人，雷行诀已经快跑吐鹿皮了。张子霖看着对面那如此牛逼的女人，眼珠子都瞪大了。萧雨看他出来了，赶忙传音：快啊，师傅！那2个老狗就在后面，喂他们吃合欢丹，快喂他们吃，我要挂了。他腿都快跑断了，要不是九阳神体加雷行诀，他早挂了。张子霖当时就反应了过来，他打不过叶芷柔，还治不了这2个家伙吗？抬手就是天香秘法。还在追萧雨的孟长老跟刘长老当时就看迷了眼，好香，什么味道？怎么会那么香？孟长老当时就捂住了口鼻，不好，是天香体。张子霖，你个贱货竟然！叶芷柔也抬头看了过来，一脸坏笑又得意的咧着嘴，狗咬狗，呵呵，真是精彩啊！我当你们要干什么呢？这样也好，省得我动手。就在这时，他突然看到有个女人，有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正穿着肚兜在前面夺命狂奔。当时他就缩了缩脖子，无孔齐瞪，好大，好他妈的大！就在这时，被天香体迷住的孟长老跟刘长老已经被张子霖放出的迷魂烟迷住了心神。萧雨一个蛇皮走位来到墙后，躺地上挨着一具尸体，就装死后面那群发了疯的男人，就那么直直的朝着前面的叶芷柔杀了过去。美人儿，我的，我的！萧雨就在地上眯着眼，接下来就不关他的事了，各位自求多福吧。叶芷柔还在寻找着刚才那个变成他的家伙，不管如何，外发神识都没用。当时他就察觉到了问题所在，
刚才那个家伙身上绝对带了收敛气息的宝物。该死，竟然敢羞辱我！别让我带到！一招打出，面前几人瞬间被震飞。还没等他回过神，嗑了药的孟长老跟刘长老就飞到了他跟前。俩人眼珠子一个比一个大，有点娘炮的刘长老看了一眼孟长老后，甚至还抛了个媚眼。下一秒，孟长老就举着御风硬杀向了叶芷柔。刘长老也拿着法扇追起了孟长老。老孟，其实我对你……叶芷柔看着这两个老不死的，表情极其的炸裂。给我死！一招就将孟长老给打吐血了。刘长老一看孟长老被伤，顿时暴走。可恶，竟然敢伤我的男人！臭婊子，你找死！紧接着他就不再隐藏，法扇遮天，爆血丹入喉的瞬间，青筋暴起，修为直接来到了筑基7层。贱货，我要你的命！疯狂！刘长老就这么上了。叶芷柔眉眼颤抖，掉头就跑。这群老神经病！旁边的张子玲眉眼颤抖，半天回不过来劲。不是，刘长老竟然还暗恋孟长老，可他现在也不敢上，因为分舵的弟子们已经全发疯了。回头就那么一看，男的抱着女的，女的抱着女的，男的抱着男的。李云马此时也抱住了吕蕊，就在萧雨旁边。装死的萧雨下意识咽了咽口水。吕蕊虽然跟他有点关系，但是人家本来就是李师兄的。萧雨就是这种人，要是人家的女人再跟人家发生关系，那没什么，只要不是他的女人，那什么就行。只能他绿道友，道友不能绿他。吕玲的脸已经红了，畏畏缩缩的躲在角落里，一动也不敢动，一点风吹草动他都能蹦起来。萧雨一看对面的吕玲儿孤身一人，当时他就想摸过去，反正到时候问就说他也被迷魂烟迷住了，问就是不知道。刚一站起来，还没等他摸过去，前面就突然跑来一个死人妖。赵飞机一把就拉住了一个男人，在那喊着师兄。然后俩人就那么坐在了萧雨的旁边。萧雨冷汗直流，本能的攥紧了拳头。这两个死人妖要是敢碰他，他绝对让他们知道东厂的公公笑得有多骚。就在这时，天上的刘长老突然怪叫了起来，竟然敢伤我的梦梦！贱货，这是你逼我的！抬手水浪滔天，法扇每扇动一下，就有一道巨浪朝着叶芷柔淹去。张子玲抓住机会，直接放出鬼狼链，从后面锁住了叶芷柔的小腿。叶芷柔顿时心经当机立断，直接斩断自己的左腿，吞下一颗丹药后纵法上天。刘长老紧跟其后，张子玲也追了上去。反正刘长老喜欢男人，他也不怕刘长老对他做什么。萧雨一脸凝重的咽了咽口水，看着旁边已经完事的赵飞机，他一时有点懵逼。不是，2分钟，下一秒赵飞机的姘头就站起来了。尼玛！萧雨还在那缩着脖子，根本不敢起来，因为后面还没完事的吕蕊跟李云马已经骂起来了，骂的不要太炸裂。只见吕蕊一脸悲愤的嘶吼着：我不跟你过了！你个废物，我跟了你3年，还不如跟萧师弟3碗快活。你除了能弄我一脸唾沫，你还能干什么？给我滚啊！得亏对面的李云马现在神志不清，要是真听见了，估计得弄死他。萧雨就那么等着，还想趁乱去后面找吕玲儿。他现在的修为比吕玲儿高，直接跑过去，对方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就眯着眼左看右看，下一秒他就看到赵飞机的姘头突然朝着他走了过来。说时迟那时快，直接起身一拳捶到对方心窝，将对方捶晕后，萧雨一脸后怕的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看着角落里的吕玲儿，萧雨下意识咽了3口唾沫。这一下他叫破喉咙也没人管了。等会，现在他师傅还在天上跟人打，他这么做有点太不是东西了。抬头猛地看向天上，只见叶芷柔竟然直直的倒飞了50多米。刘长老又吃了3颗暴血丹，同时还燃起了寿元。就在刚才，孟长老回过神就追着叶芷柔表白，明颂秋波，各种花言巧语。很显然，刘长老这是吃醋了，修为已经长到了筑基7、8层。萧雨也没想到事态会如此炸裂，这刘长老真不是一般的狠人。干脆他现在去找吕玲儿，管他的，1分钟就行，只要第一回是他的，不管多长时间他都是赢家。别说1分钟，哪怕就是1瞬间，只要吕玲儿的第一次是他的，那就行。还没等他跑过去，下一秒他就被吕蕊给拽住了。吕蕊一脸含情脉脉的拉着他的胳膊笑着，满脸春光的笑着。萧雨当时就缩了缩脖子，看着对面已经要爬起来的李云马，赶忙跑到跟前，咔咔2拳打晕后，直接喂了1颗忘忧丹，然后他就要跑，刚走2步又赶忙回来，拿出1整瓶忘忧丹直接往李云马的嘴里灌。后面的王妹突然又在后面喊着：主人，主人，我找到孟长老的闺女了，快来！你看！萧雨当时又双若灼瞪大了眼珠子，
我操！还没等他跑过去，吕蕊又抓住了他。我不跟他过了，我以后就是你的人了，我晚上就休了他。萧雨见状，当时就是一拳，刚一打晕，孟长老就摔了下来，重重地砸在了他的脑壳上。我靠，有完没完了？萧雨的苦胆差点被撞出来，跌跌撞撞地爬起来后，突然发现怀里有个球，双手捧起一看，正是孟长老的首级，无孔流血，死得不能再死了。萧雨的汗毛瞬间竖起，当时就下尾了。随着天上的叶芷柔发出一声痛呼，张子霖再次杀了过去。叶芷柔表情恼怒，反手便掏出了一张金色的符宝，欺我太甚，都给姑奶奶去死吧！四周的天气瞬间被那符宝染成了金色。张子霖见状暗叫不好，赶忙飞走，可还是被对方的符宝给波及了，吐出一口心头血后赶忙逃走。萧雨表情炸裂，符宝竟然还有符宝，那可是金丹七修士用法宝炼制的特殊符箓，可以封存一部分法宝的威能，不是法器可以对付的。刘长老根本不怕，嗷嗷叫着就上了，还没到跟前，天上便出现了一把金色的匕首，瞬间便刺穿了刘长老的眉心。张子霖心中大急，徒儿快跑！墙角的吕灵儿傻傻地望着天上的金色符宝，表情呆滞，看着那慢慢长大的金色匕首，恍惚间竟然已经有了数丈长，还在长，整个分舵都被一股金色的电光的电芒包裹住了。再次抬头，那符宝幻化的金色匕首已经遮住了天上的月亮。那一刻，吕灵儿仿佛已经见到了死亡，双脚忍不住的颤抖。萧雨本想上前，可突然想到这个女人是有道理的，当时他就犹豫了起来。就在这时，张子霖化作一道紫色盾光，瞬间朝着发呆的吕灵儿冲了过去。萧雨见状也跟着动了。天上的叶芷柔看着下面那群人，眼中透着滔天杀意，剑指上天挑起符宝金灵切，那匕首便昂首升到了空中，一时惊雷密布，四周万物仿佛都被那些惊雷覆盖住了，声势滔天，众人无不丧胆。下方的张子霖已经尽可能的提速了，在他刚抓到吕灵儿的瞬间，叶芷柔双掌张开，自上而下猛然下推，金灵切瞬间破云而下，空气中嘶鸣着躁动的雷电声，无不诉说着此招的威力。下方众人四散而逃，萧雨还没飞到跟前，张子霖便已经冲了出来。张子霖看着发呆的萧雨，赶忙喊着别过来。还没等萧雨回过神，张子霖就看到对面的萧雨突然瞪大了双目，对方好像在喊着什么。他的左臂好痛，回首一看，顿时面目苍白。师父！萧雨刚一喊完，那柄金灵切便直直地坠落了下去。张子霖的左臂被其间切掉，怀中的吕灵儿也被那金色雷光劈得惨不忍睹，鲜血染红了那身紫衣，嘴中的鲜血也吐在了吕灵儿的脸上。张子霖就那么无力地护着吕灵儿，拼尽全力朝着远处飞着。符宝，这女人身上竟然有一件上品符宝，金灵切，玉女宗宗主白月无数法宝中的一件，无坚不摧，传闻是用一节金龙角炼制的极品法宝，威力极大。如果只是普通法宝炼制的符宝，或许它还有招架之力，可这种金丹后期炼制的极品符宝，刚才如果再跑慢一点，他张子霖今日恐怕是要陨落于此了。轰隆！随着金灵切碰到地面的瞬间，振聋发聩的轰击声猛然卷起声波，扬起大片沙尘，地面出现了一个圆形的坑洞，宗物殿直接被劈毁了一面，7零8落的尸体散落一地，四周鸦雀无声。天上的叶芷柔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豆粒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滴落，释放这种攻击对他的消耗实在太大。看着自己鬓角已经变白的一缕头发，叶芷柔眉眼颤抖，抬手拿出2颗回气丹塞入嘴中疗伤后，便看向四周，到处寻找着白月的身影，抬手便抄起地上一男人的脑袋抽起了魂魄。一想到马上就能找出他那心心念念的师傅，叶芷柔的表情便越发的亢奋。此时的张子霖已经逃到了一处房屋后，看着被符宝重伤的吕灵儿，抬手便拿出了丹药，上手护住了吕灵儿的心脉。萧雨跟王妹在一旁满脸慌张地看着失去一条手臂的张子霖，这符宝的威力远超萧雨的想象，也不知道金丹期的白月到底有多强，跟 TM 开挂有什么区别。此时的萧雨已经恨死了孟长老跟刘长老2个傻逼，要不是他们2个刚开始放水，叶芷柔怎么可能一个人挑了他们一个分舵。就在这时，张子霖突然喷出一口鲜血，面色越发的苍白。王妹一脸慌张地喊着师父，师父咱们跑吧，不是已经修好了传送阵吗？师父你不能再用法力了，你伤到心脉了，你可不能有事。张子霖缓缓吐气，吃着疗伤丹药，而后有些无力地看着一旁的王妹，又看了一眼萧雨，徒儿，你带你师姐他们走吧，为师等会帮你们挡住。萧雨当时就走了过来，一脸恼怒地喊着说什么屁话，
又不是没有办法了。你躺那别动，我帮你提高修为。你现在是筑基期5层是不是？我要是帮你提升到筑基期7层，你能不能赢？张子玲一脸自嘲地笑着，他都卡在筑基5层2年了，最近也因为宗门里的事无心修炼，还提升修为。他有天香体，如果到了筑基期7层，就算对方比他修为高1层，还有福宝，他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打是能打，可提升修为不是说说就。正当张子玲说着的时候，萧雨直接吞了半瓶暴血丹、半瓶合欢丹、1瓶引凤丹。张子玲当时就瞪大了眼珠子，徒儿你这是？萧雨面色骤变，如白纸般苍白，额上冷汗涔涔，双眸中闪过一丝惊恐。我体质特殊，可助师傅提升修为，嗨嗨。萧雨知道自己修为低，如果真的运行极月和欢功跟九阳神体帮对方提升修为，恐怕会直接暴毙。这一次他是真的没有二心，就想帮张子玲治好伤，帮他赢了叶芷柔，哪怕叶芷柔跑了死了都无所谓。一想到刚才张子玲舍命救他们这几个徒弟石汉不畏死的样子，他就已然下定了决心，虽然吃着暴血丹那什么有点冒险，搞不好会玩死自己，现在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师傅，我来帮你。就在这时，萧雨的身体猛地颤抖起来，双手紧紧抱住胸口，仿佛要将心脏从胸腔中挖出，口中发出低沉的痛呼，声音中充满了痛苦。他的脚步踉跄，摇摇欲坠，仿佛随时都会跌倒在地。张子玲看着萧雨那一具像话的阳气，下意识咽了咽口水，脸红的瞬间歪头看向远处，叶芷柔还在那里抽取着其他弟子的魂魄，每抽一个过后便会将对方灭杀在掌下。再这么下去，他们整个分舵就会被对方一个人给挑了，如果传出去，会对魔道的士气造成极大的打击。王妹已经站到了门口，小声地说着：师傅，图图帮你们护法。张子玲再次看向萧雨，此时对方的神智已经不清了，显然他这一次并不是想戏弄他，而是真的想帮他。张子玲缓缓吐气，内心挣扎。片刻后，张子玲慢慢伸手取下了脸上的紫色面纱，而后将萧雨拥入怀中。张子玲一直停滞的修为，此时也终于有了上涨的迹象。他的修为竟然神奇的来到了筑基期7层，竟然直接从筑基5层突破到了筑基7层。那种修炼速度是他从未有过的，简直匪夷所思。怎么可以直接从筑基中期突破到筑基后期？这简直匪夷所思。张子玲猛地一惊，修为竟然又升到了筑基8层巅峰。看着自己再次长出的左臂，看着这突如其来的修为，张子玲的眼中冒着无尽的战意。此战必胜。徒儿回头一看萧雨，对方已经倒下了。张子玲一时有些异样的感觉，怎会有如此异样的感觉？萧雨倒卧一旁，周身元气如潮水退去，面色惨白如纸，双手无力的垂落，气息微弱，机不可闻，仿若随时都会随风而散。双目暗淡无光，形如枯木，命悬一线。张子玲抬手拿出疗伤丹药，输送一丝法力护住萧雨的心脉。妹儿，过来护着你萧师弟。门外的王妹赶忙跑了进来，一脸跌跌撞撞的朝着萧雨跑了过来。当她看到萧雨那副惨状后，泪水当时就流了出来。你怎么样了？你别下闷儿，你醒醒啊！王妹看着毫无阳气的萧雨，又看着修为突然上涨的师傅，心里已经猜到怎么回事了，声音越发的急切。她活了这么久，被那么多男人垂涎过，可她也从未在丑陋时感受过别人对她的爱。她恨不得此刻躺在地上的那个人是她自己。她清楚的知道自己不是因为什么审判系统才爱上的萧雨，她就是看不得他受伤，看不得他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泪水毫不顾忌的流了出来。如果萧雨真的死了，她王妹也绝对不会补活。王妹就那么在一旁哭着，张子玲看着泪流满面的王妹，眉眼低沉。难道他这大徒弟喜欢萧雨？那他刚刚跟萧雨互通功法又算哪门子？张子玲猛地转过了身，手持鬼狼链便朝着远处还想伤人的叶芷柔杀了过去。鬼狼链一出，一颗巨大的黑色榔头吞噬八荒，直冲叶芷柔面门。叶芷柔举起三叶青光剑护在身前，奋力抵挡。当三叶青光剑触碰到鬼狼链的一瞬间，叶芷柔便猛地瞪大了双目。筑基8层，你怎么？张子玲芳心寸乱，一言不发，只是一味的操纵榔头继续攻击。回想着萧雨平日里对自己的种种，回想着萧雨平日里说的那些情话，他不知道是怎么了。难道他徒儿王妹喜欢萧雨？那刚才他跟萧雨，算了，他也是修道之人，怎么可能会因为这种事而乱了道心？问世间多少女子的原因，给错了人。而且今日他不是为了男女之情，而是为了保护宗门。别说是原因，哪怕是死在这里，他也不会让叶芷柔再作恶。区原因。张子玲的攻击越发的疯癫，疯癫中带着悍不畏死的猛烈。
叶芷柔一时有些招架不住。三叶青光剑此时已经被鬼狼链打得节节败退，随着一声响彻夜空的狼嚎从那链条中响起，三叶青光剑的剑身上竟然出现了一道细小的裂纹。叶芷柔还想反击，可是她却闻到空气中仿佛再次出现了某种香甜的气息，一时神志迷乱。张子霖秀眉竖起，心中仿佛有着一团不知名的怒火，出招越发的致命，哪怕会波及自身，他也没有丝毫留手。回想着萧雨炼丹房里的几个女人，回想着刚才王妹的神态，他的道心终究还是没能清静下来。合欢宗弟子不是都会有侍女跟炉鼎吗？所以他才想改变这一切。王妹被萧雨救了命，喜欢上萧雨不是很正常。他一个当师傅的，只是实力不济，用了九阳神体的威能而已。他想做什么？他想要什么？他到底在想什么？对面的叶芷柔看着如此不要命的张子霖，终于慌了神。当时他便再次拿出了金灵切符宝。疯女子，既然你咄咄相逼，那姑奶奶也不客气了。在金灵切升空的瞬间，张子霖也吞下了一颗暴血丹，修为瞬间来到了筑基期大圆满。叶芷柔顿时吓得头皮发麻。你个疯女人！她再也不敢释放符宝，万一被对方躲开符宝的攻击，那消耗巨大的她恐怕就要死在这了。叶芷柔收起符宝，转身奔逃。张子霖就那么追了过去，心中那股不知名的怒火越发的猛烈。与此同时，刚从鬼门关摸回来的萧雨正满脸紧张的跟一旁的王妹说着：“快！”王妹在看到萧雨醒过来后喜极而泣，萧雨被对方搂的差点背过气去。快把孟长老的闺女带过来！王妹迟疑了3秒后赶忙就跑了出去。萧雨试着运行周天想疗伤，可显然消耗太大，无法运转体内元气，荡然无存，随时都有猝死的迹象。然后他就火急火燎的来到了白月的审判室。还没等白月说话，萧雨就来了一句：“借你先天法体一用。”半个时辰后，被先天法体救活的萧雨意气风发的站了起来。看在你尽心尽力的份上，给你也放半天假。白月审判值升为 62%， 然后萧雨就出去了。看着地上的吕灵儿，他直接救。还没等他完事，门外就传来了吕灵儿到吕叶昊天的声音：“灵儿，你在里面吗？”此时的叶昊天已经走到门口了。灵儿，你在吗？萧雨脸都绿了，还没等他开口喊里面没人，吕灵儿就突然醒了。萧雨眉眼颤抖，根本不带吭气的。下一秒，叶昊天就把门推开了。看着眼前的一幕，当时他就喊了起来：“我要杀了你，狗贼！我一定要杀了你！”叶昊天气血翻滚，双目狰狞的朝着萧雨杀了过去。还没等他到跟前，他就被吕灵儿呲出的灵拳淋了满脸。后面的萧雨当时就愣了，叶昊天当场就忘记了呼吸，下意识伸手擦了擦脑门，然后顺着脑门抹了一把脸。空气安静的可怕。看着对面的吕灵儿，叶昊天手中的刀跌落到了地上，而后他就跟失去了精气神般傻傻的站在那里不动了，整个人傻了，呆了，懵了，愣了，妈了，哭了。回过神来的叶昊天嚎叫着捡起地上的刀，朝着萧雨的脑袋就砍了过去。下一秒，带着孟长老闺女回来的王妹就突然冲到了萧雨面前，毫不畏惧的伸手挡在了萧雨面前。庶子胆敢，此乃我师门内务，关你叶昊天何事？叶昊天修为比王妹高，一刀就斩断了王妹的手掌。王妹面色恼怒，右手握着法鞭再次挡在了萧雨面前，一脸阴沉的看向还要动手的叶昊天，怒骂道：“你算个什么东西？如果不是萧师弟，我们分舵就已经被灭了。灵儿师妹刚才也险些被玉女宗的叶芷柔给杀掉，如果不是萧师弟，灵儿师妹已经死了。你又干什么去了？怎么？我们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灵儿师妹死在这里？你再敢动一下，我一定让师父将你灭掉！你有胆再上前一步！”叶昊天看着挡在萧雨跟吕灵儿面前的王妹，怒意丝毫不减：“你滚开！老子要杀了这个杂种！我要杀了他！我一定要杀了他！”王妹毫不退让：“这是我们师门内部的事，你算个什么东西？你难道看不出来灵儿师妹气血不稳，险些身死？怎么，在你眼中灵儿就是死了也不能跟别人做这种事？这就是你叶昊天的爱？你这叫爱？呵呵，只会用嘴说的废物！”重伤灵儿师妹的叶芷柔就在外面，你怎么不去找她在这耀武扬威？此时的吕灵儿也捂着脸披上了衣服，那一刻她想死的心都有了。可刚才她也知道自己的状况，看着对面的爱人叶昊天，吕灵儿面如死灰，转过头捂着脸就在那哭了起来。萧雨此时又看向了一旁孟长老的闺女，当时他就又走了过去，在座众人的表情已经不能用扭曲来形容了。叶昊天无孔齐瞪，半天合不拢嘴。
手中的刀再次掉到了地上。王妹心领神会，赶忙喊着：“萧师弟刚才为了救师傅，吃了半瓶合欢丹和暴血丹，险些身死。现在他神志不清，你们还想趁人之危？我看谁敢！”就在这时，门外又跑来了2人。李云马带着吕蕊火急火燎地跑到跟前后，就看到萧雨抱住了孟长老的闺女。王妹继续说着：“萧师弟不顾自身安危，吃了那么多暴血丹，我是不可能看着他死的。他现在已经神志不清了，必须要挥发掉药力。”李云马一看，顿时就悟了，放出3只傀儡，直接冲到萧雨身前，喊着：“你他妈了个逼的，敢动我李云马的兄弟！刚才叶芷柔在这里杀人，你干什么去了？看不到我萧师弟现在没有神智吗？我萧师弟一向光明磊落，怎么可能做这种事？今日谁敢动他，我李云马就跟他玩命！”后面的吕蕊在听到李云马说萧雨光明磊落后，也站到了前面。不错，萧师弟还是我们分舵唯一的炼丹师，你杀了他居心何在？此战我们分舵损失惨重，急需丹药，还是说你叶昊天拿得出那么多丹药？你算个什么东西，在这嘤嘤狂吠？吕蕊说着，又看向了衣衫不整的吕灵儿，当时他就心头一凉，该不会……那一刻，他的心里仿佛出现一道枷锁，一道亲情上的枷锁。他的妹妹竟然跟萧雨……再次看向前方的叶昊天，吕蕊双目充血，我看谁敢伤我萧师弟！声音中带着一丝怨念，凄厉至极。叶昊天看着这么多人都护着那个家伙，好不甘心地攥紧了手中的刀，转身对着身后的地面胡乱劈砍了起来。可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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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莲儿还在那里哭着，她是真的喜欢叶昊天，可现如今她已经没脸见人了。与其这样，还活着作甚？起身直接朝着一旁的墙壁撞了过去。吕蕊本能地冲了上去，面带泪水：“妹妹，呜，我的好妹妹，你别做傻事。”吕蕊的心里虽然有了枷锁，可看到她妹妹寻死后，还是冲了过来。王妹冷声喊着：“叶昊天，你口口声声说你爱灵儿，可你就是这么爱的。你现在不该安慰她，你在那叫什么？发什么疯？你还是不是男人？感情在你眼中，灵儿的命还不如一副皮囊说话！”叶昊天，后面装傻充愣的萧雨已经快憋不住笑了。谁说恶女不好的？只要对她忠心耿耿，做起事来比正常女人毒多了。你看看人家王妹，把不要脸演绎的淋漓尽致，换个人都说不出来如此炸裂的话。这王妹为了他已经不止一次替他挡刀了。看着对方断掉的手掌，萧雨暗暗记在了心里，等会说什么也得奖励奖励对方。现在他就装神志不清就行了。王妹才不管那么多，她喜欢的男人想做什么都可以。谁要是敢动萧雨一下，她绝对让他生不如死。什么颜面，什么道义，都是狗屁。看着眼前半天不说话的叶昊天，王妹冷眼喊着：“说话废物！”叶昊天一时悲愤欲绝，自己心爱的姑娘竟然……他脸上还有灵泉未干，心中仿佛被一把烧红的剑来回穿刺，痛苦已经在他脸上具象化了。可听着吕莲儿的哭声，叶昊天还是忍不住走了过去，一脸颤颤巍巍地伸着手掌呼喊着：“灵儿，灵儿，你还好吗？是我来晚了。”还没等他碰到吕莲儿，吕莲儿就满脸慌张地躲开了他。“别碰我！”叶昊天的心瞬间裂开，表情瞬间僵硬。叶昊天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对面的爱人，那一刻他的心仿佛被人踩在了地上，回想着自己跟吕莲儿相爱的美好时光，表情割裂。他现在还记得他搂着对方在花前月下说着海誓山盟：“灵儿，我叶昊天此生非你不娶，非你不爱，哪怕海枯石烂，我对你的爱也至死不渝。吕莲儿，那我将来要是变丑了呢？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我叶昊天也会爱你到死，嫁给我好吗？灵儿。”那天晚上，吕灵儿点头了。看着对面羞愧欲死的吕灵儿，叶昊天眼眶发红的走了过去，无比心疼的搂住了吕灵儿。“没事了，没事了，灵儿。”吕灵儿在叶昊天的怀中哭了起来，歇斯底里的哭了起来。可不知为何，他的心中竟然出现了萧雨的脸，他甚至产生了逃避叶昊天的想法。他以后怎么可能再跟叶昊天长相厮守？他心里过不去那道坎，而且他不知怎么了，有些恨叶昊天。而且叶昊天真的不嫌弃他吗？后面已经躺地上装晕的萧雨此时震惊的不成样子。“不是，哥们，你确定你爱吗？你考虑清楚啊！”现在萧雨还有点担心他师父，也不知道跟叶芷柔打得如何了，等会得去看看去。叶芷柔死不死已经无所谓了，反正他师父不能出事。天底下有几个师父能悍不畏死地保护自己的徒弟？有些师父收徒弟都是利益驱使，等会得找个机会去帮忙。就在这时，
叶浩天又在那说了起来：“灵儿，没事了，没事了，我回来了。”那一刻，俩人都没有说话。很显然，是个正常男人都接受不了。叶浩天欲言又止，止言又语：“没事了，灵儿，颤音，没事了，没事了，我带你走，咱们回家了。我对你的爱至死不渝，我带你走，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我是不会让任何人说闲话的，哪怕你就是有了，生出来我养，我爱你。”吕灵儿的心当时就化了，一脸泪汪汪的昂首看向叶浩天，哭着：“浩天，我对不起你。”叶浩天毫不顾及周围人的脸面，抱着吕灵儿就要走。后面的萧雨越听越炸裂：“不是哥们，你要不要这么火？至于吗？你真勇啊！你要真那么有种，你们要真是纯爱战神，他萧雨心甘情愿的退出。”可一旁的王妹却捂着断手，冷声喝着：“废物！现在师傅在外面跟人生死搏斗，你竟然还想着逃离此地！我们都为了宗门尽心尽力，你每日就想着儿女情长。我们合欢宗就是因为你这种废物才败落的。灵儿，既然你伤已经好了，就随师姐去帮师傅，别忘了当年师傅对你的养育之恩。如果不是师傅把你从叶芷柔手中救下来，你早就死了。”王妹横眉竖眼，声音低沉：“你可还记得师傅为了救你，整条手臂被那个婊子斩断？他说什么了？”王妹说着就挡住了叶浩天：“一个只会动口舌的废物，你有胆的就去杀了叶芷柔，只会说这就是你的爱。你以为你骗得了师妹，你骗得了我？你现在嘴上说着不介意，谁知道你回去会不会变心？”“灵儿没事就给我站起来，随我去帮师傅。做人要凭良心。”萧雨直呼牛逼，论不要脸，论颠倒黑白，他真比不了王妹，难怪能被系统判为恶女。好一个恶女王妹！今天他上大分了。叶浩天本能地停在了原地，让他去杀叶芷柔，他怎么可能打得过？可就在这时，吕灵儿却站了起来，脑中全是张子玲断臂救他的画面。他不能就这么走了，哪怕后面寻死也好，离开也罢，他也不能放着他师父不管。他师父对他恩重如山，当年他跟他姐姐吕蕊，如果不是被张子玲收留，还不知道会流落到什么地步。张子玲不仅仅是他的师父，还是他的救命恩人，还是他的最亲的长辈。这么多年，对付都含辛茹苦地教导他，教他如何修炼。他宁愿自己死，也不想对方出事。就在这时，萧雨也故作清醒地睁开了眼睛，一醒来就大声地喊着：“师父，师父呢？”看着对面那群人，萧雨故作慌张地拿出了法器，正好大伙都在，快去帮师父，师父吃了暴血丹撑不住多久的。萧雨说着就要冲出去，李云马紧跟其后：“我跟你去。”王妹侧目看了一眼吕灵儿，还不随我起身，愣着作甚？师父白养你那么多年。吕灵儿擦了擦眼泪，慢慢攥紧了双拳，跟着王妹就要走。叶浩天一脸慌张地看着这一幕，内心极度的崩溃。他现在根本没有心情去管张子玲的死活。他现在看着已经走到门口的吕灵儿，叶浩天猛地攥紧了衣袖。灵儿，吕灵儿回首看了一眼叶浩天，缓缓吐气，而后他就这么跟着王妹他们走了。叶浩天并没有跟来，就那么傻傻地看着那群人离去。他怎么可能会跟萧雨并立？他怎么可能还有心情去打架？王妹冷眼回头，哼，口口声声说爱，口口声声说来晚了，现在师妹要去救师父，你不还是怂得跟狗似的？说谁不会说？没用的废物！收拾收拾东西，赶紧滚！今日你断我一掌，回来我再跟你算账。叶浩天的本能的想跟上去，可刚一到门口，他的心又痛了起来，脑中顿时浮现出各种画面，痛，太痛了，那表情直接就裂开了，崩溃。吕灵儿就这么一脸低沉的跟着王妹朝着江流山的方向飞去了，一路上都没有说话。吕蕊一直在旁边安抚着她妹妹，生怕对方想不开，而且她还有点异样的感觉。看着前面默不作声一直往前飞的萧雨，吕蕊多多少少有些羡慕她妹妹，因为她知道跟了萧雨肯定比跟了叶浩天要强。她觉得那个叶浩天多少有点虚情假意了，她恼怒顶多是因为不甘心，说那些话也都是场面话。现在她妹妹为了去救师父，叶浩天竟然不来帮忙。宗门里谁不知道张子玲对他徒弟是出了名的好，对于吕灵儿来说，他这辈子最重要的亲人就是张子玲。那叶浩天明知道这层关系，竟然还不跟来。吕蕊又看了一眼王妹，刚才这个女人的嘴说的有些毒，可也没有说错。看着眼角还在发红的妹妹，吕蕊有些小声地说着：“别哭了妹妹，没什么丢人的，我们修道之人本就该把男女情长抛到脑后，而且那叶浩天姐姐我也不喜欢，你师父对你这么好，不也是没同意？我看萧师弟就挺好的，长得也比那个叶浩天帅，还是炼丹师。
吕蕊说到这里的时候，心里很不是滋味，可他又不想让他妹妹寻死。一旁的李云马也在那说着：“是啊，是啊，你要是跟了萧师弟，我们都支持。萧师弟可是炼丹师，你到时候就有吃不完的丹药。你们还都是张长老的徒弟，这不是两全其美？而且，你别忘了，萧师弟上次可是在你被围困的时候舍命救了你，你都没有报答他。再加上这次，你已经被他救了2次。我请问叶昊天，在你遇到危险的时候去哪了？”吕灵儿眼泪不受控制的流了下来，她现在什么都不想去管了。她出来是为了救师傅的，她一点也不想去管感情上的事。吕蕊看着前面四处张望的萧雨，不由得想起了自己跟萧雨在一起的时光。说真的，跟李云马这些年，她一点也不开心。这个男人别看嘴上说的老好了，其实都是虚情假意，他很自私。而且他知道这个男人经常喜欢找其他女人，他只是没说罢了。跟他吕蕊在一起，就是因为他是傀儡师，他可以炼制傀儡。李云马的傀儡都是他炼制的。而李云马之所以跟萧雨称兄道弟，就是因为对方是炼丹师。以前吕蕊是没有想过找其他男人的，可自从体会到了那种人间极乐后，他几乎变得无时无刻都想去找萧雨看傀儡。他好想变成他的傀儡。看着前面四处张望的萧雨，吕蕊有些轻柔地说着：“萧师弟，别那么急，咱们都是炼气期，自然是追不上你师傅他们的。而且筑基期的同阶修士斗法，没有几天几夜是打不完的。你师傅现在应该跟对方旗鼓相当，倒是你跟王师姐要注意伤势，王师姐的伤口。”王妹一听有人关心她，本能的回头。当她看到吕蕊长得不如自己美后，当时她就咧嘴笑了起来。吕师妹真是有心了，师姐我无碍。萧雨继续往前飞着，他自然知道筑基期同阶修士打斗的时间很长，有的同阶金丹期修士斗法，在1对1的情况下，可能都会打个数十天。生死斗法拼的不仅仅是功法、法器，还有意志力跟灵石、丹药。斗法途中，法力消耗如果得不到补充，也会陷入劣势。谁身上恢复法力的丹药跟灵石多，谁就更有优势。萧雨怕的就是这一点，他师父再有钱，也不可能有那个婊子有钱。叶芷柔为了杀人越货，什么都干得出来，高阶灵石、高品丹药肯定会有的。正当萧雨想着的时候，王妹突然瞪大了双目，前面有人！玄灵宗的灵策。萧雨等人赶忙停在半空中，吕灵儿面色慌张，感受着对方筑基1层的修为，呼吸急促。李云马见状，赶忙拿出法器。他就一个人，咱们不要怕。灵策有些疑惑地看着这群炼气期的家伙，抬手便拿出了法剑。好大的狗胆，竟然还敢来江流山！一群炼气期的废物也敢挡在我面前。萧雨低手沉思，前段时间见这个家伙的时候，他还是炼气期，这么快就筑基了。这就是大宗门的关系户，资源不是一般人能比的。环顾四周后，萧雨也拿出了法器。这里是江流山，还被玄灵宗的占据着，如果不尽快处理掉此人，恐怕会引来更多人。还没等萧雨动手，吕灵儿就嘶吼着冲了上去。王妹见状，赶忙伸出法鞭拉住了他。吕蕊大喊一声，李云马跟其左右夹击，放出数只傀儡便冲了上去。林策冷声笑着，一群一阶的傀儡，呵呵，找死！言罢抬手一剑刺出，剑光化作9道青光，直刺李云马的眉心。李云马一时有些恍惚。好，快！吕蕊看着即将被刺穿眉心的道侣，心中大急。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虽然想跟萧雨走到一起，可他也不可能看着李云马死。上前挡在李云马身前，就是一剑。在双方法剑触碰的瞬间，吕蕊的法剑当场崩碎，碎片直直地射在了他的腹部，血流不止。李云马顿时大怒，操纵所有傀儡朝着对方攻了过去。正拍的狗！林策冷声笑着，看来今天是走大运了。一次遇到这么多炼气期的家伙，战功又能涨几分了。抬手纵法，3道土刺符一经甩出，地上瞬间凸起3道巨型土锥，直刺那些傀儡。王妹伸手放出法鞭，可于事无补。吕灵儿也拿出了自己的法器，在远处攻击着。刚一出手，他就有些奇怪，他的修为什么时候来到了炼气6层？他姐夫李云马才炼气5层。等会看着前面炼气7层的王妹，吕灵儿有些紧张地攥紧了法器。他师姐什么时候修为这么高了？吕灵儿好像想到了什么，下意识看向已经来到他身前的萧雨，霎时面色羞红。萧雨已经拿出了一柄长枪。王师姐，你带着灵儿他们先走，去帮师傅要紧，我一个人留下来对付他。王妹一听萧雨要独自对付林策，顿时就慌了。可萧雨却冷声跟对方传音道：“这是命令。”王妹嘴角颤抖，一脸悲愤地看向下方护着吕蕊的李云马。李云马已经想跑了，只是交锋了3合，他就怕了。他一个炼气5层肯定赢不了。看着已经重伤的吕蕊，李云马有些紧张地喊着：“对，去救张长老要紧。萧师弟，我留下几个傀儡帮你。”
然后李云马就抱着驴尾跑了。李云马跑得不要太快，他得找个机会回分舵。一个林策都那么猛，叶芷柔可是筑基8层，他去了不是送，得找个机会跑路。王妹见状也用法颠捆住了吕玲儿，转身飞走。林策冷哼一声，呵呵，在本座面前还想跑？还没等他上前，萧雨便一枪刺来。林策顿时一惊，青叶枪，这是叶姊妹的法器，怎么会在你手中？在他抬头看向萧雨的时候，萧雨已经穿上了一身宝甲。林策表情颤抖，看着那再熟悉不过的宝甲，他眼中的杀意已经掩盖不住了。你将叶师妹怎么了？你这个混蛋，老子在问你话。萧雨一脸玩味的笑着，他之所以想越级打，是因为他刚才就觉得自己的身体有点不对劲。帮他师父提升了修为后，他自己的修为虽然没有上涨，可是体内却有一股清凉的灵气在胡乱撞击着他的经脉，撞得他浑身很不自在。他必须得把体内的那股灵力挥发出去。看着对面的林策，萧雨笑得越发讥讽，右手持枪指向前方，左手慢慢放到身后，拿出迷魂烟。我听华莲说，你好像跟他私定过终生。林策听到这里，青筋瞬间暴起。还没等他上前，萧雨便轻声说着，你就不想听听华莲的下落吗？你应该也知道他没死吧，毕竟魂灯没灭。你可别说，莲儿的肌肤真的很润，我们分舵里的人都喜欢的不得了，哈哈哈。对了，给你看看这是什么，你肯定会喜欢的。萧雨说着，就从侍女阁中给华莲要了一只青莲绣鞋，还有华莲跟林策的定情信物。林策在看到那2样东西后，顿时暴怒，哈哈，我要你的命！萧雨早就准备好了雷行诀，一边飞着，一边在身后放着迷魂烟。林策根本就没有察觉到空气中的异样，他的眼中布满了血丝，脑海中全是华莲的样子。对方可是玉女宗宗主的徒弟，修为比他高了那么多，他当了3年舔狗才追到手的，竟然被这个狗东西给抢了。还没等他追到跟前，萧雨就把他们的定情信物扔到了他脸上。叫什么叫？看你那怂样，咋了？得不到急的。林策破口大骂，你个畜生，去死！巨剑术。说完全力催动法力，一剑升空，那柄法剑瞬间巨大化，足足有20多米长。萧雨当时就缩了缩脖子，赶忙放出千香万美图，估计迷魂烟的药力也发作了。还没等林策将那巨剑打下来，他就突然看到前面出现了一大群美若天仙的仙子，当时他就愣住了。看着那些美丽至极的俏佳人，林策的呼吸瞬间就急促了起来。不好！林策再也顾不得巨剑术的施展，赶忙捂住口鼻，上手点穴控制气血流动。可等他做完这些后，还是晚了。他能清楚地感受到有某种药力在他的5脏6腑散开，尤其是2个肾。看着对面咧嘴讥讽的萧雨，林策表情颤抖，卑鄙无耻的狗，你竟然暗算老子！萧雨冷声笑着，我萧雨做事一向光明磊落，再说了，本就是兵不厌诈，你们就不卑鄙？萧雨就在那拖延着时间，拖得越久，对他就越有利。等药力彻底挥发，等那些仙女全都跑到对方身边，林策就可以死了。林策，你们玄灵宗比合欢宗还恶心得多，当年我通过了层层考核，到后面就因为没资质没灵识没背景，被你们赶了出来。你呢？你的灵根又有多好？还不是仗着你爹给你拿灵石和资源，那些资源还不是从其他弟子身上搜刮来的。我卑鄙，多谢夸奖，我就卑鄙了，你就安心的去死吧。林策此时已经不敢接话了，他才突破到筑基期不久，竟然大意了，竟然就那么轻而易举的被对方给激怒了。他怎么会中迷魂烟这种低级的东西？不甘心，他好不甘心，不就是一个华莲吗？没了就没了，他如此激动干什么？他还有着大好前程，怎么可能就这么被一个练气期的混蛋给杀了？萧雨已经拿出了火弹符，打算给他来点刺激的，可下一秒，萧雨就突然瞪大了眼珠子，看着对面突然扯着什么东西拿着剑割去的林策，萧雨吓得赶忙催动千香万美图。随着林策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惨叫声，好像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萧雨表情炸裂，他还从来没见过这么狠的。你还说我卑鄙？你 TM 的你不卑鄙，玩阴的玩不过玩绝的是吧？林策的腿上不断滴着血，抬手举起法剑，面色惨白地看向前方的仙女们。此时的他已经进入了贤者模式，一点点反应都没有了。看着还在那催动千香万美图的萧洞，举剑就刺了过去。可就在这时，萧雨突然放出一人，正是他心心念念的爱人华莲。你别过来，快点把法器扔了，不然我就掐断他的脖子。萧洞一脸激动地喊着，对方可是筑基期，开什么玩笑？华莲也在那里装模作样地哭着。林大哥，救我！林策表情颤抖，
青筋再次暴起，二话不说，举着长剑直接劈了过来。去死吧！巨剑术！华莲眉眼竖起，竟然连我也敢杀，这就是你说的爱我？萧雨跟华莲左右开弓，萧雨不再留手，举起青叶枪，全力释放极乐神光。华莲口中念动神女诀，法光惊现，灵策的巨剑如摧枯拉朽般直接破开了两人的攻击。正当他以为自己要得手的时候，下一秒他便看到萧雨跟华莲消失在了原地，就那么凭空消失了。躲进审判室卡 bug 的萧雨表情炸裂，炼气中期越级打炼气后期他能打得过，可这直接越一个大段去打筑基期，多少还是有点吃力的。他的九阳神体再强，现在也不敢硬刚那20多米的巨剑。外面的林策还在骂着，一想到华莲刚才说的话，他估摸着对方已经跟那个男人发生了关系，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炼制成了炉鼎，华莲对他都已经没有价值了。不过今天他说什么也得弄死这两个人，一定不能让其余人知道他的丑事。突然他身后的空间瞬间裂开，萧雨持着沾满了火弹符的青叶枪对着他原本就重伤的裤裆就那么一刺。轰隆！林策一脸痛苦的嚎叫着，手中的法剑已经跌落到了地上。他本能的想去操纵法剑回来，可刚一伸出手掌，他的双手便被华莲一剑劈下，腰上的储物袋也被萧雨趁乱夺走了。林策真的怕了，他好不容易才突破到筑基1层，才刚刚突破到筑基1层，说什么也不能死在这里。他再次催动法力，嚎叫着想要反攻。看着对面横眼挥起带兵法剑猛劈而来的华莲，林策嘴角发抖。旁边那个废物是不可能越级杀死他的，他顶多只能伤到他，可华莲是玉女宗首席大弟子，先前就有着筑基期大圆满的实力。现在的他虽然只有炼气期7层，可他的战斗技巧、天赋、灵根、功法都不是林策比得了的。华莲是一个天之骄女，杀他易如反掌。莲儿救我，嗨嗨！林策无比绝望地喊着，他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下半身了，双手的伤口也开始结冰。华莲不为所动，剑光射起寒冰，一剑劈落。林策的人头瞬间飞起，躯体落到地上后，寒霜布满全身，死的不能再死了。萧雨见状也捡起了林策的法剑，收起华莲后转身追向王妹等人。今天能越一个大段杀敌，主要还是因为林策太冲动，换做正常筑基期的修士肯定闻得到迷魂烟，而且这家伙全程都如疯狗般攻杀着，毫无理智。萧雨一边飞着一边吐着气，等会要怎么帮他师傅呢？还没等他飞多远，他就看到前面的王妹带着吕灵儿在前面慢悠悠地飞着。很显然王妹在放慢速度，跟张子霖的安危相比，王妹更在意他的死活。萧雨冷眼上前，怎么才飞到这里？王妹一看萧雨追上来了，顿时喜出望外。我们在寻找师傅的下落，别再看漏了。萧雨左右看了看，有些不解，李云马他们呢？王妹嘴角不屑，那家伙他说吕蕊伤重，必须要回去治伤。萧雨也没说什么，反正那个家伙也从来没把他当兄弟，这样也好，他玩起吕蕊来就没有任何心理压力了。就在这时，萧雨突然听到北部的山头发出了阵阵打斗声，吕灵儿一脸激动地喊着：“是师傅！”三人赶忙飞了过去，还没到跟前，他们就看到远处的山峰上浮着那把巨大的金灵切符宝，而另一侧的张子霖身后则出现了一个紫色的仙子虚影，也不知是何种法术。叶芷柔一脸气喘吁吁地催动着金灵切，不敢轻举妄动。一旦被张子霖躲过他的符宝，一切就完了。可随着法力的不断输出，他鬓角处的一缕发丝又变成了白色。这种状况他维持不了多久，必须得想个办法。对面的张子霖身着鬼狼链，身后是紫色的仙子虚影，身旁环绕着一只黑色的狼影。看着天上的金灵切，张子霖眼带杀意，杀了我分舵那么多弟子还想走？叶芷柔表情有些慌张，他已经看到后面的萧雨三人了。张道友，你我本无血海深仇，今日我们何不就此作罢？我愿将此金灵切符宝赠与道友，日后我叶芷柔发誓，绝对不会再来你和欢宗一次。我叶芷柔对天发誓，我愿意跟张道友化干戈为玉帛，还请道友网开一面。萧雨冷声在旁边喊着：“你连亲爹亲娘都下得去手，你这种人说的话，还不如我师傅放的屁香。动手！”萧雨说完，王妹吕灵儿跟着他一起在叶芷柔身后不断放起了火弹符。叶芷柔顿时大惊，表情惊慌地放出了一件防御法器。张子霖抓住机会，鬼狼一出，风驰电掣，瞬间就杀到了叶芷柔跟前。叶芷柔本能地操纵金灵切去攻击张子霖。去死！叶芷柔满脸激动地嘶吼着，头上再次出现了一缕白发，显然是使出了全力，一招就将张子霖给劈成了两段。可回过神时才发现，他的全力一击竟然劈在了一个幻象上。
下一秒，张子玲便出现在了他的身前，四周的空气香得可怕，叶芷柔有些站不稳了。随着鬼狼链缠住他的全身，叶芷柔的符宝也慢慢落了下来，化作一张符箓飘荡着。张子玲上手一挑，将那张符宝收到了自己的储物袋中，而后伸手猛地一扯鬼狼链，链条中顿时传来惨叫声，链条的缝隙处也往外冒着血，看得萧雨眉眼上扬。叶芷柔，抓到叶芷柔了，还是活的！我操，他师傅真牛逼！老母牛甩尾，露一手牛逼，牛了个大逼！萧雨一脸兴奋地跑到张子玲跟前说着：“师傅，徒儿来迟了，还请师傅恕罪。”王妹跟吕灵儿也在一旁说着：“师傅快走，刚才萧师弟将灵策给杀了，玄灵宗的很快就会来人。”张子玲说着就要将鬼狼链中的叶芷柔给勒死。啊啊！道友饶我一命，饶命啊！叶芷柔满脸崩溃地大喊着。萧雨当时就慌了，这个贱货他肯定不会让他就这么死了。阿香的仇他还没报呢。师傅别杀他，徒儿最近在学习炼制筑基丹，这叶芷柔作恶多端，让徒儿带回去一定能炼制出一些筑基丹的。王妹也在那里喊着：“是啊，师傅，徒儿我现在也炼气后期了。这叶芷柔穷凶极恶，杀了咱们这么多弟子，就这么死了，岂不是便宜他了？”张子玲不为所动，还在那里拉着鬼狼链。这叶芷柔是筑基8层，如果不弄死，一旦暴起伤人，后果不堪设想。就在这时，萧雨一脸阴沉的拿出了一瓶丹药。师傅，我这里有2瓶散灵丹。被捆着的叶芷柔在听到散灵丹后，当时就吓得大喊了起来：“杀了我！杀了我！”张子玲侧目看了一眼萧雨，心中还有着一团不知名的怒火。萧雨见状，赶忙取出3颗散灵丹。张子玲冷哼一声，弹到了叶芷柔的嘴里。叶芷柔表情颤抖，那一刻她的法力好像溃散了，她好像一点法力都施展不出了，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个凡人。明明她的修为还是筑基期8层，怎么会这样？不，你们要对我做什么？我师父不会放过你们的。下一秒，他就看到萧雨拿出了一个预制的葫芦，当时他就想到了什么。有胆就杀了我，庶子胆敢！萧雨将叶芷柔收到玉女葫芦中后，强忍着内心的激动和亢奋，将叶芷柔的储物带捧着送到了张子玲面前。张子玲再次冷眼看向萧雨，收起储物袋后低声问着：“你跟王妹是什么关系？”萧雨顿时一愣：“什么关系？她是我师姐啊！”王妹当时就跪了下来：“师父，徒儿跟萧师弟清清白白，我们绝对没有僭越，还请师父明察。”一旁的吕灵儿全程低着头，也不敢吱声。她现在跟萧雨可不清白，可哪个女人会将这种事说出来？张子玲看着那3个徒弟放出一花瓣飞行法器后，便将他们3人带了上去，一边朝着分舵飞着，一边皱着眉头。后面的萧雨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回炼丹房了。这个叶芷柔他得慢慢的细细的弄。一想到当时这个贱货杀掉阿香全家的画面，他就想找根烧红的铁锥去，或者找2个烧红的钢筋，最好还是带倒刺的那种，然后把他的4肢给砍了，只要死不了就行。以后他就别想吃饭了，也别想吃白月吃的那种东西，他这种贱种就只能吃屎。反正家里人口多，够他叶芷柔吃的，干脆也学白月的样子，把叶芷柔的眼珠子给扣了。不行，必须得让这个女人知道自己是谁，得等收到审判室里再让对方知道她是谁。现在还不能掉以轻心，还有那个叶子妹都还没被收到审判室呢，等收进去再慢慢玩。萧雨，此次你功劳甚大。张子玲一脸木然的在前面说着，声音有些异样。萧雨侧目看了一眼吕灵儿，而后又看了看王妹。虽然王妹可以帮他隐瞒，但是吕灵儿的事早晚会暴露，倒不如自己主动交代。师父，徒儿有罪，在师父刚才走后，我药力还没有挥发，不小心将重伤的灵儿师妹给……吕灵儿听到这里，眼泪瞬间就下来了，赶忙把头歪向一旁。张子玲右拳紧紧攥着裙角，看着已经痊愈的吕灵儿，缓缓吐着气。无妨，都是同门，你前前后后也救了灵儿2次了，也算有功。你们3人互相扶持，不要内斗，要是被我发现谁敢欺负同门，我一定饶不了他。张子玲说着便突然嘴角冒血，显然是爆血丹的后遗症发作了。萧雨本能的抬头，张子玲赶忙把头歪到一旁。他现在就算知道跟萧雨功法互通可以疗伤，他也不想了。他肯定不信王妹说的话，当年他收王妹当徒弟就是因为看她可怜，因为她的脸被人毁了。张子玲想劝导她从善的，王妹一直喜欢骗人，她8成是喜欢上萧雨了，而且现在吕灵儿也跟对方。张子玲一口心头血止不住，马上就要喷出来，下一秒她便猛地拍住了自己的胸口，硬生生憋了回去。萧雨一脸担心地说着：“师父，我这里有回气丹值血丹。”张子玲，
我没事。而后他便看向了分舵的方向，他在想什么？他是他们的师傅，吕灵儿只不过是因为萧雨神志不清那什么的，没有什么生气的。而且萧雨还治好了吕灵儿，他生气作甚？可那王妹，她到底跟萧雨发展到哪一步了？要是早知如此，他一开始就答应了萧雨。反正他现在也练气后期了，马上就能筑基，到时候就跟他同辈了。可恶，他到底在想什么？他不是说过吗？什么时候金丹尽了，什么时候再寻道侣？他两个徒弟互相有了感情，他这个当师傅的不该高兴吗？刚一到分舵，张子霖便直接将他们三人扔到了炼丹房，一言不发的飞去了半毁的宗物殿。萧雨有些担心的抬起了头，王妹赶忙给他传着音，师傅肯定去疗伤了，他好像情绪有点不对。萧雨肯定看出来了，张子霖估摸着是心里有了怨气。张子霖能舍身救他徒弟的命，就说明她是一个重情义的女人，原因被人夺了，她的道心恐怕出了问题。萧雨估摸着张子霖接受不了他找了其他女人，不然他现在看他就不会是这种表情。看着玉女葫芦里的叶芷柔，萧雨缓缓吐气，在整这个贱货之前必须得去找张子霖一趟。看好灵儿师妹，别让她做傻事，我去就回。萧雨说着便朝着宗物殿飞去了。此时已经回到宗物殿住处运转周天疗伤的张子霖，脑中全是王妹关心萧雨的画面，而后又出现了萧雨炼丹房上那几个侍女的画面。他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他之前在听到萧雨说什么情啊爱啊的，就觉得挺搞笑的，一个小辈而已，全当打趣了。可自从他的原因被对方夺了后，他的心境就出现了变化。随着他抬手运转周天，灵气顺着他那受损的经脉开始游走，一股前所未有的痛觉袭上心头。噗的一声，刚才被他憋回去的心头血直接喷了出来。怎么回事？就算是吃了暴血丹，也不可能会有那么大的后遗症。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额头上流满了汗。随着他再次运转起了周天，想要缓和一下气血，脑中再次出现了萧雨跟他那时的画面。当时的他是神志不清的，他为了他吃了那么多暴血丹还有合欢丹，他是为了救他，对吧？随着一缕灵气再次卡在心尖上，张子霖极为不甘地攥紧了裙角。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可能出现了心魔，念头不通达了。开什么玩笑，区区原因而已，区区原因，他只不过是一个小辈，我又对他无益。张子霖一脸崩溃地攥着裙角，脑中再次出现了王妹跟萧雨相拥的画面。那一刻他真的要疯了，一旦有了心魔，他的修行路也就到头了。就在他崩溃的时候，萧雨却突然从后面搂住了他。张子霖如遭雷击，慌忙躲闪，别碰我！萧雨才不管那么多，直接把灯一吹，而后就走到张子霖跟前，说着：“师傅，吃了暴血丹，没有个把月恐怕是好不了的。要是被人知道你受伤了，咱们分舵也就完了。师傅，你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你受伤的是吧？你要是不想看见我，那我把脸蒙上，或者你把我打晕，你自己操作一下。”张子霖当时就瞪大了眼珠子：“滚！马上给我滚！”张子霖吼着便是一掌，萧雨一脸不怕死的昂着头就顶了上去。张子霖以为他会躲，萧雨以为他不会真打，然后就一巴掌直接拍在了他的天灵盖上。当时萧雨就翻了个白眼，噗的一声，无孔崩血倒在了地上。张子霖的脸都要裂开了。你怎么不知道躲？你蠢吗？萧雨脑子乱乱的，他真以为对方不敢真打，得亏他有九阳神体，不然刚才那一下就挂了。不过这样也好，就让他慌吧，反正现在他是倒他怀里的，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真香。张子霖赶忙拿着疗伤丹药给他吃着，萧雨还在那里一脸深情地说着：“你要是恨我，就是真把我打死了，我也不会怪你，因为我是真的喜欢你阿灵儿。你知道我为什么见到吕灵儿都会喊她灵儿师姐吗？因为你的名字中也有一个灵字，我其实是想叫你的子霖，灵儿。”张子霖一时有些恼火地喊了起来：“整日就知道胡言乱语，你找了几个女人？你以为我不知道？醒了吗？醒了就赶紧滚！”萧雨故作无力地在他腿上睁着眼望着他：“我没醒。”张子霖，你滚不滚？萧雨一脸无奈地说着：“你受伤了啊，师傅，万一明天被宗门里的奸细发现你气息不稳，玄灵宗大举进攻，咱们分舵又得死不少人。徒儿可以当师傅的炉鼎，等我筑基了，徒儿还能帮师傅凝结金丹。”张子霖抬手又要打，可看着嘴角还带着血的萧雨，他直接就站了起来：“你不走我走，你别痴心妄想，想成为我的道侣，你就把身边的所有女人给我宰了。你看萧雨能愿意不？这不是挑战他的良心吗？”当时他就来了一句：“师傅，天快亮了，你确定不疗伤？对了，万一师傅你怀孕了怎么办？”张子霖听到这里本能地看向了自己的小腹，坏了，还真有可能，这几天可是危险期，
就在这时，不知谁家的鸡在屋顶上叫了起来，东方也出现了一缕白光，天要亮了。萧雨有些无奈地吐了吐气，既然师傅这么烦我，那我走了。张子霖右拳紧紧握着，昨天分舵经历过恶战，2位长老也死了，今天本宗肯定会派人来盘查，要是发现他受伤了，恐怕……如果真如萧雨说的那样，被奸细告知玄灵宗。看着要走的萧雨，张子霖一脸恼火地喊着：“滚回来！最后一次，你要是敢把此事说出去，我就逐你出师门。”半个时辰后，萧雨一脸傲气地回了炼丹房。刚回到炼丹房，他就想去找叶芷柔算账，想了想，还是先把每日任务做了吧。喂白月吃饭，帮丈母娘韩秋水治病。忙完这2件事，萧雨直接将叶芷柔放了出来。叶芷柔表情慌张，一出来就到处张望着，想要逃走。可吃了散灵丹的他，就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此时的炼丹房里已经站满了人，黄香、张兰母女已经换好了衣服，一左一右把房门给关上了。华莲也端着一个大盆走了进来，那盆里全是水，不知道要干什么。叶芷柔在看到华莲后，表情颤抖：“大师姐，你没死？”华莲冷声笑了笑：“你很希望我死吗？我听说你把其余几个师妹全给杀了是吧？”叶芷柔连连摇头：“不是的，师姐你听我说。”华莲才懒得跟他废话，拿出3包合欢散、烈女银、引凤散就倒进了那大盆里。叶芷柔表情颤抖，看向萧雨的时候，他又突然愣住了。这个男人好像在哪见过，怎么这么熟悉？好像在哪见过来着，一时想不起来了。萧雨嘴角上扬，上手比划着，李晴云便拿着一盒子流影珠走了过来。晴云啊，流影珠可放好了，等会场面可大着呢，别忘了留影。李晴云听完便拿着一枚流影珠放到了叶芷柔旁边的桌子上，然后又拿着一个流影珠挂在了床上的床帘上，想了想又拿了2个流影珠放到了凳子上跟那大盆跟前。叶芷柔表情慌张：“你们要做什么？你们不要乱来。”萧雨一脸玩味地笑了笑，这叶芷柔的长相虽然比不了白月，但是身材却非常有料，是个梨形身材，而且还是漫画中的肉腿，云髻高耸，黛眉如画，面若桃花，唇若点珠，身姿婀娜，宛若翩翩起舞的柳絮，身着霓裳，彩带飘扬。虽然面容有种恶毒女配的嘴脸，可身材那是相当的牛逼。看着对面表情慌张的叶芷柔，萧雨咧嘴笑着：“你放心，我不会杀你，也不会害你的，因为我从见到你的第一眼开始就喜欢上你了，宝贝。你能做我的道侣吗？”叶芷柔有些紧张地看向萧雨，这个家伙搞什么东西？他该不会费了这么大功夫把他救回来，就是为了跟他成为道侣？萧雨轻声笑着：“你只要愿意当我的道侣，我就给你找解药，我带你离开这里。我一直很爱慕玉女宗的女修，所以我把华莲给救了，因为我觉得你们这些女人都很特别，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你这种美丽的姑娘。”萧雨一脸认真地说着，叶芷柔显然不信，可她还是在那笑了起来。这样，这位道友，你真的想跟我成为道侣？那你能将我放了吗？萧雨故作难耐地说着：“也不是不行，就是现在很多女人都很会骗人，你想让我放了你可以，你先陪我一会儿，你只要把我伺候开心了，我就把你放了。”叶芷柔有些尴尬地笑着，只要能活命，别说陪一会，他陪他几天几夜都行。能活命要什么脸？如果就只是这种程度，他自然不怕。这位道友，你说的可是真的？你要是食言呢？萧雨嘿嘿笑着：“怎么会呢？我做事一向光明磊落，我骗你我就不是好人。来，先把这件战袍穿上。”叶芷柔一脸亲密地穿上了那身极其不正常的衣服，而后就那么被萧雨搂在了怀中。一旁的黄香跟张兰已经恭候多时了。萧雨指了指一旁的刘影珠，说着：“秦云还不将这刘影珠对准叶姑娘的脸。”李秦云赶忙走了过来。那一刻，叶芷柔才反应过来，这家伙是打算留影。要是这刘影珠传出去了，他以后还怎么？当时他就站了起来，可萧雨却直接拽住了他：“放心，这东西我不会给其他人看的，我就是喜欢收藏，我怎么可能把我女人给别人看？等会你要记得笑哦，别哭丧着脸，老难看了。”叶芷柔看着周围那些人，表情颤抖，她还是抱住了萧雨。很快她就发现了不对劲，因为黄香跟张兰把那个大盆端了过来，正打算把它按进去。萧雨一脸亲昵地安抚着：“别怕，我真的很喜欢你，这是我们和欢宗表达喜爱的方式，别害怕，一会就好了。”叶芷柔生怕萧雨发怒，一脸尴尬地笑着，她就那么坐到了那个大盆里。下一秒她就察觉到了什么，刚想起身却被黄香直接拽了过去。叶芷柔面色慌张，她还是不信萧雨的话，要是被对方留影了，她就有了把柄。萧雨一看她想跑，直接走了过来，直接抓着她的头发死死地拽着：“我不说了别怕吗？给老子笑，不然
我弄死你！叶芷柔有些紧张的笑了笑，现在的他可是凡人，一点法力也用不了。萧雨一看他笑得有点难看，左手拽着他的头发，右手直接猛扇他的脸。老子让你笑，对着刘颖珠笑，你他妈的是听不懂，你想死！萧雨说着就拿出了一把砍刀，吓得叶芷柔赶忙妩媚的笑了起来。别杀我，我笑。萧雨拿着刀在他脸上比划着，言语阴冷，等会就给我这么笑，你要是敢给我晒脸或者不笑了，我一定将你的胳膊砍下来，不信你试试。萧雨说着就拿着那刀在他胳膊上比划了一下。叶芷柔一脸慌张的点着头，他是真的害怕。接下来的2个时辰他都在笑着，笑得不要太开心。等到中午的时候，李青云便端着饭过来了，萧雨等人就围在那里吃。叶芷柔的法力被压制了，但是修为还在，萧雨的修为就那么升到了炼气期9层，只要他想，今天就能通过叶芷柔升到筑基期。不过他现在更想报仇，先吃完饭再慢慢玩。叶芷柔一脸无力的在那笑着，他的消耗非常大，他也想吃饭。看着对面那群吃饭的家伙，叶芷柔的表情越发的恼怒。该死的混蛋，竟然用刘颖珠，竟然不给他吃饭，竟然敢这么对他！别等他逃走，否则他一定让他们生不如死。他们在吃饭，等等，他们现在吃饭的话，他是不是能趁机逃走？叶芷柔有些紧张的咽了咽口水，看着自己身上那条被撕得不成样子的黑丝，他下意识攥紧了拳头，必须得跑。他就那么趁着萧雨他们吃饭的时候跑了出去，一路上不要太激动，跌跌撞撞的，真是一群畜生，竟然2个时辰都不让他休息一下，竟然还留影了。以后要是被人看到那些留影珠怎么办？算了，管不了那么多了，问就说是对方找的人易容成的他，是假的。正当叶芷柔跑着的时候，他突然看到院子里好像有个熟悉的女人。当他看到叶子妹正满脸紧张的看着赵红叶诉情后，当时他就瞪大了眼珠子。妹妹。叶子妹显然没有注意到后面的叶芷柔，全程看着前面的赵红叶。自从被萧雨抓来后，他感觉真的是太幸福了。只要他乖乖的不跑，这里的姑娘都会对他很好，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天堂。他做梦都想。红叶妹妹，我其实之前在玉女宗的时候就见过你一次，你爹是玄灵宗的赵长老吧？咱们真是有缘啊，这朵花送给你。赵红叶已经看到萧雨带着一群人满脸悠哉的走了过来，而后他便有些不悦的说着，你不是早晨才追去过秦云吗？怎么又来找我？你真是鬼话连篇。叶子妹嘿嘿笑着，直接搂住赵红叶说着，我其实觉得你比秦云更可爱，这朵花我给你带上好不好？还没等他拿起那花，叶芷柔直接走过来扇在了他脸上。你在搞什么？叶子妹顿时一愣，当她看到她姐姐时，本能的畏惧到下跪。姐姐啊，姐姐你怎么在这？叶芷柔表情极其阴冷，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低吼着。你在做什么？狗改不了吃屎。叶子妹本能的恐惧吓得脸都青了，全身都在打着哆嗦，就好似见到了鬼，脸上全是惧意。萧雨见状，直接上前拿起一根铁棍，对着叶芷柔的牙就砸了过去，当场就将叶芷柔的门牙砸断了2颗。叶芷柔表情恼怒，死死地瞪着萧雨。萧雨冷声笑着，人家姊妹在这里谈朋友，碍着你了，好大的架子啊！操！叶子妹在看到她姐姐被对方一棍打倒后，面色慌张，怎么回事？萧雨就那么拿着铁棍对着叶芷柔又砸了过去，对着她的牙一颗一颗的砸。没有牙其实更好玩。叶芷柔起初还在那瞪着骂着，打了2下后，她就开始求饶了。我错了，别打了，别打我了，我真的错了。后面的叶子妹已经懵了，不是，她姐姐怎么被抓来了？萧雨就那么搂着被打掉全部牙齿的叶芷柔，笑着看向叶子妹，怎么样了姊妹，还认识不到自己的错吗？你只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就让你姐姐陪你。我没记错的话，她好像一直都欺负你，还将你们爹娘杀了对吧？你怕她对吧？你就不想报仇？你凭什么一直被她压一头？叶子妹的脑中突然想起了她姐姐杀害自己爹娘的画面，当时她的表情就扭曲了起来。以前她打不过对方，现在可不一样了，来到这个炼丹房，是凤也得趴着。好，我认错，我以前不该杀人，我都是被这个女人逼的。你要是让我弄她，我什么错都认。检测到叶子妹自行忏悔，可将其收纳到审判室。萧雨见状，直接将叶子妹收了进去，然后自己则将叶芷柔拉了起来，拽着她的头发就往后面走着。别人我可能会让他们忏悔，可能会给机会让他们对我产生恶意，你不一样，我就想让你生不如死。萧雨说着就拽着叶芷柔的头撞向了阿香的墓碑。叶芷柔面色惨白，
额头上大片的血水往外冒着。萧雨就那么拽着他的脑袋，一下一下的往墓碑上撞着，每一下都会有血水溅出来。接下来的事一定会让你终生难忘的，做好生不如死的准备吧，婊子！叶芷柔的脑袋一下一下的撞向前方的3处墓碑，剧烈的疼痛感让他几乎昏厥。每一次的撞击，他都能感受到脑中有什么东西在晃荡。剧痛中，叶芷柔终于看到了那墓碑上的名字——阿香。强烈的求生欲充斥着他的双目，他终于想起来了。看着身前的墓碑，他终于想起来身后那个男人是谁了。怎么可能呢？那个家伙不是被他杀了吗？难怪对方如此恨他，因为当时他把这个男人的4肢都给砍掉了，而且还扣下了他的眼珠子，当着他的面将他喜欢的姑娘给杀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可他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他明明将他的脑袋都给打碎了。正当叶芷柔在那想着的时候，萧雨已经握住了他的小拇指。我是不会让你死的，贱货！说着便直接握着叶芷柔的小拇指往后面掰着。叶芷柔双目慌张，瞳孔放大。别，求求你别！刚一说完，他便听到了一段清脆至极的骨裂声，剧烈的疼痛瞬间袭上心头。他的小拇指就那么被对方给掰成了160度，就那么耷拉在他的手背上，断了。我的手啊，好痛！我的手，我错了，我错了！萧雨不为所动，上手握住了叶芷柔的无名指，而后继续发力。他的脑中再次出现了阿香的笑容，他想到了当年的美好，再次发力掰断，而后在对方的惨叫声中握住了他的中指。叶芷柔满脸痛苦地嚎叫着，与其要经受这种折磨，死亡或许真的是一种解脱。他奋力地起身逃走，可还没等他跑走，他的小腿便突然一疼，再看时他已经倒在了地上，旁边还有他断掉的左脚。好痛！我的脚，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杀你们！救救我！救救我！谁来救救我！叶芷柔歇斯底里地哭喊着。萧雨就那么慢悠悠地扛着砍刀走了过来，一边走着一边冷笑着：哭什么？当时你斩断我的4肢，我可没有哭，怎么换成你自己就不行了？你不是挺喜欢折磨凡人的吗？今天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好？没事，我不会让你死的，我等会就治好你的伤，然后再重新操作一遍。叶芷柔闻言顿时痛哭了出来，恐惧布满全身，冷得她发抖。萧雨看着她那副样子，冷声笑着，放下刀将其抱起。半个时辰后，叶芷柔全身的伤势因为九阳神体而痊愈了。萧雨再次握住了她的小拇指，当时就是这只手杀掉的阿香。萧雨不管怎么掰都觉得不够尽兴，而后架起火堆放在上面烤着。叶芷柔满脸崩溃地哭喊着：杀了我，你杀了我好不好？我真的受不了，我的手好痛！我只不过是杀了几个凡人，你为何要这么对我？为什么？叶芷柔满脸崩溃地哭着，她是真的怕了，生怕对方再握住她的手指，生怕对方再拿刀一刀一刀地砍断她的手脚，然后再治好她，然后再经受一遍痛苦。如果真的要这样，她宁愿去死。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只不过是杀了几个蝼蚁，对于我们这些修士来说，谁会在意凡人的死活？你到底想怎么样？怎么样？萧雨听到这里，表情越发的讥讽，看着蜷缩在地上哭喊连天的叶芷柔，萧雨冷声说着：每一个人都有活着的权利，如果强者就可以肆意剥夺弱者的生命，那现在我对你做的事不是很合理吗？我是搞不懂，在你们这些修仙者眼里，凡人到底是什么？难道往上追溯几辈，你们的祖宗不是凡人？叶芷柔无比不甘地攥着右手，生怕这只手的手指也被对方掰断。凡人都是邪恶的、愚蠢的。那些凡人在得到权力和财富后，会以极端残忍的方式对待他们的同类。在那些富有的凡人眼里，底层的凡人就是猪狗。那我们这些修仙者为何不能将他们视为蝼蚁？我说错了吗？那些富有的凡人是如何虐杀底层人的？他们自己都不把底下人当人看。萧雨轻声笑着，慢慢上手抓住了叶芷柔的右手。叶芷柔表情慌张，咬牙切齿地死死攥着右拳，看着萧雨就那么慢慢掰开他的手指，表情越发的绝望。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别再打我了，我真的错了。你说什么我都愿意，我愿意当你的炉鼎，我愿意以后服侍你。我也只是想修仙，只是想不被人欺负。我真的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饶了我。检测到叶芷柔自行忏悔，可将其收纳到审判室。萧雨不为所动，继续掰着叶芷柔的手指，一根一根的用力朝着后方掰断。复仇的快感已经在他脸上实质化了。看着再次哭喊起来的叶芷柔，萧雨猛地踩住了他的右臂，而后继续掰着。
饶了你。谁饶了阿香？你不想被人欺负，这是残害无辜的理由。饶了你可以，你将阿香复活，复活了我就饶了你。萧雨继续掰着，猛地一掰，原本嚎叫的叶芷柔突然歪下了脑袋，剧烈的疼痛仿佛已经击碎了他的神经系统，他就那么耷拉着脑袋愣在了原地，就那么满脸呆滞地看着萧雨。不知怎么了，他好像失去了痛觉，或许是因为太痛了，或许是因为死亡已经开始拥抱他了。泪水顺着他的脸颊缓缓流下，他想到了小时候的那个午后，那时的他还是一个凡人，还是一个孩子，可却被他爹和哥哥。他搞不懂为什么自己的亲人也会伤害自己，身体的苦难造成了心灵上的残缺。那天他亲手用锄头将他哥哥的脑袋打烂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理念也在他心中萌发。他想到了他爹，那个罪该万死的狗。芷柔啊，我的好闺女，你娘这2天回娘家了，老爹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糖葫芦。叶芷柔清楚地记得自己的亲娘在发现他跟他爹的事后做了什么，他选择无视，因为家里一向都是他爹说了算，他娘敢说一个不字便是拳脚殴打。没多久他便有了身孕，为了不生出腹中的孽种，他多次想逃离，可那个男人却如魔鬼般将他锁在了柴房，因为他哥死了，他们叶家没了香火，所以那个男人想让他生出来。叶芷柔死也不从，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深夜，用柴刀自己将那孽种取了出来。他已经不想活了，可奈何造化弄人，他被他妹妹叶子妹给救了。叶子妹就那么带着他跑到了荒郊野外，他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叶子妹推着一个平车，说着要带他走。厄运转寻苦命人，他们2人后面不幸被合欢宗的女修给抓到了。叶芷柔因为身上有伤有血，并没有发生什么，而叶子妹则被那个女人带到了山洞里。自那开始，他妹妹叶子妹便跟他一样成了一个不正常的人。而后2人加入玉女宗，在习得法术后的第一件事，叶芷柔便回到了之前所在的地方，将那个男人跟他亲娘的脑袋砍了下来。这么多年，他只明白一个道理：弱小就会被人欺负，哪怕丧尽天良，哪怕不当人，只要能变强，那就是正确的。欺师灭祖，残害同门，滥杀无辜已是常态。回想着自己往日的种种，叶芷柔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朦胧中，他慢慢闭上了眼睛。如果就这么死了，或许就不用再受苦了。可没多久，他又清醒了过来，看着自己再次痊愈的身体，他还是面如死灰的在一旁靠着。对方又治好了他，也不知道接下来要面临什么折磨。叶芷柔就那么无力的发着呆，他想试着咬舌自尽，可他知道这种办法是死不掉的，因为他小时候就试过。一旁的萧雨此时也开始运功了，在叶芷柔的帮助下，他的修为已经来到了筑基2层，他必须得调整一下身上的灵力才行。抬手伸开化元，大开阴阳，一股清凉的灵气顺着他的小腹慢慢游走丹田，而后扩散周身经脉，先运转一遍周天，而后便将灵力聚集到丹田处，感受着那精纯了数倍的法力。萧雨缓缓吐纳。炼气期更多的是引气入体，强筋活脉可以释放简单的法术，但是威力不大。筑基期就不一样了，修士一旦踏入了筑基期，也就意味着真正踏上了修仙一道，不仅可以使用更多法术跟符箓，而且还可以用神识远程操纵法器，甚至可以做到用神识追踪定位之类的事。萧雨抬手放出法器玉女葫芦，感受着法器中的水火静置，直接外放神识将葫芦中的大火给灭掉。以后这个葫芦就当作是其余女人的栖身之所了，不需要带什么法术压制。紧接着萧雨便拿出了灵测的储物袋，从中找出了一件中品的飞行法器，就那么踩在上面一步升天，速度比之前快了不知多少倍。萧雨眼神上扬，从此刻开始他也可以自称本座了，他已经跟他师父是同辈分的修士了。后面这段时间只需要跟叶芷柔再多互通几次，他达到筑基中期应该不是问题。保险起见，他干脆直接让华莲跟王妹升为筑基1层，利用九阳神体直接反哺他们2个，就是时间周期有点长了。下个月还得跟火和尚的孙子去什么秘境，还得帮他师父去寻个宝物。等会那个秘境好像只能炼气期的境吧，他现在这个修为估计已经进不去了。眼下仇人已经抓到了，躲起来稳固发育一段时间或许是最好的选择。而且他还想学习一下炼气术。看着地上半死不活的叶芷柔，萧雨抬手就将对方收到了审判室中。闭关前先看一下这2个女人的审判奖励吧。抬手启动叶子妹跟叶芷柔的审判按钮，下一秒萧雨的眼前便出现了2道提示：成功审判恶女叶子妹，奖励单方秘录电子版；成功审判恶女叶芷柔，奖励侍女阁收纳功能，宿主可让其余非恶女角色自愿进入侍女阁。萧雨见状顿时一喜，
侍女阁收纳功能，也就是说以后她不用再拿着玉女葫芦了。像李晴云跟赵红叶那些正常女人也都能进入侍女阁，这个功能确实挺实用。丹方秘录记载了上千种稀缺丹方的秘籍，其中也包含了68种古方，竟然还有帮助修士结丹用的降沉丹的丹方，相当不错。萧雨眼神上扬，后面这段时间就闭关算了，要做的事太多了。就在这时，王妹有些紧张地走了进来，看着对面的萧雨，王妹无比小声地说了一句：“主人，灵儿师妹她说她要回去，你要不要去劝劝她？那个叶浩天好像寻死去了，灵儿师妹不放心他。”萧雨单手托着下巴，叶浩天那玩意寻死，他怎么有点不信呢？王妹冷声说着：“主人，那叶浩天8成是为了下个月的秘境名额，而且我之前就觉得这个家伙有2心，师傅也没有同意这门婚事。事出反常必有妖，灵儿师妹已经失身了，他竟然还如此作态，其心叵测。要我说，咱们找个机会将他给干掉，也省得他继续诓骗灵儿师妹了。”萧雨点了点头：“你等会，我想想。”萧雨说完就拿出了丹方秘录，他记得刚才好像看到过一种丹药，一种可以让人吐露真言的丹药。有了，真言丹，用真灵草跟人言草炼制而成，可让人1个时辰内无法说假话。你等会就让那玩意吃了真言丹，我要闭关修炼了。再给吕灵儿最后一次机会，我不欠她什么，炼完丹我要修炼了。宗务殿外，叶浩天一脸阴沉地攥着拳头，回想着昨日的种种，眉眼颤抖。那个贱货竟然敢跟别人走到一起，他真是高看他了。不过他也不是傻子，今天本宗就会派新的长老过来，而且还是合欢7美之一。估计因为昨天那件事，张子玲要被换下去了。不管如何，他也不能亏。这吕灵儿是张子玲的徒弟，现在还跟萧雨有了关系，他要一瓶筑基丹应该不过分。就吕灵儿那个脑子，他随便说2句好话，对方不得乖乖的帮他做事。就在这时，吕灵儿小步走了过来，一脸紧张：“叶大哥。”叶浩天在看到吕灵儿出现后，立马笑脸相迎，一脸关切的上前说着：“灵儿，我想你想的好苦，你终于肯见我了。”叶浩天说着就要上前，还没等他碰到吕灵儿，王妹便直接挡在了他们2人中间。吕灵儿顿时一慌，赶忙躲到一旁。叶浩天表情恼怒，看向王妹的时候面带杀意：“又是你个毒妇，你有完没完？”王妹一脸鄙夷的笑着，现在的她修为是炼气7、9层，自然不怕叶浩天。什么叫毒妇？在你心里，阻止你跟灵儿在一起的都是毒妇，所以我师父上次遇险，你才不去救。你觉得我师父是毒妇？叶浩天一脸恼怒地攥着拳头，上次就是这个王妹一直在那说，如果不是他，吕灵儿肯定不会多想。之前他就觉得这个王妹不是个东西，3番5次的坏他好事。宗门里谁不知道王妹经常欺负吕灵儿，她能是什么好东西？想到这里的叶浩天眉眼竖起：“王妹你个贱货，到底有完没完？怎么打都有你，你想做什么？我看你就是嫉妒灵儿，你能安什么好心？”王妹也不废话，拿出一颗真言丹就来到了叶浩天面前。我也不跟你废话了，这是真言丹，吃了这东西就可以口吐真言。你口口声声说喜欢灵儿，你敢吃吗？叶浩天下意识攥紧了双拳，眼神略显慌张。王妹冷眼看向不敢说话的吕灵儿，讥讽着：“你就算不相信你师姐我的眼光，你也得信师傅的，师傅不同意一定有他的道理。师妹，之前咱们之间的恩怨抛开不谈，我也不想你被某些只会耍嘴皮子的狗骗了。萧师弟为了师傅，为了宗门才吃的药，而且多次救你性命，你连句道谢的话都不说也就算了，还跑出来找这种狗东西。我们要不要打赌，这叶浩天绝对不敢吃真言丹，因为他根本就不爱你，他就是想利用你。男人的嘴是最不能信的，你别看他怎么说，你看他怎么做的。”吕灵儿有些紧张地看向一旁，显然犹豫了。他之所以没敢跟萧雨说话，纯属因为不好意思。他现在根本就不敢看萧雨，一看他就会想到刺了叶浩天一脸的画面。对面的叶浩天一看吕灵儿不说话，当时他就有点慌，看着王妹手中的真言丹，他怎么觉得有点不对？真言丹不是红色的吗？他手里的怎么是绿的？对啊，真言丹可是2品丹药，这王妹怎么可能有？肯定是为了耍他。想到这里的叶浩天当时就咧嘴笑了起来。我说王妹，我要吃了这真言丹，你就再也不准出现在我们面前，敢吗？王妹冷声笑着：“我有何不敢？”叶浩天心中冷笑，还在那装腔作势，直接上手拿起那丹药看了起来。果不其然，这就是一个2品回元丹，以为他不懂。王妹故作慌张地皱着眉头，心里已经乐开了花，还得是他主人在真言丹外面包裹了一层回元丹的丹皮。叶浩天想都不想就将那丹药吃了。吕灵儿眉眼慌张，他生怕是什么毒药
将对方给害了。王妹也不废话，看着满脸自信的叶浩天，低声问着：“你可是真心爱丽儿师妹？”叶浩天张口就来：“我不爱，我就是想利用她去秘境，想利用她获得丹药，想花她的灵石。”叶浩天说完，就满脸慌张的捂住了嘴，一脸不敢相信的瞪着双目。他怎么？不好，这丹药有问题！对面的吕灵儿已经愣住了，看着捂住口鼻的叶浩天，他的脑子已经乱了。王妹继续问着：“你最喜欢的女人是谁？”叶浩天刚想说是他二娘，还没开口，他就捂着嘴要跑。王妹早有准备，一发鞭直接捆住。叶浩天心中暗呼：完了。王妹继续问着，一脸嘲讽：“说，你最爱的女人是谁？”叶浩天表情颤抖，支支吾吾的不敢张嘴。可不管他怎么发力，他还是不受控制的说了出来：“我最喜欢我二娘，我小时候还偷看过她洗澡，我觉得我二娘的定。”吕灵儿听到这里，原本自责羞愧的表情慢慢变得阴冷了起来。叶浩天还在那里说着，眼珠子都要爆出来了。可王妹是何人？她能这么轻易的放过对方，她就不叫王妹。抬手就拿出了流影珠，对着叶浩天直接启动。叶浩天，你自己说你个什么样的人？叶浩天看着王妹手里的流影珠，表情炸裂。他现在真想咬舌自尽。这要是传出去了，我就喜欢骗女人钱。之前我还骗了轩辕长老的女弟子300灵石。我特别喜欢我二娘，要是有机会，我一定弄死我二叔，我是认真的。我之前还骗过一个爱我的女修，她身上有一个上品法器，我就把她那法器骗了过来。后面让我爹安排她去别的分舵作战，然后我就认识了吕灵儿，用上品法器吸引她的注意。吕灵儿听到这里，直接就怒了，上手就要打过去。可看着叶浩天的那张脸，他还是下不去手。王妹冷声笑着：“这就是你跟师傅说的人中龙凤，原来是个凤凰男，法器也是骗的人家的，你还心慈手软，活该你被骗，给我打他！”吕灵儿闻言瞬间起手，一巴掌就扇了过去。叶浩天表情恼怒，他还想开口骗对方，可一张嘴又是实话：“吕灵儿，你个骚货，呲了老子一脸，你真不要脸！”一句话说完，三人都不吱声了。叶浩天还想解释，张嘴又是一句：“我说错了吗？你难道不快活？你敢发誓吗？”吕灵儿眼角颤抖，举起手掌直接扇了过去。去死！扇完就走。王妹在后面也拿起了流影珠，以后老实点，再敢找事，我就把流影珠的内容放出去。王妹说完就去追吕灵儿，笑得合不拢嘴：“师妹，你跟师姐聊聊，别走啊！”喂！炼丹房里的萧雨正全神贯注地修炼着，叶芷柔她现在什么都不想，十指连心，她真的疼怕了。哪怕萧雨现在让她磕头，让她当牛做马，她都会从心的去做。看着修为已经筑基3层的萧雨，叶芷柔的修为哪怕被吸到只有筑基6层了，她也没敢说话。此时的萧雨也比较懵，怎么叶芷柔的修为降了？之前白月、叶子妹那些女人怎么没事？难道问题出在叶芷柔身上？萧雨下意识看向地上半死不活的叶芷柔，问着：“你的修为怎么比你妹妹高那么多？”叶芷柔不敢不回答，因为只要她敢让对方不高兴，对方就会掰手指。那感觉真的是……回禀主人，我修为比妹妹高，主要是因为我从炼气期开始就到处骗人的丹药吃，我的修为很多都是吃丹药升上来的。萧雨单手摸着下巴，他的九阳神体跟极乐合欢功是能反哺对方的，后面还能提高对方的修为。那也就是说，叶芷柔之前的修为是虚胖，现在被他拉到了正常值，估计还得掉。管他的，只要他自己的修为上来就行了，他的修为掉到炼气期都无所谓。随着远处一声鸡叫声响起，时间就这么到了第二天。萧雨一脸惬意地伸了伸懒腰，又要做每日任务了。看了看时辰，萧雨率先来到了白月的审判室。叶芷柔虽然看到了白月，可她却没有了曾经的傲气跟野心，仿佛被人抽去了傲骨，就在那耷拉着脑袋，一个字也不敢说。萧雨见状，上手就掰住了叶芷柔的中指。叶芷柔当时就吓得哭了出来：“我错了，我错了，我的手。”白月也停下了自己的活，听着对方那声音，他怎么听得有些耳熟。再仔细一听，白月当时就攥紧了拳头。叶芷柔，主人是叶芷柔那个吃里扒外的东西。萧雨轻声笑着：“正是，今天就看你表现了，我就不启动审判了，你自己对付他吧，别杀了就行。”白月顿时面色发狠，一脸激动地攥紧了拳头。虽然他看不见，可还是一脸激动地站了起来，拿起地上的一根铁棍就朝着叶芷柔走了过去，对着他的胳膊就砸了过去。来到跟前后，抓着叶芷柔就扇：“贱货，你也有今天！老天开眼了，开眼啊！今天我要让你血债血偿！”
萧雨赶忙喊着：“我说了，别弄死了，注意点。”白月连连点头，伸手猛扇。叶芷柔被打得眼冒金星，根本不敢还手。原来白月真没死，竟然还被萧雨给抓了。估计对方也在这遭罪了。叶芷柔就那么一直被对方打着，打着打着，他就有些不甘地攥紧了拳头，看着对面瞎眼的白月，一脸不屑地笑着：“师傅，你在这过得挺好的啊。”白月眉眼颤抖，怒火中烧，举起拳头对着叶芷柔的肚子就是一拳。死贱货，还敢开口！叶芷柔一脸疯狂地笑了起来：“哈哈，师傅，你再生气，你不也跟我一样吗？你现在不也是被抓了？哈哈，您还觉得您是圣女呢？我呸！我贱货，你何尝不是？”白月面色恼怒，捡起地上的饭盆就砸在了他的头上，每一次殴打都仿佛在发泄内心的怒火。叶芷柔满脸都是血，可却笑得异常兴奋：“哈哈，我就是死了，你也别想好。你现在不也是贱货？你有什么好拽的？之前我给你要灵石法器，你不给，你还觉得你是白宗主呢？我看你也就是个骚货。”哈哈！白月顿时大怒，一脚就踹了过去。萧雨抬手就是一巴掌，重重地打在了白月脸上。“我说了，别杀他，你听不懂？”白月赶忙低头：“是，月儿知错。”说完，萧雨就去了外面，把韩秋水和李青云给收到了侍女阁里后，就想给韩秋水治病。还没开始，韩秋水就来了一句：“小雨啊，我怎么觉得这2次没什么好转，不管用啊？”萧雨赶忙催动九阳神体：“不管用吗？肯定还不到时候。”完事后，韩秋水又有些疑惑：“奇了怪了，怎么今天效果那么好？”萧雨一脸傲气地说着：“那就说明治疗有效果。这种治病方式都是5天一个小疗程，30天一个大疗程。你等1个月后你再看，绝对会有明显的好转迹象。”韩秋水面色沉思地点了点头，还没等他起身，他就突然感觉肠胃翻滚，下一秒他就捂着口鼻去了后面。萧雨下意识缩了缩脖子，看着韩秋水那副样子，他不会有了吧？萧雨本来想装没看见的，下一秒门口的李青云也捂着嘴在那吐了起来。萧雨表情抽搐，他就只想给人家治病，可没想那什么，慌张、无助、炸裂。我操！萧雨看着倒在门口吐得不成样子的李青云，他竟然有点怂。不是，没多久，萧雨就把董药里的华莲叫了过来。华莲上手就那么一把，当时他就笑了：“恭喜主人，贺喜主人啊，是喜脉。”萧雨听到这里，当时就瘫坐在了地上。我操！对面的韩秋水跟李青云也愣了。韩秋水看着对面的闺女，久久不能平静，足足愣了半天。不是说生孩子非常看运气吗？像现代的年轻人，有些人2、3年都有不上，怎么这才几次？萧雨想到这里，脸都绿了。当爹了，完犊子了。李青云一看他妈在那说萧雨，赶忙上前说着：“哎呀，娘亲，相公也是为了给你治病，你别怪他，这有什么呢？反正爹也不在了，女儿不会说什么的。”韩秋水一脸没好气地瞪着萧雨，他怎么觉得这小子是纯心的？他是纯心的吧？小雨，你跟我说这该如何是好？我现在病还没有痊愈，你说怎么办？萧雨下意识咽了咽口水。其实并不影响治病。韩秋水顿时眉眼炸裂，眼中带刀，满口胡言。华莲赶忙在旁边小声说着：“确实不影响治病，你试试就知道了。”华莲说完就有些慌张地看向了萧雨，欲言又止地红了脸。萧雨一时有些懵，他自己内心深处认为的治病是跟以前一样操作，可看向那时不时看向韩秋水背后的华莲，萧雨便拿出烟斗，一脸惆怅地倒起了烟叶。一旁的李青云见状，赶忙拿着火折子帮萧雨点着烟。点烟的过程中，萧雨眼中闪出一道金光，直直地看向韩秋水：“岳母大人，别说您现在有了，哪怕您身怀6甲，小婿也不是治不了。”韩秋水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不少时日了，多多少少对萧雨也有所了解。既然已经有了，那他说什么也要平平安安的将孩子生下来。他是绝对不可能因为给自己治病而乱棍打死孩子的，就是死，他也要把孩子生出来再死。他这辈子就这个样了，怎么样都无所谓。他的孩子不行。看着对面话里有话的萧雨，韩秋水面色少有的低沉：“我不求别的，只要能让孩子平安出生，我怎么样都无所谓。你莫要打歪主意，岳母我也是过来人，有些事不要太过分了。”萧雨一脸乖巧的点着头，想了想，还是把烟灭了。毕竟都怀了，可他想了想，还是有点不死心。怎么想怎么不死心。看着对面喝着热茶的韩秋水，萧雨张嘴就来了一句：“我倒是有个办法，
又可以帮岳母大人治病，又能保证胎儿健康。岳母大人，您这个病得治啊，最好在生孩子前就把病治好。你身体强壮健康，小孩也会受益啊。万一这小孩跟你一样落下病根，可就不好办了。韩秋水听到这里，手中的茶杯冷不丁就停在了脸前。对啊，这倒是个大问题，可这该怎么治？萧雨一看有戏，赶忙暗示李青云把门窗关上，而后一脸孝顺地走到韩秋水身后，给他捶着背。其实岳母大人主要是积劳成疾，又有常年寒气缠身，而你那寒气就汇聚在你的下丹田处。萧雨说着，就上手比划了一下小腹，想要根除岳母大人体内的寒气，只靠吃药是不行的。我们讲求阴阳调和，引气入体，想驱除这种极端恶劣的寒气，就得用阳气将其驱散。一般的阳气还不行，还必须是那种纯阳之气。韩秋水闻言皱眉，看着自己的小腹，他不由得想起了之前萧雨给他治病活血通脉的场面。确实，每一次治病都会让他气血红润，有时候浑身都是汗，好似醍醐灌顶。韩秋水秀眉微皱，心想着再苦不能苦孩子，如果自己的病会留给孩子，那他宁愿不生。身为父母，就该让孩子健全的出生，否则生出来也是让其受罪。天地间最自私的父母就是这种。韩秋水右拳紧握，你就说怎么治，确定不会伤到孩子？萧雨还在后面捶着背，一脸柔和地说着，之前治病的时候咱们已经见识到效果了，那是因为我治病的时候法功所产生的阳气确实是作用到了你的寒气。治病就像跑商，有时候城池前门有哨兵进不去，咱们可以换个思路，比方说绕到城池后门，条条道路通罗马。只要能治病，有些违背我初心的事，我也不是不能接受。萧雨说到这里的时候，突然一脸正直地看向韩秋水，说着，当然坚定，具体想不想治就看岳母大人的意思了，我只是把治病的办法说出来。韩秋水眉眼颤抖，她堂堂江流城第一才女，自幼博览群书，知书达理，三从四德，贞洁烈女之心自幼便有，为了活命竟然要做这种事。当年李青云的爹也就只碰过他2回，这个萧雨，他确定是要给他治病，要不要把孩子打了算了？可这对孩子太不公平了，既然已经来了，他难道不争取一下？一旁的李青云全程红着脸看着默不作声的娘，一脸小心地说着，治吧治吧治吧娘。韩秋水猛地一拍桌子，给我闭嘴。萧雨也不敢吱声了。这就是好女人跟坏女人的区别吗？他要是跟王妹说这种事，王妹早就把灯吹灭了，这韩秋水治病也治了一段时间了吧？他怎么还是一副冷若冰霜，高傲至极的态度？估计是他太收敛了，很多操作他用不了啊。问题是，你像白月那几个，他都不用操作，直接托管。这韩秋水要是不高兴，他是会上吊的。问题是他还有点喜欢这娘俩，不想强来。这些女人中最有才最善良的，也就是李青云跟他妈了。看着还在那里跟李青云说个不停的韩秋水，萧雨一脸无奈地吐着气进了白月的审判室，毕竟也是他的种。他打算让白月这个资历高的炼丹师去把脉，实在不行慢慢来吧，等孩子出生了，韩秋水肯定就愿意跟他了。一到白月跟前，萧雨就看到那2桶水已经满了，白月还在那里喊着，叶芷柔，你个吃里扒外的贱货，本座一定让你好看，本座一定要清理门户。萧雨轻声笑着，别喊了月儿，出去帮主人把脉。白月闻言一愣，出去。下一秒他就被放了出去。萧雨见状赶忙说着，岳母大人，这位是玉女宗金丹期的炼丹师，药理比我们懂得都多，小婿也是担心岳母大人，所以特意让他过来帮你把脉，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萧雨说着的时候还给白月传着音，你就说只能用阳气驱除寒气，说得越严重越好。她怀孕了，她想保住胎儿。韩秋水见状也点了点头，多一个大夫看肯定更放心。此时的白月已经愣住了，她已经好久没有出来呼吸新鲜空气了，感受着外面的微风，她的心好像也愉悦了起来。思索片刻后便上手给韩秋水把脉。白月顿时眉头一紧，好像把到了什么东西。她虽然看不见，但是也能闻到萧雨的味道，毕竟每天吃饭都能闻。找到萧雨的方位后赶忙传音，主人啊，她好像没怀孕，她最近是不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是肠胃出问题了，所以干呕。莲儿给她把脉，之所以把出滑脉，大概是因为她吃了很多不干净的东西上火了，动了肝火。萧雨当时就来了个大小眼，我尼玛，急性肠胃炎就是了呗。白月还在那里传音说着，主人，正常来说这韩姑娘应该没有来那么久吧，而且你还要算周期，她的周期再加上前面的空档，来到这里就算运气好，最少也得2个月才能有孕反症状。萧雨一听对方没怀孕，
继续拿着烟斗抽了起来，吓他一跳。白月自然是懂萧雨什么意思的，赶忙又去给李青云把脉，症状是一样的。看着一脸坏笑的萧雨，白月再次传音说着：“主人，这娘俩肠胃不行，你还真要注意一下，不像我们这些化丹的修士，吃了屁股丹就不用吃饭了。”萧雨下意识眯了眯眼，没有孩子，吓他一跳。白月心领神会，赶忙转脸扶着眼罩就给韩秋水说着：“你这是恶寒，必须要纯阳之气，我治不了。不过你这腹中胎儿是健全的，这多亏了之前的治疗。可以这么说，萧仙师的阳气挡住了那寒气，所以胎儿是健全的。”韩秋水听到这里，面色越发的惆怅。既然孩子是健康的，那他这个当娘的说什么也得。萧雨见状，便把白月收了回去。李青云则慢慢走出房门，起锅烧饭去了。半个时辰后，正当萧雨收韩秋水进侍女阁，打算去吃饭的时候，他突然听到锅炉房有点动静，好像有人在吵闹个什么。当他走近一看，竟然发现叶子妹在里头骚扰李青云。青云啊，你难道还不明白我对你的心意？你有了主人的孩子，生出来我不嫌弃你的，我对你是真心的。李青云表情一阵想笑，不是，叶姑娘，你别逗我了好吗？主人马上就要吃饭了，我还没做好呢，都怪你。叶子妹一脸亲昵的上前笑着，对对，都怪我。青云，你真的好美，我从见到你的第一眼我就……叶子妹说着就拿起了煮鸡蛋，剥起了皮，眼里全是爱意。萧雨看到这一幕，当时就缩了缩脖子。叶子妹，你在这过起日子来了是吧？关门，放王妹。当时萧雨就把锅炉房的门给带上了。叶子妹当时就有点怂，看着表情恼怒的萧雨，她赶忙解释着：“主人不是你说的我可以找秦云姑娘吗？”萧雨左手放出王妹，右手放出赵红叶，得把你给掰回来，感情你在这鸠占鹊巢呢。叶子妹在看到面带笑意的王妹后，吓得泪都出来了。主人我错了，我不骚扰秦云了，我不敢了。萧雨就在旁边抽着烟，身边还有刚长好手指的叶芷柔。叶芷柔现在也学老实了，她必须得学会讨好萧雨，才不会被断手指。找对方说说话也好。主人，这魔镜跟断袖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别？芷柔不懂。萧雨一看叶芷柔竟然敢跟他说话了，上手就掰断了他的无名指。只不过这一次叶芷柔竟然死死地咬着牙忍住了。看着对方眼角含着的泪花，萧雨一脸无趣的咧嘴笑着，这女人跟女人又造成不了实质性的伤害。叶芷柔一脸吃力地咬着牙，她知道想让对方不再掰她的手指，必须要足够乖巧，足够顺从，让对方觉得掰她手指没有意思。她就那么死死地咬着牙扶着自己断掉的手指说着：“主人真是见多识广，芷柔以后愿意生生死死跟着主人。如果主人有需要，我会把玉女宗其他女人都骗过来，我会为了主人做任何事。主人喜欢阿香那个姑娘，芷柔就拼尽全力修炼，等我变得足够强了，就一定找得到办法复活阿香姐姐。”叶芷柔一边扶着断指，一边忍痛含泪说着。就在这时，炼丹房外负责打扫卫生的张兰突然在后面喊着：“主人，有门内弟子找你，说是有新长老派过来接管这里了，让你去拜见。”萧雨闻言一愣，他师傅被换掉了？怎么会？难道是因为孟长老那俩二人死在这里的事？萧雨单手托腮，回想着这2天发生的事。就算是因为叶芷柔进宫分舵造成大量死伤，可本宗的消息也太快了，他师傅肯定不会直接上报的，那无异于自找麻烦，多少也得处理一下情报什么的，然后想办法上报，好减轻处罚。在宗门里，要是哪个长老管辖不当，害死了不少弟子，极大概率是要问罪的。萧雨总觉得有点不对，本宗来人太快了，估计是冲着他师傅来的。难道是有人通风报信，添油加醋的把之前的事告诉了本宗？到底是谁？现在是谁已经不重要了，本来这里就有本宗的眼线，要是他师傅被换掉了，这里对他来说就不安全了，必须得想个办法了。稍等片刻，我这就来。侍女阁中的王妹看着外面的萧雨，本能地攥紧了拳头。要是他师傅被卸任，萧雨肯定也麻烦了，搞不好会被一同问罪。主人，赶紧收拾东西，实在不行咱们跑吧。我猜肯定有本宗的眼线在这里，上次死的弟子最少也得7、80人，还死了2个筑基期的，而且死的这些人中还有一些在本宗是有亲戚的，不可不防啊。萧雨点了点头，正派也好，魔宗也罢，很多都是裙带关系的。实在不行咱们就躲起来，这地方爱谁带谁带，保险起见还是先去找师傅。师傅性格纯良，恐被奸人所害。放出华莲跟王妹后，几人便开始整理炼丹房的物资，动作快，什么都不要留下。萧雨面色不悦，将炼丹房所有人都收起后，想了想，还是将炼丹房里的丹药
药材也给收了起来。看着已经收拾的差不多的炼丹房，萧雨把视线看向了玄武镇。既然宗门将他师父换下来了，那这个地方就待不住了，早晚会被人发现他的秘密。看看他师父去哪吧，他也跟着去就完了。或者离开这个，找个地方稳固发育。白月的审判值马上满了，到时候就不用再担心白月使坏，他就可以去谋划白月之前的洞府，那里有无数宝物，足够他修炼。就是不知道他师父现在如何了，估计也不会跟他走，到时候再看吧。将玄武镇也收起来后，萧雨就那么来到了宗物殿。此时的宗物殿已经进行了修缮，不过还是能看出之前被精灵切开的大口子。墙上、房梁上站着7、8个修士，好像是本宗新来的，手中拿着阵旗，不知道在布置什么阵法。萧雨就这么低着头走了过去，还没到宗物殿，他就看到赵飞机跟一个男人在路边卿卿我我，好像非常亲热的样子。还有哥哥，注意点影响，别被人看到了。萧雨一脸惆怅地看着笑意盈盈的赵飞机。不是，这家伙是真无碍了，之前他不是还喊他跑路吗？怎么？萧雨就这么走着，走着走着，他又看到了不少人，几乎都是成双成对的，好像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春光。萧雨还从来没有在合欢宗见到如此和谐的一幕。以前的合欢宗男修士走在外面都是手持法器的，生怕自己被谁给阴了，万一被逮回去暴击一下就完了。怎么现在这么和谐？这不对啊，非常不对劲。萧雨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赶忙开启侍女阁的视野。华莲跟王妹在看到外面的场景后，俩人也都愣住了。这确定不是婚恋现场，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情侣？王妹看着眼前这一幕，下意识咬住了指甲盖。莫非是……萧雨已经不敢往前走了，因为确实有点邪门。这要是换做以前，肯定有几个老登过来跟他搭讪。怎么这群人？王妹有些不确定地看着那群人说着：“主人，应该是你那天放迷魂烟的原因，让他们很多人都互相了解了一下。所以，萧雨眼角抽搐。对啊，那天他为了帮他师父，可是放了整整一整捆迷魂香出来，估计某些人找到了真爱。”萧雨吐了吐气，蒙上脸后就走进了宗物殿。关他屁事？问就是不知道，对，不关他的事。那个新来的长老不会是要问罪吧？萧雨当时就有点怂。王妹，要是在宗门里作乱，比方说放迷魂烟，会定什么罪？王妹眉头紧锁。定重罪，搞不好的被发配给某个长老当炉鼎赎罪，要么就关起来挂上琵琶骨，关禁闭10年以上。萧雨前脚刚走进宗物殿，下一秒他就把腿收了回来。尼玛，跑吧！可是他师父现在怎么样了？算了，先跑。鬼知道新来的长老有什么本事。萧雨刚一转脸，还没走2步，他就看到了一个老登，叶浩天。此时的叶浩天意气风发，旁边还站着一个炼气期9层的合欢宗女修，一看就是新勾搭的。哼，这不是萧丹师吗？怎么柳长老请了你半天都见不到你人？你这是要去哪？叶浩天一脸傲气的讥讽着。旁边的女修轻声笑着，上手就搂住了叶浩天的胳膊。叶师弟，这就是你说的萧丹师？也不怎么样嘛，也就是炼气7层啊。身上带着敛气宝珠的萧雨看着对面那个女修，眉眼上扬，你别说，这叶浩天的眼光还是有的，他还真能勾搭，这就又勾搭上了一个。他是忘了怎么被呲的是吧？他以为绿帽子就只能戴一回，他叶浩天不会以为自己找了个炼气9层的女修当道侣，他萧雨就怕他了。呵呵，傻逼，纯傻逼。叶浩天一看萧雨不吱声，转脸就跟旁边的女人说着：“唐师姐，就是这个家伙挖墙脚，哎，我也想不到吕师妹会跟他私通，真是枉费了我的一片苦心了。他师父是张长老，我只能吃这个哑巴亏了，好在还有师姐你。”唐师姐闻言冷眼笑着：“我还以为是什么货色，不过就是一个炼气期的一品炼丹师，真是丢人现眼。叶师弟你放心，抢夺他人道侣的事我一定会跟师父说的，我师父可不像有些人的师父分不清轻重。”萧雨一听有人说他师父，当时他就骂了起来：“你说谁呢？信不信我干你？”唐师姐闻言耻笑：“哟呵，修为不高，口气倒是不小。你要跟我打，就凭你，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说着，唐师姐就放出了一把上品攻击法器，萧雨也装模作样的放出了一把下品法器。叶浩天，你这是吃上软饭了。你本事能耐了，你不是说你爱玲吗？你这就吃上软饭了。你这软饭我看也不咋样啊。叶浩天嘴角上扬，他现在就觉得萧雨是嫉妒他，纯属吃不到软饭级的。呵呵，萧雨，唐师姐可是刘长老的弟子，柳长老已经筑基7层了，而且还有一只堪比筑基6层的灵蛇，比你那师父强了不知道多少。你还不知道你师父被卸任了吧？萧雨闻言皱眉，难道命令已经下来了？
他师傅现在去哪了？叶浩天笑得不要太得意，眉眼上挑。你有什么好拽的？你不要以为跟吕玲那个骚货私通就能目中无人，不要小瞧人了。今天新仇旧账，咱们一起算。正当叶浩天说着的时候，萧雨已经拿出了刘影珠。对面的叶浩天当时就攥紧了拳头，他想到了之前自己吃了真言丹口吐真言的画面，都被那王妹录进去了。萧雨也不废话，直接将那刘影珠放了出来。画面中，叶浩天张嘴就来：我从小就喜欢我二娘。唐师姐顿时一愣，看着画面里的那人，他显然有点懵。叶浩天早有准备，哼哼，你以为你找个人易容成我，再弄个刘影珠就能骗人？这刘影珠里的人要是我，我就一头撞死在墙上。少在那糊弄人了。萧雨见过不要脸的，还从来没见过如此不要脸的。我看你是想戴第二顶绿帽子，唐师姐是吧？行，我记住你了。唐师姐一脸不屑地纵着法器，眼神讥讽，竟然还敢在他唐田面前耀武扬威，谁不知道他师傅的厉害？在合欢七美中，他师傅柳皮儿的实力可是排得上前3名的。张子玲最多排行老6，见了他师傅，张子玲也得喊一声师姐。这萧雨一个小小的炼气7层，竟然还敢跟他叫嚣，他今天就是真将他给打了，那也是依法办事。毕竟萧雨是抢了人家叶浩天的道侣。就在这时，吕玲儿也走了进来，一看到萧雨跟叶浩天，吕玲儿就本能地躲到了一旁。叶浩天冷声笑着：狗男女这是凑齐了，唐师姐，你可一定为师弟做主啊！这吕玲儿之前还骗了我1000灵石，口口声声说爱我，到头来竟然是为了骗我的灵石跟丹药，真是目无法纪。刚走开的吕玲儿听到这里，当时就瞪大了眼珠子，看着对面一脸贱样的叶浩天，他还以为自己看错了，这还是之前自己喜欢的男人吗？他怎么这就跟别的女人勾搭上了？萧雨冷声笑着：你说玲儿骗你钱，你真不要脸，你敢以道心发誓吗？叶浩天张嘴就来，表情极其的炸裂：我堂堂7尺男儿，怎么可能冤枉人？谁不知道吕玲儿当初一直跟我在一起，我是被猪油蒙了心，才信了这个女人的鬼话。发誓，有何不敢？我叶浩天发毒誓，吕玲儿她骗我灵石在先，现在又跟萧雨私通，有一句虚言，我天打5雷轰，我以道心发誓。萧雨，你敢以道心发誓吗？你敢说你跟吕玲儿没有一腿？四周的弟子也都看了过来，听着叶浩天那副极其炸裂的毒誓，所有人都本能地认为是吕玲儿背叛了叶浩天。吕玲儿气得都要哭了，他该怎么解释？他本来就理亏，他还真跟萧雨有关系，现在他师父被卸任了，他该怎么辩解？萧雨看着以道心发毒誓的叶浩天，半天缓不过来劲。不是，这傻逼竟然还真敢发毒誓，他是不想修仙了？他要不要这么不要脸？为了吃软饭，脸都不要了。当时萧雨就竖起了大拇指：你清高，你了不起，你吓到我了，我操！叶浩天面不改色，举着拳头就在那喊着：我怕什么？我问心无愧，真心就当喂了狗。我怕什么？就在他们在那争论的时候，台上便走来了一群人，所有弟子都退到了两边，不敢再言。台上那女人冷眼看着下面的萧雨跟吕玲儿，声音低沉：这就是分舵的丹师，你师傅就这么教你的？在宗门里抢夺他人道侣。萧雨看着台上那女人，又看了看幸灾乐祸的叶浩天，当时他就悟了，叶浩天的爹是长老，估计在本宗里使坏了，他师傅卸任的事肯定跟叶浩天脱不了干系。台上那女人一看萧雨不说话，冷声喝道：见了本座还不行礼，一点礼数都没有，将眼珠子给我挖了！萧雨当时就乐了，抬头直视台上的女人，下一秒系统提示音就响了：检测到新的恶女柳皮儿，请宿主尽快将其审判。姓名柳皮儿，年龄26岁，修为筑基7层，样貌颜值95分，身高173厘米，体重100斤，资质蛇妖，极品木灵根，性格生性歹毒，心狠手辣，为了上位不择手段。背景合欢7美之一，来自妖族，因爱生恨，嫉妒妹妹的道侣，杀害亲妹妹，被族群驱赶，恶行吞食数千名凡人修炼。萧雨顿时一愣：蛇女，我操，蛇，没人发现吗？蛇女！就在这时，台上已经走下来了2个女修，抬手就要扣掉萧雨的眼睛。萧雨已经准备大开杀戒了，这群瘪犊子想逼他造反，就别怪他了。慢着！门外突然传来一声怒吼，张子玲火速赶来，看着想对萧雨用刑的柳皮儿，面色极其低沉。我张子玲的弟子还轮不到别人来管。柳师姐好大的威风！柳皮儿一脸不屑地扬起嘴角笑了笑。哎呀呀，这不是张师妹吗？许久不见，
倒是能耐了不少啊，都敢跟师姐这么说话了。难怪你那弟子不懂礼数，原来都是跟张师妹学的。张子霖面色低沉地站到了萧雨跟前，冷眼看向台上众人。吕灵儿是我徒弟，我从未同意过叶浩天跟他的亲事，而且我早就将灵儿许配给了萧雨，我自己门下的事还轮不到外人插手。柳师姐一路劳顿，不至于一到这就跟后辈过不去吧？而且萧雨是我分舵唯一的炼丹师。柳平儿咧嘴笑着，哼，看来师妹是忘了，师姐我已经是2品炼丹师了，一个小小的1品炼丹师也配拿得上台面？怎么，金个儿师妹是存心跟师姐我过不去了？你可别忘了，是你工作失职，导致孟长老2人惨死。如果不是你疏于防范，玉女宗的家伙能混进来，师妹还不回本宗领罪，跑这来耀武扬威？你是想让师傅他老人家亲自过来跟你说什么东西？张子霖右拳紧握，面色不甘。本来这分舵就是被放弃的，要不是他在这里主持大局，早就被灭了。现在竟然被人说是他疏于防范，兢兢业业做事换来的就是这种结果。要不是他，分舵早就没了。萧雨已经想发火了，张子霖赶忙给他传音说着，不要冲动，忍着，你不是他的对手，他的灵蛇已经到了筑基期大圆满。萧雨，师傅，咱们跑吧，这回欢宗没救了。只要师傅一声令下，徒儿今日就是死也会帮师傅杀出一条血路。张子霖闻言赶忙侧目看向萧雨，为了他杀出一条血路。上一个给他说这种话的还是他爹，那一刻他仿佛想到小时候的一些事，现在的萧雨已经跟他一样都是筑基期修士了，他对他是真心的吗？可他跟王妹到底，还有那些侍女，张子霖的心已经有些慌了，赶忙给他传音，给我安分一点，你可知道在宗门作乱的下场？一旦被宗门通缉，其余魔道宗门也没有人会收我们的，而且就算我们去了正派宗门，也会被认定为魔道贼人，到时只能沦落做散修，要资源没资源，要机遇没机遇。不要冲动。萧雨现在手握白月这张发家致富的王牌，显然有点看不上合欢宗给的待遇了。以前的他没有实力，没有修为，现在可不一样了。王妹跟华莲的修为也已经接近筑基期，他自己可以跟柳皮儿本人五五开，他师傅只需要牵制住柳皮儿那筑基大圆满的灵蛇，今天也不是跑不掉。只不过分舵的阵法有点难缠，想跑出去也是需要付出极大代价的。正当萧雨思索对策的时候，张子霖迈步上前，眼神决绝。柳师姐，眼下前线战事吃紧，本宗既然派你来，自然也是看中了分舵的战略重要性。眼下正是用人之际，倒不如给师妹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我愿意携带我旗下弟子进攻江流山，在山上修建一个前哨站。柳皮儿闻言皱眉，而后一脸不屑地说着，江流山上有玄灵宗的据点，易守难攻，张师妹这是打算诓骗我？你不会是要当逃兵吧？张子霖缓缓吐气，柳师姐自然也是想为宗门打下一片天地的，既然如此，师妹愿意当马前卒，还请给我徒儿一个机会，我愿意立下投名状。如若没有拿下江流山，或者死在了山上，师妹认罚。师姐初来乍到，如果拿下江流山，本宗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叶浩天闻言就喊了起来，张长老这是把我们当傻子忽悠。玄灵宗在山上有200个炼气期弟子，还有灵策的爹坐镇，你拿什么打？张子霖直视柳平儿，自然是需要柳师姐提供一些帮助，你只需要给我50名炼气期弟子，3日之内我定拿下江流山。叶浩天当时就乐了，50人打200人，哈哈哈，你也真敢说大话。他们还有一个迷踪阵，只需要派20个人镇守据点，你们根本就进不去。我看你是想当逃兵。柳平儿闻言摆手，放肆，怎么跟张长老说话的？都给我退下。叶浩天下意识咽口水，欲言又止的退到了唐天的身后。柳皮儿说完便一脸玩味的看向了下面的张子霖，现在的江流山可不像之前了，之前江流山上是没有据点的，也没有阵法，玄灵宗占据那里后已经修建了一个200人的根据地，而且还是在江流山的山顶。迷踪阵一开，神鬼难尽，对方只要固守不出，张子霖根本就没招。不过既然对方想送死，他也可以趁机利用这一点，一旦玄灵宗把注意力放到张子霖身上，他自己则可以带兵进攻玄灵宗本宗，就算拿不下玄灵宗，他也可以等张子霖溃败时杀个回马枪，全军拿下江流山。不管怎么看，这都是一个机会，有人替自己打头阵，这种机会可不好找。张师妹既然有心为了宗门出力，我这个当师姐的也不是不近人情，毕竟咱们合欢七妹可是最受宗主看重的，咱们可一向情同手足啊。不过嘛，柳皮儿说到这里的时候故作难耐的笑了笑，而后他便拿起蒲扇扇了起来。50人肯定是有点多了，师妹也知道上次分舵损失惨重，而且这次来呢，我也没带多少弟子，
大多数弟子都在前线作战，我只能给师妹再派30人。不过我可以给师妹拿一件上好的中品法器，有此法器，师妹定能大展拳脚。萧雨听到这里，当时就想问候他全家，这娘们是打算让他们死？还中品法器，他真好意思开口。张子霖低手躬身，30人有点。柳平笑意盈盈，手中蒲扇摇得无比轻快。师妹可是天香体，对方区200人，师妹绝对一马平川。到时真拿下了江流山，师妹记头功。萧雨刚想开口骂，张子霖就给他传音，莫要冲动，我自有安排。而后张子霖便抱拳看向台上，既然如此，那30人我想亲自挑选。柳平儿，无妨无妨，那我就恭候张师妹凯旋了。散会后，张子霖便带着吕灵儿、萧雨来到了自己的书房。吕灵儿到屋里就满脸气愤地跪在了地上，不甘地攥着拳头，含着泪水。都是徒儿有眼无珠，错信了叶浩天那个狗贼。师傅，都是徒儿害的你，定是那叶浩天跟本宗打的报告。师傅，徒儿对不起你。萧雨单手托着烟斗，一脸不爽地看着张子霖，他刚才真想动手了，早知道就把叶浩天给宰了。张子霖缓缓吐气，调整思绪后说着，小雨，你不要冲动，为师知你天赋绝绝，不出10年你定前途无量，不要因为此等小事而误了先途。一时逞强，赢了又如何？你要考虑后果，咱们现在就算跑了又能去了，以后不要再说什么背离宗门的话。萧雨面色不爽，早晚我得让柳皮儿跪下。还有那唐田，我还是头一次这么生气，师傅你真能憋得住？30人打200人，这不是找死？张子霖环顾四周，一脸凝重地说着，咱们开始只是佯攻，我收到消息，林策死了，他爹林天海集结兵力，估计要大举进攻分舵，也就是这2日，咱们等他们进攻分舵时再偷袭江流山。萧雨顿时一愣，一脸不敢相信地看着他师傅。他师傅什么时候学精明了？意思就是说他师傅要带着他们跑路。都准备一下，今夜子时跟我去江流山。张子霖说完便召集了吕蕊、李云马等人，甚至还把赵飞机给喊来了。他已经召集了自己信任的所有人，虽然实力都不算拔尖。吕灵儿在见到他姐吕蕊后，表情哭丧着。吕蕊一过来就看到了萧雨，当时他就咽起了口水，好像想到了什么画面。萧雨也不说话了，既然他师傅有安排，那他也可以计划一下后面的事了。既然柳皮儿敢搞他们，那他就不客气了。现在他打不过柳皮儿，但是唐田那个玩意他肯定手到擒来。一想到那个用到心发毒誓颠倒黑白的叶浩天，萧雨就攥紧了烟斗。这个狗逼今天属实是吓了他一跳，用到心发毒誓吃软饭，真 TM 狠。既然如此，那他就趁午夜离去前找一下这个唐田吃软饭。他要让叶浩天的头上再多个帽子，以后他不管找谁当道侣，他萧雨就都抢过来，一个一个的抢过来。就在这时，旁边的李云马突然说了一句，真是欺人太甚，这个叶浩天真不是东西，竟然敢耍咱们。我刚才看到叶家来人了，好像是叶浩天的妈来了，气死老子了。叶长老就这么对咱们分舵，他们这些躲在本宗的老狗怎么不来前线？可恶！萧雨听到这里顿时一愣，你说什么？叶浩天的妈来了？来干什么？李云马还能干什么？自然是来看看他宝贝儿子有没有受委屈。这种关系真他娘的恶心。萧雨表情玩味，看了一眼张子霖后，赶忙低头思索着，那个我先回一趟炼丹房收拾一下，你们先忙。张子霖生怕萧雨找麻烦，赶忙给他传音，不要杀叶浩天，他爹马上就要突破金丹期了，跟宗主关系甚好，他要是死了，我们所有人都脱不了干系，到时候本宗一定会派人来抽魂调查咱们的。萧雨轻声笑着，放心，我肯定不杀他。萧雨说完就跑了，一路咧嘴笑着。叶浩天的妈来了，这个狗日的找事是吧？那就别怪他萧雨不当人了。叶浩天的爹厉害是吧？不能杀他是吧？那就让他萧叔叔好好教教他怎么做人。萧雨就这么一溜烟来到了宗务殿旁边的任务委托处。侍女阁里的王妹跟华莲已经猜到萧雨要做什么了，俩人笑得合不拢嘴。王妹还在那一脸坏笑的捂着嘴，主人，这叶浩天的娘今年应该60了，您确定吗？萧雨表情果决，我确定，今天谁来了都没用他妈的，老子一定要当他长辈，我以后要让他喊我后爹，别说60、80我也不是不行，他妈的我管他的，我怕什么？吹了灯不都一样？萧雨说着就四处张望了起来，还没等他找到叶浩天，他就看到唐田了。唐田见到萧雨直接咧嘴笑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萧师弟，怎么想来求情？萧雨看着唐田那副贱样，已然没了多少兴趣。
他现在的首要目标就是叶浩天的妈，今晚就得带走。唐田一看萧雨不理他，当时就想发火。萧雨见状赶忙抱拳说着，唐师姐之前都是我对不起你，这瓶洗水丹就赠给师姐了。其实唐师姐应该也知道叶浩天是什么目的，我跟师姐又没有什么仇恨，有些事我真无心解释，我相信师姐是个好姑娘，之前的事师弟给你道歉。萧雨说完便鞠躬低头。对面的唐田顿时一愣，搞什么？可看着那整瓶洗水丹，唐田的表情也变了，左右看了看没有人后赶忙收了起来。你有这份心实属难得，以后不该说的别说。唐田生怕别人看到他拿了好处，赶忙走开了。萧雨嘴角轻扬，说他挖墙脚，那就来吧。就在这时，萧雨突然看到叶浩天跟着一个妇人走到了任务委托处，当时他就瞪大了眼珠子。那妇人华服亮影，好似一阔太太，衣着光鲜，步履之间尽显高贵气息，衣衫绣花精美，金丝银线交织间流露出尊贵之态，玉步轻移，环佩叮当，宛若仙音飘入耳畔。她的眉宇间带着几分不容侵犯的威严，而她的微笑却又带着几分和气，让人既敬畏又亲近。她的手指上戴着璀璨的宝石戒指，萧雨一眼就看出来了，那是少有的储物戒指。这妇人便是叶浩天的亲娘张红露，检测到新的恶女，姓名张红露，年龄62岁，修为筑基2层，样貌颜值90分，身高166厘米，体重103斤，资质金木水30根，性格极其护犊子，溺爱儿子，蛮横霸道不讲理，倚老卖老。背景合欢宗叶长老大夫人，恶行为了帮助儿子叶浩天，不惜打压其余弟子，残害30多名。萧雨在看到对方的样貌后，眼神上挑，虽然对方已经60高寿了，可看起来却跟40岁似的，那身材只能用牛逼来形容，头发还是灰白的，看来没少给叶浩天操心。现在不知怎么的，萧雨看叶浩天好像还有点顺眼了，真是奇了怪了，难怪人家经常说不要跟孩子过不去。就在这时，张红露直接拿着一张任务委托卷轴给到了领事弟子，说着，这是我新颁布的任务，给我儿寻10颗无瑕洗髓丹，再弄3颗筑基丹。那领事弟子一时有些尴尬，叶夫人眼下战事吃紧，刘长老说不能给弟子下达私人任务。张红露表情一狠，怎么，我儿不是为了战事，你在叫我做事？那弟子赶忙把头低了下去，不是，是洗髓丹这种东西我们没有，就只有萧丹师有啊。叶浩天听到这里顿时眼前一亮，对阿娘，那萧雨反正也离死不远了，咱们何不去他那拿些丹药，孩儿知道那小子的炼丹房在哪。走。萧雨已经提前跑回了炼丹房，直接布下阵法，摆好2品迷魂药，哈哈，来吧我的好蛋儿。此时的张红露正跟着叶浩天朝着炼丹房走着，叶浩天还在那里一脸激动地说着，娘亲，之前就是这个混账挖墙脚当小三，把灵儿给骗走了，吕灵儿那个女人还骗孩儿的零食，真是气煞我也。娘，你可一定给孩儿做主啊。张红露面色阴冷，单手拿着一面纸闪闪个不停，那是自然，敢欺负我张红露的儿子，活得不耐烦了。娘在接到你的传信后，马不停蹄的就来了，来就是为了给你撑腰，反了他们了。张子玲那个女人竟然敢教唆他弟子坑害我家昊天，哼，他也没几日好蹦跶了。叶昊天表情兴奋，走起路来欢喜雀跃，敢跟他作对，那群家伙怕是不知道合欢七美是谁封的。合欢宗除了宗主跟那几个金丹期的名誉长老外，下面排的就是执法长老，而他爹就是执法长老里的一员，整个合欢宗的大小事宜都会管辖，任务、人员、物资、晋升、处罚，就连合欢七美当年也是宗主跟执法长老定出来的。而且他爹马上就要金丹境了，一旦到了那个境界，就会升为名誉长老，地位仅次于宗主，敢抢他叶昊天的女人，呵呵，简直不知死活。就在这时，一旁的张红露小声问了一句，昊天，这萧雨是一品炼丹师是吧？修为是炼气期。叶昊天，好像是炼气中期，他之前是巫长老的弟子，好像炼气期之前就会炼制一品丹药，他那炼丹房里肯定有不少丹药，娘你等会给孩儿弄啊。张红露闻言，手中的纸扇慢慢停了下来，面色略显震撼，淬体期便会炼制一品丹药，你确定？叶昊天有些茫然的点了点头，是啊，我打探得一清二楚，有何不妥吗？张红露眼中带光，嘴角微微上扬，那也就是说他对炼丹有天赋了。昊天，此人我看还是别杀了，娘给他下个灵魂禁制，让他永生永世给你炼丹，你看可好？
叶浩天有些不情愿地看着前面的炼丹房，这都快到跟前了，怎么他娘又变卦了？我还没等叶浩天说话，张红露便赶忙笑道：“你别傻，吕灵儿不过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婊子，你切不可因小失大。我看这张子玲收她为徒，也是看中了她会炼丹。你别忘了，张子玲是从来不收男人为弟子的，那就说明此人的炼丹造诣肯定不低。杀了他又有什么用？倒不如把他圈养了，炼制成你的奴隶，让他永生永世给我儿炼丹。”张红露越说越硬气，到后面你筑基还需要筑基丹，娘让他给你炼制，炼制不出来就阉了他。叶浩天闻言顿时眼神放光，张红露还在那一脸阴毒的笑着：“你不要因小失大，做事往长远了看。宗门里每个长老几乎都有认识的炼丹师、炼器师什么的，你也要提前培养自己的心腹。等你筑基期了，娘就想办法让你当上执法长老，再加上这萧雨帮你炼丹，你就可以用丹药收拢更多人心。”叶浩天越听越觉得有道理。对啊，吕莲儿算个屁啊，跑了就跑了。他要是成了执法长老，他甚至都能召见张子玲。张子玲不是不同意他跟吕莲儿的事吗？那就让他自己来吧。叶浩天已经开始畅想美好未来了，嘴都笑得合不拢了。哈哈哈哈！娘，你真是我的好娘亲啊！孩儿险些误了大事。炼丹房就是这里，娘，咱们快点进去。张红露闻言环顾四周，确保没有人后，便低声说着：“浩天，你跟萧雨有仇，为了不让人说闲话，你就在外面候着，娘自己进去，你在外面看好了，谁都不准放进来，就说我是来清点丹药的，以防有人藏私。”叶浩天闻言大喜，赶忙握着法器在门口站起了岗。他娘已经筑基2层了，对付一个小小的萧雨，不是弹指可灭。到时候他就把吕玲喊来，让萧雨亲眼看着他是如何报仇的。张红露就那么走进了炼丹房，一脸傲气的昂首看向炼丹房的布置：药园、锅炉房、药架、卧房、书房。而后他便把视线看向了那冒着灰烟的炼丹房，2步便走了进去。还没到丹房里，张红露便闻到了一股香甜的丹药气息。竟然在炼制洗髓丹，这种丹香定然是无瑕品质的丹药。张红露之前就怀疑张子玲为什么要收一个男人为弟子，这完全不符合他的做事风格。果然，这个萧雨有炼丹天赋。此时还在炼丹的萧雨已经看到对方走来了，他已经筑基中期了，对付一个张红露肯定不在话下。不过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要稳妥一些。对方毕竟是宗门长老的夫人，身上肯定有保命的手段，万一没有将其秒杀，被他跑了，就麻烦了。今天他说什么也要当叶浩天的后爹，哪怕装孙子，哪怕自断双臂，他也必须得出这一口恶气。他管张红露这那的，萧雨是吗？见了我还不行礼？张红露声音冰冷，一副居高临下的看着对面的萧雨，说着萧雨故作慌张的把2品迷魂烟扔进了丹炉里。啊，叶夫人，前辈您怎么来了？而后他便一脸谄媚的躬身抱拳：弟子萧雨见过前辈，有失远迎，还请见谅。刚才弟子在研究筑基丹的丹方，一时走神了，请前辈赎罪。张红露闻言一喜：哦，筑基丹的丹方，口气倒是不小，你研究的如何了？萧雨自然知道对方想干什么，肯定是为了他那狗儿子考虑将来。研究的还行，再给弟子半年时间，我应该能炼制出微瑕品质的筑基丹，成功率的话应该有3成。张红露眉眼上扬，想不到这小小的分舵竟然还有一个会炼丹的苗子，今日必须要给他下一道灵魂禁制。哦，这样吗？你起身过来，让我瞧瞧你。萧雨故作恭敬地低着头走了过去，目不斜视地抱着拳，生怕让对方发现空气中迷魂烟的味道。那2品迷魂烟可是白月改良过的，味道跟洗髓丹差不多。眼下还不到发作的时候，必须得降低对方的防备。还没走到跟前，萧雨便扑通一声跪到了地上，一脸慌张的就在那喊着：弟子有罪，恳请张前辈饶过弟子，弟子真的没想抢灵儿师妹，都是师父他老人家安排的，这件事还请前辈明察。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炼气期弟子，怎么敢抢叶师兄的道侣？我身不由己啊，前辈，我怎么可能违背师命？前辈明察。张红露一脸不屑的咧嘴笑了笑，而后他便拿起扇子轻轻扇了起来。哦，是吗？我什么时候说我是为了这件事来的？你慌什么？我只不过是代表本宗过来看看分舵的丹药储备，以防有奸细盗取而已。萧雨继续在地上喊着：张前辈明察啊，还请前辈饶了弟子，弟子愿意听前辈的任何指示。弟子是被逼的啊。被逼的。张红露冷声笑了笑，而后便慢慢朝着萧雨走了过去，眉眼中写满了戏谑。他才不想管对方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就算是真的又何妨？
错就错在他得罪错了人。张红露就那么放下扇子，伸出右手靠近了萧雨的眉心。萧雨还在那低着头，嘴角低沉，怎么还没有发作？就在这时，张红露突然晃了晃脑袋，怎么视线有些混乱？紧接着他就深深吸了2口气。当时他看向萧雨的表情就变了，说时迟那时快，萧雨抬手直接开大，极乐神光突然打出。张红露表情颤抖，本能的拿起手中法扇抵挡，仅仅一个照面，他的中品法扇就被萧雨一招给毁了。张红露表情颤抖，一脸不敢相信的瞪着眼睛。筑基6层，颤抖，你到底是何人？在我合欢宗有何目的？说完他就有些精神恍惚，糟了，中毒了，迷魂烟。根本来不及多想，张红露转身就要飞走，一招就能毁掉一件中品法器，绝对不是他能对付的高手。还没等张红露飞出炼丹房，下一秒炼丹房四周便竖起了一道青色的阵法。张红露眉眼猛颤，看着突然竖起的玄武阵，花容失色，赶忙伸手点住自己脖颈处的穴位，而后拿出一面铜镜放在身前护着。你到底是何人？萧雨一脸玩味的笑着。我是何人？我是你失散多年的相公，也是你儿叶昊天将来的后爹。我之前就怀疑是哪个瘪犊子使坏，竟然敢对付我师父，感情是你家那兔崽子。不过我现在也不想跟他一般见识了，因为我不喜欢跟孩子一般见识。萧雨说完也不废话，抬手就放出了千香万美图，直接那么一照，张红露顿时惨叫不止。就在这时，王妹跟华莲也将叶昊天绑了进来。叶昊天看着面前的一幕，顿时双腿发软。萧雨，你怎么筑基6层？完了！张红露意识已经有些不清了，看着对面的萧雨，他知道今天恐怕难以善终了。萧雨，你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可是执法长老的夫人，你要是将我杀了，你一定会被合欢宗通缉，到时整个魔道都会追杀你，你师父也会被你牵连。你还年轻，将来的路还很长，做事一定不能冲动。萧雨咧嘴笑着，我什么时候说我要杀你了？亲爱的，我心疼你还来不及呢，中毒的感觉不好受吧？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你是进到我的法器中呢，还是想看着你儿子死在你面前呢？萧雨说完，王妹就拿着刀卡在了叶昊天的脖子上。叶昊天吓得当时就哭了，娘，救我，救救我！张红露表情颤抖，看着他的心头肉就这么被刀架着，整个人都不好了。萧雨，你要是敢动我儿一根毫毛，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王妹闻言，上手直接扇了一巴掌。叶昊天顿时眼冒金星，他真搞不懂萧雨怎么还有2个炼气期大圆满的帮手。张红露肝胆俱裂，看着对面被殴打的儿子，面色不甘。你放了他，你放了他，有什么都冲我来！张红露今年已经60了，他不认为对方会对他做什么，而且这个家伙还有2个貌美如花的帮手，他能做什么？肯定就是想趁机要点好处。萧雨冷声笑着，抬手慢慢放到张红露的眉心。你只要敢跑，我保证你儿子人头落地。张红露本能地低下了头，他料定对方不敢对他做什么，他要是死了，魂灯一灭，他相公肯定杀来，到时候整个分舵都得完蛋。萧雨就那么往事女阁一收，对方竟然没同意，当时他就猛地扇了过去。操，找死是不是？王妹，把叶昊天给我阉了！张红露当时就怂了。别，我进你的法器！叶昊天就在那哭着，彻底吓破了胆。他就那么看着萧雨把他娘收了起来，也不知道收到哪去了。而此时已经进到侍女阁中的张红露也察觉到了不对劲，这个地方怎么？萧雨看着对面的叶昊天，嘴角上扬，抬手拿了3颗忘忧丹，直接喂了进去。哈哈，我的好蛋儿，你就乖乖在家里等着吧，我现在越来越不想杀你了。而后萧雨就将叶昊天扔到了炼丹房门口。午夜时分，他就那么跟着张子玲去了江流山。侍女阁里的张红露做梦都想不到，萧雨这个家伙竟然将他你这个瘪犊子，你不得好死，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你给我等着！王妹见状上手又是一巴掌。老骚货，狗叫什么？外面的萧雨见状也乐了，你现在说我是不是叶昊天的爹？张红露表情恼怒，凶神恶煞地瞪着萧雨等人，这群狗日的竟然敢给他吃散灵丹，这种丹药的炼制难度极高，造价极其昂贵，他也真舍得下本钱。你不要以为你把我抓了就可以胁迫我告诉你，要是我有个3长2短，他爹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瞧你那熊样，你除了能对我做这些事还能做什么？你以为我跟那些小姑娘一样，遇到这么点破事就要死要活？哼，什么东西也敢在老娘面前造次！张红露说着便露出一副极其嫌弃的嫌弃脸，左嘴角高高咧起，
露出一副不屑一顾的鄙夷，眼神上下打量萧雨的时候，每一个眼神都透露着讥讽。而后他还上手扇了扇自己的衣袖，好似跟没事人一般。华莲见状，眼神抽搐。什么叫跟那些小姑娘一样要死要活？这是在指桑骂槐。这老骚货竟然敢这么说话。萧雨看着对方那副极度嫌弃的表情，越发的兴奋。这样才好玩啊！叶夫人，看来我还是小瞧你了。不愧是你，见多识广啊，毕竟是过来人嘛。像您这般美丽的夫人，估计没少研究。不过，你显然是高估了我的底线跟下限。你以为这就完了吗？萧雨说着，便抬手让林星那4个尼姑抬来了3大刚掺了烈女银的酒。张红露见状，一脸不屑地鄙夷着脸。他当是什么？不就是灌酒？他们还能灌死他不成？他怕什么？这群逼崽子肯定不敢杀他。他的魂灯一灭，这整个分舵的人都得跟着死。张子玲也绝对活不了，除非萧雨是个棒槌，不然他根本就不用担心。而且原本他计划是3天后去找他相公的，到时候只要他不出现，对方肯定会来找，到时候就有这群人好果子吃。想到这里的张红露显然就硬气了起来。老娘还以为你要做什么，就这？呵呵，你还没等张红露说完，他就看到林星那4个尼姑在更换一旁的珠子。当他看到那几个尼姑又换了几颗新的流影珠后，他这才反应过来，这个房间里早就被对方布置了流影珠。那也就是说，之前他那些画面都已经被留了进去。混账，你快点把那些珠子毁了！你想做什么？你可知道我男人是谁？你是真的不想活了？萧雨冷声笑着，上手直接拿起一大碗酒。林星4个尼姑见状，赶忙按住张红露。张红露看着那几个新的流影珠，顿时慌了。要是这种东西流传出去，被她男人看到了，就算对方会为她报仇，但是叶家也绝对不会留她一个被人作践的女人当大夫人。修仙家族一向重名声，你敢？我不喝，我不喝酒，放开我！你这是罪加一等。还没等他说完，萧雨就捏着他的鼻子灌起了酒。咕咚，咕咚，咕咚，那一大碗酒肉眼可见的减少。张红露面色恼怒，刚喝完一碗，萧雨又拿了一碗灌了过来。我不喝。他就那么一直喝着，慢慢的脑子就有些晕乎乎的。可我不喝了。紧接着又是一碗，3大碗酒下肚，张红露的视线已经有些模糊了。有什么东西好像开始往他脑子里钻了，好像是什么异样的感觉。酒里有东西。他已经喝多了，看着对面那些珠子，原本慌张的脸上更加的不安。这个家伙打算用流影珠胁迫他。对方一开始的目的就不是他儿子叶浩天，一开始就是为了对付他。这里的所有东西都是特意为他量身定做的。张红露醉态朦胧之际，红容若隐若现，粉颊如晚霞，桃腮似喷火，眼睛半闭，眼皮非常重。他知道他一定不能失去意识，不然就完了。你到底想怎么样？你要零食还是什么？我们可以聊聊。张红露迷离中带着几分哀求。我是叶长老的夫人，你要为你师父考虑。张红露刚一说完，萧雨就又拿了一大碗酒过来。我还是喜欢你刚才那副嫌弃脸，叶夫人干了这一杯，还有下一杯。来来来，既然想跟我好好聊聊，那就先自罚3碗。张红露慌张的手扶云鬓，嘴角颤抖，再次看向萧雨的时候，眼神中还带着一丝恼怒。一旁的华莲看到这一幕，上手就扇。啪！张红露的脸被扇得火辣辣的疼，头也有些晕。下一秒，萧雨就把那碗酒按在了他脸上，碗边卡得他下巴生疼。啊！我不喝，我不喝了，我真的不能再喝了。咕咚咕咚，又3碗喝下，张红露便如死鱼般瘫在了地上，嘴里一直打着酒嗝，脑子里全是想着那些事。再到后面，他也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第2天清晨，炼丹房门前，被为了忘忧丹的叶浩天还在那里睡着。随着一声悦耳的虫鸣在耳边响起，叶浩天缓缓睁开了眼睛。一醒来他就满脸畅快地伸着懒腰打了个哈欠。昨天睡得真香啊！叶浩天一睁眼就有些疑惑。炼丹房，我怎么跑这来了？奇怪。叶浩天一脸茫然地站了起来，看着身后的炼丹房，叶浩天一时有些懵。他好像记得自己昨天参加完刘长老的议会，好像找他妈去了。他好像打算让他妈去把萧雨给杀了，还想把吕玲给抓了。他好像是想一雪前迟来的，怎么一觉醒来会来这里？叶浩天一时有些不解，思索片刻后便朝着他妈的住处走去。还没到屋里，他便高声喊着：娘亲，你醒了吗？娘你在吗？喊了几遍都没有人回答，叶浩天便推门走了进去。一开门就看到桌子上有一个储物袋，难道是他娘留给他的？
打开一看，里面正好有666块零食，还有一封信。我的好蛋儿，事出有因，娘有事先走了。默念。叶浩天看着信上的内容，一时有些疑惑，他娘还喊他好蛋儿呢，真是有趣。哎，本想着让娘好好教训教训那对狗男女的，既然有事那就算了，估计是去忙前线的事去了。不对，应该是忙秘境的事去了，秘境马上就开了，娘肯定给我布置去了。嘿嘿，等去了那秘境，我也能拥有自己的灵兽了。叶浩天说着就坐在了床上，一脸悠哉地拿起茶杯喝了起来。一喝，那茶冰凉，当时他就有些放了下去。既然如此，那我就亲自喊着唐师姐去找萧雨那群炮灰，万一他们怯战不前，我还得督战。哈哈，我真是天才啊！对啊，那群家伙肯定不敢上山打，我干脆就来个驱虎吞狼，在后面盯着他们，要是敢跑路，我就直接上报本宗，把他们一网打尽。叶浩天越想越兴奋，他感觉他真的好像一个天才，他简直天生就是干军师的料，要是让他去前线当总指挥，早就把正派给灭了。叶浩天嘴角直接咧到了耳根，马不停蹄地飞了出去，来到唐田住所前后，直接轻声喊着：姐姐，唐姐姐，你醒了没有呀？唐田正打算去外面，看着赶来的叶浩天，顿时一愣。怎么了叶师弟？叶浩天立马上前说着：我怀疑张子霖那些人可能会畏罪潜逃，咱们要不要跟着去看看？而且他们要是真攻打江流山，咱们不是也得需要情报？唐田轻声笑着：叶师弟真是深谋远虑，师父已经给我下达了督战任务，要不跟师姐一路走？叶浩天大喜，一脸兴奋地跟着唐田飞走了，一路火花带闪电。1个时辰后，他们就在江流山北部的山谷前发现了张子霖等人的营帐群。叶浩天面色讥讽，这才哪到哪，竟然在这就安营扎寨，我看他们就是怯战不前。与此同时，刚忙活了一夜，来到营帐外伸着懒腰的萧雨，刚打个哈欠就看到天上的叶浩天，当时他就咧嘴笑了起来，脑子里全是张红露的画面。这个女人跟其他女人最不一样的一点是，她非常有劲，有劲儿得很，现在也已经被收到审判室里接受正义的审判了，估计要不了多久，叶浩天就能多个弟弟。萧雨之前一直不想要宰，这一次他决定改变自己，等张红露的审判值满了，彻底归顺了，就让他带着肚里的崽去叶家，再找个机会将叶浩天废了，将来让张红露肚里的崽当叶家家主。直接猛攻对方出生地，从源头将叶家连根拔起。天上的叶浩天一看萧雨见了他就笑，当时他就乐了，他以为萧雨现在是知道他厉害了，所以怕他。萧雨什么事这么开心？萧雨一看对方竟然笑着跟他说话，他也跟着笑了。开心啊，见了叶师兄，我发自内心的开心。叶浩天本能地认为萧雨是在讨好自己，毕竟在宗门里谁不知道他爹是执法长老，之前萧雨不给他面子，估计是不知道厉害，估计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他娘张红露昨天一来，张子霖都得低头，这萧雨肯定被他师父教训了，所以老实了。看着对面笑颜如花的萧雨，叶浩天一脸骄傲地昂起了头颅。我们还是督战的，以防某些人怯战当逃兵，谁要是被我带到敢违背军令，我一定饶不了他。萧雨哈哈笑着，现在越看叶浩天越顺眼。昨天张红露已经说了，说他萧雨比叶浩天的爹更男人，还喊萧雨相公。此时的叶浩天在萧雨眼里那就是个孩子，一个长辈跟孩子动什么气？唐田看了两眼萧雨后并没有说话，而是直接拿着令牌去了张子霖的大帐。叶浩天无比骄傲地昂着脑袋，看着对面的萧雨，再次讥讽道：现在知道老子厉害了吧？我娘可不是好惹的，你师父再牛还能比我娘厉害？这就是得罪我叶浩天的下场，以后见了老子你得尊称一声叶师兄，还得行礼，不然我让你知道我娘的厉害。萧雨嘴角上扬，一脸谄媚地竖着大拇指，你娘厉害，你娘确实厉害，以前是我有眼无珠，有眼无珠。叶浩天冷声哼着，哼，回头再给你算账。说完他就进了大帐。萧雨看着审判室里穿着连体丝袜的张红露，心情激荡，这叶浩天真是他的好蛋儿，大早上还把唐田给带来了。他正想着今天有点无聊，想找点事干干呢，这下有事干了。想了想，他就跟着进了大帐。一到里面，他就听张子霖在那说着，进攻自然是要进攻的，不过不是现在，我们进攻前肯定是要派人去侦查的，我总不可能直接让所有弟子冲上去送死吧，既然来了，我肯定要对底下人负责。唐田面色低沉，我师父现在才是分舵的负责人，他今早刚给我下了死命令，今日你们突袭小队日落前必须进攻江流山，否则就是违背宗门命令，而且还是违背军令，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你是知道的。张子霖右拳紧握扶手，他想不到
柳平儿竟然还派人监视他，这是巴不得他死。张子霖多少已经有些想退出宗门了。回想着萧雨之前说的那些话，宗门其实什么都知道，他们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就是任由底下人恃强凌弱。宗门把他们当炮灰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就算有机会，那也是极其困难的机会。机会跟机会是不一样的，好的机会是轮不到他们的，只有这种危险系数高的机会才能轮得到他们。如果真做出了功绩，功劳还得是上面的。张子霖缓缓吐气，难道合欢宗真的没救了？唐田一看对方不说话，上手举着令牌，今日我就在此督战，你是派人侦查也好，突袭也罢，我都不管你。日落前我要看到你们大举进攻江流山，否则你们就去本宗赎罪吧。张子霖缓缓吐气，看着下面咄咄逼人的唐田，他知道现在是骑虎难下了。本来他计划是等林天海这2天攻打分舵他再出手的，可柳平竟然派人来监视他，这下难办了。可就在这时，张子霖突然看到萧雨从后面走了进来，看着萧雨那满脸阴邪的笑容，张子霖顿时就觉得大事不妙，赶忙给萧雨传音说着：“你做什么？不要胡来！”他有令牌。后面的王妹已经把营帐门给关了，站在门口一脸认真的把守着。大帐里的唐田此时也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怎么张子霖老是看后面干什么？难道后面有什么问题？刚一回头，他就看到叶浩天晕了过去，好像被某种法术一招给打晕了。唐田本能的瞪大了双目，拿着令牌满脸恼怒的喊着：“放肆！”下一秒他就感受到了萧雨那极其强悍的法力，筑基6层，竟然是筑基6层！等会还有一个筑基4层的。看着门口把守的王妹，唐田表情颤抖，怎么可能？这个女人之前还不是炼气期，怎么这就筑基4层了？这群人里有3个筑基中期，他们竟然一直隐藏着修为。你们到底有何居心？你们想做什么？你们不要觉得杀了我就能高枕无忧了，我师父不会放过你们的。萧雨上手直接按住了唐田的手，杀你干什么？我肯定不杀你。师父，这女人多次欺负咱们，就让徒儿好好审问审问她。张子霖看着已经动手的萧雨，脸都黑了，这兔崽子做事一点不考虑后果。萧雨早有准备，没事师父，我炼制了忘忧丹，咱们后面喂他吃了不就完了，或者直接把他扔到玄灵宗的地盘。问就是不知道，哈哈，喂他吃了忘忧丹，再把他扔到外面。唐田表情颤抖，这个家伙竟然这么不要脸，竟然敢阴他。张子霖听着萧雨的话语，下意识皱着眉头，还是别把他扔到外面了，这样我记得你不是可以变成别人的样子吗？加上我之前给你的敛气宝珠，别人应该发现不了你。小鱼你就把他们2人打晕，喂点蒙汗药什么的，让他们睡到明天下午再醒。忘忧丹也别忘了喂，估计明天林天海就会出兵咱们分舵，今天咱们先躲着。唐田一听表情颤抖，张子霖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啪！刚一说完，萧雨就扇了他一巴掌。唐田直接被扇得眼冒金星，他做梦都想不到自己拿着令牌这群人还敢玩阴的。见令牌如见宗主，这跟背叛宗门没有任何区别。我一定会让你们后悔的，我一定会让你们后悔的。张子霖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宗门里怎么出了你这么个贱货？你对得起宗门对你的栽培？唐田还在那里喊着，张子霖越听越恼怒，他吃里扒外，宗门里如果都向他尽心尽力，怎么可能会流到这种地步？他还吃里扒外？看着满口胡言的唐田，张子霖一脸恼火地走了过去。萧雨当时就乐了，我操，他师父该不会？下一秒张子霖就上手扇了起来，左一巴掌右一巴掌，他还是头一次这么扇别人，还是他厌恶的家伙，怎么还有点兴奋，而且还很刺激。说我吃里扒外，我去你的！骂完又是一脚就踹在了唐田的脸上。唐田哪里挡得住筑基期的一击，当场就要死。萧雨见状赶忙为对方吃了2颗回气丹。师父，不是你这么玩的，你不能打脸，你不能在他们身上留下痕迹和线索，你得悠着点，不然咱们会暴露的。张子霖一听也觉得有道理，反手就掏出了一根10厘米长的银针。萧雨当时就想到了容嬷嬷，不是，他师父要不要这么毒？他之前怎么没想到用针呢？这玩意要是扎人身上，根本就看不出来多大的伤口，吃点丹药就能长好。张子霖显然是被骂急眼了，说他吃里扒外，说他对不起宗门。看着对面那个颠倒黑白的狗女人，张子霖从来也没有那么生气过，他甚至都有点想哭。自己为了宗门辛辛苦苦那么多年，现在竟然被人派来当炮灰。一个练气期的小辈拿着令牌就过来耀武扬威，他还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气。拽着唐田的胳膊，对着他的腰子猛的就是一针。
一针下去，唐田直接疼哭了，实在太疼了，疼得他动都不敢动了。张子霖表情恼怒，拔出那银针，对着唐田的另一个腰子就比划着，吓得唐田五孔流水。长老，长老，我错了，啊！别扎了，别扎了！晚辈知道错了，真的知道错了。后面的萧雨跟王妹已经不敢吱声了，看着下手如此逆天的张子霖，萧雨一时间觉得他还是对张子霖了解少了。这女人狠起来，真不是男人能比的。下一秒，他就看到张子霖拿起那手指长的银针，对准了唐田的手指甲盖下面的肉缝。我操！师傅，你要不要这么狠？你别把他扎出精神病来了，到时候忘忧丹就不管用了。张子霖根本不听，回想着这段时间所遭受的种种欺压，捏着针对着唐田的指甲盖缝就喊着：我吃里扒外，我对不起宗门，如果不是我，分舵早就被灭了。我舍命救下那么多弟子，孟长老二人之前如果不是想暗算我，他们也不会被对方杀掉。我一心为了宗门，你们就这么对我，都巴不得我死是吧？唐田满脸恐惧的大喊着：长老，我真的错了，你别扎我了，我师父会杀了你的。张子霖闻言颤抖，杀意已经写在了脸上。我死不死不要紧，今天你是别想好过，我忍你们很久了，忍无可忍，无需再忍。说完又是一针，萧雨一脸肉疼。快点放隔音罩，别被人听见了。王妹跟萧雨赶忙布置着隔音罩、遮影阵，生怕被外面的人听见了。叶浩天还在那做着美梦，他好像听到有人在惨叫，好像是萧雨跟吕玲儿那对狗男女在惨叫。我错了，我错了，别扎我了，长老，我真错了。我的手。昏迷中的叶浩天嘴角忍不住的上扬，还敢跟他斗，这就是下场。第一次发疯的张子霖亢奋的不成样子，原来报仇这么痛快。早知道他徒弟有忘忧丹和各种下贱的丹药，他还能被别人欺负到这种地步。看着地上嗷嗷大叫的唐田，张子霖表情颤抖，对着唐田的裤裆又是一针。萧雨已经有点不敢看了，尼玛，哪怕是他萧雨也没有这么歹毒的手段，他师父到底是受了多大的冤屈，这他都能下得去手。王妹还在旁边一脸激动的小声喊着：师父，别扎脸，别扎脸啊，你别用力气砍他，会留下疤痕的。你要是觉得不过瘾就……张子霖闻言皱眉，他可是好人啊，怎么可能做那种没有节操的事？就在这时，旁边的叶浩天突然醒了，他就想起来看看到底是谁在嗷嗷叫。刚一睁眼，他就看到张子霖一个脚踩着唐田的背，一个手拽着唐田的胳膊，一个手拿着烧红的银针，正打算……萧雨一看叶浩天醒了，上手又是一巴掌，叶浩天又被打晕了。半个时辰后，张子霖一脸正义言辞地说着：此事万不可让其余人知道，有损为师的名声。萧雨赶忙抱拳：师父放心，此事绝对不会被别人知道，咱们可从来都是好人啊。王妹连连点头：不错，合欢七美中就属师父最善良，谁不知道咱们师父人善心美。张子霖下意识咽了咽口水，报仇泄愤的他简直不要太畅快。此事一定保密，忘忧丹记得多喂点。小雨，你做事稳重，这事就交给你了，一定不能露了马脚。萧雨抱拳喊着：别说马脚，鸡脚都露不了。萧雨说完，就将唐田跟叶浩天收到了玉女葫芦里，转脸用阴阳界生术易容成了叶浩天的样子，然后就那么朝着分舵飞走了。一路上通行无阻，谁见了他都尊称他一声叶师兄。他就这么回到了叶浩天的住所，先把唐田放出来，拿出一根针，就在那吓唬着：等会我收你进个地方，你要是不想挨扎，你就给我自觉点，懂吗？唐田表情颤抖，他是真怕了。萧雨见状，直接抬手将对方收到了侍女阁里。看着唐田那副样子，二话不说就把鞋脱了。唐田竟然出奇的老实，显然跟这种事相比，被针扎简直就是地狱般的折磨。唐田看着一旁的刘颖珠，他知道自己完了，就算他以后恢复了忘忧丹忘却的记忆，对方也有他的把柄。这群家伙竟然都是猪机器，要是对付起他师父，估计也有胜算。萧雨一脸傲气地看着桌子上的唐田，笑着：其实你长得真一般，论长相还不如我们家里儿，论身材也不如王妹。我之所以这么干，就是单纯的想给我的好大儿戴第二顶帽子。我管他这那的。唐田此时已经恨死叶浩天了，原来对方是因为叶浩天才这么对的他，原来都是叶浩天害的。一想到自己要吃忘忧丹，等醒来又要被叶浩天利用，唐田的内心就有些崩溃。他很清楚，一旦他忘了这段记忆，凭借他的性格还是会来找萧雨他们的麻烦，对方肯定还得拿针扎他。
他根本就没招。与其那样，还不如……看着对面的刘颖珠，唐田一脸委屈地跪在了地上。我错了，我以后都听你的，我不想再被叶浩天利用了。我能不能加入你们？我真的知道错了。萧雨看着对方那样子，嘴角微微上扬，咬破自己的手指，直接放在唐田的眉心上。唐田本能的低头，他知道对方要在他的灵魂上下静止，可他也没有躲闪，因为他不想以后不明不白的死了，不想再被叶浩天利用。萧雨也想不到唐田竟然如此贪生怕死，他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在对方的灵魂下了静止，只要他一个念头，对方就得死。可这东西也有风险，比如唐田万一不要命的把他们的事告诉别人，就是死也拉他们垫背的话，还是有点麻烦的。想到这里的萧雨顿时灵机一动，赶忙拿出一颗筑基丹放到了唐田的面前。既然愿意跟了我，那以后就是我的女人。我跟叶浩天那种家伙不同，我对我的女人不只是嘴上好，我还会拿出实质性的东西。萧雨说着，又拿出了一件中品法器，还有1000灵石。唐田的视线一直死死地盯着那颗筑基丹，这东西可是他梦寐以求的丹药，之前他就一直给他师傅要，可他师傅就是不给，说什么必须要有功才行，不然其余弟子会不平衡的。他即将突破，筑基丹对他来说高于一切。萧雨一看这女人动心了，再次拿出2颗筑基丹，说着：“叫声主人，以后你要丹药、灵石、法器，我都可以给你。筑基失败了，再找我要筑基丹也不是不行，具体怎么做看你表现。”唐田看着那另外2颗筑基丹，眼中冒火：“主人，奴家拜见主人，愿为主人赴汤蹈火。”当晚，屋里的叶浩天有些困倦地挠了挠脸，他好像做了一个梦，好像他娘给他生了个弟弟，就是那弟弟长得有点像萧雨那个貂毛。叶浩天一脸恶心地睁开了眼睛，半天缓不过来劲，怎么会做这种梦？估计是因为这几日天天看到萧雨那张丑脸的原因。叶浩天再次醒了过来，一醒来他就有点懵，他怎么在这躺着的？他不是打算找他娘去杀萧雨吗？他不是还打算把吕玲儿给抓了一雪前耻吗？怎么又睡着了？叶浩天再次起身，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他娘，奇怪了。然后他就又看到他娘桌子上留了一个储物袋，当时他就来了一句：“娘又留个储物袋给我。”我说又干什么？叶浩天一脸傲气的拿起桌子上的储物袋看了起来，看着里面的666块灵石，他的嘴角已经快要压不住了。呵呵，还敢跟他叶浩天抢女人，简直不知死活。等他娘忙完了，肯定还会过来找他的，到时候他再找萧雨算账，他要让萧雨生不如死，宗主来了都没用。他说的还有那吕玲儿，他一定得当着萧雨的面把他给。死婊子竟然敢这么对他，他是不想在合欢宗待了。与此同时，已经回到前线的萧雨，他正在审判室盘问着张红露，那就是奔着叶浩天的出生地去的。说叶浩天还有没有妹妹？还有没有喜欢的女人？你们叶家还有谁跟叶浩天关系好？你说不说？萧雨说完又是一巴掌，张红露被打得脸都肿了，一脸崩溃的大喊着：“你快让王妹住手啊！”我说，我什么都说。后面的王妹一脸阴狠的笑着，还敢还嘴？当时他就要。萧雨赶忙举手喊着：“你等会！”王妹冷哼一声，慢慢把手上的东西放到了旁边。张红露表情颤抖，这群家伙就不是正常人，他还不如死了算了。这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地方到底该怎么出去啊？他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萧雨一脸玩味的抿着嘴，走到张红露跟前就拽起了她的头发。张红露已经不敢骂了，他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他已经不敢想了。早知道就不对付萧雨了，早知道就安分一点了。回想着以前在宗门里嚣张跋扈的自己，回想着他以前为了他儿子干过的坏事，张红露面色悲痛。这就是报应啊！为了帮他儿子找资源找机遇，他害死的合欢宗弟子没有30个也有20个，很多还都是心地不错资质不错的好苗子，就因为影响到了他儿子的前程，就被他害死了。这就是报应吗？他清楚的知道，如果叶浩天的爹看到了萧雨的刘颖珠，他的人生就到头了。他相公的娘跟他本来关系就不好，一直跟他吵，本来就看不惯他，这要是传回叶家，他的下场只会更惨。看着对面的萧雨，张红露的泪水一行一行的流。我说，我什么都说，我只求你别把这件事传出去。要是我被休了，我儿子也就被废了。他爹还有几个夫人，还有几个儿子？萧雨冷声笑着，别给我说什么男人，我就问有哪些女人对叶浩天好？他可还有妹妹，可还有姐姐，或者还有没有什么婚约对象？张红露下意识咽着口水，喉咙隐隐发痛。有，浩天的奶奶。当萧雨听到叶浩天奶奶的时候，本能的缩了缩脖子。王妹一听顿时大怒，一脚
就踩在了张红露的小腹上。老骚货，你纯心的！张红露被踩得疼痛欲裂，满脸委屈的大喊着：“我没胡说，家里对我儿最好的就是他奶奶了。我真的没有胡说。”王妹当时就要拿棍揍他，下一秒萧雨就满脸颤抖的抬起了手。等会，旁边的华莲跟林星4个尼姑都愣住了，众人满脸懵逼的回头看向萧雨。不是，萧雨这是……萧雨面色忧郁，看着对面的张红露，轻声来了一句：“给我说说他奶奶长得怎么样？今年贵庚？”张红露嘴唇颤抖，老太太今年120岁了，不过她修炼的比较早，她7、8岁就开始修炼了。她奶奶的容貌看起来应该只有40多岁，她是筑基9层。萧雨闻言轻笑，之前他就听说有些修仙家族底蕴深厚，有些小孩从几岁开始就开始淬体，10几岁就是炼气期。如果修炼的比较早，那容貌估计也会锁定在年轻的时候。120岁也不是不行，比白月还年轻几十岁。张红露还在那说着，他奶奶燕秀从小就把昊天当成心头肉，那是要什么给什么。平日里我要是当着他的面说我家昊，老太太也会不高兴，甚至还会说我这个当娘的。他现在就在本宗叶家，主人你想把他骗来，我可以想办法，我可以想办法的。萧雨面色兴奋，这已经不是进攻出生地了，这是直接攻击他们源代码了。反正这逼崽子想搞死他，那他也不客气了，以后干脆让叶昊天喊他爷爷算了。旁边的华莲也想到了什么，赶忙上前问着：“叶昊天有祖奶奶吗？”萧雨顿时一愣，本能的回头。张红露摇了摇头，他祖奶奶去年已经陨落了，没能突破到元婴期，寿元消耗殆尽了。萧雨一脸惋惜的吐了吐气，那真是可惜了。行吧，你就加书写一份，把他奶奶喊来，现在就写，我看着你写。萧雨说完就拿出了纸笔，张红露见状便小声的哀求着：“主人，主人能不能别把我的事说出去？红露我以后做牛做马，全心跟着主人。”王妹听完又举起了手，吓得张红露当时就把眼睛闭上了。萧雨深知这种恶女的心理，对方如果已经开始服软了，那就得画饼。看着对方的审判进度已经到了68%，萧雨表情和善：“你在叶家估计也难以突破，你只要跟了我，我不出1年就让你突破到金丹期。你也不想你儿子出事吧？”夫人，张红露顿时心慌。张红露审判进度升为75%，主人，主人只要别杀我，我就是万死也不会跟主人作对，还请主人饶了昊天。张红露审判进度升为78%，萧雨也不废话，打了几巴掌，该给糖吃了。半个时辰后，张红露看着自己已经升到筑基5层的修为，表情极其震惊。他的修为怎么突然？难道是因为萧雨？萧雨轻声安抚着：“我喜欢聪明的女人，我已经给你好处了，你知道该怎么做。”张红露无比震惊地跪了下去。此人竟然有如此本事，那以后这些女人都会变成1等1的高手，这是机缘，天大的机缘啊！张红露审判进度升为100%。红露，拜见主人，为主人赴汤蹈火。萧雨一看张红露的审判值满了，当时他就咧嘴笑了起来。这叶昊天不仅多次害我，还想抢我的灵儿，还使坏害我师父被人针对，我是一定要把他杀了的。只不过不是现在，我还没有玩够，我得让他好好体验一下生活。张红露一听萧雨要杀他，心中绞痛，眼泪直接流了出来。他这辈子没有什么愿望，只希望他儿子能好好的。可他也知道萧雨应该不会放了他。就在这时，萧雨慢慢抬手摸着他的头发，说着：“哭什么？他死了，咱们再生一个不就完了？”张红露还在那里哭着，跪在地上一下一下的磕着头：“主人，我什么都愿意，你别杀昊天，只有这个，我求求你，我愿意把叶家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你，我愿意把那些女人都骗出来。”华莲还想骂他，萧雨却打断了他：“秘密？叶家有什么秘密？”张红露一脸慌张的擦着眼泪说着：“即将开启的万妖秘境中有一件极品宝物九转生死草，我知道他爹有一件法器可以找到那件宝物。”当华莲跟王妹听到九转生死草的时候，俩人的表情瞬间凝固住了。萧雨也注意到了他们二人的表情变化，下意识皱了皱眉头。华莲声音颤抖着，仿佛有些不信：“九转生死草，那株可以肉生白骨的仙草，传闻刚死之人可以凭借此仙草起死回生，而且还能引召死者的灵魂。万妖秘境怎么可能？苍月大陆已经1000年没有出过仙草了。”当萧雨听到可召唤死人的灵魂后，当时就想到了阿香。确定可以召唤死人的灵魂？确定吗？华莲一脸认真的点着头。师父之前告诉过我，100年的草药只能称为凡草，而100年之上的便是我们修士用的灵草，再往上就是1000年灵草，每过1000年，
灵草的药力就会成倍增长。而如果到了万年，有一些处于风水宝地吸收了天地精华的万年灵草，可能就会突破成仙草。而且每种仙草每万年只会出一种。1000年前就有人通过服用通天草从筑基期一跃升到了元婴期，而且还觉醒了万中无一的通天法体。如果真的是九转生死草，主人想复活阿香姑娘绝对有可能。主人有她的尸骨，可以把她的灵魂召唤回来，等以后再去寻找可以肉身白骨的宝物，就能将阿香姑娘彻底复活。王妹也在旁边说着，不错，而且有些仙草可以让原本没有灵根的凡人产生灵根神体。传闻那些东西都是仙界流落下来的，具体有多厉害我也不知道。如果真的有那种东西，此次万妖秘境肯定会是一场腥风血雨，无数宗门都会抢破脑袋，一些陨落老祖的后辈肯定会想办法让他们老祖复活的。萧雨面色凝重，右拳紧紧握着。仙草，九转生死草，如果真有这种东西，他肯定要去搏一搏。这一生他唯一觉得对不起的就是阿香，当年那姑娘几乎是把他当成了好哥哥一样看待，而且还对他表露过心声。回想着之前自己受伤时被阿香照顾的岁月，他的情绪久久不能平复。可就在这时，他好像想到张子灵之前说万妖秘境有他想要的东西，难道就是这九转生死草？看着对面的王妹，萧雨有些低沉地问着，王妹，师傅他是不是也要这东西？王妹有些不确定地摇了摇头，应该不是，师傅应该不知道那里有仙草。之前我听他说过，他好像是想找一种狐妖当灵宠，好像跟师傅的天香体有关，他应该不是为了仙草。萧雨点了点头，看着已经写好家书的张红露，抬手就带着张红露出去了。张红露的审判值已经满了，是不可能再背叛他了，你就自己回分舵找弟子把家书送回去，然后给我监视柳瓶，忙完了洗干净换身好看的衣服过来找我。张红露一脸激动地站了起来，看向萧雨后赶忙低头说着，主人，我能见我儿一面吗？萧雨冷声笑着，随你的便，我话先说好，他要是还敢对付我，我是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的。张红露大喜，赶忙拿着家书离去了。萧雨缓缓吐气，回头看向大帐，想了想，还是去找张子灵问问看。刚一到大帐，他就看到张子灵已经穿上了一件防御宝甲。张子灵看到萧雨后面色一红，赶忙把视线看向远处。萧雨注意到了张子灵的神态变化，两步走到跟前就搂住了他。张子灵竟然没躲，只是一脸呆呆地看着面前的男人。微晕上颊，少女颔首低眉，难掩几分羞怯。纤手轻抚罗裙，纤指微颤，仿佛星湖泛起涟漪。再看时，一面若桃花，双颊染着淡淡的绯红，似是被春风拂过的花瓣。张子灵眼眸低垂，不敢直视萧雨了，不时地抬起头，又迅速低下头，犹如受惊的小鹿。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或许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了这种感觉。萧雨有些意外地看着张子灵说着，师傅，你怎么了？张子灵闻声赶忙抽开身子，面色慌张地走到了一旁，脸上的那抹红晕肉眼可见地开始上涨，到后面整个脸都已经红成了苹果。在昨日萧雨回分舵的时候，他修炼时几乎全是在想他，生怕他在路上遇到危险，生怕他回不来了，生怕他又跟以前一样冲动行事。他感觉他好像有了心魔，要是不看到他在自己身边，修炼都修不下去了。我没事，我已经收到消息了，林天海已经出兵了，明天早上就会攻打分舵，我得去准备一下。张子灵说着就要走，萧雨直接拉住了他，师傅，意思就是说今晚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张子灵心已经快要蹦出来了，赶忙小声说着，谁说没有？萧栋一边关着门一边笑着，我说没有那就没有。张子灵内心慌张，视线不受控制地看向别处，月光透过大帐的帐布照了进来，张子灵的脸被月光映得很是白皙。自从他不想再忍受那些人欺压自己，时而发泄怒火，他心里的某道枷锁仿佛也挣脱了。在他用针捅唐田的时候，他的内心是兴奋的，他从未对他讨厌的人做过这种事，那种激动疯狂的心情难以言表。同时在他内心深处中还有某种东西萌发了，他已经好久不能通过运功修炼提升修为了，不管他怎么吸收天地灵气，怎么吸收丹药的药力，他都难以突破修为，因为他的道心蒙尘了。道心的眼睛被萧雨给蒙住了，她这种女人怎么可能不在意自己的原因？她怎么可能不在意？自从那次后，她就更加难以自控。看着对面朝着自己走来的萧雨，张子灵面色越发慌张。在萧雨抱住他的瞬间，他又满脸慌张地跑开了。他想到了萧雨身边的其他女人，那一刻他早已泛红的脸上悄无声息地出现了一丝幽怨。别碰我，你有女人还来找我作甚？萧雨才不管他怎么想，走到跟前猛地抓住了他的手，轻声在他耳边说着，来找你是因为你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来找你。张子霖侧目瞪了他一眼，听着如此不要脸的话语，他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生气。什么叫他是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其余的女人也重要。萧雨就那么一脸亲密的在他耳边轻声细语的说着。师傅。张子霖眉眼上挑，你这还有脸叫师傅呢？萧雨嘿嘿一笑，要不咱们各论各的，我叫你师傅，你叫我相公。张子霖顿时没好气的翻了个白眼，美的你，少在那给我灌迷魂汤，你当我是小姑娘吗？萧雨直接顺着他的胳膊牵住了他的手，而后十指紧扣将对方搂了过来。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小姑娘，实在不行，白天我喊你师傅，晚上我喊你娘子。张子霖被紧扣的五指越发用力，攥得萧雨指缝生疼。实在不行，师傅，你白天喊我徒儿，晚上喊我相公，怎么样？张子霖一脸没好气的哼着。你倒是不吃亏，你少在那糊弄我，想成为我的道侣，那就只能一心一意，不能三心二意。你必须把那些不相干的女人都给赶走，否则我死都不会跟你走到一起。张子霖一说完，就满脸羞红的把头歪到一旁。他到底在说什么东西？他这个当师傅的是疯了吗？萧雨嘴角微微上扬，看着已经动了春心的张子霖，再次来到对方左耳旁小声说着。师傅，我对你绝对是一心一人，我心里绝对没有其他女人，我只爱你一人，我根本就不爱其他女人，她们怎么样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的心一直都是师傅一人的。你看张子霖信不？张子霖一脸鄙夷的歪过头，看着满嘴胡扯的萧雨，他真想扇他2巴掌。可女人毕竟是女人，没有哪个女人不喜欢听假话，尤其是这种靠在自己耳边说的假话。如果萧雨只是站在对面说什么喜欢他，那种话说出来影响也不大。萧雨现在也是老手了，他清楚的知道女人喜欢听什么。同样一句喜欢，他只需要搂着对方，深情的在对方耳旁说，那效果自然是不一样的。你说你不爱那些女人，那你怎么还找？你别想骗我，你跟那些女人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你别以为我好骗，我肯定是不会同意的。你别做梦了，还想倒转天罡逆途冲尸？你别以为我好欺负。张子霖还在那说着，还没说完，萧雨就亲了过来。当时张子霖就慌了，猛地伸手去拍打萧雨的肩膀，可刚打上去的瞬间，他却无比震惊地发现，萧雨的修为竟然已经到了筑基后期，而且气息比他还要强横。九阳神体，萧雨的实力已经跟他不相上下了。这才多久，这个家伙就在张子霖震撼的时候，他已经被亲了老半天了。回过神的张子霖当时就怒了，猛地那么一咬，萧雨眉眼颤抖，根本不带怂的，嘴里全是血，他也不管。张子霖都无语了，这混账有病，他就是有病，他真服了。2个时辰后，张子霖坐在床边穿着衣服，他今天竟然疯了，真是疯了。如果说第一次是因为想打败叶芷柔，第2次是为了疗伤的话，那这第3次算什么？这第3次俩人的行为纯属自愿。而且最离谱的是，张子霖现在的修为已经长到了筑基大圆满，距离金丹境就只有1步之遥。反观旁边的萧雨，他的修为又掉到了筑基中期，筑基5层。萧雨面色傲然，一脸义正言辞地说着，我的修为就是娘子的修为，1日为师，终身为妻，不为别的，就冲你一开始愿意保护我，愿意把炼丹房给我修炼，愿意收我为徒，我就已经死心塌地地爱上了你。其余那些女人怎么可能跟师傅比？她们都是侍女，对，都是侍女。师傅只要跟了徒儿，那绝对是大夫人。张子霖的嘴都撅天上去了，一脸没好气的记着肚兜。那2夫人是哪个？萧雨张嘴就来，你想让哪个当2夫人，哪个就是2夫人。张子霖是真无语了，这狗男人就是故意的，故意把修为过给了他。他肯定知道自己已经到心蒙尘了，已经知道自己不能提升修为了，所以他故意的。师傅，你要是说话我就当你同意了，以后你就是我娘子了。放心，白天我肯定叫你师傅，晚上我再喊你娘子。张子霖本能的摇头，我不同意。萧雨，我妈从小告诉我，女人不同意就是同意的意思。张子霖，那我同意。萧雨哈哈一笑，既然你都同意了，那咱们就拜堂吧。张子霖当时就愣了，拜堂？现在？张子霖显然被萧雨的一系列操作整不会了，开什么玩笑？拜堂？在这？看着当场拿出2件喜服的萧雨，张子霖吓得直接站了起来。萧雨左手拿着火折子，右手拿着红蜡烛点着，一脸暗示的看向张子霖。张子霖哪里见过这种大场面，那表情只能用呆逼来形容。拜堂？成亲，你休要乱来，怎么可能就这么匆匆拜堂？你就算想娶我，也得经过我师父的同意。你以为是农户配猪呢？拉过来就能拜堂了？萧雨眉眼上扬，
就凭他师傅这个智商，还跟他玩心眼子呢。哦，那意思就是说，师傅你同意嫁给我了？只不过想举办一个盛大的成亲仪式，还得让你师傅跟家里人同意是吧？张子霖当时就伸直了脖子。我什么时候同意了？你不要整这些有的没的。张子霖说着就要走，他感觉再跟他说2句，他都得被骗成猪头。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感觉？如果以前有人跟他说这种话，他肯定会发怒的。可这会怎么？这到底是什么感觉？感受着内心不断加速的心跳，张子霖已经有些慌了。这就是喜欢吗？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心跳会加速。可他有女人啊，如果只是女丫鬟的话，也不是不行吧。凡人尚可3妻4妾，合欢宗的修仙者多一些侍女，岂不是更合理？而且他还是9阳神体，以后前途必将无量，就算不跟他在一起，他的女人也少不了。就是得确定他到底是不是真心的，还是说只是贪图他的天香体，得确定一下他到底是不是真心的。看了看时辰，现在天还没亮，还有时间。张子霖便转过头说着，你说你喜欢我，可你有那么多女人，我自然不会信你的鬼话，除非你以死明志。刚一说完，萧雨就拿着刀对着左手手腕砍了一刀。张子霖当时就愣了，呆了，懵了。萧雨就那么拿着刀一刀一刀的砍着。张子霖回过神后，吓得眼泪都出来了。你干什么啊？你快住手！刚一走到跟前，他就看到萧雨手上的刀是软的，那只是一个像刀的兽骨。萧雨的手根本就没破皮。张子霖一看萧雨又忽悠他，当时就想发威，你大爷的，我不理你了。然后他就走到了门口，刚一到门口，萧雨就把他按门上了。这回是真的，这回是真的，你不是想看看我的真心吗？那来吧。萧雨说着就把张子霖的右手按到了他的背后。张子霖是真无语了，这狗东西有完没完了，真的是。还没等萧雨收工，门外就突然跑来一个女弟子喊着，不好了，不好了，张长老！林天海率领一众人马已经杀分舵去了，他们比预期提前了2个时辰。长老，张长老！门口的张子霖面色慌张，赶忙推开萧雨，烦死了！哎呀！门外的弟子表情疑惑，张长老。又了一会，大帐内便传来了张子霖的声音，嘿嘿，我已知晓，告诉所有弟子一炷香后全军随我突击。那女弟子闻声抱拳，弟子领命。张子霖当时就要出去，萧雨赶忙在后面喊着，你不是说一炷香后集合突击吗？我只需要半炷香。张子霖眉眼抽搐，这家伙有病。半炷香后，萧雨就这么满脸傲气的跟在张子霖后面走到了队伍前。张子霖看着面前的队伍，下意识清了清嗓子，总感觉嗓子有点疼。嗨嗨，诸位合欢宗同僚，玄灵宗期我宗门已久，更残害我宗弟子无数，今日到了咱们一雪前耻的时候。现在他们已经在江流山上修建了据点，而且防守懈怠，主力部队已经杀向咱们分舵。此天赐良机，诸位还请随我占领敌军要地，速速动身。张子霖说完便举剑看向前方，眼神决然。兵贵神速，此战必胜。言罢，众人齐齐而上，原地升空。萧雨就那么跟在张子霖身侧，王妹也被放了出来。张子霖侧目看了一眼王妹，又看了一眼萧雨，右拳紧握，这混账，直接把他师徒3人都给，这要是传出去，不得被人骂死。不管怎么样，他都不能让人知道他跟萧雨之间的关系。就在这时，张子霖的队伍已经飞到了云层之上，一行人就那么在天上朝着下方的江流山坠落了下去。每个人的手里都拿出了提前准备好的爆炸物，火弹符、暴雷符等。看着云层下方的玄灵宗据点，张子霖首当其冲，给我杀！小风破晓，数十名合欢宗修士阵翼腾空，剑指敌营。五色霞光般的符箓在天空中划过，成百上千张符箓如流星坠落，撞在下方的防御阵法上，雷霆之声震耳欲聋，火光冲天。不好，敌袭！快御敌！啊！可恶，南边的阵法要裂开了，快派人去找支援。下方据点乱作一团，张子霖旗下弟子各施神通，飞剑、法器、灵符交织成一幅璀璨的战图。下一秒，数名修士跟着张子霖御剑飞行于据点南侧。张子霖抬手一挥，一时光华漫天，五彩斑斓。其余弟子有的挥手招出紫雷，有的祭出火球，有的以水为刃，有的以风为刃，攻击如暴风骤雨般倾泻而下。南部阵法当场裂开，张子霖眼中放光，阵法已破，随我入阵杀敌。萧雨看着如此轻而易举就被打破的阵法，表情低沉。对方是猪吗？
怎么就只派这么点人防守？这阵法破的有点太快了，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看着已经在据点里杀了几名敌军的张子霖，萧雨并没有跟着下去。下方的张子霖也发现了不对，怎么这里留守的人竟然还有淬体期的，全是炮灰。就在这时，原本破开的阵法突然法光大开，一道闪着圣兽的巨大金阵猛然竖起。张子霖表情颤抖，快撤！还没等张子霖飞出去，四周便被新的阵法封住了。张子霖面色凝重，看着阵法上的四圣兽越发忌惮。天罡四象阵，好大的手笔！就在这时，云层之上隐约出现一队人马，足足有100人之多，为首的便是林策的爹林天海。看着已经被困于阵中的张子霖，林天海表情恼怒，眉眼肉眼可见的竖起。张子霖，今日我就要你给我偿命！张子霖闻声看去，顿时眉眼颤抖。刚才那个给他报信的女弟子竟然就站在林天海身侧，他底下进了奸细。该死的吴克，我对你也不薄，你竟然敢背叛我！天上那女人在听到张子霖的声音后，面色愤恨，一边扯下脸上的人皮面具，一边轻声说着，邪魔歪道，人人得而诛之。我可不是什么吴克，你那徒弟早就死了。张子霖看到那女人的真实面容后，眉眼颤抖。柳如烟，你是什么时候？萧雨在听到柳如烟3个字的时候，顿时眉眼上挑。我操！当时他就怀着一副虔诚的神情看了上去，能起这个名字绝对不是一般人物。抬头就那么一看，顿时我草连连。其容若桃李之朝露，寒露清土，脱俗而不沾尘，目若星辰，清澈见底，仿佛藏有万千流星划过，娇艳欲滴。她身着素白长裙，随风轻舞，不染半点尘埃。尤其是她那张韵味十足的脸，把成熟御姐4个字已经写在了脸上。在萧雨所有女人中，也就只有白月能算得上御姐。韩秋水是霸道富态，张红露是阿姨，其余几个多少带点稚嫩。如烟大帝，萧雨一脸赞叹地摸着下巴称赞着。天上人数虽然多，但是筑基期就只有2个，一个是林天海，另一个便是柳如烟。看着柳如烟那御姐范十足的身材和气质，萧雨不由得打了个激灵。侍女阁里的华莲看着外面那女人，面色阴沉。柳如烟，玄灵宗的执法长老，传闻此女籍其擅长心计，诡计多端，估计她早就潜伏到了合欢宗当内奸，咱们的一举一动他们都知晓。江流山的据点就是一个圈套，林天海的目的一开始就是张子霖，他根本就不想去分舵。一旁像狗一样趴在地上吃饭的叶芷柔有些小声地问着，主人为何叫她如烟大帝啊？萧雨一脸玩味地笑着，传闻此女是渣女界的天花板，道侣最少1000多人，白月光700多个，青梅竹马也得有300-400。她穷过，富过，拜金过，心机过，绿茶过，但是绝对没有丑过。如此逆天的女人被称为大帝不过分吧？萧雨面色玩味地看着那女人，怎么系统没有出恶女判定？感情这柳如烟还是好女人了，估计柳如烟没有杀过几个人，如果只是渣女的话，或许不会被系统判定。她也是够刁的，潜伏在张子霖底下那么久，也不怕被人发现，估计有什么收敛气息的宝物。天上的林天海面色恼怒，看着阵法中的张子霖，举剑大喊着：张子霖，我儿那日上山被你杀害，杀子之仇今日必报，所有人给我上！杀张子霖者赏1件上品法器。言罢，天上那些人全都飞了下来，柳如烟也拿着法剑杀了下去。所有人都把阵法外的萧雨王妹忽略了。侍女阁的华莲、赵红叶、叶子妹、叶芷柔已经开始换衣服了，每个人都把脸蒙住了。赵红叶看着外面那些玄灵宗的弟子，一脸不安，他实在不想同门操戈。萧雨一看他不想动手，便让他退下了，反手他就把张兰和黄香给放拉了过来。这几个人清一色都是筑基初期。萧雨看着外面打斗的场面，轻声说着：黄香、张兰，你们母子头一次作战，站我后面护法就可以了，其余所有人给我活抓柳如烟，谁抓到他我大大有赏。叶芷柔一听大大有赏，当时就摸了摸自己脖子上的狗铃铛，表情极其亢奋。正当林天海带队攻打张子霖的时候，萧雨便带着一队筑基期蒙着脸杀了过去，众人一个照面就干掉了10几人。林天海顿时一愣，什么情况？柳如烟也呆住了，看着后面那群蒙面的筑基期修士，表情越发的慌张。不好，有援兵！林天海赶忙举剑喊着，所有人转攻为守，火速进阵。阵法中的张子霖看着萧雨，抬手就放出了一大群女人，当时他就黑了脸，杀意已经在他脸上具象化了。最让他无语的是，那些女人竟然都是筑基初期。看着对面杀来一人，张子霖抬手就是绝杀，一招鬼狼链直接秒了7、8个。刚进到阵里的林天海看到这一幕，胆战心惊。筑基大圆满
啊！怎么会是筑基期大圆满？柳如烟，你怎么不跟我？他已经大圆满了。被叶芷柔几人围困的柳如烟也懵了，怎么回事？之前明明是筑基8层啊，怎么转眼就筑基期大圆满了？什么情况？还没等他回过神，发疯的叶芷柔就放出了法剑。贱货看招！玄女诛邪剑。柳如烟是真怕了，抬手赶忙放出天雷子，想要抵挡叶芷柔的攻击。随着一颗天雷子在前方爆炸，一时烟尘四起，叶芷柔的半条手臂当场就被炸烂了。可他就跟不怕疼似的，嗷嗷叫着朝着柳如烟杀了过去。柳如烟脸都绿了，疯子，你个疯子！叶芷柔现在就只想萧雨的奖赏，他什么都不想，不就是被炸断胳膊吗？还不如他主人掰他手指来的疼。区区致命伤，不足挂齿，只要帮主人抓了这个骚货，主人肯定会治好他。后面的叶子妹一看叶芷柔发疯似的杀了过去，当时她也冲了上去，她也想要奖励。跟叶芷柔不同，叶子妹想要的奖励跟别的女人不一样。自从她知道她师父白月被关在审判室里后，她就魂不守舍。她还没有试过她师父呢，那可是正道圣女啊，今日就是扔半条命，她也得见识一下她师父白月的手段。当场叶子妹就烧起了寿元。谁都别跟我抢！叶子妹燃烧寿元的瞬间，叶芷柔也嗷嗷叫着烧起了寿元，华脸表情颤抖。她知道叶子妹肯定是想找她师父白月，这个狗娘养的死变态都沦落到这种地步了，还想着这种事。除了她主人，谁都不能欺负她师父。华脸猛地一挥剑，全身法力倾泻而出，3000青丝风中乱舞。燃烧寿元的瞬间，身前法剑一化3000，吓得柳如烟当场就要跑。这群女人疯了，疯了，真是疯了！她活了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见过一开始斗法就燃烧寿元的。本来这几个女人的修为就不比她低，看着三面来敌，柳如烟也烧起了寿元。人家是烧寿元活抓她，她是烧寿元逃命。阵法里的林天海也被吃醋的张子林笃居典礼了。柳如烟，快来救我！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他已经筑基期大圆满了？老夫被你害死了！快点来救我！我命令你来救我！张子林的心情不比外面那几个人好，眉眼竖起的瞬间，直接扔出90多张火弹符，好似机关枪。林天海身旁的弟子就好似油锅里的蛤蟆，被炸得外焦里嫩。等他杀出去，一定让萧雨给个合理的解释。不是只爱他一人吗？不是说心里只有他吗？晚上吹灯关门的时候说的那么好听，感情都是忽悠他的。看着那些筑基初期的女人，张子林敢断定这些女人都是因为九阳神体才提升的修为。最离谱的是，那些女人竟然长得都还不赖，尤其是那个华莲，一看就是正派的女修，气质竟然跟她不相上下。你要说萧雨只找一些好女人也就算了，怎么还有叶芷柔那个贱货？要不说叶芷柔她能被宗门扒拉下来，她竟然还跟叶芷柔走到一起了。最离谱的是，她竟然看到叶芷柔脖子上有个铃铛。我去他妈的！张子林怒气值直接爆了，一招打出，林天海当场就吐血了。饶命！饶！张子林表情恼怒，他之前都想跟萧雨走一起了，都想当他道侣了，这家伙竟然这么会玩，挺会玩啊！林天海还在那喊着，早知道就不进阵法了，这不是找死吗？下一秒他就感觉脖子一凉，好像有点天旋地转。奇怪，他怎么看到他的身体了？再看时，林天海已经身首异处了。张子林一脸激动地拿出火弹符，对着林天海的尸体就烧，转脸就看向了其余玄灵宗的弟子，把阵给我打开。那些弟子一看林天海都死了，当场就怂了，有些人直接跪地上投降了。别杀我，我投降，投降了。外面的萧雨看着怒气冲冲的张子林，重新的咽了咽口水，还没等他回过神，张子林已经杀出来了，离老远就放出了50多张火弹符。狗东西，你敢耍我！孙子儿，挺会玩啊！萧雨转脸就跑，一边跑着一边喊着：“王妹救我！”王妹见状，赶忙冲了过来：“师父冷静啊，冷静啊！冲动是魔鬼啊，师父，你还年轻，一定不能走到犯罪的道路上。”还没等他说出下一句，张子林就把他踹上了天。可王妹是何人？他就是死也得护着萧雨。当时他就燃烧起寿元，拉住了张子林的腿。师父，嗨，你听徒儿说。张子林一看他徒弟竟然为了那个狗东西烧起了寿元，他感觉他的心被狗吃了，他感觉他再也不会快乐了。好啊，王妹竟然还真跟他有这种关系，他这个当师傅的算什么？一招震晕王妹后，张子林火速飞遁。萧雨，你给我站住！我数到3，1，你看萧雨敢站住不？尼玛，这张子林要不要这么激动？
激动的有些过了。萧雨一边飞着一边喊着：“我要不找那么多女人当侍女，今天咱们就挂了。我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冲动是魔鬼啊，冲动是魔鬼。咱们有话好好说，你就算不为了我考虑，你也得为了你肚里的孩子考虑。你万一有了呢？”张子霖眉眼竖起：“少废话，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哎呦，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你个狗东西，到底还有多少女人？你快点给我说，你挺会玩啊！眼看张子霖就要追上来，萧雨突然大声指着后面喊了一句：“飞碟！”张子霖下意识回头，下一秒他的储物袋就被萧雨偷走了。萧雨转脸飞遁：“娘子，娘子，你别冲动，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啊！”张子霖一看这狗东西竟然敢偷他储物袋，当时他就怒了：“你大爷的！”正当他快要追上萧雨的时候，他突然闻到空气中有股香甜的味道，当时他就愣了一下：“迷魂烟，你！”紧接着他就看到萧雨在对面咧嘴笑了起来：“娘子莫慌，我肯定不会害你的，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提高战力，都是为了帮你重振宗门荣光啊！”张子霖面色滚烫，他竟然被萧雨阴了。什么时候？不好！再这么催动法力，迷魂烟就要充斥心脉了。还没等他回过神，萧雨就飞了过来，一把搂住他，就在那说着：“娘子，你听我跟你说，你听我跟你说。”后面发生了什么，张子霖就不知道了。半个时辰后，张子霖一睁眼就看到萧雨在收他的鬼狼链，当时他就怒了：“你个混蛋，竟然这么对我！我跟你没完！”可现在的他一没有法器，二没有储物袋，根本不是神装萧雨的对手。萧雨上手就是一巴掌，扇得张子霖嘴唇颤抖：“你敢打我？”萧雨也来劲了，上手又是一巴掌：“我打你咋了？老爷们还能被自家女人欺负了？给你脸了，要不是我，你早就死800回了。”啪，又是一巴掌。张子霖当时就懵了：“死女人给我老实点，还敢给我赛脸？没事找事，信不信我休了你？给我过来！”张子霖哪里见过萧雨这副神态，之前左一句爱右一句情的，再不济他还会说为了他心甘情愿的去死，这回他竟然敢打他了。我让你过来你听不见吗？你要是觉得亏了，就把修为还给我。你也不想想，我都有那么多女人，还每天屁颠的跑去找你，那能不是真爱？我找那么多女人都是为了保护你，我总不能找一群男人保护你吧？你可是天香体，我这个人占有欲太强了，别的男人看你一眼，我就觉得是在抢。我说错了吗？我要是不喜欢你，我还让你当大老婆？萧雨越说越激动，要想扑要别人，那就先扑要自己。这一会他连自己都快信了，面色颤抖的吼着：“你还敢给我玩蜀道山？我现在蜀道山，你要是不过来，那你就滚吧！”对面的张子霖突然一激灵，好像说的有点道理。他都那么多女人了，还来找他，还让他当大老婆，这能不是爱？那几个女人有几个比他丑的？可那叶芷柔怎么还带起铃铛来了？这能是人？不过来是吧？行，咱俩到头了，以后你真有了崽也别来找我，我不认。萧雨说到这里的时候，张子霖当时就怂了，低着头撅着嘴，慢悠悠的飞了过来，看着萧雨也不吭气。萧雨一脸装模作样的抬起右手：“还不过来扶我？给你脸了是吧？”张子霖一脸委屈的低着头，眼泪在眼眶打转。只要萧雨再骂一句，他估计就得哭。他甚至不敢睁开眼，希望是他的幻觉。他从小就想找个疼他的道侣，而且之前是想结丹后再找的，必须得找一个一心一意的。怎么找了个这种男人？原因给了，徒弟也给了，他现在嗓子疼得跟小刀刮似的，他竟然还敢凶他，他不委屈吧？你要说只是几个普通的侍女也就算了，那叶芷柔都把铃铛带上了，那能是人？能是人？萧雨也看出张子霖想哭了，当时他就咽了咽口水，不能再骂了。他既然飞过来了，那就说明他还是想跟他的。巴掌打过了，得给糖吃了。我其实这么做都是为了你，你不是说你想重振合欢宗荣光吗？仅仅凭借你一人怎么做得到？现在咱们这么多筑基期，只要我帮你结成金丹，咱们就可以自立门户了。只要到了金丹期，就可以自己建立宗门了。我收叶芷柔、华莲他们，还不都是为了咱们的将来？张子霖也不吱声，他现在就想哭，脑子里全是叶芷柔的铃铛，那能是人？看着天上龇牙咧嘴、悍不畏死的朝着柳如烟杀去的叶芷柔，张子霖下意识擦了擦眼泪。萧雨还在那说着：“我收他们主要是为了他们的功法，玉女宗的功法那么多，到时候咱们就可以给底下的弟子。你说对不对？做大做强，再创辉煌。”
到时候我给你整一件法宝，再给你弄点神丹，咱们找个地方自立门户，岂不快哉？我就是看你一直在宗门被人欺负，所以才为了你收了这么多女人。你以为我想找？你知道我说服叶芷柔的时候多费劲吗？我差点就被他给杀了，我还不都是为了你。就在萧雨忽悠着的时候，天上的叶芷柔跟叶子妹突然怪叫了起来。啊！柳如烟，我要你的命！姐妹两个为了不让华莲截胡，一左一右开始夹击，吓得柳如烟魂飞魄散，刚想跑就被叶芷柔的法剑顶住了脖子。叶子妹赶忙拿出散灵丹，打算喂柳如烟吃，对方死活不张嘴。叶芷柔表情恼怒，握住柳如烟的小拇指就掰，还敢挡！咔！柳如烟的小拇指当场就被叶芷柔给掰断了。叶芷柔表情极其的兴奋，哈哈，掰手指好玩啊！柳如烟这回是真怕了，看着叶子妹手里的散灵丹，强忍着疼痛吃了下去。下一秒，她身上的法力就被隔绝了。叶子妹一脸激动的嗷嗷叫着：“哈哈，主人，主人，主人，我们抓到他了，我们抓到他了！”叶芷柔见状，赶忙在那喊着：“主人，是我抓到的！”叶子妹满脸不服气的喊着：“是我喂他吃的散灵丹，是我抓到的！”叶芷柔顿时怒火中烧：“放你娘的屁！明明是我抓的，你他妈的看什么？出来单挑啊！你以为我刁你啊？出来单挑！”叶子妹为了得到她师父白月的一切，根本不带怂的。来啊！我怕你！然后俩人就在天上搏起了命，招招狠辣。萧雨一脸无语的眯着眼，搞什么？你们两个吃饱了撑的，给我安分点！叶子妹一听萧雨生气了，当时就停手了。叶芷柔反应慢了一拍，还在那打着。下一秒，她就突然看到萧雨正阴森森冷冰冰的瞪着她，当时她就慌了，下意识咽了咽口水。萧雨正找不到地方发泄心中的怒火，一脸毛躁的伸着中指比划着。叶芷柔就那么低着头缩着脖子走了过来。主人！言语中声音极其颤抖。萧雨上手就是一巴掌，啪！叶芷柔根本不敢躲，紧接着萧雨反手又是一巴掌。我说安分点没听见，还让我说2遍。说完拽着叶芷柔的头发，按着她的脑袋就砸到了地上。张子玲当时就打了个哆嗦，这要不要这么狠？啊！主人，我错了，我错了，别掰我手指，我真错了。萧雨才不管那么多，他得让张子玲看看带铃铛代表着什么。咔嚓咔嚓，叶芷柔的手指又断了。当时他就满脸委屈的哭了，可想了想，他突然又有点开心。主人掰了他手指，肯定会治好他的。一想到后面萧雨会治好他，叶芷柔当时就笑了。萧雨看到这一幕，顿时一愣：“你他妈的还敢笑！”然后他就拽起了叶芷柔的胳膊。张子玲面色慌张：“你别那么狠啊！”萧雨侧目看向张子玲，心里不知在想什么。叶芷柔现在也不敢吱声了，反正他要的奖励跟惩罚是一样的。现在他手指被掰了，过不了多久，萧雨就得来给他治。就算现在没有奖励也没事了，负负的正，结果都是一样的。就在这时，王妹回来了，抬手抱拳喊着：“回禀师父，我们已经将此地据点拿下了，俘虏了46名敌军，共计灭杀69名，缴获灵石、道具、法器无数，此战大捷。”张子玲缓缓吐气，慢慢调整了思绪。此战虽取胜，可他也清楚，如果不是萧雨的话，他今日恐怕难以善终了。正派的家伙其实跟合欢宗的没什么区别，尤其是男人。男人不管是加入魔道还是加入正派，都是一样的，都会对长相不错的女修其歹意。如果今天不是萧雨，他有什么下场他清楚得很。传我命令，所有人原地戒备，将那些俘虏的储物袋都给收了，为其吃下散灵丹。派人。张子玲说到这里，便低手摸起了下巴。如果只要将此事回禀给分舵，那凭借柳萍的尿性，肯定会说是他柳萍居功至伟。可该怎么做呢？萧雨见状，轻声给他传音，叫声相公，我帮你。张子玲略显委屈，相公，我其实知道该怎么做的，不用相公费心。张子玲想了想后，便攥紧了拳头。既然如此，他只能给他师父写信了，就说他现在要闭关突破，正好刚拿下江流山，以后就在江流山建立自己的合欢宗分部，顺便再把他成功干掉林天海取胜的事汇报一下，看看能不能从这些俘虏中也收纳一些人加入他的分部，直接越级汇报，让他师父去帮他申请。想到这里的张子玲便开始布置了。王妹见状，也跟队伍里的吕莲儿等弟子跟了过去。萧雨一脸玩味的回头看向叶子妹旁边的柳如烟，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他师父不管柳如烟了是吧？意思就是说留给他了。有时候女人还是不能惯着，该打打。萧雨一脸玩味的咧嘴笑着，而后他便让叶子妹叶芷柔压着柳如烟去了下面的一处房间。
看着那些弟子，萧雨直接说着：“张长老命我审问此贼，闲杂人等不准靠近后面那个房间。”然后他就直接占了一个靠近角落的房间，来到房间内，抬手拿出花高价买的隔音罩、遮影阵等阵法，而后便看向了被按在地上的柳如烟。叶子妹见状，眉眼欣喜，一脸期待。萧雨单手摸着下巴：“既然是你们姐妹二人抓到的他，那奖励你们姐妹二人就平分吧。你们师父白月的审判值应该快满了，最后关头就交给你们审判了。切记不准给我打他，也不准害他，更不准伤他。除此之外，你们想做什么都行。顺便把他审判值给我拉满，这奖励你们可满意？”叶子妹连连点头，一脸兴奋地攥着拳头：“满意，满意！主人您太好了！”叶芷柔下意识撅起了嘴，想了想还是笑了：“满意，多谢主人赏赐。”萧雨看着叶芷柔那样子，估计现在不治好，晚上就得死。想了想后，他便把叶芷柔牵到了后面。一炷香后，萧雨把痊愈的叶芷柔和叶子妹收到了白月的审判室。叶子妹在看到白月后，激动的脸都变形了：“师父，师父，嘿嘿嘿嘿嘿，师父，徒儿这就来陪你。”白月在听到叶子妹的声音后，本能的攥紧了拳头。干什么？他刚接了3统灵拳，现在法力枯竭。叶芷柔现在伤势也好了，看着旁边面色激动的叶子妹，他有些懵。不是，这算什么奖励？他又不喜欢这样。刚才萧雨治病就花了一炷香的时间，他都没反应过来就到点了。叶子妹一看他姐姐没反应，当时他就一脸坏笑的来了一句：“姐姐，师父可是先天法体啊，主人让我们来是真的想奖励我们。不说多的，咱们的修为肯定会提升的。”叶芷柔一听对方喊她姐姐，她的表情略显缓和：“说得对啊，他师父是先天法体，这是实打实的奖励。”看着审判室里被堵上嘴的白月，叶芷柔眉眼上扬，回想着当年白月对她的管教，对她的惩罚，当时叶芷柔的表情就病态了起来。“师父，嘿嘿嘿，委屈师父一下咯。”白月面色越发的慌张，可是却没人回应。外面的萧雨此时正看着吃了散灵丹的柳如烟，轻声笑着。这女人长得有点太御姐了，是那种年轻的御姐，不像韩秋水跟张红露那种有成熟韵味的。柳如烟看着对面的萧雨，面色略显慌张：“你想干什么？”萧雨眼神上扬：“干什么？你说干什么？”柳如烟下意识咽了咽口水，内心慌张：“我是不会背叛玄灵宗的，你有什么就使出来，要杀便杀。”萧雨似笑非笑地看向对方，这柳如烟既然能一直在合欢宗潜伏，那就说明这个女人肯定是有心机跟城府的。既然对方有城府，那他就更兴奋了。杀你肯定是不会杀的，不过我打算把你上交给宗门当公用炉鼎，到时候换点法器什么的。柳如烟顿时大怒：“你敢！”萧雨上手就是一巴掌。柳如烟面色不忿，一脸恶狠狠地瞪着眼睛，好像要活撕了萧雨。萧雨嘴角上扬，对方越是火辣，他就越是兴奋。搞清楚你现在什么身份？你只不过是一个俘虏，还敢跟我叫哇哇？是你先当奸细害我们的，你别以为自己有多清高。萧雨说着就慢慢走了过去。柳如烟面色颤抖，看着萧雨的表情，当时他就有点慌。你要干什么？你到底想干什么？萧雨已经不想跟他废话了。半个时辰后，萧雨一脸懵逼地抽着烟斗，他有点不敢相信地眯着眼看向柳如烟：“你敢谢？她竟然还是个黄花闺女！”柳如烟就在那哭着，要死要活的。萧雨赶忙上前哄着：“别骂了，你怎么还有原因？你都把我思路打断了，我操！你倒是早说啊，早说我就对你好点了。”柳如烟表情愤恨：“滚，别碰我！”萧雨看着对方那要死要活的样子，下意识皱着眉头。对方既然有原因的话，那他之前对柳如烟的评价就做不得数，都是他自己胡乱猜测的。有个别心机女，其实都只是想报复男人，身子倒还是干净的，难怪没被系统判定为恶女，感情是这么回事。萧雨看着面色愤恨的柳如烟，下意识摸起了脑门。不过这家的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菜汤也多，等晚上饿了再来这家吃。就在这时，张红露赶了过来，看着已经将江流山拿下来的萧雨，双眼憧憬。清点物资的张子玲在看到张红露后，本能地认为对方是来对付她的，可张红露见了她后，却一脸恭敬地躬身行了个礼，还给她传音来了一句：“妹妹拜见姐姐。”然后张红露就朝着萧雨所在的房间飞去了。张子玲眼角颤抖，当时她就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真是无语了。生气归生气，可张子玲现在的心思也安稳了下来。既然张红露这个执法长老的夫人都已经归顺了，那她真的可以自己建立一个分部了，或者自立门户，建立一个隶属于合欢宗下面的一等宗门，这样上面就不会太过管制她了。这倒是个机会，就看怎么运作了。
已经来到萧雨跟前的张红露正在地上诚恳地跪着。主人，昊天的奶奶现在在闭关呢，我没能把她找来，可是信我已经送到叶家了，到时候她肯定会给我回信的。萧雨闻声便将张红露收到了侍女阁里，而后他便转身看向了柳如烟，估计短时间内他们都要留在山上了。玄灵宗肯定是不敢大举进攻的，林天海跟柳如烟败得这么突然，他们没调查清楚，肯定不敢来，干脆利用这段时间好好闭关修炼一下，全力备战万妖秘境，得想办法把那仙草给捣到手。萧雨思索着，看着一旁还在骂的柳如烟，低声说着：这样，我看你也不想跟我们魔道同流合污，那我干脆就把你底下的弟子都给杀了。我记得刚才你身后好像有几个弟子对吧？柳如烟面露惊慌，还没等他开口，萧雨就要出去。等等，你等等。萧雨单手捏着柳如烟的下巴，轻笑着：我有一个法器，如果你不想看到你徒弟被我砍掉脑袋，你就进到我的法器中。柳如烟右拳紧握，面色越发的惊恐。之前他就听说合欢宗有些修士会把人炼制成丹药或者炉鼎，以身为炉鼎，以法力精气为药引，再炼化对方的灵魂，就可以快速提高自己的修为。之前他就见过一个被炼制成炉鼎的女人，人不人鬼不鬼，此生也无法再修炼了。想到这里的柳如烟越发的惊恐。萧雨一看他不同意，抬手便走出了房间。你回来。柳如烟满脸崩溃的小声说着，他必须得想个办法，只要是男人就一定有弱点，这个男人一定喜欢女人，所以才对他，反正已经这样了，倒不如好好谋划一下，凭借他的聪明才智，俘获一个狗男人的心自然不在话下。看着对面的萧雨，柳如烟一脸委屈地撅起了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烟儿。萧雨看着对方那一脸乖巧懵懂的样子，嘴角上扬，这女人还敢跟他玩心眼子呢。对啊，她一直在合欢宗当奸细，肯定非常会演戏。既然如此，他也陪她玩玩。我叫好老公，以后你就叫我老公就行了。柳如烟一脸疑惑的昂首瞄向萧雨，娇艳欲滴，脸颊微红。老公，好怪的名字哦。老公，你能不能给燕儿拿些吃点？燕儿不跑就是肚子饿了。你别去找那些弟子，燕儿会好好服侍老公的。你看这样好不好？萧雨连连点头。饿了是吧？行吧。然后他就转脸从侍女阁拿了几盘糕点，烈女红豆糕、云片合欢糕、玉女千层酥、快活如意糕，全都是精通药理的华莲和精通糕点的李青云专门制作的。柳如烟看到萧雨真给她拿食物出来，当时她就有些欢喜地搂了过来。老公哥哥，你真好，以后嫣儿哪都不去了，就跟着你，反正嫣儿现在也已经是你的人了。萧雨轻轻拍着对方的手背，笑着：行啊，既然想跟我，那就先进我法器，我保证不把你炼制成炉鼎，我不会害你，只不过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这里待着，万一被别人发现就不好了。我其实也挺喜欢你的，你进我法器里，我给你拿食物，我还可以帮你去救你那些弟子，你看怎么样？柳如烟显然就不信，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好的事？老公哥哥，嫣儿不是不想进你那法器，是我吃了散灵丹，万一挡不住你法力的威能，岂不是？萧雨似笑非笑的点着头。行吧行吧，那我上个厕所，等会给我留点吃的，我也有点饿了。萧雨说完就走了出去。柳如烟眼中带刀，看着被关起来的房门，面带怨气冷静。既然已经发生了，就没有什么好再纠结的，他必须得想办法活下来，必须得想办法救走那些弟子。男弟子死了就死了，天底下男人都没有一个好东西，可那些女弟子要是被那些合欢宗的男人，不行，他反正已经不干净了，必须得帮那些姑娘做些什么。柳如烟一边拿着盘子上的快活如意糕吃着，一边思索着对策。刚才那个家伙应该有点蠢，看他那个样子就有点不聪明，想个办法假意妥协，然后趁机找到散灵丹的解药，先恢复法力。柳如烟一边吃着糕点，一边思索着。门口的萧雨压根就没走，看着已经把柳如烟几个女弟子找来的王妹，萧雨当场竖起了大拇指。你怎么知道我想找他们几个？王妹微笑躬身，是师傅让我送来的，他说你必须得找个机会跟所有女人说她才是大夫人。萧雨嘴角上扬，那是自然，你再跟他说，让他把吕玲喊来，就说陪我练功，全程必须听我的。王妹当时就露出了一抹坏笑。遵命。此时的柳如烟还在那里吃着糕点，吃着吃着她就有点发冷，打了2个哆嗦后又突然后背滚烫，没多久她就冒汗了。怎么？柳如烟满脸不敢相信的看着手中吃了半块的玉女千层酥，当时她就瞪大了眼珠子，该死的贼子！然后她就拿起旁边的水壶喝了起来。萧雨在看到对方拿起那水壶后，当时就乐了。柳如烟喝了2口后就愣了，怎么这水壶里的水味道怪怪的？怎么有股子？就在他疑惑的时候，萧雨已经带着他那几个后生回来了。
柳如烟表情颤抖，不过她并没有发作，强忍着身上的不适，微微笑着躬身。燕儿见过老公哥哥，哥哥万吉。萧雨眼神上扬，这女人倒真能忍，难怪能混进来当内奸。估计她的心性、城府都不是一般人。不过遇到她萧雨，就算她倒霉了，她才不管那么多，不管好的坏的，全都收到侍女阁再说。什么时候给他们下好了血炼禁制，什么时候才考虑把他们放出来。好女人她也不信。柳如烟一看萧雨不说话，面色越发的慌张，她已经快要站不住了，刚才吃的东西有问题。萧雨也不废话，抬手拿起一把刀就对准了旁边那几个女弟子。我只说一句，你信不信我法器？柳如烟右拳紧握，指甲盖死死地掐着肉，她想让自己保持清醒，可根本没有作用。看着对面那几个痛哭流涕的徒弟，柳如烟内心撕裂。你放过他们，有什么都冲我来。萧雨轻声笑着，你的意思是让我把他们送到合欢宗大牢？你不觉得他们在我这更安全吗？只要你老实一点，我保证不动他们。柳如烟双拳再次紧握，她想骂对方卑鄙，可她知道现在任何一个辱骂的话语都会让她的处境更加凄惨。回想着一路走来的种种，柳如烟眼中绝望。你确定你不会碰他们？萧雨看了看那几个女人的样子，长得显然就没有柳如烟好，最多60-70分，要身材没身材，要脸蛋没脸蛋，平平无奇。放心，你只要老实，我肯定不碰他们，我保证。柳如烟一脸无奈地吐着气，仿佛认命了。萧雨眼疾手快，直接将他收到了侍女阁。对方并没有反抗，可当他刚一进到侍女阁的时候，他便突然反悔了，恐惧的泪水不受控制地流了出来。他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不敢想。娘，师父。柳如烟就那么在侍女阁里哭了起来。她想到了曾经那个背叛她的男人，这么多年了，她一直没有忘记过那张恶心的脸。为了一颗降臣丹，她就这么把他拱手让给了其他男人。如果不是她反应过，估计已经成了别人的媳妇。这么多年了，想不到她还是被男人给夺了原因，而且还是魔道贼子。她还想修炼，还想修行，她不想就这么。恐惧的泪水根本止不住。这个地方仅仅只是看了一眼，她就知道自己肯定出不去了。她已经成了菜板上的鱼肉。娘！萧雨一看她哭得那么厉害，下意识挠了挠脑袋。如果对方被系统判定为恶女的话，她才懒得管那么多。竟然还是个大姑娘，干脆让她一个人冷静冷静算了。想了想，萧雨就把李晴云叫到了关押柳如烟的侍女阁，哄哄她，别欺负她，这女人我要了。李晴云赶忙低手躬身，妾身领命。正当萧雨打算出去让吕玲儿认清现实的时候，他突然有些好奇地看向了白月的审判室，也不知道叶子妹那两个家伙在搞什么。起身来到白月审判室的瞬间，萧雨顿时一愣。看着疯狂昂着头摇着脑袋的白月，萧雨还以为自己来错地方了。不是，杀猪呢哥这。好像叶子妹跟叶芷柔也没有伤害白月，力度都是恰到好处的。萧雨上手打开了白月的审判值，竟然已经到了 95%， 估计也就这2天了，马上就能100%。这个难缠的强敌终于是要到头了。萧雨想着想着就出去了。白月好像听到了萧雨的动静，哭个不停，可是他却发不出声音，委屈的泪水再次流了下来。他不明白萧雨为什么要这么对他，为什么要让叶子妹这两个吃里扒外的。再这么下去，他真的要死了。这种事到底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到底还要到什么时候？他真的不想了。不知道为什么，一股从未有过的委屈感袭上心头。她是正派公认的正派圣女，马上就要凝结元婴的她，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难道她以后真的要一直这样吗？她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待了多少天了，也不知道还要待多久。她很清楚自己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自己了，很多地方都已经不一样了。她虽然心里对萧雨产生了依赖，可是她现在还是一个瞎子，她根本就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子，只能想象。上一次对方说要对她好，可这么多天也没有来陪她。白月内心委屈，委屈中又带着一丝崩溃。她可是天之娇女，现在竟然在期待一个魔道贼子的青睐，她现在竟然变成了这个样子，她真的想过这种生活吗？回想着曾经的种种，回想着曾经睥睨天下的傲气，白月的内心此时突然动摇了。系统提示：白月不再忏悔，审判值降低为 94%。 警告：白月审判值降低为 93%。 外面的萧雨在听到提示音后顿时一愣，也不管吕玲儿了，转脸就进了审判室。你们两个给我起来！叶子妹跟叶芷柔赶忙站到一旁，唯唯诺诺。白月还在那里哭着，她还是不想过这种生活，她想离开。求求你放了我，我求求你放了我吧，我不想再这样了。
萧雨见状，一脸关切地摸着他的脑袋：“怎么了，亲爱的？别哭啊，有什么不开心的，跟我好好说说。好端端的，怎么又想走了？你这样我可要罚你了哦。”白月在听到萧雨的声音后，声音越发的崩溃。他竟然此时产生了一股强烈的依赖感，就好像一个被其他小孩欺负的儿童，想找家里大人诉苦。白月恍惚地摇着脑袋，脸上的发丝已被泪水打湿。他之所以哭，是因为他现在竟然发现自己遇到委屈，第一时间想的人竟然是萧雨。这还是他吗？曾经的他万人之上，谁见了他不得尊称他一声圣女？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难道他真的做错了什么？上天是在惩罚他吗？萧雨一看他就在那里哭，慢慢走到前面，声音缓和：“是不是心里不开心了？他们欺负你了？好端端的，怎么又哭了？你这样可就不乖了。”白月下意识把脑袋歪向一旁，委屈的泪水顺着脸颊毫无征兆的滑落。他就是受委屈了，他明明都说了要对他好的，他都已经想这辈子跟他了，他还这样，他竟然还让他最讨厌、最憎恨、最想杀死的2个女人过来这里。自从他来到这里后，最痛恨的人不是萧雨，而是叶芷柔这个背叛他的家伙。他恨不得活活咬断他的脖子。萧雨竟然让叶芷柔这么对他，从未有过的委屈瞬间蒙住了那早已瞎掉的双眼，泪水越哭越多。他从来也没有感觉过这种委屈，好想找个地方大哭一场。萧雨看到他那副样子，一脸无奈的吐了吐气，抬手就让黄香、张兰娘俩做菜去了。别哭了，等会给你弄点好吃的。衣服也破了，天冷了，主人给你弄一身新衣服。来，我帮你换上。萧雨说着，便拿出了一件密实的白袍。白月就在那低着头委屈着，委屈巴巴的穿着衣服。萧雨轻声笑着：“等会主人帮你教训那2个，别哭了，别哭了，我这不是太忙了吗？”没多久，黄香、张兰就做好了一桌子菜。萧雨看着白月那副可怜兮兮的样子，上手就拿起一碗汤，说着：“你眼睛不方便，我来喂你，可不准再哭了。”好端端的又想走，去哪啊？兵荒马乱的。你不记得之前你找那些正派男人求救发生的事了？你这么好看，万一被贼人盯上了，不就麻烦了？主人我肯定会担心你的。来喝点东西，暖暖身子。白月右拳紧紧握着新穿的衣服，他已经好久没有穿过这种密实的衣服了，真暖和。闻着桌子上的饭菜，他的喉结涌动着。他已经好久没有吃过这种东西了，委屈的泪水再次流了下来。好香，有豆腐、萝卜，好像还有猪肉。虽然之前的他是金丹期的修士，已经辟谷了，可现在在他闻到这种烦人的饭菜时，他的食欲前所未有的开始肆虐。他真的好想大吃一顿，哪怕他现在看不见，哪怕他现在已经这副样子了，他还是想大吃一顿。感受着萧雨递来的汤勺，白月下意识撅起了嘴。萧雨一边喂着，一边安慰着：“看不见的话，主人喂你吃，你想吃什么？今天只要你开口，什么都给你弄来。我这几天不是忙吗？玄灵宗的老是搞事，差点把我们给堵山上了。不过现在已经好了，我们将江流山拿下来了，后面应该会太平一段时间了。相公我就好好陪陪你，听话。”白月听到这里，突然死死地搂住了萧雨的胳膊，委屈的泪水根本就止不住。萧雨甚至能清楚地感受到对方的心跳。白月就那么攥着他的衣领，嘴角下拉：“我要你陪我，你都好久没有陪月儿了，我不要他们。月儿想主人了。”萧雨缓缓吐气，感受着对方的心跳，下意识搂住了他。好好陪，肯定陪。接下来我哪都不去，就在这里陪你。白月听到这里，忧郁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愉悦，刚才想离开的心里荡然无存。他知道自己已经彻彻底底地爱上了这个男人，这辈子他都离不开他了。只要他心里有他，他肯定不会离开的。只要他心里有他，哪怕永远待在这里，他都不会想走。白月很少见的笑了，一脸幸福地吃着久违的饭菜，一直在那跟萧雨讲着他小时候的故事，好像一个春心萌动的少女。白月玉面含春，手执萧雨赠她的新绣帕，娓娓而谈：“主人，月儿非常喜欢主人的声音，听到你的声音，我就特别的安心。”白月的声如珠落玉盘，清脆悦耳，每一次心跳都似在诉说着无尽的柔情蜜意。等月儿将来，一定给主人生10个8个大胖小子，主人你说好不好？他的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言语中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他在给萧雨讲着小时候的事，也在那里讲着未来的事。10天过后，看着白月慢慢增长到100%的审判值，萧雨有些不敢相信地看向已经被他收到侍女阁里的白月，他已经彻底爱上她了。这么久了，主人你让月儿当二夫人，紫菱姐姐不会生气吧？萧雨嘴角轻挑，也不算二夫人，就是让你辅佐她，不设什么2房3房的，其余人都一样。除了叶芷柔那个玩意，
其余人就不分大小了。白月在听到叶芷柔3字的时候，秀眉竖起，一脸恼怒。萧雨见状，上手拉住了他。已经失明了这么久了，说几句好听的，我帮你治好眼睛。白月一听要给他治眼，当时就激动地站了起来，好像做梦一样的左右摸索着萧雨的胳膊。治好眼睛，终于可以治好眼睛了，他终于可以重见光明了。激动已经无法形容他的心情了。主人若为沧海，那月儿愿为桑田。海枯石烂，沧海桑田，我心亘古不变。我白月以道心起誓，无跟主人生同亲，死同学，是不负主人的恩情。如若违背此言，五雷轰顶，天诛地灭，道心碎裂而死。萧雨看着如此决然的白月，心中大定，以道心起誓，这对他的爱的是爱到骨子里了。在修仙界，正常人是绝对不敢用道心来发誓的，这种东西是会被天道反噬的。正当萧雨思索着要怎么给对方恢复光明时，白月有些怯懦地在萧雨跟前小声问了起来：主人，月儿有些愚钝，您说让月儿辅佐紫菱姐姐管理他们，好像那些姐妹们有好有坏吧？晴云姑娘跟叶子妹那些贱货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么一视同仁真的好吗？那些好姑娘不会生气吗？萧雨直接一个公主抱把白月抱了起来。这你就不懂了吧？好女人也好，坏女人也罢，那也得看对谁。有些好女人虽然很好，但是她对我没什么益处。就拿吕玲儿来说，她现在还在一个人委屈呢，也没有想过来找我，甚至心里还对我有怨气，这是好女人正常的思维。坏女人就不同了，你看不管是王妹还是叶子妹，她们的恶现在是只对别人恶，对我肯定是不敢的。你觉得论战斗力来说谁更强？白月右拳紧紧握着，就算现在所有女人的修为都已经在萧雨的帮助下来到了筑基中期，可真打起来，真去执行任务的话，赵红叶、李晴云那些乖乖女自然没有王妹，叶子妹那些女人狠毒的，就拿她白月跟韩秋水来说，她白月现在愿意为了萧雨去死，只要萧雨一句话，她当场就能自己动手抹脖子，因为她是她活下去的希望。没有了她，她白月一天也不想独活，那就更别提去帮萧雨做事了，绝对都是玩命程度的。萧雨还在那继续说着，相夫教子肯定是李晴云、韩秋水他们更适合了。你别忘了，这里可是修仙界，仁义道德其实都是次要的。好女人有好女人的优势，恶女也有恶女的长处，只要对我一心一意就行，问题不大。白月听到这里，下意识问了一句：那主人叶芷柔呢？萧雨当时就眯起了眼睛，迟疑了3秒后张嘴喊着：那能是人？白月顿时眉开眼笑，哈哈，主人你好会说笑，逗死月儿了。不过主人放心，月儿我肯定不会杀了叶芷柔的，主人是交代过的，一定要让她好好的活着，这样才有意思。萧雨面露赞叹，真听话，来治眼睛了。白月顿时一喜，赶忙迎了过去。1个时辰后，白月有些紧张地闭着双目，缓缓取下眼上白纱，久久不敢睁开眼。萧雨言语轻柔：没事，睁开吧，应该是好了，如果没好我再给你想办法。白月满脸紧张地攥着裙角，朦胧之中好像感受到了某种光亮，虽然他是闭着眼睛的，可是他竟然能透过眼皮看到一丝光亮。瞳中久暗，忽见光明。白月慢慢睁开眼睛，眼皮颤抖得不成样子，他就那么强忍着内心的激动，慢慢张开双目。眼前的那张脸好像有些模糊，是谁？是他心心念念的主人吗？白月一时紧张地忘记了呼吸，他到底长什么样子？是胖还是瘦？是俊还是丑？朦胧中，白月的视线越来越明亮。当他看清萧雨那副痞帅的面容时，一时激动地喊了出来：主人！萧雨扬嘴笑着，看来成功了啊。白月一时神情恍惚，恍如隔世，颤手轻抚双目，泪眼朦胧中，他的世界重归五彩斑斓，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嘴角微微抽搐。我能看见了，我能看见了。想要笑，却又哭出声来。母亲，我能看见了，我又能看见了。白月双目复明的瞬间，仿佛所有苦难都随风散去，其眸如秋水出盈，璀璨夺目。白月身躯微震，双手颤抖着触摸着眼前的光明，仿佛要将这一切都牢牢握在手中。他的唇角微微上扬，似是要笑，却又似在哽咽，声音沙哑而激动：主人，月儿爱死你了。听话的女人谁都喜欢，萧雨自然也不例外。跟其余那几个恶女不同，白月的审判值达到100%后，就压根没有反驳过萧雨任何一次，甚至连搞小动作的心理都没有。估计是因为审判时间太长，让其坚如钢铁的意志扭曲的缘故。越是意志力坚强的女人，在改变心态后，她的意志力也会越发的强横。现在萧雨就是白月的内心依托。看着对面喜笑颜开的白月，
萧雨抬手就把叶芷柔给叫了过来。叶芷柔一来到这里，便满脸谄媚的扭着身子笑着：“主人，主人找我有何吩咐？”刚一说完，叶芷柔就从身后感受到了一股极其冰冷的杀意。叶芷柔下意识回头，当她看到身后已经筑基7层的白月后，面色瞬间惨白。对方的眼睛竟然能看见了。叶芷柔有些不敢相信的回头看向萧雨：“等会，主人消失了10天，他的修为怎么就筑基9层了？”叶芷柔又有些不敢相信的看向白月：“先天法体，能让主人快速提升修为的东西，肯定是先天法体。意思就是说，现在白月得宠了。”叶芷柔当时就打了个哆嗦，看着身后一言不发的萧雨，叶芷柔吓得脸都绿了。“是，师傅，师傅您痊愈了。”白月眼眸如火，她的表情再次成了那个高高在上的正道圣女，冷峻无情，不容亵渎，吓得叶芷柔当场就跪到了地上，死亡的恐惧在她内心萌发。白月看着对方那副怕死的神情，一脸不屑：“我的好徒儿，你放心，我是不会杀你的，主人会生气的。不过……”白月说着便满脸娇滴滴的看向了萧雨。萧雨咧嘴笑着：“你也太坏了，行吗？反正我也挺好奇的。”萧雨说着就拿出了一瓶丹药：“这回你得给我憋着懂吗？”叶芷柔顿时一愣，一旁的白月嘴角上扬：“主人，把他手脚砍了好不好吗？”萧雨闻声点头：“只要月儿喜欢就好，你这么乖，我就当奖励你的。”白月眉眼上扬，玉手轻轻搂住萧雨臂膀：“主人，此话当真？”话语中香气四溢。要说这么多女人中，姿色、身段、气质全都排在首位的，那自然是白月无疑。正道公认的正道圣女，含金量还是相当高的。苍月大陆所有男修的梦，现在正像一个小女人似的在他怀里撒着娇。萧雨心情愉悦：“此话当真，随你开心。”白月激动的来回晃动手臂，而后面色一冷，转身看向后面的叶芷柔，眼中的杀意恨意已经快要遏制不住了。新仇旧恨，今天他一并给他算了。叶芷柔面色惶恐，发自内心的恐惧。他师父现在虽然还是筑基后期，可只要一直跟萧雨在一起，早晚会恢复到巅峰时期的修为。而且最要命的是，哪怕叶芷柔现在跟白月修为一样，他也不敢跟白月打。先天法体的法力底蕴比一般人强了数倍不止。他师父的法术、战斗意识、手段绝对不是他这种弟子可以媲美的。白月是一个同阶无敌的存在，而且还能越级杀敌。金丹初期的他就可以越级干掉金丹中期的修士。如果白月得宠了，那他叶芷柔以后在这里将再也没有好日子。看着一步一步朝着自己走来的师父，叶芷柔吓得面色发青，比之前见到萧雨时还要恐惧。下一秒，他竟跪在地上吐了出来：“师父，师父我错了，师父我真的错了，弟子一时糊涂啊！师父我求求你，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原谅弟子。”叶芷柔一脸崩溃的呢喃着。萧雨一时有些疑惑，这怎么吓吐了？他到底是有多怕白月？不是，这还能吓成这样？夸张了吧？正当萧雨在那疑惑的时候，白月抬手剑指，口中法诀念动，玉虚九转，心灵子府，气动9天，脉通8荒。言语中，白月身前竟直接显化出一柄青白色的法剑虚影，看得萧雨瞠目结舌。你敢信？这是什么？天地法相形成的法剑，还是法力凝结成的法剑虚影？我操，小白月这么厉害吗？萧雨一时看得新奇。下一秒，白月眉眼竖起，叶芷柔吓得转脸爬走，恐惧的泪水流个不停。师父，我错了，我错了。叶芷柔满脸惊恐的爬开，下意识回手，看着大开阴阳，双手画出百千法剑分身的白月，叶芷柔满脸绝望的看向了萧雨。那一刻，他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赶忙朝着萧雨爬了过去。主人，主人救救我，救救我！我一定好好听话，我一定好好听话啊！我再也不敢背叛师父了。我在。还没等他说完，一把法剑便直接刺进了他的左手，力道极大，法光肆虐的瞬间，叶芷柔被整个带飞了出去。萧雨下意识咽了咽口水，好威猛的法术，要是换做他跟白月打，估计也赢不了。哪怕现在白月比他修为低，他估计也赢不了。再次抬头看去，叶芷柔的左手已经被那法剑钉在了墙上，紧接着更多法剑呲了过来。叶芷柔还想躲，可根本于事无补。成百上千把法剑好似长了眼一般，在他的四肢不断穿梭割裂，好似万箭穿心。可每次穿刺，那些法剑都会避开叶芷柔的躯干，就只是攻击他的四肢。萧雨慢慢拿出烟斗，一脸赞叹地看着前面青丝乱舞的白月，这女人绝对是他目前最强的战力，不枉他花了这么久的时间。野马一旦被驯服，那就会比家养的更加忠心，更加喜爱主人。月儿啊，别错手把他杀了。
死了就不好玩了。白月闻声点头躬身，主人放心，哪怕给月儿1万个胆子，月儿也不敢违背主人的意思。我下手知道分寸的，他肯定死不了。白月说完，再次操纵法剑虚影，就那么一剑一剑的割裂叶芷柔手臂上的皮层，好似刮皮刀刮苹果皮，鲜血肆虐，看得萧雨一阵恶寒。我尼玛，这白月要不要这么狠？感情他萧雨还是善人了，跟白月比，他的手法确实算得上温柔。萧雨转脸一看，那法剑又开始削叶芷柔腿上的皮，叶芷柔已经要疯了，满脸痛苦的怪叫着：师傅，我错了，我错了，我再也不敢吃里扒外了，我再也不敢了，主人救我，主人救救我，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萧雨慢慢点上烟斗，这白月确实有点狠了，估计是因为这么多天他在这里不见天日，心里多少有点扭曲了。他之前肯定没有那么狠。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等叶芷柔彻底没了反应后，白月才斩断他那血淋淋的四肢。主人，给月儿拿颗止血丹吗？主人可不准治好他，主人可是答应月儿要惩罚他的，喂他吃了止血丹他就死不了，然后月儿就把他放了烈女营的药池里。白月说着，又一脸乖巧的撅着嘴，伸出纤纤玉手搂住了萧雨，手舞足蹈的张着迷人的大眼睛眨个不停，把他泡在药池里，直接泡个7、8天。主人你说好不好？萧雨右拳紧握，一时无语的吐了吐气。这砍掉手脚再放到药池里，那真就是生不如死了。那药池只要喝一口就得那什么。叶芷柔又没了手脚，只能干瞪眼。7、8天时间肯定有点太长了，一般人肯定受不了。时间有点太长了，万一他要是失心疯了就没意思了，不能杀鸡取卵。阿月，3天，最多3天。白月赶忙点头，一脸乖巧的拉着萧雨的胳膊说道：都听主人的。可哪怕是3天，也把地上濒死的叶芷柔吓得嚎叫了起来。杀了我！快点杀了我！我不要去那里，我不去啊！叶芷柔就那么被送了进去，全程都在喊着杀了他。萧雨一时觉得有点吵，就在那药池旁放了一个隔音罩。白月开心的不得了，走起路来一蹦一跳的。萧雨缓缓吐气，陪了你10天了，你这个贪心的家伙，其余人都急死了估计。先跟他们都联系一下感情，然后咱们去抓新的恶女。有了月儿在我身边，那合欢七美柳皮儿也别想跑了。萧雨嘴角上扬，一想到那个蛇女柳皮儿，他的眼神就有些亢奋。蛇女，蛇妖。白月在听到柳皮儿3个字的时候，一脸疑惑的贴在萧雨怀里说着：主人你喜欢蛇妖啊？萧雨上手搂住了他的杨柳细腰。就是单纯的好奇，怎么了？白月思索片刻，睫毛弯弯。这柳皮儿才筑基期就可以在人族的地盘招摇过市，如果我猜的不错，他身上有一件极品敛气法器，或者有一件敛气法宝，或者是用了蛇女一族的特殊符箓化形符。一旦用了这种符箓，蛇女就可以把他们下半身的蛇尾变成双腿。只有8阶的化形大妖才能彻底变为人身，这个柳平身上肯定有大秘密。萧雨一时有些搞不懂，他师父张子灵其实也只是一个筑基期，修仙方面肯定不如白月知道的多。8阶化形大妖，我之前就一直好奇，每一个阶段的妖兽都是对应什么修为的修士。白月一边扶着萧雨，一边把脑袋靠在他肩膀上。1阶对应炼气期，2、3、4阶对应筑基期，5阶的话就是化丹初期了，7阶妖兽对应的是金丹后期，8阶便是对应元婴期的高手。妖兽只有把体内的妖丹凝结成元婴，他才会开启真正的灵智，才能迎来化形雷劫。而且一旦妖兽突破化形雷劫变为人的话，实力绝对会远超同阶人族修士。萧雨侧目看着肩膀上的白月，不愧是正道圣女啊，懂得真不少。现在跟了他萧雨，懂得肯定比之前更多了。白月还在那里说着，这柳平儿如果是蛇女一族，极大概率是蛇族的叛徒，主人可以放心出手。他那只筑基大圆满的蛇宠交给月儿了，区区一只蛇宠，我抬手灭之。萧雨嘴角上扬，直接把白月抱了起来。既然他是蛇妖，那我能不能将他收为灵兽？我能把他放到灵兽袋里吗？白月上手搂着萧雨的脖子，面色期待。那是自然，月儿后面会帮你的。白月说着又在那说了起来。主人喜欢美女，那月儿就给主人招揽天下绝美。我可是知道哪里有娇人少女的，还有8条腿的性感蜘蛛精，绝美隐士的九尾狐，软萌可爱的玉兔精，自带媚体的魔族媚女，还有神女宫的9天神女，先天媚体、先天圣体、玄阴之体、极冰神体，苍月大陆各种有着特殊体质的绝世美女，只要主人想，月儿都会帮主人想办法抓来。萧雨已经开始想象了，脑子里全是白月说的话，娇人少女、美人鱼、蜘蛛精、8条腿，真的是8条腿吗？九尾狐真不错啊，九尾狐，神女宫的9天神女，
跟你这个正道圣女比谁更好看啊？白月闻言眼神上挑，我这正道圣女说白了还是神女宫封的，神女宫是苍月大陆所有绝顶女修的归宿，9天神女每万年才会选出一个，不管是修为还是姿色都是天武大陆绝顶1的极品，哪怕是我见了那神女宫的神女也会低头。神女一出，万法皆空，天上的9天玄鸟会为其护航，地上的仙草会羞愧地低下高傲的头颅。有些人仅仅只是看一眼神女的容貌，就会到心蒙尘，一生难以寸进。神女是一种可以用美貌杀人的存在，不是我们这些修士可以比拟的。萧雨听到这里，越发想要提升自己的修为，看一眼就会到心蒙尘，我操，这得美到什么程度？估计看了神女的修士，每天就魂不守舍地想对方的美了，什么也干不了了。白月面色越发的宠溺，亲了一口萧雨后再次说着，主人放心，我说的那些女人很多也都不是好人，估计也是恶女。那神女杀过的人没有10万也得有8、9万，她的心性已经不属于凡人了，常以仙女自居，凡人要是敢多看她一眼，当场就得被她扣掉眼珠子，因为对于她来说，凡人的这种行为属于亵渎。主人放心，月儿肯定会帮主人尽快提升修为的。我一共有5座洞府，最近的一座洞府就在江流城北部的矿山中，那里还有月儿之前用过的上品攻击法宝。萧雨在听到法宝2字的时候，本能的想到了上次叶芷柔用的符宝精灵切。要知道符宝都是法宝的复制品，而且只能释放法宝1/3的威能，比法器强横了数倍不止。最极品的法器在低阶法宝面前也难以招架。每个法宝都有着独有的来历跟故事，尤其是别人的本命法宝，那都是在识海中一直温养的神兵，可以心随意动，仅仅一个念头法宝就可杀人于无形，威力更是极大。法器跟法宝最大的区别就是，法器无法被收到体内，只能收到储物袋，而法宝在修士识海中一直温养的话，威能会越发强横。有些金丹修士的本命法宝甚至可以以1敌100。萧雨面色兴奋，法宝，月儿你有几个法宝？白月不假思索地说着，我之前杀了不少人，存放在洞府里的应该有50多件吧，极品法宝倒只有2件，到时候都给主人。而且我的洞府中还有不少功法的本卷，主人想建立宗门，想让紫菱姐姐修炼高阶功法的话，我洞府里也有。月儿还有一株万年仙草。萧雨当时就瞪大了眼睛，仙草？你确定是仙草？在哪呢？白月小嘴一撅，好似一撒娇的邻家小妹，靠在萧雨怀里，有些无奈地说着，仙草我放到我最重要的洞府里了，那个洞府在玉女宗禁地里，我们现在肯定是去不了了的。萧雨闻言轻笑，搂着白月便闻了闻。在审判室里待了那么久，白月现在已经可以创造 AD 钙奶了。萧雨这10天几乎都是喝的这个，再次喝了2口后，萧雨嘴角上扬，那就先去拿江流城旁边洞府里的宝物。放心好了，等我实力再强一些，我就帮你夺回宗门，到时候我让你审判夺走你宗门的师妹。白月扣着衣领上的扣子，眼神闪闪。主人真好，月儿爱死你了。萧雨就这么来到了侍女阁，已经10天没有跟其余人练功了，他其实还挺想他们的。而且在这10天，侍女阁里吃的喝的都是王妹做的，萧雨交代过，必须得在吃喝里放隐奉散。估计这10天有些人已经……当侍女阁里的华莲见到萧雨时，当时就亢奋的不成样子，连说话都结巴了。主人，你可来找莲儿了，神情就好似饿狼。萧雨花了极短的时间把华莲、黄香、张兰、赵红叶、林心、张红露等人都看过一遍后，转身便来到了叶子妹的房间，看着里面看着白月画像在想着什么的叶子妹，萧雨满脸玩味的笑了。这10天姊妹还好吗？叶子妹有些慌张的收起了自己画的白月画像，生怕被萧雨发现。一转脸，他就看到白月竟然也在后面，顿时瞠目结舌。师傅，您怎么来了？叶子妹一脸紧张的低着头，顿时又想到之前跟叶芷柔一起审判白月的场景。活了这么久，要说最开心的就是那一次了。他之前简直觉得自己白活了。他师傅可是正道圣女，他上次竟然能够，简直就像做梦一样。如果还能那样的话，哪怕他少活10年、20年都行。白月看着眼前的叶子妹，眼神闪着一丝杀意。萧雨还是挺喜欢叶子妹的，这女人其实不算太坏，一身男子气概，身材还非常性感，绝对是个乐子人。每次看到叶子妹，萧雨就忍不住想逗她。月儿啊，之前的事我也调查清楚了，是叶芷柔背叛的你，叶子妹当时并不知情，她只是害怕她姐姐而已，你别伤害她，你们可是师徒啊，要处好关系。白月闻言低头，一脸恭敬。月儿遵命。萧雨反手就拿了几个可以帮到叶子妹的法器，说着，我等会要去找秦云跟韩秋水，好久没给她治病了，等会我不太方便带你了。月儿，
你就在这里陪姊妹好了。白月下意识攥紧了拳头，看着桌子上的法器，顿时面红耳赤。思索片刻后，他还是点了头。好，主人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叶子妹听到这里，就好像做梦一样。怎么主人让她师傅？这不会是在做梦吧？当时叶子妹就满脸兴奋地看向了桌子上的法器，激动的眼泪都要出来了。主人，你对姊妹实在是太好了。姊妹发誓发毒誓，这辈子哪都不去了。我以后就在这里，永远跟着主人，就是死，我也不会背叛主人。萧雨咧嘴笑着。行了，先别高兴，换身女人的衣服吧，天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我要看看你乖不乖了。叶子妹本能地攥紧了拳头，她本能地排斥跟萧雨这种事，可回头看了一眼白月，她还是咬紧了牙关。好，姊妹遵命。萧雨，你要说妾身遵命，你可是女人啊。叫声相公。叶子妹下意识捂住了口鼻，她实在。可就在这时，白月已经坐到了床边，一脸和善地笑着。徒儿，难道师傅不美吗？叶子妹的心瞬间就被俘虏了，看向萧雨时一脸激动地喊着：妾身遵命，全听相公的，妾身什么都听相公的。半个时辰后，萧雨孤身一人来到了韩秋水的侍女阁。一到里面，他就听韩秋水在那说着什么时候可以离开。我已经不想治了，你不要再骗我了。青云。李青云表情慌张，这10天他也吃了不少王妹带来的吃的，他已经有点站不稳了。可看着面前如此决然的韩秋水，他还是强忍着难耐上前说着：娘啊，您再等等嘛，相公肯定是忙去了。李青云实在搞不懂，这些天韩秋水也吃了不少，他怎么还如此高傲，如此果决？韩秋水的心性怎么会如此坚强？她这个当女儿的真是自愧不如。这么多天，她几乎无时无刻都在想着萧雨，她又不能像王妹那样憋急了去找叶子妹，她一个良家姑娘怎么可能做那种事？韩秋水眉眼冰冷，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在那说着：还等到什么时候？真以为我好骗？他打的什么主意我不知道吗？以为我3岁娃娃？今天我说什么也要走，你别想再拦我，如要是再敢阻拦，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李青云听到这里，顿时花容失色，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萧雨推门而入，看着对面的韩秋水，直接上前搂住。韩秋水眉眼竖起，一脸恼怒的就想扇萧雨，萧雨抬手便挡住了他的手掌。实在不好意思，这些天确实太忙了，让您久等了。韩秋水面容恼怒，用一副极其怨恨的表情瞪着萧雨。这些天他已经想明白了，这个萧雨自始至终都是在骗他，他根本就没想给他治病。你给我滚！你以为我蠢吗？旁边那王妹之前断了整条手臂，第2天就活蹦乱跳的，还有那受伤的叶芷柔，她都快死了，眨眼又生龙活虎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有手段治好我的。你想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韩秋水越说越激动，声音都有些嘶哑。我警告你，我已经成家了，我相公虽然死了，但我也不会再嫁。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李青云不知道韩秋水怎么回事，但是萧雨知道，因为在10天前，萧雨就给王妹专门交代过，韩秋水的性格跟白月一样倔强，她这种女人就是死也不会做某些事的。所以这些天韩秋水的食物中都是有高分量的引凤诀，估计她这些天都在煎熬。虽然她聪明，虽然她高傲，但是这丹药已经积累了10天了，效果肯定非同凡响。萧雨看着韩秋水那副样子，直接上手搂住。韩秋水顿时眉眼颤抖，全身发软，慌张的不成样子。李青云见状就要出去，萧雨轻声喊着：这次治病我需要帮手，青云你留下。韩秋水见状大怒：啊，你给我滚！他强忍着某种异样的东西，捡起桌子上的盘子就砸在了地上，刚想拿起地上的碎片割腕，他就被萧雨一个念头抬到了半空中。当时他就满脸震惊地瞪大了双目，他怎么动不了了？这是萧雨之前审判恶女张红露时解锁的新奖励侍女操纵，只要是在侍女阁中，萧雨就可以随意操纵别人的行动。李青云见状，赶忙把门关上了。这次的治病，萧雨很用心，足足用了3天。慢慢的到后面，他就不说话了，他已经不想走了。他从来也没发现自己是这种人，就好像做梦一样。假的，这一切都是假的，这一切都是假的，这一切都是假的啊！他竟然爱上了萧雨。他知道肯定是这10天吃的东西影响了他，可事实摆在眼前，他只能在那哭。萧雨见状，又加了2天的疗程。看着已经不哭的韩秋水，萧雨轻声笑着：秋水，还想走吗？韩秋水一脸委屈地撅着嘴：哼，你别高兴得太早了，我说我愿意待在这里，可没说嫁给你。萧雨，叫相公。韩秋水下意识攥着拳头，
相公，萧雨意气风发，这下算是圆满了。在萧雨闭关的这15天，外面的江流山据点已经成为了张子霖的根据地，并且在张宏禄的推荐信下，他成功建立了一个小宗门妙音门，隶属于合欢宗下面。跟之前那个分舵不一样，张子霖现在是妙音门的宗主，合欢宗不会再派人来更换他一把手的位置。在张子霖的操作下，江流山此时已经被打造成了一个铜墙铁壁的据点，防御阵法就有3个，而且还游说了30多名玄灵宗的女俘虏当弟子，加上他自己之前带来的那些，还有最近半个月招收的新人，已经有了100多人的规模。玄灵宗的修士在见到张子霖竟然已经筑基期大圆满后，就没敢再贸然进攻。一时间，江流山周边的战事算是平稳了下来。此时的张子霖正在妙音门大殿中看着下面的吕灵儿说着：“我说过，你以后就跟了你萧雨师弟，你怎么又来了？”吕灵儿一脸委屈地低着头，这半个月他也想了很久了，他已经不想谈论婚配之事了，他现在就想好好修炼。他师傅都快金丹期了，他还是炼气中期。他姐姐吕蕊最近也炼气期7层了，上次见到王妹，对方也筑基了，就他修为最低。师傅，灵儿修为低下，现在只想一心修炼。而且，吕灵儿想到这里，便再次低下了头。而且，萧师弟并不爱灵儿，虽然我跟他发生了关系，可那是被迫无奈。我如果真要找道侣，我肯定找一个两情相悦的，还请师傅成全徒儿。吕灵儿说着，便满脸委屈地跪到了地上，声音沙哑：“如果师傅不同意，那徒儿我就不起来了。”张子霖心里一时心软，这徒儿是他所有徒弟中最乖巧的，而且年龄也是最小的，他其实还不到婚配的年龄。可一想到萧雨之前跟他说，等他出关后一定要见到吕灵儿，张子霖便眼中一冷。他不蠢，他知道萧雨那里有好多玉女宗的女修，他如果真想坐稳大夫人的位置，必须得培养自己的势力。王妹算一个，虽然有点疯癫，而且他觉得吕灵儿跟了萧雨，修为肯定直接突飞猛进，不比他自己苦修几十载来的快得多。你太让我失望了，灵儿，为师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不愿意，那你就自己离开妙音门吧，你我师徒的缘分也就到此为止了。吕灵儿闻言颤抖，眼眶瞬间发红。师傅别赶徒儿走，我。张子霖冷眼吐气，还不快起来，跪着像什么话？吕灵儿一脸委屈地站了起来，好像有些认命了。上次被萧雨那什么后，他其实都想死，他真想一死了之。叶浩天也不是什么好人，到头来就是为了万妖秘境的名额，他真的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了。就在这时，萧雨从后面走了进来，张子霖下意识喊了一句：“相公，你出关了，我可想死你了。”一句相公把吕灵儿直接说懵逼了，整张脸都凝固了。等会，他师傅喊萧雨相公，然后他师傅还让他跟了萧雨。你们，他怎么？张子霖下意识缩了缩脖子，完了，见到萧雨太高兴了，一时说漏嘴了。萧雨看着一旁的吕灵儿，顿时眼前一亮，他怎么觉得吕灵儿变好看了？是错觉吗？走到吕灵儿跟前再次看过去，就好似发现了新大陆。只见吕灵儿眸似秋水，面若桃花，秀色可餐的脸上带着一丝忧郁，极为可爱清纯的脸蛋好似美玉般白里透红，她的头发如墨般黑亮，简单的扎在脑后。在萧雨身边的所有女人中，吕灵儿应该是最年轻的，她好像是变好看了。看着对方那一脸委屈巴巴的样子，估计这些天有了心结。萧雨大步上前，声音轻柔：“既然你都知道我跟师父的关系了，那我也不装了，我摊牌了。灵儿，你只要跟了我分分钟让你升到筑基7层，你就说中不中？”吕灵儿低头歪向角落，并未回答，无助的小手有些不自然地攥着腰间的压裙刀，眼中慌乱，低手不敢望他。这10几日，他心如幽梦，哪怕到了今日，好似还如梦一场。明明已经想要好好爱自己，明明想要好好的修炼，努力追上他们的，他明明已经下定了决心，把过去都抛到脑后的，怎么再次见到他，脸却红到了额头，面红之后便是耳赤，一对白皙的小耳朵红如朝霞，目光游移，再次抬头看向那人，而后猛然侧身，用力握住双手，缓缓吐着心中闷气，平掩微颤之唇，生怕泄露心中之诉。灵儿妹子好像变美了啊，真是女别3日，当刮目相看啊！如何考虑啊？我不急，毕竟灵儿你尚为年幼，该关照的我自然会关照。萧雨说着，便朝着台上张子霖走了过去。吕灵儿赶忙碎步挪后身位，立于圆柱之侧。不知为何，他还是抬头看了过去，目之所及，正是他那俊逸风流的身影。吕灵儿心中骤然一紧，宛如鹿撞，面红如血，略带羞涩，不敢再看，只怕那个夺了他清白的登徒子会将自己的秘密全部看透。
先手不自觉地松开，而后绞着衣角，心中的那份紧张仿佛能让周围的空气都为之凝结。他的呼吸微蹙，生怕自己的心跳声会被他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怎么可能会喜欢上他？不可能，不可能的。看着台上跟张子玲拿着宗门丹药物资的萧雨，吕玲儿不由得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他们刚来分舵，他师姐王妹很久以前就嫉妒他的长相。他其实早就知道王妹嫉妒所有比她好看的女人，所以对方一直针对他这个师妹。他曾经跟叶浩天说过，想让对方帮帮他，可王妹几句师门内务的事就将叶浩天给打发走了。谁知道那天出现的萧雨竟然站在了他的身前，没有任何理由就直接站在了他的面前，替他教训了一直欺负他的师姐。想到这里的吕玲儿有些恍惚地呼着气，师姐，我再也不敢了，别杀我。他想到了萧雨在宗物店拉着王妹的裙子卖惨时的画面，所有人都以为是王妹在行凶。张子玲也因此少见地教训了王妹，可把吕玲儿高兴坏了。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叶浩天，现在想想，叶浩天好像真的不如萧雨对他好。叶浩天只会说，遇到事情，遇到问题，他总是有说不完的理由。我是执法长老的儿子，我肯定不能不顾及颜面的。你们师门内部的事，我真的有心无力，要不我去直接找你师父告状。玲儿，你放心，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一直陪着你。说不完的甜言蜜语，听不完的谎话，还有受不完的欺负。吕玲儿听着台上萧雨的声音，心跳如鼓，眼中似有春风肆虐，春水荡漾。那天他被困在山上，队友死的就只剩那么几个了。他多么希望叶浩天会来救他，可对方没有。那时修为不济的萧雨出现了，听他姐姐说萧雨是专门为了救他才来的。在他姐夫李云马快要挡不住林猛的时候，萧雨奋不顾身地站了出来，越级对战高阶修士，为了救他。曾经的吕玲儿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他的心里始终忘不了那天萧雨对他做的事，那么的霸道，让他一个姑娘家在道侣面前羞愧欲死。就在这时，台上的萧雨再次朝着他走了过来，眼中带着赤裸裸的火热，极具侵略性地看着他的眼睛，而后看着他的脸，看着他的所有。吕玲儿下意识站到了圆柱背面，右手死死地攥着胸口衣角，他的心狂跳不止，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他的呼吸变得急促，似乎连空气都变得沉重起来。哪怕之前跟叶浩天私定终身的时候，他也没有过这种感觉。当时的他是真的想跟叶浩天相守，因为他觉得对方是真心喜欢他，所以他同意了。他跟叶浩天在一起，纯粹也是因为对方的追求，从未有过像现在这般的慌乱。他的脸涨得通红，像是熟透的苹果，听着越来越近的脚步，心怦然悬起，亭亭玉立间，脚步微乱。他想要逃走，却又害怕自己的紧张会被他发现，只能故作镇定地低头朝着门外走着。我还有事。刚一说完，他便被那人从身后猛然搂住，吓得他当时就握住了腰间的宝刀，一脸激动。别碰我！萧雨看着眼角泛起泪花的吕玲儿，嘴角微微上扬。他已经看出来了，吕玲儿80%是对他有意了，估计这15天吕玲儿怀春了。不过对方毕竟是个小姑娘，大概率是因为太害羞，所以才会这种作态。就在这时，萧雨看到了吕玲儿手腕上的纱布，当时他就往后站了2步，生怕再吓到她。这小姑娘还寻过短见吗？我刚才已经帮你教训你师父了，他怎么能让你如此不情愿的就跟了我呢？你已经是我的人了，之前的我多少觉得你可能会跟胭脂俗粉一般，谁知道你竟然还敢寻短见啊！吕玲儿闻言缩起衣袖，生怕被对方看到手腕处的伤疤。萧雨眼神轻柔，你确定你不跟了我？只要你一句话，修为、法器、丹药什么都有，拼死拼活几十载，运气好可以筑基，运气不好也得落得个生死道消的下场，跟了我很委屈吗？吕玲儿的心还在跳着，眼角的泪珠噙着打转，一把抽出腰间宝刀就对准了萧雨。如若女子为了利益就委身他人，那跟娼妇又有何异？如果是为了利益，那岂不是我吕玲儿跟谁都可以在一起？师父，你说弟子傻也好，固执也罢，唯独感情这件事，徒儿不想委曲求全。如若你再多相逼，我一定死在你面前。吕玲儿眉眼突然竖起，横刀在紧的瞬间，萧雨便出手了。萧雨空手握住了吕玲儿的刀，没有释放法力，没有任何抵挡的空手接白刃。看着被刀口划伤的手掌，萧雨一时吃痛皱眉。吕玲儿越发慌乱，当场就松开了那把刀，想要上手查看萧雨的伤势，手却停在了半空中。台上的张子玲看到这一幕，秀眉微低，她怎么从吕玲儿眼中看到了一丝异样的东西？跟王妹和其他那些女人不同，那些女人顶多算是侍女，算是消遣之物。这吕玲儿，萧雨上手握住刀把，左右查看着，看着吕玲儿腰间的刀鞘，萧雨慢慢给她插了回去。
用代表女子倾心之物的压群刀寻死，我也不欺负你了。你就说你想要什么？虽然我有10000种方法可以让你跟了我，可我还真有点不舍得欺负你了。吕灵儿看着被对方送到腰间的压群刀，面容忧郁，好似有什么话压在嘴边，迟迟不敢开口。萧雨侧目看了一眼张子玲，他虽然有办法哄好吕灵儿，可要是被张子玲看到，他肯定会吃醋的。刚才他空手接百刃的时候，他已经看到张子玲的表情变化了。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一向我行我素的他，竟然真的有点心软了。要是换做以前，他直接3颗合欢丹喂下去，肯定灵泉再现了。就在这时，对面的吕灵儿掩面哭了，委屈的泪水不受控制的往外狂涌，好像这段时间受的委屈全都止不住了。看着台上想让自己跟了萧雨的师傅，看着对面那个霸道无理的萧雨，吕灵儿好似受到了天大的委屈一般。萧雨缓缓吐气，这便是好女人跟恶女的不同之处吗？估计那个韩秋水现在还没有真心跟他，他之所以服软，是因为萧雨答应让韩秋水去折磨叶芷柔，因为韩秋水相公也是被叶芷柔害死的。韩秋水想报仇，说什么要把叶芷柔的眼珠子抠出来解恨。估计吕灵儿跟韩秋水差不多，都是有真情感的女人，要是恶女就好办多了，不听话直接给她2巴掌，暴揍一顿就完了。就在这时，台上的张子玲给他传起了音：相公，你给她道个歉吧，灵儿这丫头是我看着长大的，她心里委屈，我们还是别强求她了，让她冷静冷静，别太强硬了，万一让她到心蒙尘了，她这辈子也就到头了。萧雨闻言再次回首看向吕灵儿，韩秋水毕竟年长，不听哄，这吕灵儿年龄很小，要不哄哄看。那个，对不起了灵儿，今天我郑重的给你道歉，上次那件事是我对不起你，刚才我也是逗你的，你别委屈了，你要是心里有气，你砍我2刀。吕灵儿等这声道歉已经等了很久很久了，虽然她并没有开口，可是心里的某种枷锁却断裂了。萧雨慢慢蹲到了她跟前，一脸宠溺的轻声安抚着：对不起了灵儿，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吓到你了，对不起都是我不好，对不起让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你了，真的很对不起。吕灵儿嘴不自觉地撅到了天上，上手伸起衣袖擦着泪水，她没有抬头，就那么瘫坐在地上看着萧雨的双脚，好像在想些什么。萧雨当时就躺在了地上，从下往上的看着吕灵儿的眼睛。吕灵儿顿时面色发红，赶忙挪动身子看向别处。萧雨也在地上挪着，为了不让张子玲有意见，他只能传音给吕灵儿：我喜欢你，嫁给我吧。一句话就把吕灵儿吓得站了起来，好似一受惊的小鹿，单手捂着胸口，犹豫片刻后，他小声说着：你骗人。萧雨也站了起来，低着脑袋跟对方的视线齐平，而后上手按在了吕灵儿脑袋右侧的玉柱上。四目相对的瞬间，吕灵儿一时大脑空白，他刚才说他喜欢我，是真的吗？他不是已经跟师傅好了吗？台上的张子玲还是头一次看到如此温柔的萧雨，心中不由得升起了一丝醋意。萧雨最对不起的人是他这个当师傅的才对，从头到尾他就在打他的主意，现在他都成他娘子了。呼，冷静，一定要冷静。他现在有那么多女人，自己可是大夫人，不能跟其余女人一样争风吃醋，他得帮萧雨主持后宫，他可是正宫，而且吕灵儿还是他最心疼的徒弟，他性格太善良了，哪怕伤害自己也没想过找萧雨的麻烦。就在这时，吕灵儿低声说了一句：你已经跟师傅好了，你就这么对师傅吗？他会伤心的。我们还是算了吧，我们的事就当作是一场梦，好吗？一句话就把张子玲的心融化了，他有些动容的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看着下面的吕灵儿，心中百感。萧雨声音坚定：我肯定爱我的娘子，张子玲是我的娘子，发妻，我此生肯定不会辜负她。我说了，我摊牌了，我想娶你当小的，你师傅也同意了。你说你想要什么，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吕灵儿微微摇着头，面色哀愁。我想什么？我想要爱，你有吗？我想要真心不被辜负，我想要生则同枕，死亦同穴的陪伴，我想要舍生赴死的爱，我会为了我的他舍弃生的机会，他也会为了我义无反顾的赴死，这是我的愿望。吕灵儿缓缓起身，好像做了某种决定。你做不到的，因为你还有师傅。说着他便撕下了一片裙角，上手扶着萧雨刚才受伤的手掌包扎着，他肯定不会跟他师傅抢男人的，以后还是算了吧。就算他动心了，可他也不能做僭越的事。现在萧雨已经是他的长辈了，在合欢宗里，很多当师傅的都会找弟子互通功法，他这又算什么？不值一提，呵呵。就在这时，张子玲慢慢走到了他的身边。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再喊我师傅了。吕灵儿下意识愣神，张子玲嘴角扬起，有你这么贴心的徒儿，我算是三生有幸了。
既然你也喜欢他，那就最后再听师傅一次吧。你放心，只要姐姐我有的，你一样都不会少。吕灵儿不争气的泪水再次流了满脸，声音颤抖着：“是，师傅，我。”吕灵儿看着如此放低身价辈分的师傅，心中百感。张子霖贴身直接将他搂住，关怀备至的举动让吕灵儿原本委屈的心里好像释怀了。从小他就被张子霖关照，对于他来说，师傅已经跟他母亲一样了。对方都这么求他了，吕灵儿眼眶泛红，感动得不成样子，好像世界都温暖了。哪怕只是单纯的为了他师傅也好，他也有了心理安慰和寄托。好，徒儿跟他。吕灵儿说这话的时候，不是看的萧雨，而是看的张子霖。张子霖摸着吕灵儿的头发，眼中尽是喜爱。放心好了，我还有事要去接见几个人，你先跟咱们相公好好聊聊，要听话，他要是欺负你，我等会帮你教训他。张子霖说着便离去了。大殿里就只剩下萧雨跟吕灵儿二人。萧雨单刀直入：放心，我肯定不会对你做什么的，先进我法器修炼吧，我帮你提升修为。吕灵儿也没有多想，毕竟现在他师傅建立了妙音门，他得尽快提升修为才能帮他。吕灵儿就这么进了侍女阁，一到里面他就看到了王妹。王妹在看的吕灵儿竟然也进来了后，顿时翻了个白眼，又来了一个比她好看的，真该死。萧雨一看王妹竟然敢露出那副嘴脸，上手就是一巴掌，啪！王妹一脸委屈的捂着脸，还在那里幽怨的看着吕灵儿。之前他就一直欺负她，就是因为这小丫头片子是个美人胚子，这还没长开就已经对她的美貌构成了威胁。要是再过几年……吕灵儿见到王妹后，有些紧张的小声说着：“师姐，好久不见。”王妹一脸不悦的捂着脸。萧雨上前又是猛地一闪：“你他妈的看什么？灵儿都不计前嫌，叫你师姐，给你脸了，几天不见你皮痒了。”王妹当时就被打的声音软了下来：“主人，您打的人家好痛，奴婢知道错了，千错万错都是妹儿的错。灵儿妹妹，姐姐跟你道歉，以前都是姐姐对不起你。”吕灵儿有些尴尬的摇着头：“没事，都过去了。”萧雨冷声说着：“还不去弄点茶水来，反了你了还！”王妹也不知怎么的，一被萧雨骂就心里欢喜得很，尤其是刚才对方打他那2巴掌，都把他打得飘飘欲仙了。要是能被他活活打死，该多好啊！王妹行礼后便去准备茶水去了。她本能地认为萧雨是要准备之前的那种给韩秋水喝的茶水，估计今天主人还跟以前一样，要审判吕灵儿这个新来的。想到这里的王妹下意识攥紧了拳头，她得好好表现一下才行。对哦，她记得华莲最近在用主人给的单方秘籍炼制新的丹药，要不要一些2品3品的和欢散？之前给韩秋水那些人用的都是1品的丹药，效果一般般吧。为了讨萧雨欢心，王妹就那么去找了华莲。华莲一听又来了个新姑娘，当时她就拿出了一个冒着粉光的3品阴尸散，说着此物为3品药散，要是凡人女子服用后当场就得暴毙，不仅仅对人的精神有着极强的破坏力，而且还对肉身有着绝对的掌控力，人称神女泪，哪怕是天上的神女吃了也得流泪，可一定注意用量。王妹顿时大喜。与此同时的萧雨还在那里跟吕灵儿画着大饼：“你放心，我这个人一向光明磊落，我既然说了不会欺负你，那就是砍死我，我也绝对不会对你做什么。我其实真的挺喜欢你的，我可以发毒誓，我要是再对你做什么，我就不是人。”吕灵儿下意识撅起了嘴，要是萧雨真对他好的话，跟了他也没什么，毕竟他师傅也在这，以后也有人给他撑腰。那个，你说的提升修为要怎么提升啊？不会还要……萧雨一脸正人君子的在那说着：“你现在才是炼气中期，每提升一段修为也得1个时辰，想要提升到筑基后期，恐怕也得1天吧。”吕灵儿一脸无奈的吐着气，虽然提升修为的速度已经达到了逆天的程度，可他总觉得有点不检点。可一想到刚才张子霖出去接见人的担忧神色，他知道柳皮儿肯定又来找他师傅麻烦了，必须得尽快提升修为，这样才能帮他师傅。吕灵儿并没有说话，就那么坐着，显然是默许了萧雨等会要做的事。萧雨嘴角上扬，满脸关怀地说着：“你放心，我肯定会很温柔的，我肯定不会让你受到一点点的委屈，我发誓。”就在这时，王妹端着茶水进来了。萧雨见状，赶忙倒起茶水，端着一杯茶水就坐到吕灵儿跟前讨好着：“别担心，既然我答应了你师傅，我就肯定会对你好的，喝点茶吧。”王妹见状，直接退了出去。吕灵儿就那么接过了茶水，面色越来越红。一想到等会要那什么，她就有点不好意思。那个，以后你对师傅好一点，你现在比较厉害了，你多帮帮师傅。柳皮儿最近老是找师傅麻烦，我又派不上用场。萧雨连连点头：“你放100个心好了，娘子，我肯定会尽全力帮他的。”吕灵儿闻言羞愧地低下了头：“谁是你娘子？净胡说！
一时害羞的她端起那茶杯就喝了起来，轻轻抿一口，好像还挺好喝的，然后就那么一饮而尽。萧雨还在那满脸柔情地说着：“你是我娘子啊，从第一次我见到你，你替我解围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你了。像你这么好的女孩子，我肯定会捧到手心上的。我之前一直喊你师傅的小名灵儿，其实我是想喊你灵儿的，你知道吗？我每次说灵儿二字的时候，想的不是你师傅，而是你阿灵。”就在这时，萧雨突然看到吕灵儿的表情有点不对劲，吕灵儿竟然直接搂住了他，眼中全是。萧雨下意识看向桌子上的茶杯，当时他就嚎了起来：“王妹，你大爷的！”门外的王妹一听，还以为萧雨要夸她，赶忙拿着提前准备好的黑丝、高跟、肚兜跑了进去。“主人，奴婢在呢。”一进去，萧雨又是一巴掌：“你大爷的！谁让你在茶里放东西的？你有毛病吗？”王妹被打得心花怒放，好 man， 好有男子气概啊！他打我的时候好霸气啊，爱死了！萧雨看着已经不正常的吕灵儿，脸都绿了。这尼玛要是吕灵儿后面又寻死，又找张子霖告状，他该怎么说？他刚才还发了毒誓，尼玛！可看着桌子上的黑丝，萧雨还是遵从本心的让王妹出去了。就在这时，吕灵儿突然嚎叫了起来：“啊啊！你快点啊！”萧雨一脸懵逼的捂着脑门。算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一天一夜后，吕灵儿面如死灰的躺在桌子上，好似一条跳缸的死鱼，双目空洞无神。他真想死。这个狗东西昨天还发誓说绝对不会欺负他的，这叫不会欺负。他不是发毒誓说再欺负他就不是人吗？不是天打五雷轰吗？呵呵，男人狗，天底下的男人都是狗，都不是好东西。看着地上十几条颜色不同的破烂开线丝袜，吕灵儿猛然坐起，抓着萧雨的胳膊就咬了上去。萧雨也没有躲，一脸赴死之态，在那端着烟斗抽着。等会还是别说是王妹做的了，本来他们俩人就关系不好，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还是别说了。就算说是王妹动的手脚，吕灵儿也不信，鬼才信！吕灵儿一脸疯癫的叫骂着：“你个混蛋！你不是说不会欺负我吗？你个大骗子！我恨你，我恨死你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明明都已经同意跟你了，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你，你为什么还要做这种事？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啊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萧雨面露沧桑，思索片刻后，他便来了一句：“不好意思，习惯了。”一句习惯了，直接把吕灵儿说愣了。习惯了，做这种事习惯了。吕灵儿好像想到了什么，回想着昨天那个非常忌惮萧雨的王妹，对方好像自称奴婢。吕灵儿当时就瞪大了双目：“你到底还有多少个女人？啊啊！你居然还有女人？你怎么不跟我说？”萧雨看着已经筑基6层的吕灵儿，一脸敬佩，不愧是好姑娘，这屋里的家具上几乎全是刺的灵泉，桌布现在都还在滴水，她竟然还能保持自我，意志力竟然跟那寒秋水差不多。吕灵儿还在那里吼着说啊。萧雨抿了抿嘴，伸着手指真在那数了起来：“我数数啊，白月、华莲、叶子妹、叶芷柔、黄香、张兰、赵红叶、李晴云、韩秋水、唐田、张红露、张子霖、王妹、林欣，还有那3个尼姑，他们叫什么灵什么来着？我给忘了，太多了，记不住了。加上你的话，一共18个吧。”吕灵儿当时就气疯了，拽着萧雨的胳膊就在那哭了起来：“你个骗子，骗子！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我要是知道你有这么多女人，我死都不会答应。”萧雨咧嘴笑着：“破罐破摔算了，你之前也没问我有多少女人啊？你问了吗？”吕灵儿就在那哭着，她要是早知道这样，她还不如死了算了。就在这时，王妹又在门口说了起来：“主人啊，你们一天没吃东西了，妹儿给你们拿了些点心。”萧雨张嘴就来：“不饿，赶紧滚！”王妹一时疑惑，怎么回事？主人怎么不开心？然后他就在门缝往里偷看了起来，他竟然看到吕灵儿敢对他心爱的主人不敬，当时他就恼了，双目充血，咬牙切齿地攥着拳头，反手他就拿出了一根黑色的竹筒。这竹筒可不是华莲炼制的，而是白月炼制的催命夺魂香，比昨天那个还要霸道，只要吸一口，对方3天都无法恢复意识，而且这东西还有依赖性，3天后他如果不互通功法，那就得承受万重钻心之痛。看着屋里竟然敢拉扯他主人的吕灵儿，王妹眼角颤抖：“婊子，贱货，狐狸精，王八羔子弟，竟然敢忤逆主人，竟然敢忤逆他心心爱爱的主人，好大的狗胆！”王妹也不管萧雨以后会不会罚他了，谁敢忤逆他心爱的主人，他就是死也得让他知道谁是这里的天。
还在屋里安慰吕玲儿的萧雨，全然就没有注意到门缝里飘来了一股无色无味的烟。哭什么？现在已经住机期了，等会你就能出去帮师傅了不是？凡事都有两面性，咱们都是夫妻了，以后的路还长，你不为我考虑，也得为你师傅。还没等他说完，吕玲儿的表情又开始。下一秒，萧雨就看到了门口的王妹，当时他就恼了，我操，你他妈的有完没完？王妹见状，直接哭着跪在了门口。奴婢就是看不惯他忤逆主人，主人你要是生气，你就是把妹儿杀了，妹儿都不会恨主人。呜呜，奴婢对主人一片忠心，如若此生不能服侍主人，那就来世再给主人做牛做马。妹儿为了主人万死不辞。呜呜，主人你要杀就杀。萧雨真他妈无语了，看着跪在地上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王妹，他直接打开了侍女阁的管理系统，必须得把恶女跟好女人的住所分开。他还在这呢，恶女都敢搞事，要是他不在，还不知道这群恶女能干出什么事来。把恶女和好女的住所分开后，萧雨又一脸不情愿地看向了吕玲儿。3天3夜后，吕玲儿一脸乖巧地撅着嘴，相公，相公你好厉害啊！萧雨一直眯着眼，似笑非笑地吐着气。吕玲儿一看萧雨不说话，还以为对方不高兴。相公，灵儿之前有些任性了，相公别生灵儿的气。你要是觉得心里有气，你就打灵儿吧。灵儿以后哪都不去了，生生世世都会陪着相公。吕灵儿，相公你快过来啊！萧雨大口大口地喝着灵泉，灵泉激流不止，法力浓郁，整个房间都充斥着一股香甜的灵泉香气。萧雨能清楚地感受到来自全身经脉的法力波动，再次喝下一口灵泉，顿如醍醐灌顶。看着源源不绝的灵泉，萧雨一个人显然是处理不完了，只能把最心疼的白月叫来，俩人一起畅快地饮着灵泉。白月看着那如此有活力的泉眼，震惊的半天说不上话来。哪怕是他宗门里的灵脉，也滋养不出如此磅礴的灵泉。快，不要浪费，月儿这里就交给你了，把多余的灵泉都收集起来，我留有大用。萧雨擦了擦嘴后，便恋恋不舍地出去了。回想着这几日吕灵儿一直跟他说什么要出来帮张子玲，萧雨便看向了妙音门的大殿。这几日妙音门竟然又收了不少女弟子。张子玲知道萧雨不喜欢男人，所以只收女人，除非是那些女人的道侣跟着一起加入，否则男人是绝对不可能加入妙音门的。萧雨下意识看向对面一对前往练功房的男女，体内的孟德综合症又要发作了。当时他就转过了头，不能再看了，再看肯定又要走到犯罪的道路上。现在他的首要任务就只有3个，第一是去看看张子玲什么情况，第二是去拿白月洞府的神装，第三便是即将开启的万妖秘境。要是做这些仕途中遇到什么不长眼的恶女，他也就顺手审判了。正当他打算走向宗门大殿的时候，他突然看到柳萍儿带着一群女弟子进去了，对方的修为竟然已经筑基8层了，而且他身上那只白蛇竟然隐约有化丹的迹象。萧雨当时就攥紧了拳头，不能再拖了，今天就得把这个恶女给抓起来，对方化丹就麻烦了。就在这时，更多妙音门女弟子也都朝着宗门大殿飞了过去，远处的阁楼上还敲响了传音钟，当当当，一共3声。萧雨下意识眯起了眼睛，3声钟响，莫非又有什么职位变动？不会这么恶心吧？保险起见，萧雨直接用阴阳界生术变成了一女弟子样子，跟着大部队便去了宗门大殿。刚一到里面，他就看到了100多号人，大多数都是炼气期，还有一小部分淬体期的。女人的话有90多个，男人只占一小部分。萧雨看着那10几个男人，眼中不由得出现了10几顶绿帽子，脑中风弦隐隐约约又要发作了。不行，冷静一点，今天是来帮他媳妇对付那蛇妖的，必须得控制一下自己的孟德综合症，这可是他娘子的宗门，万一搞坏了。可就在这时，萧雨身边突然走来一对长相稚嫩的女修，当时他就愣在了原地，看着对方面容，整个都呆住了。双胞胎，那俩姐妹绝对是双胞胎。我操，他娘子什么时候收了一对双胞胎进来？双书生的花容月貌，宛若画中双仙。其子眉眼含黛，秋水盈盈，肤若凝脂，气质温婉。其妹面若桃花，唇如点酱，眼藏剑锋，个性十足。二人并肩立，恍若流风回雪，看得萧雨一时分不清哪个是哪个，左右分不清，上下分不清。这必须得当成宗门仙苗来栽培。单凭身材和容貌来看，他们俩绝对值得重点栽培。姐妹花算什么？真正的仙品是双胞胎。正当萧雨打算栽培一下宗门后生的时候，台上便传来了柳萍的讥笑声。我说张长老，您这建立了妙音门也不跟我说一声，真是太见外了。既然您已经自立门户了，那咱们也该把先前的账给平了，不能说建立了宗门就忘了本。您说呢？张子玲看着又来找他麻烦的柳萍儿，眼神越发的低沉。这女人有完没完？
吃饱了，撑得没事干了。柳皮儿一看他不说话，笑声盈盈，摸着白蛇的脑袋笑道：之前你从我们合欢宗分舵带走了30人，既然已经自立门户，那30名练气期的弟子，你该还回来了吧？还有，你们上次作战是以分舵的名义出去的，按理说上次作战缴获的物资也有分舵的一份，不能说谁打下了一个地方，谁就能用我们合欢宗的战利品自立门户，那以后岂不是乱套了？妙音门毕竟还属于合欢宗，别的我不管，之前的弟子今天必须得跟我回去。张子霖一脸不悦地笑着，现在他已经跟了萧雨，底气十足，他怕什么？他相公底下全是筑基后期，这柳皮儿怕是想被他扎。上次他扎唐田的时候简直不要太兴奋，这柳皮儿处处针对他，简直不知死活。有了男人就是不一样，一向唯唯诺诺的张子霖今日在看到柳皮儿后压根就不带正眼瞧的，哪里来的骚货也敢来我们这造次？是合欢宗想要，还是你柳皮儿想要？那30名弟子之前就都是我亲自栽培的，你看那些人想跟你走吗？什么东西，天天吃饱了没事干是吧？自开战以来你杀过多少敌军，就敢在这跟我哇哇叫？柳皮儿眼神戏谑，回首看向那些弟子，眼神挑逗。呵呵，场面话谁不会说？张子霖，你不会真以为你自立门户了就能把宗门经营下去？江流山这么久都没有修士来此建立宗门，你觉得你能在这没有灵脉没有底蕴的地方存续下去？秘境没有，灵脉没有，就连灵泉你都没有一个，你还学人家建立练功房？呵呵，你真当宗门是想建就建的？下面的萧雨面露狐疑，灵脉他是没有，可灵泉他最少也得有10几个，不对，可能更多。光白月一人就有3个先天法体灵泉，侍女阁所有人都能用灵泉提升修为，甚至还能治伤。他萧雨最不缺的就是底蕴，他是有，可其余人没有啊。那些女弟子一听这里没有修炼资源，纷纷议论了起来。柳平儿冷声笑着，而后一脸亲密地看向那些弟子，说着：诸位加入宗门肯定也是为了尽快提升实力对吧？在一个没有灵脉没有灵泉的地方，何年何月才能突破修为啊？倒不如跟我回分舵，我们分舵的练功房里可是有一处灵泉的，不知诸位意下如何？